叶枫，你这混蛋，你不能进来，快出去！大红帷幔的精致绣床之上，一位国色天香的仙子正衣衫凌乱地瘫软在床上，雪白的娇躯在大红色的嫁衣下面若隐若现，那张动人心魄的俏脸之上绯红一片，还夹杂着几分怒气，正用玉藕一般莹润的双臂奋力地推搡着那个令她花容失色的男人。等会，在一阵巨大的晕眩中，叶枫仅仅是愣了一瞬，便回过了神来。他迅速地反应了过来，自己居然穿越到了修仙界，穿越到了这个同名同姓的短命鬼身上，马上就要和顺天城第一美人洞房花烛。而眼前这个名为唐雨霏的绝美仙子，正是自己明媒正娶的娘子。下一秒，叶枫再次愣了一下，只因眼前的这个女子实在是太美太性感了，开局就如此给力，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有妻如此，美若天仙，那我还矜持个屁，老子今天就是要尽兴搞耍。只是叶枫不解的是，唐雨霏作为他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亲娘子，一直对于自己的亲热行为表现得很抗拒，完全是一副不解风情的样子，这让叶枫真的很头大。老子这个时候穿越过来，又是大婚之夜，显然是老天故意安排要让我爽的。洞房花烛，极致升华，是我作为一个丈夫应该享受的权利，你却一直不让我碰，这又是为何？上天安排的最大不是吗？正当叶枫打算再努力拿下这个天赐的美艳妻子时，唐雨霏眼神中的怒火终于压制不住了，她忽然坐了起来，连带着玉衫都在颤动，向着叶枫的胯下狠狠地踢了一脚。叶枫脸色一变，连忙向旁边躲开，惊险地避开了这一脚。叶枫，你想干什么？随即耳边就传来了唐雨霏那愤怒的声音，还带着责骂，本小姐早就和你约定过，你我只是行婚，不能发生任何关系，你居然趁我闭关之时突然闯了进来，害我气息紊乱，差点走火入魔。别以为你娶到了本小姐，本小姐就会和你圆房，你少做白日梦，我的清白只能留给雷虎哥哥。望着绝美娇妻唐雨霏那怒不可遏的样子，叶枫傻眼了。不是吧，行婚你特吗？要我花100万灵石当彩礼？哼，本小姐身为顺天城唐家三小姐，倾国倾城如9天明月，下嫁你这个废物东西，只收你区100万灵石彩礼，才是便宜你了。唐雨霏的俏脸之上满是鄙夷，语气冷得像冰块，像看垃圾一样的看着叶枫，接着说道：叶枫，实话告诉你吧，你根本就配不上我，要不是看在你肯拿出100万彩礼的份上，我根本就不可能嫁给你。看来你早就忘了本小姐之前和你的约定了，是吧？好，那我就再和你重申一遍。说着，唐雨霏叉着柳腰，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叶枫，一副一气指使的样子，娇蛮跋扈的接着说道：第一，不许看我；第二，不许碰我；第三，不许逼我；第四，不许轻视我；第99，不许对我、对唐家还有对我的雷虎哥哥有任何不满的举动。话音未落，叶枫人都已经听傻了，头大如牛，不是姐们好家伙啊，婚后不能同房，还不能碰，看都不许看，甚至想也不行，想也是犯罪，这特么说的还是人话吗？叶枫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花了100万极品灵石娶回家的居然不是娇美可人的娇妻，而是超越了版本 T0的小仙女。而且这99条不平等的逆天条约，怎么有90条都跟什么雷虎哥哥扯在一起了？这个狗鸡巴雷虎又是个什么玩意？望着盛气凌人、滔滔不绝的唐雨霏，叶枫不由得陷入了深思。此时，前世今生的记忆也如潮水一般涌来。原来，前身这个也叫做叶枫的家伙，是一个十足的舔狗。他不仅一直是这个唐雨霏的提款机，不求回报的跪舔他，更是在唐雨霏的蛊惑之下，哄骗叶家拿出100万极品灵石当彩礼，将他暂时娶回家，等日后。哦，不对，刚才小仙女说了，不可以日后。总之，二人确实约定了行婚这件事。等100万灵石到手以后，二人再和离，小仙女还能分走叶家的一半家产。到时候，唐雨霏再以完璧之身回归自由，而叶家的灵石他则全额笑纳，不仅没付出任何代价，还从叶家身上吸饱了血。而唐雨霏口中的雷虎哥哥，其实就是他的意中人，也是这顺天城钟雷家的二公子。跟叶枫和离之后，他还要带着从叶家分来的万贯家财，转头嫁给那个二公子雷虎。至于叶枫这条舔狗，还是那条舔狗，啥也得不到不说，还亏麻了。更离谱的是，面对着唐雨霏这丧心病狂的要求，前身居然没有任何意见，反而还很乐意，只是因为这样做能让唐雨霏开心，能让他多看自己2眼。却没想到，在极度的兴奋冲击之下，前身孱弱的身子再也扛不住了，在大婚之夜一命呜呼。而叶枫则在这时刚好重生了过来，成为了这具身体的新主人。什么鬼？人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前身是个修炼废物加万年绿毛龟，舔狗里的战狼。想到这，叶枫的头都快要气爆炸了。我操，这能忍了？不能惯着他，绝对不能惯着他。再说了，这是前身许下的约定，和我现身有什么关系？叶枫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光彩照人的美艳娇妻，心中的邪火再度上升。老子穿越修仙界是来修爽仙的，不是来当龟男的。洞房之夜穿越而来，这命运安排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叶枫，说话别装哑巴。看着叶枫沉思的样子，唐雨霏厌恶地瞪了他一眼，接着说道：你自己也知道，你根本不可能配得上我。我若是现在就离开你们叶家，明天一早奉天城所有人都会知道叶家的新媳妇嫌弃你们叶家，
所以连夜跑了。到时候你们叶家必定身败名裂，丢脸是可是你。唐雨霏嘴上威胁着叶枫，但是脚下却没有任何要走的动作，因为他太了解叶枫这个死舔狗了，知道自己生气，叶枫一定会跪下来求他别走。毫不夸张地说，他唐雨霏的话对于叶枫来说简直比圣旨还有用。然而让唐雨霏感到意外的是，叶枫一动也不动，并没有下跪认错，也没有丝毫的慌乱。被吓傻了，唐雨霏轻哼了一声，眼神中闪过了一丝得意。本小姐数到3，你若是马上跪下来跟我道歉，再想办法凑齐10万灵石哄我开心，我就可以考虑原谅你一下。否则的话，本小姐一定……你说的对，若是让你就这么离开叶家的话，确实不太合适，有损名声。唐雨霏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叶枫打断了。哼，你知道就好。唐雨霏再次得意一笑，似乎吃定了叶枫会服软一般。既然知道，那你还不快点按本小姐说的去做？谁知叶枫却嘿嘿一笑，根本没有半点惊慌服软的意思，反而上下打量着衣不蔽体的唐雨霏。不得不说，前身虽然是个该死的舔狗，但眼光还真的不错。这个唐雨霏可恶是可恶了点，但姿色却是没话说，绝对的顶尖。长香绝美倾国倾城不说，气质也是一流，身材更是爆炸一般的绝佳，堪称魔鬼身材，天使的脸蛋。回想刚才唐雨霏推开自己时那吃力的表情和软绵绵的身子，叶枫心中了然。别看他现在声色俱厉，实则外强中干，根本就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就算现在的叶枫是个废物，也能轻易的将唐雨霏拿捏住，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叶枫，你这眼神是想干嘛？看着叶枫那意味深长的眼神，不断的在自己莹润的娇躯上来回扫视，唐雨霏的心里就莫名的感到一阵反胃。想。叶枫沉吟了一下，点头说道：你说的没错，若是让你就这么离开叶家，确实对我叶家的名声不好，所以我想了想，还是让你先履行完妻子的义务再说吧。叶枫，你说什么？唐雨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绝美的容颜上写满了不可置信，完全不敢相信叶枫居然敢这么和自己说话。我说，良辰美景不可辜负，别叽里咕噜的说废话了，快来履行夫妻之实吧。叶枫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唐雨霏瞳孔巨震，她万万没想到叶枫居然会对自己说出这么大胆的话。叶枫，你又忘了本小姐刚才对你说的99条约定了吗？唐雨霏心里忽然咯噔了一下，一阵不妙的感觉涌上了心头。你别过来，叶枫，我警告你，你若是敢对我图谋不轨，我发誓一定不会原谅你的，这辈子都不会。叶枫，你还是跟我道歉吧，你不用下跪，也不用再去凑灵石哄我开心了，只要你道歉然后离开，本小姐就可以原谅你。看着叶枫向自己逐步逼近，唐雨霏心慌意乱，那张倾国倾城的脸上再也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娇蛮跋扈，刹那间花容失色。道歉？呵呵，唐雨霏，你大可不必原谅我。叶枫越走越近，呵呵冷笑着说道：今日是你我大婚之日，洞房花烛天经地义，我有什么好向你道歉的？唐雨霏被叶枫的话彻底吓到了，她还是第一次在叶枫身上感受到如此强硬的态度。以前的叶枫对她都是言听计从，那种无条件不求回报的付出，在唐雨霏的心里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当成了理所应当。今天的叶枫到底是怎么了？不对她的下嫁感恩戴德也就算了，怎么还要步步紧逼呢？这不对吧？按照自己对她的了解，她拿的应该就是无能的丈夫剧本啊！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唐雨霏惊慌失措，只觉得今夜的叶枫似乎格外的陌生。哼，在这大婚之夜，你问我要干什么？叶枫冷哼了一声，神色忽然冰冷，寒声道：唐雨霏，你伙同雷虎骗我家财，如今已经被我发现，我也就不跟你绕弯子了。你把自己当成了高不可攀的小仙女，但在我叶枫眼里你什么都不是。既然你不愿意履行夫妻之实，那便将我叶家的100万灵石彩礼如数退还，然后滚出我叶家，否则我现在就杀你，然后再去干掉那个雷虎，让你们2人在黄泉之下团聚。别以为我在吓唬你，我叶枫说到做到。刚才你修炼忽然走火入魔，这正是上天赐下让我报仇的良机。你现在毫无反抗之力，我要杀你简直轻而易举。什么？你要杀了我？唐雨霏闻言瞬间花容失色，心中惊骇莫名。叶枫所言非虚，他刚才确实在修炼之中走火入魔岔了气，现在浑身疲软，根本提不起一丝灵力。若是叶枫真的在此刻选择动手，自己确实毫无抵抗之力。想到这，唐雨霏心中叫苦不迭，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有朝一日会被叶枫所威胁，骗婚不成自己反倒成了软柿子，现在可怎么办？唐雨霏心思电转，在脑中疯狂思索着对策，但是很显然叶枫并不打算和他墨迹下去了。唐雨霏，别磨蹭了，再不将我的100万灵石彩礼退回，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叶枫大喝了一声，就要准备向他出手。等等！唐雨霏见状顿时吓到魂飞魄散，以他现在的糟糕状态，若是叶枫真的出手，他必死无疑。死到临头，他终于知道害怕了，连忙娇呼道：叶枫，你先别动手，贱女人，你还有什么遗言要讲？叶枫冷眼看着唐雨霏，随时准备动手。唐雨霏吓得花容失色，强行压下心头的恐惧，大声道：叶枫，你先冷静听我说，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今日乃是你我的大婚之日，何必打打杀杀，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呢？不如就让我们洞房花烛，等过了今夜，我一定与雷虎断绝关系，和你好好过日子的。”听到唐雨霏的话，叶枫却是满脸不信，冷笑了一声道：“你还想骗我？我真有那么蠢吗？”见叶枫一脸怀疑，唐雨霏咽下了一团唾沫。他知道口说无凭，该是自己做些牺牲，证明自己的时候了。他忽然玉手一挥，下一瞬，那大红的嫁衣在叶枫震惊的眼神中飞到了一边，肤若凝脂，温润散香，宛若世间最美的一幅画卷。叶枫不经意间的低头，仿佛在直视深渊。这个女人果然有着傲人的资本，但这并不表示她就能在自己面前肆意妄为。望着目瞪口呆的叶枫，唐雨霏俏脸羞红：“我知道你会不信，但是你放心，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哼，唐雨霏，你又想耍什么花样？叶枫从眼前的惊心动魄中回过神来，但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下一刻就被唐雨霏扑倒在了绣床上。话音戛然而止，下一刻，婚房内红烛摇晃，风情无限。嗡！而就在洞房花烛的一刹那，叶枫的脑海中忽然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了。紧接着，伴随着一声提示音响起，一幅宏大的画卷也在他的脑海之中徐徐展开。叮咚，系统已激活完毕。3个时辰后，云雨消散。床榻之上，美到了极致的唐雨霏，绝美的脸上还挂着泪痕，而叶枫只觉得神清气爽，胸中的憋屈终于得到了超脱。不过相比唐雨霏，他更关心自己脑中刚才的那声提示音和那幅宏大画卷到底是怎么回事。叶枫匆匆穿戴整齐，将意识沉入脑海，下一瞬，嗡！只见先前惊鸿一瞥的宏大画卷再次徐徐展开。这画卷古香古色，流淌着温润如玉的光泽，边缘勾勒着金色纹路，美轮美奂，散发着苍茫而神秘的气息。画卷最上方3个金边勾勒的朱红大字灿然生辉万美图。万美图？什么东西？目光下移，叶枫忽然心头巨震。只见画卷之上并非山水景物，而是密密麻麻、姿态万千的美人虚影。这些美人虚影通体呈现出一种灰白色，她们或坐或立，或俯或仰，有的妖娆妩媚，有的清冷孤傲，有的英姿飒爽，有的温婉可人，姿态各异，风情万种，共同构成了一幅令人目眩神迷的绝世群芳谱。然而，无论她们姿态如何变化，唯一共同点便是那灰白的剪影状态，五官模糊不清，仿佛被一层厚厚的迷雾笼罩，只是一个轮廓，没有真实的相貌和光彩。这究竟是？叶枫眉头微微蹙起，强压下心中的惊骇与好奇，目光如炬，一寸一寸地扫过这浩渺的万美图。就在他目光扫过画卷最左侧上方起始位置时，异变陡生，在那里，原本的众多美人虚影之中，赫然有一个虚影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叶枫的心头猛地一跳，下意识地屏住呼吸，连忙将全部心神集中过去，死死地盯住那唯一正在变化的虚影。终于，当那层最后的灰白薄纱彻底消散，一张清晰无比的绝世容颜终于完全地显现了出来，唇红齿白，眉眼如画，国色天香。那双碱水秋瞳，即便在画卷之中，也仿佛带着一丝金黄未散的水汽和骄傲。那美人琼鼻挺翘，樱唇饱满，组合在一张毫无瑕疵的鹅蛋脸上，美得令人惊心动魄。当看清那美人的真容后，叶枫只觉得一股热流直冲脑门，瞬间瞪大了眼睛。这是唐雨霏。画卷上那张似乎还残留着泪痕的绝色面容，与此刻正瘫软在侧的美艳娇妻唐雨霏长得一模一样，毫无二致。叶枫倒吸了一口凉气，难以置信，这万美图上第一个凝视显形的美人，竟然就是刚刚与他有了夫妻之时的唐雨霏。震惊之余，叶枫强自镇定，目光迅速下移，迫不及待地想在这神奇画卷上寻找更多的信息。果然，就在万美图的下方，叶枫如愿以偿地发现了先前被遗漏的系统提示。叮咚，万美图系统已激活完毕。万美图点亮极品红颜，登临无上大道，绑定美人情缘，解锁丰厚奖励。他人修仙，而我修仙子，漫漫仙路何其乏味，光修仙有什么意思？快去解锁红颜，绑定情缘，让万千美人仙子助你修仙吧。他人修仙，而我修仙子，卧槽，逆天！叶枫惊呼了一声，瞬间就瞪大了双眼，紧接着向下看去。当前已解锁美人唐雨霏，18岁，炼气4层，7品普通火灵根，天赋评价80分，家世评价80分，容貌评价90分，综合评价85分。恭喜您点亮了第一位美人虚影，成功解锁了第一份情缘奖励。恭喜您获得奖励：大阴阳五行合欢玄功，天阶功法，专属无上双修玄功，无视灵根天赋。修炼此功法后，每一次极致升华可抵常人100日苦修，堪称快乐修仙之极品宝典。获得奖励：剑道奇才，天赋神通。身为一名剑道奇才，同阶无敌是最基本的能力，任何一个同境界的对手，你都能挥洒自如地应付2下子。获得奖励：金黄腾龙九剑，剑法神通，以金鳞化龙，腾跃9天为道运，9式剑法变化无穷，威力强悍。获得奖励：金鳞龙神剑，地阶飞剑，传说由上古金鳞龙遗骨打造而成，诸邪僻异，品质低于此剑者，有较大概率会被直接斩断。获得奖励：单道天才，天赋神通。身为一名单道天才，
你的炼丹水平不受修为境界的桎梏，可以炼制出超越品阶的灵丹妙药，获得奖励丹阳陨星炉，玄阶上品法宝。传说为上古丹道至尊紫薇道人曾经使用过的丹炉，乃是天下丹修梦寐以求的至宝。此炉炼丹成功率提升1半，成丹品质提升30%，天阶功法、地阶飞剑、玄阶法宝，甚至还有天赋和剑法神通。只不过是点亮了一位美人虚影而已。奖励竟然这么丰厚！叶枫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再次瞪大了眼睛，惊呼了起来。要知道，这方世界是个修仙世界，只要身具灵根，人人都可修仙问道、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出窍、炼虚、合道、渡劫、大成，这便是修仙界的前10大境界。每一个大境界还分10层小境界，而修炼则需要功法和资源，二者缺一不可。其中尤其属极品功法最为难得，无论是功法、剑诀还是飞剑法宝，从高到低分为天、地、玄、黄、宝、灵6阶，每一阶还分上中下3品。寻常人莫要说是天阶功法了，就算是侥幸得到了一本黄阶地功法，就已经要欣喜若狂的感慨碰到天大的机缘了。在叶枫的记忆里，自己所在的这座名为顺天的小城，就连顺天城主家所珍藏修习地功法，也不过是一本黄阶上品地功法而已。顺天城等阶最高的法宝，也不过是城主手中的那尊名为前元鼎的黄阶上品法宝。而这万美图系统一出手，奖励就如此丰厚，仅仅是第一位美人的奖励，就给了天阶功法和地阶的飞剑，还有一尊玄阶上品的丹炉。单是那尊被无数丹修奉为至宝的丹阳陨星炉，就足以令天下丹修为之疯狂了。更别提品质更为逆天的天阶功法和地阶飞剑，任何一物若是流落外界，恐怕就会立刻引起修仙界震动，被无数人疯抢。万美图目前只不过才点亮了1/1000，奖励便如此丰厚。若是真的将此图全部点亮，那还了得！难怪系统提示说让万千美人仙子助我成仙，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叶枫口中喃喃，眼中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金光。他人修仙，我修仙子，这系统竟是要收集天下美人入图，而我坚持要和唐雨霏圆房，竟然让他误打误撞的成为了这宏伟蓝图的第一块基石。看着脑海中那美轮美奂、姿态万千的万美图，叶枫心中燃起了一个疯狂的念头。他连忙再次仔细查看系统说明，终于弄明白了收录美人图的要求。首先，这系统会根据自己遇到的美人而自动评分，评分的依据大概来自3个方面：容貌、家世和天赋。只有综合评分超过80分的，才能达到系统的收录标准。只要叶枫能够点亮一位美人虚影，就能获得巨额的系统奖励，灵石、丹药、功法、神通、法宝应有尽有。而唐雨霏因为是开启了系统的第一位美人，又是叶枫明媒正娶的娘子，因此在2人同房后就被完整的解锁点亮了。想到这，叶枫暗自庆幸的同时，也有些惊诧，这系统的评分要求似乎高的有些离谱了。要知道，这唐雨霏不仅来自顺天城排名前5的唐家，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城中望族，就这家世评分居然才仅有80分，而且她本身的修炼天赋还高达7品火灵根。灵根天赋从1品到9品，品级越高，天赋就越高。唐雨霏的灵根品质甚至比叶枫的4品土灵根还要高上3品。可即便如此，她的天赋评价也不过是才80分而已。甚至就连唐雨霏那倾国倾城的绝世美色和万人为之倾倒的大地之姿，也只获得了90分的容貌评价。由此可见，这系统的评分要求确实是有些挑剔了。看来想要解锁万美图似乎并非是那么简单，这不是随随便便找个女人就行，必须得家世、天赋和容貌都是万里挑一的绝世美人才行。叶枫摸着自己的下巴，心中暗道，不过这要求也合理，毕竟是万美图嘛，就得是万中无一的美人才有资格入图。再说了，系统的要求就算再高，最终受益的不还是我自己吗？只要是正常男人，应该没人能拒绝和一位绝世美人游龙搞耍吧？如果有，那就给他1万个绝世美人。想到这，叶枫不由得心中豪气顿生，整个人意气风发，浑身都充满了干劲。这苍蓝大陆幅员辽阔，九州之地更是人才地灵，诸如顺天城这种规模的城池足有数万座，绝色的仙子更是数不胜数。从今往后，小爷我就要游历天涯，结识天下绝色美人，点亮万美图，成就无上爽仙。哈哈，他人苦哈哈的修仙，而我爽修无数仙子，妙妙妙啊！就在叶枫春风得意的时候，叶枫，你太过分了，足足折腾了3个时辰，你到底懂不懂怜香惜玉？一旁的唐雨霏终于从先前的狂潮中回过神来，破口大骂道：“闭嘴！”叶枫闻言脸色一沉，冷声道：“什么叫我不懂怜香惜玉？你刚才跟我恩爱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还有，什么又叫伤天害理的事情？你我2人为夫妻，夫妻最重要的就是恩爱。老子花了100万灵石的彩礼把你娶回来，洞房花烛乃是天经地义。再说了，你是怎么想的？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把我叶枫也想得太简单了。”听到叶枫的话，唐雨霏神情一滞，喃喃地问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唐雨霏，你该不会真的这么天真，以为和我洞房就能让我放过你？相信你会和我好好过日了吗？恐怕你心里只是想委曲求全，暂时稳住我，
等以后再找机会报复吧。你身后的依仗不过就是那个雷虎罢了。你一定是想找他为你报仇，我说的没错吧？不过，你真的以为失去了清白的你，还会得到雷虎的宠爱吗？叶枫冷哼了一声，意味深长地说道：你说，若是那雷虎知道你已经和我圆房了，他还会不会要你呢？听到叶枫的话，唐雨霏心里咯噔了一下。叶枫说的一点没错，他刚才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在原本的计划中，他本打算好好利用叶枫这条舔狗，狠狠地榨干他身上的所有价值，再将他残忍抛弃，带着清白之身还有巨大的财富，转头投入雷虎哥哥的怀抱。却没想到榨干是真的榨干了，但不是财富，只是为了100万极品灵石的彩礼，就丢了自己最重要的清白，这把真是亏麻了。想到这里，唐雨霏的心里已经慌得一批了。雷虎哥哥若是知道了自己被叶枫拿了一血，这件事真的还会要他吗？唐雨霏，如果你还是看不懂当前的形势，那我不妨实话告诉你。看着面色阴晴不定的唐雨霏，叶枫冷冷一笑，毫不客气地直言道：以我二人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我劝你还是别对那雷虎抱有什么幻想了，乖乖地留在叶家，我还可保你日日欢愉。可你若是还想着那不切实际的事情，那我也成全你，明日我就将你我二人已经圆房，并且我对你的表现很不满意的事情宣扬出去，到时候你我二人之间的事情满城皆知，我再与你和离，我看看谁还敢要你，你还能嫁给谁？看着突然变得无比霸气，再也不见一丝舔狗属性的叶枫，唐雨霏只觉得眼前的他十分的陌生。脱下裤子你就超人，穿上裤子你跟我说你要和离，还要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开什么玩笑？本小姐都已经失身给你了，以后还能嫁给谁？我本来以为本小姐就已经够无耻的了，你他妈居然比我还无耻！不行了，俺不中了！唐雨霏猛地从大红的喜被里钻了出来，完全不顾风情摇晃，玉山颤动，直视着叶枫的眼睛，含恨地说道：叶枫，你不要欺人太甚，你若是真敢如此，本小姐就与你鱼死网破！叶枫闻言哈哈大笑，耸了耸肩道：无所谓啊，反正我叶家早已被你掏空了家底，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既然你想破，那就破呗。你望着风轻云淡的叶枫，唐雨霏差点把自己满口的银牙都咬碎了，可随即一股无力感涌上心头。他明白叶枫说的一点都没错，叶枫的父母在1年前因病而亡，留下了偌大的家业，而叶家又仅有叶枫这么一个独苗，也正因如此，唐雨霏才盯上了继承了家业、腰缠万贯的舔狗叶枫。而叶枫为了迎娶自己，也确实变卖了家中的产业，只留下了这座祖宅。现在的他确实是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鱼死网破根本吓不到他。可恶啊！若不是昨夜我这极闭关突破炼气4层的关卡，也不会被突然闯入的叶枫惊吓到，导致气息紊乱，毫无反抗之力，这才被叶枫这个家伙得逞。想到这里，唐雨霏的心里忍不住泛起了一阵苦涩。他本以为一直将自己的话奉为圣旨的叶枫根本不敢在洞房之夜乱来，所以才放心闭关准备突破，却没想到叶枫这厮竟然狂性大发，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也害得他如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留在叶家，可叶家现在家徒四壁，他从叶家得到的100万极品灵石早已全部交给了雷虎哥哥，自己是一颗都没留，现在估计都快被雷虎哥哥花的差不多了。要不是为了资助他的雷虎哥哥，他唐三小姐这么高贵的身份怎么可能下嫁给叶枫这种废物？可若是离开了叶家，他又该何去何从？雷虎哥哥真的不会介意失去了清白的自己，还会像从前一样对自己好吗？一时间，唐雨霏心底五味杂陈，那张倾国倾城的俏脸之上愁云满面。呜，混蛋叶枫，你真是害苦我了！呜，看着叶枫那绝情冰冷的面庞，唐雨霏哭得梨花带雨。此刻的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原本想从叶枫这里捞点好处，再和意中人雷虎哥哥双宿双飞，结果却被叶枫转头拿捏了。这件事一旦传出去，他唐雨霏直接两边不是人，被废物叶枫毁亲退婚不说，雷虎那边也肯定不会再要他这双破鞋，甚至于唐家知道了他的丑事，也会将他视为耻辱，把他扫地出门，不会再认他了。这真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打得一手好算盘，却被叶枫奇招制胜，攻守一行了。哼，我害苦了你，唐雨霏，你可真有脸说啊！若不是你先做恶人，想要图谋我的家产，又怎么会落得如此地步？叶枫声音冰冷，毫无一丝同情，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吧。你就在唐雨霏六神无主的时候，一声怒喝忽然从叶家门外传来，顺天城雷家二公子雷虎驾到，叶枫，快给老子死出来！话音刚落，一队气势汹汹的侍卫，在一个身着华服、气度不凡的青年带领下，大步流星地踏入了叶家的大门。婚房内，唐雨霏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后，吓得娇躯一抖，花枝乱颤。她的美眸之中闪过了一丝复杂的神色，心中咯噔了一声，不由得惊呼了一声：糟了，不妙，要坏了，坏了，这就要坏了！你也太经不起折腾了吧！叶枫闻言冷哼了一声：就算你要坏了，我也要再来9次。什么？唐雨霏闻言大惊失色：你疯了是不是？没听到雷虎已经来了吗？雷虎他算个屁，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咱们夫妻恩爱。叶枫冷笑了一声，嗷的一下又扑了上去。不行，不要！叶枫你快停下，万一被雷虎哥哥看到的话，
唐雨霏花容失色，连忙大喊：“看，他想看就让他看呗，老子的游龙技术定会让他自惭形愧啊！”叶枫，你混蛋！一顿游龙搞耍，又过去了差不多1个时辰，叶枫这才气喘吁吁地放过瘫软无力的唐雨霏。他那双美眸之中早已热泪盈眶，一想到雷虎就在叶家大厅之中等待，而他却和叶枫在后院游龙搞耍，心绪就一阵翻涌，五味杂陈，复杂到了极点。雷虎此时来的目的，唐雨霏的心里是再清楚不过了，这都是他在和叶枫大婚之前与雷虎提前约定好的。当时二人曾约定，利用叶枫的舔狗属性，先索要100万极品灵石的彩礼，然后在大婚之夜保住完璧之身，不要叶枫碰他。大婚之夜过后，唐雨霏便主动向叶枫提出和离，再和雷虎远走高飞。雷家的二公子雷虎此次前来，那肯定是按照约定来接他来了。想到这里，唐雨霏心乱如麻，这下可完了。因为叶枫的变故，早就导致他和雷虎的计划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偏差。他非但没能保住自己的完璧之身，和离一事叶枫更加是一点都不在乎，现在反而是自己捉襟见肘，不敢和离了。丢了清白这件事，若是被雷虎知道，会产生什么可怕的后果，唐雨霏想都不敢想。而此时的叶枫也是一脸诧异，他知道雷虎肯定会来，但没想到对方竟然会在这个时候登门造访。昨天他才和唐雨霏大婚，这才过了1天，对方就按耐不住上门来要人了，这简直是欺人太甚，真是把他当成傻小子玩了。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他人财两空，沦为全城的笑柄吗？只可惜你们虽然计划周密，却敌不过老子棋高一招。前身那个废物舔狗被你们二人玩得团团转，但老子可不是什么好人，谁吃谁还不一定呢。唐雨霏的清白已经被自己得手了，还算是不亏，毕竟他不仅很润，还帮助自己激活了万美图。但雷虎从自己手里坑走的100万灵石彩礼，可别想那么轻易的花出去，吃了老子的就得给老子吐出来。想到这里，叶枫意味深长的回头扫了一眼脸色煞白的唐雨霏，饶有趣味的说道：“娘子，你的意中人雷虎哥哥来找你来了哦。怎么样，娘子，跟为夫一起去见见你的雷虎哥哥吧。”说完，叶枫忽然露出一个阳光灿烂的笑容，满口的大白牙晃得唐雨霏一阵眼晕。唐雨霏紧咬红唇，盯着一脸揶揄的叶枫，心绪翻涌，脑海中刮起了风暴。这个叶枫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怎么突然变了性子，从一个听话的舔狗废物变成了一个人精，如此难以对付。他心中清楚，若是就这么让叶枫和雷虎二人碰面，昨夜洞房之事一定会东窗事发，说不定就连二人极致升华的那些细节，叶枫都会当着雷虎的面抖个一干二净。想到洞房时的那些画面，唐雨霏俏脸羞红，娇躯忍不住又是一颤。雷虎若是知道了，必定会气得七窍生烟，雷霆大怒。到那时所造成的一连串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不行，他必须要想想办法，拯救一下自己目前的尴尬局面。现在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炸了呀！唐家和雷家那边能瞒就先瞒一下，要不然他真的会没人要的。事到如今，也只好先稳住叶枫，雷虎那边就暂且委屈一下他，今日先不和他走，等搞定了叶枫再说。思来想去，唐雨霏终于下定了决心，既然雷虎已经来了，那么避而不见肯定是不可能的。既然要见，那就由自己掌握局势，绝不能让叶枫占据了主动，将三人一起推进深渊。先把局面稳住，然后再来思考对策。唐雨霏在心里迅速地定下了主意，顿时从慌乱的状态下平复了过来，思绪豁然开朗。打定了主意的唐雨霏忽然精气神陡然一变，绝美的容颜上再也看不见一丝慌乱和复杂。这种变化倒是让一旁的叶枫看得愣了一下，不知道这唐雨霏在搞什么鬼。夫君说的没错。见到叶枫失神一愣，唐雨霏甜美一笑，那绝美的容颜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她轻启红唇道：“家中有贵客来访，与妃身为夫君的娘子，理应一同接待才是。”说着，唐雨霏主动上前一步，跨住了叶枫的胳膊，大步地拉着叶枫主动向着叶家大厅走去。叶家大厅内，雷虎身着一袭黑袍，领着几个狗腿子，正姿态潇洒的傲然挺立在中央。雷虎这厮果然还是那副一脸倨傲，天下地上他最屌的姿态，让叶枫心中十分的不爽。这狗逼为了图谋自己的那点家产，甚至不惜将他心爱的女人推出来布局，设下骗婚的诱饵，将叶枫的家产骗了个精光。如今还只是自己和唐雨霏大婚的第2天而已，这不要脸的畜生居然就敢舔着脸明目张胆地出现在自己家中，这是完全没将自己放在眼里啊！一副狠狠吃定了自己的模样，将自己当成无能的丈夫整了是吧？狗逼雷虎实在是可恨至极。叶枫心中是越想越气，方才特意让他多等了1个时辰，除了要在唐雨霏的身上发泄一通怒火，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故意冷落雷虎，要不然这厮的嚣张气焰还不知道会烧到什么程度呢。叶枫、唐雨霏，你们2个到底在后面搞什么鬼？果然，当叶枫2人的身影才刚刚出现，雷虎就气得上蹿下跳了起来。老子1个时辰前就把喉咙喊破了，你们怎么磨蹭了这么久才出来？敢让我雷二公子白白等了这么久！叶枫，你想死不成？雷虎，你在我叶家狗叫什么？叶枫的声音如炸雷一般在雷虎耳边响起。老子和我家娘子大婚之夜才刚刚过去，我们俩在搞什么就不用和你多说了吧。再说了，这里是我叶家，我们想搞什么就搞什么，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何时轮到你来指指点点？话音刚落，叶枫的身影也终于完全的走了出来，他的表情一脸阴沉，身边还站着满脸忐忑的唐雨霏。叶枫，你放屁！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雷虎闻言瞬间暴跳如雷，当他看到唐雨霏挽着叶枫的胳膊走出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立刻就绷不住了，他瞬间皱起了眉头，极为不高兴地呵斥道：“雨霏，怎么回事？你还没和这废物和离吗？”雷公子说笑了。听到雷虎的话，唐雨霏嫣然一笑，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柔声说道：“雨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和夫君恩爱着呢，我家夫君对我疼爱有加，我与他情投意合，又怎么会跟他和离呢？”雷虎，唐雨霏，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难道你忘了我们之前的约定了吗？你和叶枫这个废物假婚行婚，等大婚之夜过去就和离，然后我们二人双宿双飞。雷公子请自重。雷虎的话都没说完，就被唐雨霏粗暴地打断了。我与夫君琴瑟和鸣，龙凤登对，乃是天造地设的一双，是上天恩赐的姻缘，就算有约定，那也是和夫君二人白头偕老的约定，怎么可能和雷公子你有过什么约定呢？唐雨霏柳眉倒竖，对着雷虎怒斥道：“我和夫君新婚大喜，雷公子切莫再胡言乱语了，否则就算你雷家在顺天城威势滔天，雨霏也要道声得罪，将你赶出门外了。”说完，唐雨霏还趁叶枫不注意，对着雷虎疯狂眨眼，试图让他明白自己另有其意。雷虎，只可惜雷虎却仿佛视而不见一般，他根本就没看懂唐雨霏的操作。二人早已约定好的事情，在没有事先沟通的情况下擅自改变，也难怪雷虎领会不到唐雨霏的眼神。毕竟在他的心里，在这废物叶枫面前，根本就不需要有所顾忌。之所以巧立名目骗婚，也只是怕事情闹大，惹人口实罢了。若不是因为顺天城治法严厉，雷虎当初甚至想直接抢了叶枫，强行夺走叶家家产，还是唐雨霏极力劝阻，表示顺天城主铁面无私，若是追查起来，恐怕难以善终。雷虎这才作罢，最后设下了让唐雨霏以身入局，骗婚叶枫的这个计划。尽管雷虎心中清楚，唐雨霏和叶枫只是行婚，二人之间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关系，但是他的心里还是有个疙瘩，始终觉得如鲠在喉，接受不了，因此才在二人大婚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上门，想要尽快领回自己心目中的绝色美人。毕竟如此倾国倾城的唐雨霏，就连他都没有一清芳泽，如今却嫁给了叶枫，二人有了夫妻之名，怎能不叫雷虎心中惴惴不安？昨夜的他甚至一夜未眠，总感觉自己脑门上绿油油的一片。此刻见到唐雨霏一反常态，还和叶枫如此恩爱，雷虎顿时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唐雨霏，你他妈在发什么疯？哪里还顾得上唐雨霏再是什么眼色？他一蹦老高，指着唐雨霏大声呵斥道：“你是鬼上身了，还是吃错药了，还是中了什么邪法不成？赶紧跟这个废物和离，断绝了一切关系，跟我走！”噗嗤！听到这里，叶枫实在是憋不住了，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他算是看出来了，这雷虎肯定是以为唐雨霏已经跟自己离合了，所以才迫不及待地来叶家要人。只是他没想到的是，一向软弱胆小的叶枫突然暴毙，然后被自己穿越后顶替了身份，随后又出其不意的大力破局，直接上垒成功将唐雨霏吃干抹净了。现在唐雨霏是左右为难，他绝对不敢就这么跟雷虎摊牌，否则雷虎万万不可能再接受已经丢失了清白的唐雨霏。想到自己一番游龙搞耍的神操作，居然瞬间改变了局势，牢牢把握住了主动权，叶枫心中得意至极，敢设局骗婚老子家产，还好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虽然损失了100万灵石，但是多了一个美艳如花、堪称人间绝色的老婆，还因此觉醒了系统，这波绝对不算亏。看着雷虎气到了七窍生烟的这一幕，叶枫感觉心里莫名的爽快。眼下这种情况，他实在是喜闻乐见啊，有一种我抢了你的女人，但是你的女人反而更离不开我的感觉，这种感觉简直比极致升华还要畅快。叶枫摸着自己的下巴，眸光闪动，有趣，实在是有趣。世子雷虎脸色铁青的看着叶枫，叶枫，你到底对雨霏下了什么药，施了什么妖法？他用手指着叶枫，几乎快要戳到了他的鼻尖，愤怒的咆哮着：“你们两个到底搞什么鬼？”雷虎，我去你妈的！被雷虎用手指着鼻尖，叶枫眉头一皱，瞬间大怒，一大早就跑到我叶家狗叫，还敢拿手指着我，真当我不敢动你吗？你他妈在我面前装什么呢？话音刚落，叶枫迅疾如电，果断出手拽住了雷虎那根手指，随后猛然用力，只听咔嚓一声脆响，竟然直接掰断了雷虎的那根手指。啊！雷虎只觉得手中传来了一阵剧痛，十指连心，立刻发出了一声痛彻心扉的惨叫。他颤抖的看着那根耷拉在一旁的手指，森白的骨茬子显然易见，已经断得不能再断了。雷虎强忍疼痛，心中怒火烧到了天花板，歇斯底里的狂吼道：“叶枫，你这狗东西竟然敢断我一指，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哼，只是断你一指而已，我已经对你很客气了。”叶枫闻言冷哼了一声，神色瞬间转冷：“雷虎，我也懒得跟你绕圈子，实话告诉你吧，你已有取死之道。你和唐雨霏合谋，坑了我100万灵石的彩礼，这事我虽然心里不舒服，但是娶到了绝色的美人，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我大婚的第2天就上门来闹婚，
还想要带走我明媒正娶的媳妇，这是我若是再忍下去，我叶枫简直是枉为人夫，不配做个男人。先前断你一指，只是开始而已，我恨不得抽死你个狗逼玩意。说到这，叶枫气势陡然变得凌厉了起来，他猛地抬手，又是狠狠的一巴掌，直接甩在了雷虎的脸上。啪的一声脆响，这一巴掌势大力沉，直接让雷虎脑瓜子嗡嗡的。他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顿时气得七窍生烟。叶枫，你这畜生，还敢对我出手，简直找死！老子今日必须砍了你，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雷虎怒不可遏的嘶吼，他万万没想到叶枫今天竟然敢接二连三的对着自己动手，这还是以前那个自己一瞪眼他就吓得抖三抖的废物软蛋吗？打你都是轻的！听到雷虎的嘶吼，叶枫的眼神瞬间冰冷，心中也闪过了一抹杀意。雷虎，你闯进我家门，还想要抢我刚娶进门的美艳娇妻，于情于理都该挨打。别样的，老子都还没说砍了你，你他妈还来劲了！你真当老子好欺负了是吧？说着，他同样怒不可遏，伸手就掏出了地阶飞剑金玲珑神剑，剑尖遥指雷虎，怒声骂道：今天我不让你从我叶家爬着出去，我叶枫两个字以后倒着写，我爬你妈！雷虎闻言瞬间暴跳如雷，直接拔出了腰间的宝剑，冲着叶枫就扑了上来。脸颊上那火辣辣的巴掌印，还有彻底断裂的那根手指，让雷虎双目赤红，如同被激怒的疯牛，钻心的疼痛灼烧着他的理智。从小到大，身为顺天城雷家骄横的二公子，他何曾受过这等奇耻大辱？莫说被人当众打一耳光在脸上，便是敢对他稍有不敬之人，也早已被他踩在脚下。此刻面前的叶枫，在他眼中已与死人无异。去死吧，狗东西！雷虎发出了一声咆哮，他浑身灵力狂涌，炼气6层的修为毫无保留地爆发了出来，带起了一阵劲风。他手中的黄阶下品宝剑闪烁着刺骨的寒光，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带着最纯粹的暴怒与杀意，如同劈山断月般当头朝着叶枫狠狠劈下。这一剑快若奔雷，势大力沉，剑锋撕裂着空气，发出令人心悸的尖啸。雷虎嘴角勾起了残忍的狞笑，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下一秒的画面，叶枫带着惊恐绝望的表情，被自己这寒怒一剑当场劈成2半，血溅5步。以他对叶枫的了解，炼气3层的叶枫在他的面前就如同蝼蚁般脆弱，碾死他如同踩死一只臭虫一样简单。然而面对这足以将寻常炼气中期修士都劈成重伤的致命一剑，叶枫心中却是一片冰湖般的平静，甚至连嘴角的冷笑都未曾减弱半分。就在雷虎暴怒出手的一瞬间，嗡！叶枫心念如电，剑道奇才天赋神通悍然发动。刹那间，雷虎那看似迅猛无匹的一剑，在叶枫眼中忽然慢了下来，其轨迹、其力道，甚至是雷虎因暴怒而略显僵硬的发力姿态，都清晰地呈现在了叶枫的感知里。剑道奇才天赋神通，身为一名剑道奇才，同阶无敌是最基本的能力，任何一个同境界的对手，你都能挥洒自如地应付2下子。同阶之内，一切剑招在叶枫的面前皆如掌上观文，只要他想，雷虎就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然而叶枫并不想躲，他言出必行，就是要狠狠地教训一下雷虎，甚至让他死。叶枫手腕一翻，手中的地阶神冰金玲珑神剑骤然抬起，一声威严清越，仿佛来自洪荒远古的惊天龙吟，骤然自叶枫手中的金玲珑神剑上爆发了出来。没有丝毫犹豫，叶枫体内的灵力按照金黄腾龙9剑的玄奥路径疯狂运转，尽数灌注于剑身之上。下一瞬，古朴的剑身之上，那原本暗淡的龙鳞纹路仿佛瞬间被灵力点燃，流淌起一层蕴含着无匹锋锐与尊贵气息的金色流光。金黄腾龙9剑，第一式金鳞化龙。叶枫口中低喝，剑随心动，他手腕一抖，金鳞龙神剑化作一道刁钻诡异的金色轨迹，贴着雷虎的剑脊斜斜向上撩去，剑尖所指正是雷虎的手腕。这一剑又快又准，妙到了毫巅。后发却先至，直接绕过了雷虎那势大力沉的剑招，奔着他持剑的手腕迅疾如电的飞去，完全是料敌先机，想要断其一臂。雷虎不愧是炼气6层的高手，狂也有狂的资本，瞬间就发现了叶枫的意图，眼看自己再执意向前，下场必定是断送一只手臂，他连忙收力回防。枪！金铁交鸣之声响彻整个叶家大厅，刺耳欲聋。让雷虎万万没想到的是，他那柄黄阶下品的极品宝剑，在与叶枫手中那柄金色长剑接触的刹那，就如同朽木遇到了神兵。金玲珑神剑上流淌的金光仅仅是微微一吐，只听哧啦一声轻响，雷虎手中那柄极品飞剑竟如同脆弱的枯枝一般，直接被那道金光削断了。半截闪烁着寒光的剑尖打着旋而飞了出去，哐当一声掉落在了远处的地板上。雷虎手中只剩下了半截断口平滑如镜的剑身。然而更让他魂飞魄散的是，叶枫的剑势仍未停歇，那道金色的剑光正带着风雷之势向着雷虎的胸口飞驰而来。砰！雷虎只感觉一股磅礴巨力狠狠地撞在了自己的胸口，震得他气血翻腾，原本狰狞凶狠的表情瞬间被惊骇与痛苦取代。叶枫手中那道刁钻诡异的金色剑光带着风雷之势直接轰向了雷虎的胸口，避无可避。雷虎瞳孔紧缩至针尖大小，心神俱震，神色大变。
就在精灵龙神剑即将洞穿他胸膛的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他贴身佩戴的一块古朴玉佩陡然绽放出刺目的土黄色光芒，光芒瞬间扩散，在他胸前凝结成一面厚重的布满玄奥龟甲纹路的凌厉盾牌。砰！叶枫迅疾如电的一剑结结实实地轰在了这面突然出现的龟甲光盾之上，那凌厉光盾剧烈震颤，直接抵消了这一剑的威力。叶枫清晰地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反震之力顺着剑身传来，虎口都有些发麻。然而精灵龙神剑毕竟是地阶神兵，金黄腾龙九剑更是绝顶剑术，那光盾虽然护下了雷虎要害，却终究难以完全抵挡这恐怖的破坏力。咔嚓嚓，清脆的碎裂声响起，凌厉光盾仅仅抵挡了一瞬，便在精灵龙神剑的剑锋下寸寸碎裂开来，化为点点黄芒消散在了空气中。噗！失去了灵光护体，雷虎如遭重锤猛击，一口嫣红的鲜血猛地喷出，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头洪荒巨兽狠狠撞中，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被那股排山倒海般的巨力狠狠轰飞了出去。轰隆哐当，雷虎直接被叶枫一剑轰出了叶家大厅，重重地摔在了大厅外的青石板上。他蜷缩在地上，脸色惨白如纸，胸腹间气血翻腾，身上的华贵黑袍沾满了灰尘和血迹，哪里还有半分先前就要公子的模样。望向叶枫的眼神之中充满了震惊之色，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少爷，二公子大胆狂徒，敢伤我家少爷！眼见雷虎吐血倒飞，生死不知，他带来的那几个狗腿子侍卫这才如梦初醒，发出惊怒交加的狂吼。他们本就是雷虎的贴身护卫，主子重伤，他们难逃其咎。此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抽出兵刃，向着叶枫怒吼道：杀了他，为少爷报仇！四个炼气期3、4层的侍卫红着眼，拔出腰刀长剑，如同疯狗般嚎叫着，从不同的方向凶狠地向叶枫扑来，刀光剑影瞬间将叶枫笼罩。哼，一群土鸡瓦狗也敢聒噪！叶枫眼神冰冷，嘴角勾起了一抹不屑的弧度。身具剑道奇才天赋身体的他，这些低阶侍卫的动作在他眼中简直破绽百出，迟缓的如同慢动作。他手中的精灵龙神剑再次发出清越的龙影，只见叶枫身形如鬼魅般一晃，不退反进，瞬间切入围攻的人群。刷刷刷刷，行云流水般的一连出了4剑，剑光如瀑，瞬间放倒了4名侍卫。短短几个呼吸之间，方才还气势汹汹的雷虎一众狗腿子已全部躺在血泊之中，非死即伤。叶枫持剑而立，精灵龙神剑斜指地面，潇洒地挽了一个剑花，神剑之上金光流转，滴血未燃。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太震撼。站在一旁的唐雨霏早已瞪大了美目，惊讶地望着大显神威的叶枫，捂住了红润的小嘴。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废物舔狗叶枫吗？这恐怖的剑术，这狠辣的手段，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要知道，雷虎在顺天城可是一直被人称为剑道天才的存在，身具8品灵根的他，修为境界更是早已达到了炼气6层，可以说是傲视全城同辈修士，是顺天城真正的天之骄子。可就是这么不可一世的他，今日却被叶枫一剑击败，甚至就连护体法宝都被击碎了。若不是亲眼所见，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若是雷虎没有护体法宝护身，刚才那一剑他凶多吉少，说不定会被叶枫一剑斩杀。当场炼气6层的天才雷虎，一剑之下险些被炼气3层的叶枫一剑斩杀，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叶枫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唐雨霏人都快看傻了。而此刻挣扎着撑起半边身体的雷虎更是心有余悸，死死地盯着叶枫，还有他手里的那柄金光流转的长剑。胸口处那剧烈的疼痛让他额头冷汗涔涔，却也让他对叶枫的实力更加感到忌惮和惊骇。叶枫明明只有炼气3层的微弱修为，而他雷虎可是堂堂炼气6层，更有家族赐下的护身玉佩这等保命法宝。可在刚才的交锋中，他竟然被对方一剑击溃。若非玉佩自动护主，他此刻早已是个死人。那精妙绝伦、料敌先机的剑法，那柄轻易斩断自己黄阶宝剑、轰碎护身法宝的金色神剑，叶枫这个死废物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厉害？他手中的那柄神剑又是什么来头？叶枫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嗨，可可！雷虎的目光猛地转向了一旁同样傻眼了的唐雨霏，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阴郁、愤怒，还夹杂着一丝被背叛的疯狂。唐雨霏，难怪你不肯跟我走！他咳出了一口血沫，死死地盯着唐雨霏，声音嘶哑而怨毒地问道：原来你是找到更大的靠山了？你是不是变心了？你是不是爱上了叶枫这个废物？雷虎完全无法接受一向被自己视为废物蝼蚁的叶枫竟然会变得如此强悍，他更无法接受唐雨霏刚才那番恩爱的言辞和态度。他认定叶枫的突变和唐雨霏的态度转变必然有关，而雷虎的质问也终于打醒了一旁的唐雨霏。他从巨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听到雷虎的话，顿时方心大乱。原本叶枫是个4品灵根的废物，跟着他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在唐雨霏心中，即使自己被他拿了一血，也压根就没想过要和叶枫继续生活。可叶枫刚才一剑击败天才雷虎的神勇表现，却让唐雨霏感到无比到底震惊和十分的意外。不可一世的雷虎在叶枫面前连一剑都撑不住，一向被称为天才的雷虎
瞬间就被叶枫给比了下去。既然如此的话，那还有必要离开叶枫去跟雷虎吗？失去了清白的自己，若是离开的叶枫，还会有人要吗？叶枫现在的表现比雷虎可强太多了，而且自己还被他拿了一些，又是他明媒正娶的娘子，似乎无论是怎么看都没有离开叶枫的理由啊。想到这，唐雨霏感觉自己眼前一亮，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属于是。见唐雨霏支支吾吾的不肯表态，雷虎脸色一黑，阴沉着脸对着唐雨霏说道：“雨霏别闹了，你们大婚已成，咱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现在马上与他和离，跟我走。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的山盟海誓了吗？再这么胡闹下去，本公子可真要生气了，到时候你可别后悔。”说完，雷虎眼神期待地看着唐雨霏，他相信自己这一番狠话说出去，唐雨霏肯定就再也演不下去了。毕竟曾经那么爱自己的一个女人，甚至不惜委屈自己骗婚，也要将彩礼拿给自己花。这么一心想嫁进雷家的唐雨霏，根本不可能这么轻易就变心的，除非她和叶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叶枫和本公子犹如萤虫和皓月，毫无可比之处。一向自视为高岭之花的唐雨霏，绝对不可能被叶枫这个废物拿走一血，她肯定还是清白的。唐雨霏肯定还是爱着本世子的，她一定会选本世子的。雷公子真会说笑。然而听到雷虎的话，唐雨霏却是意味深长地看了雷虎一眼，淡淡的说道：“我乃是叶家明媒正娶的娘子，我自然是爱我家夫君的。雷公子莫要再胡言乱语了，否则小心我家相公还要揍你。”叶枫长得又帅，实力又强，跟着他名正言顺，完全没有理由再跟着雷虎走，去赌他会不会接受不清白的自己啊。反正日子跟谁过不是过，何必吊在一棵树上等死？良禽择木而栖，美人择夫而嫁，没毛病。唐雨霏，你说什么？雷虎听到唐雨霏的话，差点气疯了。这唐雨霏明明是自己的女人，之前对叶枫嫌弃至极，怎么几日不见，态度两极反转，变化如此之大？张口一句娘子，闭口一声相公，言语之中的恩爱简直快要淹死人了。明明是二人情投意合，想要骗取叶枫的家产，才演了这么一出戏，怎么现在你踏马假戏真做了？仿佛他雷虎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那个破坏别人婚姻、强抢民妻的坏人，真是邪了门了，真是见了鬼了。当初约定好的剧本可不是这样写的呀！唐雨霏态度大变，让世子雷虎心中咯噔了一下，联想到昨夜乃是二人的洞房花烛夜，顿时暗道不妙。莫非本公子被叶枫这个王八蛋偷家了？他们两个昨夜不会真的恩恩爱爱了吧？雷公子，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事到如今，唐雨霏的表情也终于冷了下来，带着3分冷意7分绝情，蓦然开口：“我乃是叶家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正妻，是我夫君叶枫的娘子，自然是要留在夫君身边，相夫教子，共度一生的。雷二公子，还请你自重，不要再说一些令人难堪的话了。”轰隆隆，雷虎闻言如遭五雷轰顶，他死死地盯着得意的叶枫，又看了看虽然一脸娇羞，却没有任何不悦的，甚至还满怀甜蜜的唐雨霏，只觉得心底五味杂陈，心中又酸又涩，又痛又恨，让他几乎快要无法呼吸。不过很快又被屈辱和不甘迅速填满。唐雨霏，你这个贱女人，竟然敢耍我！雷虎面目狰狞地咆哮着，心中的灵智被愤怒完全冲毁了。还有你，叶枫，你敢和我雷虎抢女人，还敢打伤本公子，我跟你没完没完！雷虎，你还真是可笑至极啊！难道你还看不懂现在的形势吗？被我一剑放倒，躺在地上不能动弹的人是你，你拿什么跟我没完？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可以任你们玩弄欺辱的叶枫了，现在的我要杀你，简直易如反掌。听到雷虎的愤怒叫骂，叶枫却冷冷一笑，寒声说道：“现在要没完的人是我，而不是你，你才是那个应该会下来求我原谅的人。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真是一头蠢货！你说这是你的女人，可是她怎么如今在我的怀中呢？”说着，叶枫大手一挥，直接将唐雨霏那纤细柔软的腰肢搂在了怀中。唐雨霏猝不及防，嘤咛了一声，扑倒了叶枫壮硕的胸膛，俏脸通红。叶枫得意一笑，随后在雷虎那块要喷火的眼神注视下，对着唐雨霏那性感红润的小嘴就啃了一口。啵叽一声清脆声响起，甚至还拉出了一条细线。雷公子见谅，我们夫妻二人新婚燕尔，情难自控，忍不住恩爱一把，你不会介意吧？叶枫擦了擦嘴角的口水，笑眯眯地转头问道：“啊呀呀，你们这对狗男女，本公子果然猜对了，你们真的恩爱过了？”雷虎喘着粗气，像是一只要择人而噬的野兽，极致的愤怒让他面目全非。雷公子猜的没错呢，我家娘子她真的很润，昨夜我二人都十分尽兴呢。叶枫笑容灿烂，眼睛快要眯成了一条缝，甚至还咂巴了嘴，一脸的意犹未尽。啊呀呀，叶枫，你这个畜生，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不得好死！雷虎瞬间暴跳如雷，正要扑上来撕烂叶枫那可恶的嘴脸，可下一秒急火攻心，牵动了之前被叶枫轰了一记的胸口伤势，顿时忍不住的干呕了起来。感受到自己体内的伤势，必须要马上进行治疗，否则若是因此留下病根，危及到基纳可就不妙了。好你个叶枫，好你个唐雨霏，我雷虎今日认栽，可你们也别想好过。雷虎只能一边咳着血，一边对着还在地上不断哀嚎的侍卫喝骂道：“都别躺在地上装死了，咱们走！”
你们给本公子等着瞧，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我一定会再回来的。说完这句狠话，带着浓浓的不甘和愤怒，灰头土脸的雷虎转身在浑身挂彩的侍卫们的搀扶下快步离开，那背影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听到雷虎的狠话，叶枫眼中杀意飙升，拎着金鳞龙神剑抬脚就要追上去赶尽杀绝。他可不想放虎归山，留下后患。等等，你不能杀他！身后却传来唐雨霏那焦急的声音，同时一双玉藕般的手紧紧拉住了叶枫的胳膊。叶枫心中一凛，回头对着唐雨霏那张花容失色的俏脸皱着眉头喝问道：“你敢拦我？你也想死？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叶枫那冰冷绝情的语气吓得唐雨霏花枝一颤，连忙摆手解释道：“我是意思是，你现在不能杀他。顺天城主铁面无私，那雷家身为顺天城排名前5的大家族，更是在城中手眼通天。你若就这么追出去，光天化日之下，又是在城中闹事，当众杀了雷二公子，必定会在城中掀起轩然大波。先不说你能不能杀得了雷虎，就算你杀了他，以后光是来自雷家的报复，就够你死上1万次了。”听到唐雨霏的解释，叶枫眼中杀意渐消，紧皱的眉头慢慢舒缓。这雷虎对自己恨意极深，留着他以后命会是一个心腹大患，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咬自己一口，此人不能不除。方才唐雨霏极力阻拦自己，叶枫还以为这女人是在念旧情，袒护雷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唐雨霏也不能留在身边了。没想到唐雨霏却并非是不让自己向雷虎动手，而是怕自己贸然击杀雷虎，引来报复和杀身之祸。你倒是想得挺周到的，唐雨霏，你现在怎么不护着你的雷虎哥哥，反而会为我着想了？叶枫随手收起了金鳞龙神剑，揶揄地问道。这唐雨霏的心思还真是捉摸不透，明明昨日还是口口声声地喊着雷虎哥哥，1日过后反倒和自己站到了一边，这两极反转的态度真是前倨后恭，思之令人发笑啊！见叶枫收起了长剑，气势骤减，唐雨霏心中一松，长舒了一口气。方才叶枫那令人心悸的喝问，吓得他两腿一软，生怕叶枫对他也痛下杀手。连一向被称为天才的雷虎都不是叶枫的对手，他唐雨霏更不可能挡得住叶枫一剑。昨日之前的叶枫在他眼里或许还是废物蝼蚁，但今日的叶枫想要捏死自己简直易如反掌。瞧你这话说的，咱们不是一家人吗？听出了叶枫话中的揶揄意味，唐雨霏拢了拢耳边的碎发，淡然一笑道：“我不为你着想，还能为谁着想啊？”叶枫闻言呵呵一笑：“哦，这么说你是想开了，真打算安稳的留在我身边，彻底和雷虎划清界限了？哎，我的清白都交给你了，还有什么想不想得开的？不留在你身边，难道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唐雨霏悠悠一叹道：“难道我刚才对雷虎的态度还不能够说明我对你的心意吗？”说着，他垂下真手，轻轻地靠在了叶枫的肩头，语气幽怨地说道：“人家的身子和心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了，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人家。”哈哈。叶枫闻言哈哈大笑，志得意满地说道：“不辜负，肯定不会辜负。”话说一半，他忽然一用力，将唐雨霏那软糯温润的娇躯抱在了怀里，大步向着二人的婚房走去。啊！唐雨霏发出了一声娇呼，疑惑地问道：“你这是要做什么？”哼哼，做什么？当然是带你去恩爱啊！叶枫理所当然地说道。啊，还来？昨夜你足足来了9次，难道你还有精力？9次算什么？以后每日只要无其他事，必须白天9次，晚上9次，少1次都不行。什么？竟然这么高强度吗？唐雨霏闻言大受震惊，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美目，这下真的要坏了。而叶枫却不以为然，自己刚得到了顶级天阶功法大阴阳五行合欢玄功，无事灵根，每一次极致升华都可抵常人100日苦修。眼下正好身边就有一个美艳娇妻，又是最需要提升实力的时候，怎么可能不给他上点强度呢？必须要恩爱，必须要变强，超人就能变强，越超越强。就在叶枫和唐雨霏在家中游龙的时候，灰头土脸的雷虎带着浑身挂彩的狗腿子侍卫们极其狼狈地回到了城中雷家。噗！刚一踏入自己的房间，强行压制了一路的雷虎再也支撑不住，又是一大口污血狂喷而出。他脸色煞白如纸，豆大的冷汗如瀑布一般流下，像条刚才河里爬出来的落水狗一样虚脱地瘫倒在了座椅上，胸口的剧痛如同万针刺扎，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撕裂般的痛楚。更让雷虎感到惊骇的是，叶枫那道金色的剑气在击穿了他的护体法宝之后，竟然还透体而入，在他的经脉之中疯狂肆虐。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炼气6层的修为境界竟隐隐有松动崩溃的迹象。道基，我的道基！雷虎的眼神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剑气入体，正在不断侵蚀着他的灵力根基，若根基被毁，他这天之骄子就彻底完了。什么家族地位，什么远大前程，都将化为泡影。少爷！几个同样狼狈不堪、身上挂彩的侍卫惊恐地围了上来，手忙脚乱却又无从下手。慌你妈！本少爷还没死呢！雷虎怒骂了一声，眼中闪过了一丝决绝的肉痛，随后从贴身的储物袋深处珍而重之地取出一个玉瓶，瓶塞打开，一股沁人心脾的药香瞬间驱散了些许血腥气，正是那颗他珍藏多年已被关键时刻使用的黄阶极品保命丹药海灵丹。这颗海灵丹乃是雷虎的亲姑雷一欢费尽了千辛万苦才炼制出来的，
作为顺天城有名的丹修大师，雷奕欢这一生也仅炼制出5颗海灵丹而已，每一颗都极为珍贵，在顺天城有价无市，无数人想求都求不到，是修士用来保命或是突破瓶颈的极品灵丹，价值连城，如今却被逼得用来吊命疗伤。雷虎颤抖着手，眼神之中闪过了一丝心疼，却没有的丝毫犹豫。和自己的小命相比，丹药即使再贵重，也终究只是外物罢了。雷虎猛地将丹药塞入了口中，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股磅礴而温和的灵力洪流，迅速涌向他受损的经脉和腑脏。强大的药力顿时将那肆虐的剑气彻底消融，稳住了即将崩溃的修为，也将他体内的伤势修复了七七八八。然而，这巨大的代价却让雷虎的心都在滴血。亏，太亏了！这次叶家之行简直是亏麻了。原本被自己视为痉挛的唐雨霏，非但没有按照计划跟自己走，反而对叶枫那废物柔情蜜意，一口一个夫君，更是当着自己的面被叶枫拥吻。更让雷虎抓狂的是，他隐约感觉唐雨霏看叶枫的眼神真的不一样了。想到他被叶枫拿了清白，自己离开时他们2人恩爱的画面，自己碰都没舍得碰一下的娇话，现在指不定被那叶枫油融成啥样了。操！唐雨霏你他妈就是个死贱人！雷虎只觉得一股邪火直冲天灵盖，憋屈的快要爆炸。这顶绿油油的帽子对他雷二公子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而叶枫除了给他戴了顶绿帽子，自己心爱的黄阶下品宝剑，还有父亲赐予的护身玉佩，全都被叶枫一剑轰碎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心爱的法宝飞剑也折在了叶枫手里。最关键的是，就连雷虎自己都差点交代在了叶家。自己炼气6层的天才，竟被炼气3层的废物叶枫一剑重创，若非玉佩挡了一下，加上这颗珍贵的海灵丹，雷虎今天就彻底没了。想到自己气势汹汹的去叶家要人，结果受伤的却只有自己，活像一个小丑，自己的面子算是彻底丢尽了。他雷虎横行顺天城这么多年，何曾受过如此奇耻大辱？以后在顺天城，他雷二公子还怎么抬头做人？难不成以后碰到叶枫，他堂雷二公子要在那个废物面前夹起尾巴，灰溜溜的绕道而行？叶枫，你这活该千刀万剐的死废物！老子不服！你他妈凭什么？平时要抢我的女人，平时要毁我法宝，平时要能伤我！雷虎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双目赤红，充满了怨毒与疯狂。想到自己狼狈逃离时叶枫那轻蔑的眼神，雷虎就气得浑身发抖，5脏6腑如同被万蚁啃噬。雷虎怎么也想不通，本该被他肆意揉捏的废物，怎么就突然拥有了碾压他的力量？这巨大的落差让他理智尽失，几欲癫狂。少爷息怒啊！就在雷虎气到暴跳如雷的时候，一个心死活络的狗腿子侍卫小心翼翼地凑上前，谄媚地说道：“叶枫那个草包废物，他那点微末修为，给少爷您提鞋都不配，怎么可能会是少爷您的对手？依小的看，他手里那把金光流转的宝剑，应该才是他如此猖狂的底牌。”宝剑！狗腿子侍卫的话如同惊雷在雷虎耳边炸响，他猛地回想起叶枫手中那柄造型古朴、金光流转的长剑，确实，那柄剑的气息极其不凡，其锋锐与威力更是前所未见。自己黄阶的飞剑和玉佩，在那把剑的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见雷虎神色变幻，那侍卫咽了口唾沫，眼中闪过了一丝金光，压低声音说道：“是啊，少爷，您的黄阶宝剑碰上那把叶枫那把剑，咔嚓一下就被削断了。那把剑绝对是件了不得的宝贝，小的敢拿脑袋担保，叶枫手里的那把剑至少也是玄阶的神兵。叶枫那废物之所以能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全靠他手里那把邪门的宝剑。若不是因为那把剑，就凭他怎么可能伤到了少爷你啊？离了那把剑，他叶枫算个屁啊！玄阶的神兵！”雷虎闻言瞳孔骤然收缩，呼吸都变得粗重了起来。一瞬间，所有的疑惑似乎都有了答案。叶枫那突然暴涨的攻击力，那能跨越3层境界重创自己的力量来源，全都指向了那柄神秘的金色宝剑。对，一定是这样的，肯定没错。雷虎越想越觉得有道理，眼中射出了极度怨毒的光芒。我就知道叶枫这个废物肯定没这么强，他必然是得到了某些机缘，仗着手里有神兵利器才敢如此嚣张。还有唐雨霏那个攀岩附势的贱女人，肯定也是因为发现叶枫身上那了不得的机缘，才会对他投怀送抱，甚至不惜献出了自己的清白。想到这，雷虎猛地一拍座椅扶手，低吼道：“他妈的，仗着手中神兵耀武扬威，算什么本事？欺负我雷家没有吗？走，跟我去雷家宝库，将那面青阳烈火镜请出来。”青阳烈火镜，少爷这不好吧？听到雷虎的话，狗腿子侍卫吓得浑身一抖，连忙劝阻道：“那面玄阶法宝青阳烈火镜，可是青阳宗少主送给您姑姑的聘礼，若是被那位姑奶奶知道，您擅自动用她的聘礼，会不会？少啰嗦，她可是本少爷的亲姑姑，有什么好怕的？”雷虎大手一挥，打断了狗腿子的话，满不在乎地说道：“再说了，本少爷不过是借用一下，有了青阳烈火镜，叶枫还有那个贱女人逼死无疑，等事成之后再放回去不就是了？有什么后果，本少爷一力承担。”说到这里，雷虎双目闪着兴奋的金光，面目狰狞地怒吼道：“叶枫这个走了狗屎运的废物，抢我的女人，伤我性命，毁我法宝，此仇不报，我雷虎誓不为人！还有唐雨霏那个贱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我要让你们付出100倍1000倍的代价。而在另一边，正奋力游龙的叶枫并不知道雷虎在把自己心爱的女人拱手相让之后，又将为自己送来一份大礼。不得不说，他已经完全爱上了修仙子，正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命是弱者的借口，而运是强者的谦词。什么命运，什么麻烦，在叶枫看来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机遇罢了。3个时辰后，叶枫2人的婚房内，轰！伴随着一声轰鸣，叶枫身上忽然灵光爆闪，面带红晕的唐雨霏震惊地望着身旁气势飙升的叶枫，久久无法回神。他怎么也想不到，在第5次修炼以后，叶枫竟然当着自己的面，匪夷所思地突破了他的修为，竟然从炼气3层直接提升到了炼气4层巅峰。什么鬼？不可能吧？这也能一心二用？这种突破修为的方式完全没听说过啊！你刚才是怎么回事？想了又想，还是想不通的唐雨霏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望着更显得倾国倾城的唐雨霏，叶枫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拍了拍，轻声道：“别说话，转过去。”又过了3个时辰，轰！又是一阵轰鸣，叶枫身上再次灵光爆闪，震撼的突破场面让唐雨霏吓得花枝乱颤，心神俱震。不是吧？又突破了！他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感觉自己人都快要麻了。叶枫竟然当着他的面再次爆发，将修为提升到了炼气第5层。如果说之前还只是凑巧，叶枫可能是厚积薄发，在情绪激动下偶然突破，还能勉强说得过去，那么这次肯定不可能是凑巧了。叶枫真的在悄然提升，甚至连破2关。他刚想询问，却被叶枫再次出言打断：“别问太多，站起来！我不行了，放过我吧！张嘴，别说话。”不知不觉又过去了3个时辰，轰！别误会，这次叶枫没有突破，是床塌了。谁也没想到，这间新婚洞房里最先吃不消的，居然是那张坚固的星宿床。唐雨霏狼狈的从凌乱的大红喜被中钻出来，口中狂呼：“不行了，不行了！你太会修炼了！”望着连连求饶的唐雨霏，叶枫得意一笑，将意识沉入脑海，唤出了自己的系统界面。宿主叶枫，年龄19，修为境界炼气5层巅峰，功法大阴阳无形合欢玄功，天赋神通剑道奇才，丹道天才，剑法神通金黄腾龙9剑，法宝飞剑金玲珑神剑，丹阳陨星炉。当前已解锁美人图唐雨霏，美轮美奂的万美图画卷在叶枫的脑海中徐徐展开，他的各项信息也跃然纸上，一目了然。望着万美图上那形象各异、姿态万千的美人虚影，叶枫心头火热。仅仅是点亮了一个唐雨霏而已，就让他收益匪浅的接飞剑和神通之术，让他以区炼气3层的修为境界，跨越了整整3层小境界，将不可一世的雷虎一剑击败。而天阶功法更是逆天，让他在极致升华中也能快速提升修为，甚至连破2关。也难怪唐雨霏会感到震惊，毕竟这种修为提升的恐怖速度，估计就连9品灵根的天才都要望而兴叹。想到这，叶枫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结交更多美人，将万美图全部点亮，获得更多强大的奖励了。不过评分能达到80分以上的美人可遇而不可求，类似唐雨霏这样出众的仙子，起码在顺天城这种小地方不是遍地都有的。而叶枫现在的修为境界还是太低了，仅仅炼气5层巅峰的修为还不足以支撑他游历天下，广交美人。这处修仙界名为苍兰大陆，天下共分9州，而叶枫所在的顺天城便是其中名为东域的一州。东域这片地界被大齐、大周和大衍3座王朝共同瓜分，顺天城也不过是大齐王朝治下的一座的小城罢了。别说游历整个苍兰大陆，就算是想在大齐王朝通行无阻，起码也要有金丹期的实力才行。毕竟这修仙界风云诡谲，除了要面对正道修士们的尔虞我诈，外界还有无数妖兽与魔道在虎视眈眈，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危险重重。因此叶枫想要点亮更多的美人虚影，当务之急，最重要的还是以提升自己的修为为主。炼气期的实力确实不够看，叶枫估计自己能点亮唐雨霏，也只是吃了系统的低保而已。就算现在摆上10个8个绝色仙子在他面前，就凭他这点实力，人家都不一定能正眼看一看他。毕竟越是绝色的仙子，身边就越是不缺各路天骄，他们的眼光可高招呢。既然我觉醒了万美图系统，今后注定要走上修仙子的这条路线，那就必须以拿下各路人间绝色仙子为目标，让万千仙子助我一人得道。身负天阶功法大阴阳5行合欢玄功，修仙子对我来说宛如呼吸一般轻松，完全不费吹灰之力。我现在游龙搞耍的技术堪称强的可怕。想到这，叶枫心中暗暗决定，既然身边有个唐雨霏，那就好好利用起来，绝不能浪费这个开局好机会。至少先用大阴阳5行合欢玄功和唐雨霏好好修炼，尽快的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筑基再说。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不一边游龙搞耍，一边勤修苦练？你怎么好意思问出这种问题来的？我都觉醒系统了，如果还要埋头苦修的话，那我这系统不白觉醒了吗？苦修？呸！狗都不修，咱们要修也是修仙子啊，修的是仙子的道，成咱们自己的仙。既然心中已经有了决策，叶枫不再犹豫，迅速的穿好了衣物，冲着依旧如同一滩烂泥一般的唐雨霏说道：“你先好好休息，这些木床太不结实，我去外面再找人打造一张金刚锁住的大床。”什么？
唐雨霏闻言娇躯巨震，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美目。金刚大床，你这倒不至于吧？你是真想让我坏了是吧？他脑中瞬间想起了之前被叶枫支配的恐惧，忍不住就想发表一番自己的意见。但是看到叶枫那坚定的眼神，似乎完全没有征求他同意的意思，而他也实在是太累了。方才的游龙让他浑身瘫软无力，根本无力吐槽，只好冲着叶枫摆了摆手，无所谓了，随你去吧，有本事你就搞死我，我现在只想好好休息，我太累了。叶枫见状无奈地笑了笑，刚才修炼太刻苦，把床都修塌了，不过也没办法，现在自己身边只有唐雨霏一个女人，为了尽快提升修为，也只能先让她多多受累，等以后有人分担火力了，只希望她不要食髓知味，欲求不满，争风吃醋才好。想到此处，叶枫嘿嘿一笑，随后关上了房门，转身向着城中集市走去，赶紧打造一张持久耐用的大床。事不宜迟，顺天城东一栋高悬翠柳居3个大字的气派楼宇之内。卧槽，不是吧？就连最差的木床都要10块零食，这床睡一个人都够呛，晃2下就得断，你怎么不去抢？叶枫望着眼前这个用鼻孔看人的翠柳居掌柜，恨不得一拳砸在他那张神色倨傲的脸上。抢劫犯法呀，城主大人赏罚分明，有他在城中执法，谁敢在他眼皮子底下违法乱纪？哼，打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果然是一个穷光蛋。翠柳居掌柜的眼高于顶，不屑地扫了扫一脸穷酸的叶枫，从鼻孔里喷出了一团白气。咱们翠柳居可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买不起就快滚，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死穷鬼，没钱还要瞎讲究，回去打地铺不就省钱了吗？快滚快滚，我可没时间陪你在这磨叽。叶枫闻言脸色难看，气得一阵红一阵白，用手指着翠柳居掌柜的鼻子说道：好你个狗眼看人低的老东西，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说完，叶枫扭头就走，快步离开了翠柳居，身后却还传来那掌柜冷嘲热讽的话：我呸，一个死穷鬼还敢在我面前冒充大尾巴狼，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德性，就你那富穷酸模样，别说30年，我给你300年你都没用。快滚快滚，滚远点，别影响我们做生意，一大早就碰到这种货色，真是晦气，活该你这辈子都是个穷鬼。听到身后翠柳居掌柜那讥讽的话，叶枫虽然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摸了摸储物袋里50块零食，叶枫俊朗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这点零食在翠柳居甚至都买不到一张稍微好点的红柳床，才履法地，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原本他叶枫也算是家产万贯，虽然父母因病亡故，但也给他留下了不菲的家业，只可惜前身这个死舔狗为了迎娶唐雨霏，便卖了所有家产，将100万零食全都交给了雷虎2人。结果雷虎拿着叶家的100万零食到处挥霍，而叶枫自己现在却连一张最低级的木床都买不起。想到这，叶枫对雷虎更是恨得牙痒痒。若不是这个狗逼设计骗婚，自己现在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还被那狗眼看人低的翠柳居掌柜骂成了死穷鬼。回想起那翠柳居掌柜的丑陋嘴脸，叶枫恨不得回去一剑劈死那个可恶老东西。只可惜顺天城主东方胜铁面无私，乃是本城实力最强的金丹大能，又身为城主多年，因此在城中威望颇高，早已定下了条条铁律，严禁任何违法乱纪。在他眼皮子底下杀人放火，无异于自寻死路。不过这也能够理解，毕竟修仙界个人伟力至上，若是无人约束，人人都一言不合泄愤杀人，修仙界早已经生灵涂炭。像叶枫这样的炼气修士根本就无从成长，平民百姓更是活不下去。世界彻底乱了套，何谈未来？无论在哪个社会，秩序和规矩都是最重要的，至少明面上是这样。可叶枫却始终觉得咽不下这口气，他越想越觉得憋屈。马德，不争馒头争口气，老子一定要在翠柳居订购一张全顺天城最贵最豪华的大床，让翠柳居那老东西亲自接待我，狠狠地打他的老脸。愤怒的叶枫在储物袋里一阵摸索，意外地摸索到了一个入手冰凉的物件，定睛一看，正是先前系统奖励的丹阳陨星炉。这尊只有巴掌大的小鼎，通体呈现出一种历经岁月沉淀的青铜质感，光泽内敛，却又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厚重与威严。其造型遵循最古老的3足鼎样式，3只粗壮有力的炉足稳稳抓地，象征着天地人3道合一，稳如泰山。炉身之上遍布着玄奥繁复的天然纹路，更像是炉体本身材质在天地造化或至尊丹火淬炼下自然形成的印记。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炉腹正面清晰可见一个由星辰轨迹勾勒出的独特徽记，那正是传说中上古丹道至尊紫薇道人的独门印记。这印记仿佛蕴含着某种丹道智理，即便只是凝视也让人心神微震。这丹阳陨星炉虽然只是玄阶上阶的法宝，但据说却是上古丹道至尊紫薇道人曾经使用的丹炉，利用此炉炼丹成功率提升1半，成丹品质提升3成，乃是天下丹修梦寐以求的至宝，应该价值连城，是个不可多得的宝物。望着手中的丹阳陨星炉，叶枫心头一动。这丹修一脉以炼制无上仙丹为目标，每日与丹炉丹火作伴，受烟熏火燎，可谓是十分辛苦。但因为各路修士无论是日常修炼
还是保命疗伤，都离不开丹修所炼制的灵丹妙药，所以丹修也颇受世人尊敬。有些声名鹊起的丹修所炼制的极品灵丹更是一粒难求，甚至有些不惜花费重金求购。因此，丹修、气修这些旁门修士普遍都比剑修、体修之类的修士富有得多。丹修术士甚至可以说是修仙界最有财富的一批人。这炼丹一道，很显然就是一条发财致富的快速路啊！叶枫心中暗道：据我所知，这顺天城中好像就有一座童叟无欺的奇珍楼，听说背景很深，交易起来十分安全。如今我身怀丹道天才，天赋神通，手中又有丹阳陨星炉这么神奇的宝贝，若是能炼制出极品灵丹，一定能卖出个好价钱。望着手中古朴玄奥的丹阳陨星炉，又看了看系统面板上丹道天才那明晃晃的4个大字，叶枫一拍脑袋，先前我还感慨没钱寸步难行，殊不知这发财之路就在我脚下啊！他那张俊朗的脸上兴奋之色一闪而过，回过头对着身后的翠柳居狠狠地瞪了一眼，嘿，狗眼看人低的老东西，给小爷等着！事不宜迟，叶枫说干就干，手里握着50块零食，直接来到了出售药材的商会，购买了5份炼制筑基丹的丹方和草药，随后便匆匆地回到了叶家。唐雨霏依旧瘫在主卧那张倒塌的大床上，在叶枫如此高强度的修炼之下，他累得爬都爬不起来，所有的精力都流干了。叶枫摇了摇头，也没叫醒他，随便找了间空房，便一头钻了进去。他现在只想炼丹搞钱，然后去翠柳居把厂子找回来。盘膝坐好，叶枫掏出了丹道至宝丹阳陨星炉，先用灵力将其祭炼，滴血将其认煮后，炉身轻轻地震颤了一下，发出了一声低沉而悠远的嗡鸣，仿佛沉睡了万载的神物被唤醒。紧接着，丹炉的核心部位亮起了一层淡淡的、温润如朝阳初升的金红色光晕。这光晕并非炽热刺目，而是充满了勃勃生机与精纯的至阳之力，如同内蕴着一轮永不熄灭的丹阳。随着光晕流转，一股难以形容的奇异药香自然而然地弥漫开来。这股香气极其复杂，似乎融合了天地间无数灵植仙葩的生命精华，又带着历经万古淬炼沉淀下来的岁月气息。它并不浓烈刺激，反而清雅隽永，深深吸入一口，竟让人神清气爽，就连体内的灵力都仿佛活跃了几分。这正是丹炉吸纳万药精华后自身孕育出的丹炉之息，是顶级丹炉的标志。叶枫甚至能清晰地感觉到周围的天地灵气仿佛受到了无形吸引，正极其缓慢而柔和地向丹炉汇聚。丹炉本身就散发出一种浑厚、圆融、接近大道本源的灵韵，这股灵韵仿佛拥有生命，温养着炉体，也隐隐影响着周围的环境。置身其间，心境都会不自觉地平和下来，对丹道的感悟似乎也更加清晰。好宝贝，不愧是丹道至尊曾经使用的宝炉，果然是无数丹修梦寐以求的无上之宝。感受到丹阳陨星炉的神意，叶枫不由得赞叹了一声，啧啧称奇。滴血认煮后，他已经完全掌控了丹阳陨星炉，只需要将自身灵力按照丹炉操控之法运转，就能控制住其中的紫微丹火。这紫微丹火不仅可以炼丹，也可以用来杀敌或是防御，妙用无穷。接下来就是按照筑基丹的丹方开始尝试炼丹了。这筑基丹虽说丹方常见，药材也很平常，但却是出了名的成丹率极低，炼气期的丹修根本就不可能炼制出来，就连寻常的筑基期丹修动手炼制，成丹率也是10不存3，唯有金丹期以上的丹修才有可能炼制出5成以上成丹率的筑基丹。但筑基丹毕竟是低级丹药，仅对炼气期的修士有用，筑基之后便没有什么需求了，因此金丹期以上的丹修通常都会炼制更加珍贵的丹药，不可能再出手炼制这种低级丹药。也正是因为这样，筑基丹才会成为低级丹药之中价格最高最为难得的丹药，这也是叶枫会选择炼制筑基丹的原因，因为它卖得贵啊。说来也是神奇，就在叶枫向丹炉注入灵力，点燃丹火的那一刹那，丹道天才天赋神通轰然发动。叶枫虽然是第一次炼丹，但在丹道天才的天赋帮助下，他却仿佛像是经营丹道数十年的老丹师一般，驾轻就熟，毫不慌乱。什么时候该大火，什么时候该小火，什么时候放什么药材，简直有如神助，可谓是融会贯通。仅仅是第一炉筑基丹，10颗当中就已经成了6颗。有了第一炉的经验，往后的每一炉它的成功率都在提升，直到第5炉，它已经达到了10成10的成功率。一夜时间悄然流逝，最后5炉筑基丹的材料全部用完，叶枫总共炼制出了40颗极品筑基丹。人生第一次炼丹，仅仅5炉的成丹率却足以比肩那些炼制了几十年的老丹师，这简直堪称恐怖。若是让外界那些日夜受烟熏火燎的丹修们知道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经营丹道，成功率甚至还不如叶枫一半的话，恐怕无数人都会自觉惭愧，吐血3升。而且就连叶枫都不知道的是，因为丹阳陨星炉的缘故，他所炼制的全都是极品筑基丹，每一颗的药效都比普通筑基丹至少高上3层，因此这40颗极品筑基丹的价值每一颗都更加珍贵。不错，40颗筑基丹至少5000灵石一颗，每一颗都按照最低价格来算，这里也有20万灵石了。我记得那翠柳居最豪华的紫檀铃木大床似乎也只要10万灵石来着。望着自己炼制出来的筑基丹，叶枫一阵自豪，既然如此，
把手中这些筑基丹卖出去，肯定就足够了。翠柳居那老东西还说小爷300年都改变不了穷酸气，没想到老子连1天都没用，就陡然而富了吧？叶枫俊朗的脸上满是春风得意之色，哈哈，先前你对老子爱答不理，现在老子让你高攀不起。想到这，叶枫连忙收起了丹阳陨星炉，转身出了房门。叶家院中，唐雨霏已经从之前的操劳中缓了过来，见到叶枫出现，她娇躯一抖，想起了被他游龙的画面，忍不住花枝乱颤。啊，原来你在家呀，又要来吗？床还塌着呢。叶枫闻言冲着他摆了摆手，不急，今日先不修炼，我要先出门一趟，等新床到了再找你修炼。说着，他大手一挥，扔给了唐雨霏2粒筑基丹。你先拿着好好修炼，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的状态，等我回来将这2天落下的功课一次补齐。话音还没落下，叶枫已经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叶家，向着城中疾驶走去。看着叶枫的背影，唐雨霏怔怔失神。原本听到叶枫说今日不用修炼，他心里还莫名有些空落落的，但后来又听到他表示要将这2天的功课一次补齐，又感到有些可怕。这个男人那方面简直强到吓人，让他心里又期待又害怕。毕竟那事儿虽好，但也不能总做啊。爽是爽了，可是修炼咋办呢？我辈修士毕竟还是要以修炼为主，整日沉迷于游龙搞耍，岂不是本末倒置了？那怎么行？哎，真不知道当初选择留在叶枫身边是对还是错了。想到这，唐雨霏悠悠地叹了口气，随后将美眸望向了手中的那2粒丹药，顿时眼前一亮。天哪，是筑基丹，而且看药效还是极品筑基丹。这等品质的筑基丹定然是出自炼丹大师之手，常人重金都难求一粒，而他却毫不在意，随手就扔给了我。望着叶枫离去的方向，唐雨霏一双美眸瞪得大大的，直接愣在了原地。顺天城最大的交易场所奇珍楼是一座5层结构的雄伟建筑，占地极广，屹立在城中最繁华的街道上。据说其掌柜的极有可能来自东域最大的商会通天阁，背景颇深，资本雄厚，就连顺天城主东方胜也要给他几分薄面。不过这一切都和叶枫无关，他之所以来此，只是想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将手中的筑基丹卖出去而已。奇珍楼所涉及的业务极广，丹药、功法、飞剑、法宝以及各种天材地宝可谓是琳琅满目，其中顾客更是人头攒动，来往如云。叶枫穿过人群，径直来到摆放着各种丹药的柜台，这里不仅出售各色丹药，同时也进行回收，只不过价格会比外界偏低一些罢了，胜在安全有保障。负责接待的是一位炼气初期的女修，见到叶枫走近，她脸上笑颜如花。这位道友随便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告诉我。叶枫抬头看了她一眼，顿时眼前一亮，只见眼前这个炼气女修眉目如画，容貌沉鱼落雁，气质清新脱俗，极为清纯美丽，一笑起来还露出2颗虎牙，为她清丽的气质又增添了几分俏皮。她身着青春亮丽的白色仙裙，身材高挑挺拔，前凸后翘，曲线玲珑，虽然没有大地之姿那么雄伟，但却盈盈一握，和适至极，煞是娇俏可爱。通过女修胸前的木牌，叶枫知道了她的名字陈可儿，果然是个可人。就在叶枫打量陈可儿的时候，他脑海之中忽然嗡的一下，那幅美轮美奂的万美图自动徐徐展开了。那些姿态万千的美人虚影之中，紧挨着唐雨霏的其中一个忽然闪烁了起来，渐渐有了凝实的迹象。与此同时，叶枫的脑中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叮咚，恭喜您发现了一位可以解锁的美人，陈可儿，19岁，炼气5层，7品普通木灵根，天赋评价80分，家世评价75分，容貌评价85分，综合评价80分。陈可儿符合万美图收录标准，您与对方的情缘值达到36零点时，都将获得一份奖励，情缘值达到100即可点亮美人图，获得一份高级大奖。陈可儿当前情缘值0。听到系统的提示，叶枫眼前一亮，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就在这奇珍楼里，也能发现一位可以解锁万美图的美人。虽然这陈可儿综合评价只有80分，但只要能点亮美人虚影，获得奖励那就已经足够了。而且这陈可人的长相也是沉鱼落雁的级别，形象如此清纯亮丽，她的容貌气质比起家中的美艳娇妻唐雨霏也不遑多让了。好啊，这一趟果然没白来，今天算是双喜临门了。看着一笑就露出2颗小虎牙的陈可儿，叶枫高兴的合不拢嘴，连忙开口道：有劳仙子了，我来贵的想要出售一些筑基丹，换点零食用用。陈可儿闻言微微一笑：好的道友，请问道友你要出售几颗筑基丹呢？收购价是多少零食一颗？叶枫问道。筑基丹的收购价格是4500零食一颗，不过需要先交给柜台朝奉验货，才能决定要不要。陈可儿的声音好似清泉流淌一般悦耳好听，声音和她的形象一样贴切，有种春风化雨的清爽之感。叶枫点了点头，看了看自己的储物袋，这次一共炼制出了40颗筑基丹，给了唐雨霏2颗，还剩38颗。翠柳居最豪华的大床，记得应该要10万零食左右，以防万一到时候零食不够，导致装逼失败，还是全卖了吧，零食越多越有底气。反正这玩意炼制也不难，后面需要的话随时炼制不就行了。我这有38颗筑基丹，有劳仙子交给朝奉看看，合适的话就全卖了。叶枫也不废话，
直接将单独装着筑基丹的那个储物袋交给了陈可儿。陈可儿接过袋子，张了张红润的小嘴巴，惊讶地看了一眼叶枫。筑基丹价格昂贵，一些散修需要积累多年才能买得起一颗。他本以为眼前这个和自己年岁相仿的少年能有个1颗2颗就算不错了，毕竟他看起来虽然俊朗帅气，身姿挺拔，但看他的穿着打扮，似乎不像是什么阔绰人家的模样，而且他的修为境界似乎也只有炼气5层巅峰的样子。这筑基丹对他来说应该也是弥足珍贵的东西，他竟然会舍得拿来卖了，而且还一出手就是38颗。这么多筑基丹，别说是一个炼气小修，就算是筑基期的单修，恐怕一下子也拿不出来吧？难道他不留着自己突破筑基用吗？就在这时，一名大约27、8岁的筑基期男修神色倨傲地走进了奇珍楼，左右看了看，随后便径直走向了叶枫这边。啪嗒，此人一来到柜台，便丢下一个绣着雷纹的储物袋，趾高气昂地说道：“来人呐，快帮我将这袋筑基丹拿给老朝奉看看成色，然后全部换成灵石。”陈可儿见状愣了一下，这筑基丹平时一粒难求，今天怎么怪了都是来卖筑基丹的？这种成丹率极低的丹药，什么时候这么好炼制了？见陈可儿迟迟不动，那倨傲的男子不耐烦地高声喊道：“你聋了吗？能不能动作快点？我赶时间！”见那筑基期的男修发火，陈可儿清纯的俏脸上闪过一丝慌乱，连忙指了指叶枫，开口解释道：“前辈请稍安勿躁，这位道友先来的，容我先为他。”什么狗屁，先来后到！筑基期的男修毫不客气地直接打断了陈可儿的话：“我可是雷家雷毅欢大师的徒弟苏荷，我师尊可是你们奇珍楼的大客户，大客优先的道理，难道你不懂吗？”听到苏荷竟然是雷毅欢大师的徒弟，陈可儿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这雷毅欢乃是城中雷家的人，更是成名已久的丹道大师，其炼制出的丹药因药效十足而闻名遐迩。他亲手炼制出的丹药经常千金难求，一向备受各路修士们的追捧。陈可儿眼看苏荷得罪不起，只好强忍着委屈说道：“苏荷前辈，您说的没错，奇珍楼确实大可优先，可这位道友他可是什么？不过是一个炼气5层的垃圾罢了，他算个屁啊！”苏荷倨傲无比地扫了一眼叶枫，轻蔑地说道：“我这袋子里装的可是整整20颗筑基丹，他一个炼气小修能有多少？凭什么排在我前面？你还不快点先给我服务！信不信我投诉到你掌柜的那里去，让你立刻丢了饭碗，卷铺盖滚蛋！”苏荷的态度恶劣，声音又是极大，一番呵斥下来，顿时吸引了诸多关注的目光。陈可儿见状更是委屈巴巴，那双清澈的眸子中很快便云云了雾气。叶枫此时终于看不下去了，忍不住皱着眉头说道：“你这人怎么如此粗鲁？人家这么如花似玉的柔弱仙子，你也忍心大声呵斥？”陈可儿见叶枫为自己说话，便递给了他一个感激的眼神，那娇俏可爱的模样让叶枫心神一荡。然而他的话却让苏荷火冒三丈，再次大声怒喝，顿时引起了更多人的围观和议论。“小子，你说什么？论年纪，论修为，老子都是你的前辈，敢当面斥我不雅？你活腻歪了！区区一个炼气5层的小修，也敢对我出言不逊？你找死不成？吵吵什么？奇珍楼内不许喧哗！”就在气氛焦灼之时，从陈可儿身后走出了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神色威严。启禀张朝奉，事情是这样。陈可儿见到老者出面，仿佛找到了主心骨，瞬间定下了心，连忙上前行礼，将事件始末说了一遍。那老者原来便是这丹药柜台的朝奉，在奇珍楼内地位仅次于掌柜。我倒是什么珍稀丹药，原来都是来卖筑基丹而已，就这也值得争执？闹得如此难看！张朝奉看了一眼苏荷，神色明显不悦，但打开门做生意，他也不好多说什么，于是便冲着叶枫二人摆了摆手，接着道：“也罢，既然我已经出来了，那你们二人的筑基丹我就一起验了吧。”说着，他便伸手拿起了苏荷扔在柜台上那只绣着雷纹的储物袋。见张朝奉率先拿起了自己的储物袋，苏荷得意洋洋地瞥了叶枫一眼，趾高气昂地说道：“原来你这炼气小儿也是来卖筑基丹的。筑基丹乃是修士踏入筑基的关键丹药，若是掌握不好火候，影响了药效，就等于是在害人。众所周知，想要炼制出筑基丹，至少也得筑基期的修为，就你这炼气5层的修为，也能炼制出筑基丹，怕不是拿来了一炉废渣吧？哈哈，小子，你还是拿着你那炉废渣赶紧滚出去吧，省得待会张朝奉导出来，让人笑掉了大牙。”苏荷说话间阴阳怪气，明嘲暗讽叶枫修为太低，炼制不出合格的筑基丹，神色之间充满了极度的蔑视。听闻此言，叶枫脸色变冷，语气不悦，阁下好大的口气，莫不是你能炼制出完美药效的极品筑基丹？他本来在这好好的，这苏荷上来就态度恶劣，现在更是对着自己莫名其妙的嘲讽，换谁都不会有好脾气。叶枫本来还觉得自己运气不错，出门就碰到可以点亮万美图的陈可儿，心情十分美妙，却不料遇到了苏荷这么一个恶心人的家伙，就像是大夏天吃雪糕，结果发现里面冻着一只死蟑螂一样反胃。哼，不知所谓的炼气小儿！苏荷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毫不留情地呵斥道：“你出门打听打听，我是尊雷一欢雷大师，可是顺天城最受欢迎的丹道大师，找他炼丹的人从这里能排到城外，那又如何？你是尊厉害，又不是你厉害，你自己有什么本事吗？”叶枫耸了耸肩，
不以为然地反问道：“你牙尖嘴利的小辈！”苏荷闻言瞬间涨红了脸，哗啦啦，二人拌嘴之间，张朝凤已经倒出了苏荷储物袋中的筑基丹，开始验起了丹药的成色。验着验着，张朝凤的脸色却是越来越难看。他忽然抬起头看向苏荷问道：“这筑基丹似乎不是出自雷大师的手笔吧？”苏荷闻言连忙上前一步，略带得意地说道：“张朝凤好眼力，这些筑基丹都是出自在下之手，确实不是我师尊亲手炼制的。”那就难怪了。张朝凤点了点头，用手拨弄着说道：“20颗筑基丹中有5颗是废丹，5颗药效不足一半，还有10颗的成色勉勉强强算是过关。这10颗成色尚可的，我齐真楼看在雷大师的面子上，这次就按最低价4500零食1颗收下了，其余10颗你带回去吧。”多谢张朝凤，我替家师谢谢您。苏荷闻言大喜，连忙上前行礼。这20颗筑基丹是他炼制了5炉才炼制出来的，原本以他的能力，1炉能有1颗过关，就算是超水平发挥了。如今20颗当中有10颗过关，那已经是20%的成丹率了。这个结果让他喜出望外，可以说得上可喜可贺。苏荷接过那10颗废丹，随后冲着叶枫扬了扬，眼神睥睨的讥讽道：“小子，你炼的筑基丹成色估计都比不上我这些废丹吧？我跟着雷大师学习炼丹也有20年了，现在炼制筑基丹的成丹率足有2%，现在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实力了吧？怎么样，要不要跪下磕个头拜我为师？若是哄得的道爷，我心情好，说不定还可以指点指点你如何炼丹。”叶枫摇头轻笑，这苏荷还真是个小丑，都学习炼丹20年那么久了，才只有10之1/2的成丹率，就这也好意思在自己面前显摆？老子昨天才第一次炼丹，第1炉成功率就有10之6、7，最后1炉更是达到了10成10的成丹率，这要是说出来，还不得吓死你？技不如人并不可怕，资质平庸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明明自己也不怎么样，却还以为自己是个天才，到处显摆装逼。这苏荷真是一个草包。见叶枫不说话，苏荷还以为他是自惭形愧了，索性也不急着离开，等着张朝凤验一验叶枫的货，然后好好嘲讽嘲讽他。在苏荷期待的眼神中，张朝凤打开叶枫的储物袋，倒出了其中的筑基丹，哗啦啦，数10颗影散发着温润光泽的筑基丹滚落而出，颗颗粒粒饱满，在白玉盘上铺开，每一颗筑基丹都呈现出完美的浑圆，色则是纯粹的丹褐色，表面光滑细腻，不见半分杂质。仔细看去，丹体上似乎还流淌着一层极其微弱的淡金色光晕，这是药力精纯到一定程度，丹纹内敛的顶级表现。刹那间，一股浓郁扑鼻、沁人心脾的药香弥漫了整个丹药柜台，萦绕在几人的鼻尖。这苏荷顿时愣住了，心头涌上一丝不好的预感。而向来稳重的张朝凤在丹药倒出的瞬间，双眼突然瞪得溜圆，脸上的皱纹似乎都因震惊而舒展了些许。这成色不得了！他下意识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纯净，太纯净了！这是老夫见过最极品的筑基丹，堪比丹道大师的炼制手法。”张朝凤捻起一颗筑基丹，凑到眼前，鼻翼翕动，贪婪地嗅着那沁人心脾的药香，浑浊的老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凌厉内蕴圆融，这药效怕不是达到了10成？10成！站在一旁的陈可儿闻言张大了樱桃小嘴，一脸的不可置信。哇！他忍不住低声惊叹，眼中瞬间迸发出惊喜和崇拜的光芒。看着张朝凤失态的样子，陈可儿更加确定了这些丹药的珍贵程度远超想象。再看向叶枫时，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钦佩。这位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道友，竟然如此深藏不露，这不可能，假的，一定是假的！苏荷直接高声叫了出来，声音尖锐而充满难以置信。不，这确实是货真价实的极品筑基丹，而且可能10成药效都还不止。张朝凤反复查看，仔细端详丹纹和药力流转的迹象，口中喃喃自语：“每一颗都是极品啊！老夫在奇珍楼建丹40年，从未见过如此大批量的极品筑基丹。”前一秒还洋洋得意，准备看叶枫笑话的苏荷，听到张朝凤的话，脸上的倨傲和嘲讽瞬间僵住，仿佛被人狠狠抽了一记耳光。这不合理啊！他不过是一个炼器小修，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极品筑基丹？他的眼睛死死盯着玉盘上那堆流光溢彩、药香四溢的筑基丹，就连我师尊都不敢说能炼制出如此精纯的极品筑基丹。难道说在顺天城还有比我师尊更厉害的丹道大师？而这家伙又刚好是这位大师的弟子，刚好今天就让我碰上了。苏荷下意识地看向自己那10颗勉强合格的筑基丹，此刻在叶枫丹药映衬下，那曾让他感到洋洋自得的作品，现在反而显得暗淡无光，甚至有些粗糙。强烈的对比让他脸上火辣辣的疼。苏荷被巨大的落差感和强烈的震惊彻底淹没，他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然而此刻却无人在关注他的表情。陈可儿看向叶枫的眼神亮晶晶的，充满了感激和意味不明的光芒。张朝凤沉迷在极品筑基丹之中无法自拔，叶枫更是直接把他当成了空气。在张朝凤那震撼的喃喃自语中，苏荷的脸色由红转青，再由青转白。他感觉自己像个小丑，之前的嚣张气焰如今被叶枫彻底的踩在了脚下，无处遁形。小友，你这筑基丹成色太棒了，敢问小友师承何处？令师尊是何人？
张朝凤突然眼神炙热地望着叶枫问道。朝凤谬赞了，我没有师承，这些筑基丹全是我自己炼制的。叶枫如实答道。什么？这怎么可能？张朝凤闻言大感震惊。这筑基丹是出了名的难炼制，成丹率和极品率都低得吓人，就算是经丹期的丹道大师也不敢说能炼制出这种成色的筑基丹。他完全无法想象，只有炼气5层修为的叶枫竟然能炼制出如此完美的极品筑基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绝对不可能。小子，你少放屁了！这筑基丹如果真是你炼制出来的，我苏和亲手将脑袋割下来给你当球体。就连一旁的苏和也不可置信地跳了起来，涨红着脸狂喊道：众所周知，炼气7的修士根本就炼制不出筑基丹，更何况是这么极品的成色，你连这点基础的常识都不知道，还敢在这大放厥词，简直是可笑至极。小子，只要你能证明这筑基丹是你炼制的，让我跪下来拜你为师都行。看来你很想学啊。听到苏和的质疑，叶枫呵呵一笑，冷声道：可惜啊，你想学，我还不想教呢。就算你愿意拜我为师，哄得我开心，我也没有收一头蠢驴当徒弟的打算，更不可能浪费时间去指导一个练了20年丹，成色还如此不堪入目的庸才。与其在这质疑别人，不如回去多用点心，多练几炉成色好的丹药，比啥都强。说着，叶枫指了指苏和那10颗暗淡无光的筑基丹，反唇相讥：你看看你练出来的都是些什么玩意，要不是看在你师尊的面子上，人家奇珍楼甚至都不愿意收。你确定你这成色的筑基丹能吃吗？拜托你下次能不能拿点品质好的丹药出来卖，别给你师尊丢脸，也别老是为难人家奇珍楼，万一让别人吃出点问题来，可怎么办啊？为了你这点面子，说不定还得搭上人家奇珍楼的招牌和名誉。现在挣点零食多不容易啊！扑哧，听到叶枫字字珠玑的反讽，陈可儿终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原本先前被苏和刁难的他，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早就受不了这个态度恶劣的家伙了。要不是看在他是雷大师的弟子份上，早就把他轰出门外了。此刻叶枫的话简直是说到了他的心里，顿时让陈可儿心花怒放，越看叶枫越觉得顺眼和可爱起来了。你叶枫这番连珠炮般的犀利嘲讽，简直是句句诛心。苏和被打得体无完肤，他感觉胸口仿佛被重锤猛击，气得浑身剧烈颤抖，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叶枫的话虽然难听，却精准地戳中了他的痛处。他的筑基丹确实品质不咋地，别说和叶枫的极品筑基丹比了，就连普通成色的筑基丹他都比不过。先前苏和对叶枫的各种嘲讽，现在反而成了他自取其辱的把柄。之前他蹦跶的有多欢，现在就显得他有多愚蠢。巨大的耻辱感和愤怒几乎要将他撕裂。好你个牙尖嘴利的炼气小儿，竟敢如此羞辱于我！苏和面目狰狞，双目血丝遍布，他狗急跳墙，甚至想扑上去撕碎叶枫那张可恶的嘴，但余光瞥见张朝凤那阴沉的脸，还有奇珍楼的护卫们的身影，残存的理智让他生生地忍住了那股冲动。好小子，山水轮流转，我看你能嚣张到几时？有种你就别出奇珍楼的门！苏和最后咆哮着冲叶枫吼了一句，最后死死的怨毒地瞪了叶枫一眼，那眼神如果能杀人，叶枫早已千疮百孔。说完，他便头也不回的气愤离开了。小友，恕老夫多嘴，那苏和可是雷毅欢雷大师的弟子，而且还是个正儿八经的筑基修士，你如此得罪他，可并非是明智之举啊！望着苏和暴跳如河的身影，张朝凤意味深长的开口道：多谢前辈提醒，其实我也不想与人结怨，只是此人的嘴脸实在是惹人生厌，我从头到尾也未曾得罪过他，是他一直找我麻烦罢了。叶枫闻言无奈的叹了口气，随后摆手道：前辈，这些筑基丹可有问题？你们奇珍楼到底收不收？收，当然收。张朝凤深深的看了一眼叶枫，连忙开口道：小友不愿透露师承也没关系，反正这些筑基丹成色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我奇珍楼全收了。一颗普通筑基丹，我奇珍楼的收购价一般在5000灵石左右，当然小友这极品筑基丹的价格自然更高，我看就按一颗7000灵石的价格来收购，小友意下如何？没问题。叶枫欣然点头同意。这些筑基丹他本就是打算用来换取灵石才炼制的，原本的预计不过是5000灵石一颗而已，甚至是低一点他也能够接受，如今能卖出更高的价格，叶枫哪里还有不同意的道理？这里一共是38颗极品筑基丹，如果小友没问题的话，我这边就帮小友结账了。张朝凤笑眯眯地说道。能够收购到成色如此极品的筑基丹，其真楼也会卖出一个更好价钱，作为朝凤，他的提成也会不少，自然心情也很不错。等下。叶枫想了想，忽然心头一动，伸手从白玉盘中捡回了2颗筑基丹。我留下2颗，剩下的36颗就按前辈说的价全部换成灵石，有劳前辈为我结账吧。小友请稍等，老夫这就为你去取灵石。说罢，张朝凤冲着叶枫点了点头，随后便端着装有筑基丹的白玉盘快步离去了。这位道友，多谢你刚才仗义之言，若非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得罪了那可恶的苏和。见张朝凤离去，陈可儿满面忧色地走上前来，她那张原本清纯亮丽、充满阳光与青春的俏脸，此刻充满了愧疚的神色，令人于心不忍。仙子不必多礼，
我也不全是为了你，要怪就怪我心太善，见不得美人受委屈吧。叶枫摆了摆手，故作姿态地说道。陈可儿很明显是个未经人事的清纯小姑娘，哪里听过这么直白的话？听见叶枫的回答，她直接羞红了俏脸。若不是刚才叶枫的表现，让她心里也对叶枫充满了好感，以她从前的脾气，现在都要呵斥她登徒浪子了。可奇怪的是，面对叶枫那张俊朗面孔和真挚的眼神，陈可儿的呵斥却怎么也憋不出来，反而心里还有一种淡淡的窃喜，莫名的觉得有点甜丝丝的少女的脸红胜过一切的情话。叶枫见状，眼前一亮，刚才他的那句话，若是对方对你没意思，那肯定会觉得瞬间下头，觉得你唐突无礼。可如果对方对你也有点意思，那他就会觉得你好会撩啊，好会说话啊。人都是很双标的，就连修仙界的仙子也不例外，喜欢你的话就会喜欢你的话，不喜欢你的话，你说啥都是废话。因此从陈可儿的反应来看，叶枫立马就反应了过来，自己这是有戏啊，这必须得趁热打铁了。实不相瞒，我与仙子一见如故，这2颗极品筑基丹是我特意为仙子而留的，请你一定要收下。叶枫连忙拿出了刚才特意留的2颗极品筑基丹，抓起陈可儿的纤纤玉手就塞了过去。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陈可儿被叶枫猝不及防握住了柔仪，还塞进来2颗大大的筑基丹，顿时被吓了一跳，连忙拒绝道：万万使不得，可儿不能收这么贵重的礼物。这2颗极品筑基丹的价值，陈可儿最清楚不过了，不仅仅是价值1万多块零食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这么高品质的筑基丹实在是太过稀有，堪称是有价无市。就算你有钱但没有门路的话，那是想买也买不到。筑基丹关乎修士的筑基大事，品质越好的筑基丹，筑基的效果更好，成功率也会更好。因此对于炼气修士而言，这2颗极品筑基丹的分量更是弥足珍贵。叶枫的这份礼物确实是太贵重了，哀仙子何必别这么生分，我叫叶枫，你叫我枫哥就行。这2颗筑基丹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请你一定要收下，这只是一份见面礼而已，你千万别有什么负担，反而你不收下，我会觉得很失望很难受。叶枫握着陈可儿那柔弱无骨的玉手，就是不肯松开，时不时还摩挲2下，感受那温润如玉的触感，心神激荡。面对这么可爱俏皮清纯靓丽的陈可儿，实在是令人心生喜爱。叶枫是越看越觉得心头火热，仿佛回到了前世学生时代的美好恋爱。那好吧，我收下就是了。感受到自己的玉手正被叶枫的大手温暖包裹，陈可儿长这么大，这还是她第一次和别的男人肌肤相亲，一时间她的心头像是跳进了一头小鹿，到处乱撞。陈可儿俏脸羞红，晶莹剔透的耳尖红得像是在滴血，她低着头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道：枫哥，你也别仙子的喊了，叫我可儿就好。话音刚落，叶枫脑中的系统提示音再度如约而至。叮咚，恭喜您与陈可儿的情缘值增加50点，获得奖励9霄神雷令，某位金丹大能随手炼制的法宝，其中压缩凝聚了5道9霄神雷，威力堪比金丹大能的一击，以灵力灌注即可催发，实乃杀人越货必备之法宝。获得奖励紫薇神丹宝典，上古丹道至尊紫薇道人所撰写的丹道宝典，凝聚了紫薇道人的无数心血经验，记载了上千种神丹妙药的炼制方式，被视为丹道圣书。陈可儿当前情缘值50，9霄神雷令，紫薇神丹宝典。听到系统提升的叶枫心头一喜，这9霄神雷令看起来威力不俗，出自金丹大能的手笔，其中蕴含的5道神雷，每一道的威力都堪比金丹大能的一击，堪称杀人防身的利器。这件法宝正适合目前修为境界只有炼气7的叶枫。他虽然有天赋神通在身，可同阶无敌，炼气5层的修为，就算是对上炼气大圆满的对手也丝毫不惧，但同阶无敌还远远不够。身为修仙界的最底层，他身边潜藏的危险实在是太多了，任何一个筑基期的对手都足以让炼气7的叶枫灰飞烟灭。毕竟每一个大境界之间的差距都如同横着一座大山，甚至可以用天地鸿沟来形容。任你炼气7再如何无敌，碰到任何一个筑基期实力的对手，也足以靠着巨大的境界差距直接碾压你。因此手中能有9霄神雷令这样的大杀器，对叶枫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紫薇神丹宝典就更不得了了，很显然这是和那尊丹阳陨星炉是出自同源的宝贝，都是紫薇道人的心血和秘藏。想想叶枫昨天还一穷二白，今日却凭借几炉筑基丹就成功赚取了几10万的灵石，炼丹师果然不愧是修仙界最富有的一批人。现在叶枫手中不仅有紫薇道人的丹阳陨星炉，又得到了紫薇神丹宝典，更加如虎添翼了。若是能炼制出更加稀有、品质更高的灵丹、宝丹，甚至是神丹，到时候无论是自用还是售卖，或者是送人，效果都是极好的。这一波叶枫简直陡然而富啊！更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仅仅是送出2颗筑基丹，就能获得陈可儿50点的情缘值，结果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情缘值提升到30和60点，都能获得一份奖励，到达100点更能点亮美人虚影，解锁一份完整的高级奖励。2颗筑基丹就让陈可儿的情缘值飙升到了50点，仅差10点，叶枫就能又获得一份奖励了。望着眼前娇羞可人的陈可儿，叶枫眼神火热，越看越觉得她美不胜收，清纯靓丽一推倒，实在是妙啊！
峰哥，能放手了吗？就在叶枫欣喜若狂的时候，陈可儿那如同清泉流淌一般悦耳好听的声音悄悄在耳边响起。叶枫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还攥着清纯可人那柔弱无骨的小手。啊哈哈，不好意思，失态了。叶枫一边打着哈哈，一边又抹撒了2遍玉手，这才恋恋不舍地松开。都说美人身上都有着独特的体香，叶枫对此深以为然。这陈可儿身上就有着那种沁人心脾的淡淡茉莉花香，煞是好闻，让她的手现在都喷香的，真是很难想象，这样软糯香甜、清纯亮丽的美人，若是能搂在怀中，将会是何等的美妙啊！可儿妹妹，可有婚配在身啊？叶枫露出了一个自认为最亲切的笑意，问道。啊，没有呢，我才19岁，未曾婚配。陈可儿闻言再次羞红了脸，低着可爱的小脑袋，盯着自己的可爱的小脚尖，害羞的不敢抬头。真是的，这峰哥哥才刚认识，怎么就问这种问题啊？羞死人了，大坏蛋！但同时，陈可儿的心里又莫名的感觉有些甜丝丝的，不自觉地展开了少女的奇妙幻想。峰哥哥他的长相俊朗帅气，确实是我喜欢的类型。他年纪轻轻就有着炼气5层巅峰的修为，还能随手拿出38颗极品筑基丹，而且这么珍贵的筑基丹，他随手就送给自己2颗，这么大方的年轻修士可不多。就算不是他亲手炼制的，但是也足以说明他应该极有背景才对。峰哥哥这么有背景，难道他是某位大人物的后辈，或者是真传？他刚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难道他对自己有意思吗？才刚认识他就想娶我，可是我还不想那么早嫁人，怎么办？哎呀，好羞人呀！嘻嘻，就在陈可儿胡思乱想之际，张朝凤已经去而复返。小友，36颗极品筑基丹，7000灵石1颗，我已经全部帮你换成了灵石。张朝凤拿着2个沉甸甸的储物袋递给了叶枫，这里总共是255000枚灵石，一点点。叶枫闻言一愣，这36颗筑基丹，7001颗，按理说应该是252000枚才对，但张朝凤却给了自己255000枚，难道是他算错了？看到叶枫疑惑的眼神，张朝凤微微一笑，捋着长须说道：“小友不必多想，这多出的3000枚灵石是我奇珍楼的一点心意，希望能与小友和令师尊结个善缘。以后小友再有这种品质的丹药想要出售，还请多多考虑我们奇珍楼。”张朝凤经验老道，只是通过方才筑基丹上的丹香就能看出来，这绝对是刚刚新鲜出炉不久的新丹，绝非是陈年旧丹。而这也说明了这批极品筑基丹一定是刚刚才炼制出来的，而不是叶枫偶然得知的前辈机缘。当然，张朝凤还是不敢相信这是叶枫亲手炼制的，毕竟他才仅炼气5层，这个实力的丹修，估计就连普通筑基丹恐怕都炼制不了，更何况是极品筑基丹了。因此，张朝凤还是认为这肯定是叶枫的师尊或者是长辈亲手炼制，然后交给叶枫拿来出售的。对方既然不想露面，估计应该是在清修之类，那么自己也不好刨根问底，倒不如表示一些心意，结个善缘。能炼制出极品筑基丹的，一定是金丹期以上的丹道大师，这种级别的大师人脉极广，能量极大，花费3000灵石结交一番，绝对不会亏。好说好说，那我便收下了，多谢张朝凤美意。既然交易已成，那我便先告辞了，以后若是还有丹药出售，一定首选奇珍楼。看着张朝凤那老谋深算的样子，叶枫心中了然，于是也没有多做解释，心安理得地收起了沉甸甸的储物袋。哈哈，那老夫就多谢小友照顾了。张朝凤闻言一脸满足，拱手道。叶枫得意一笑，你看这就是实力带来的好处，从他身上占了便宜，他还得谢谢咱呢。可儿妹妹，你多保重，我就先走了。叶枫转头又握住了陈可儿的玉手，依依不舍地说道：“你放心，我一定会常回来看你的。”啊！陈可儿猝不及防之下，又被叶枫握住了玉手，顿时娇躯一颤。别这样，张朝凤还在旁边看着呢。他偷偷打量了一眼张朝凤，见对方眼神揶揄，玉面霎时间飞上了2朵红霞，美人如画，美不胜收。可儿妹妹，下次见。叶枫过足了手瘾，这才转身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奇珍楼。身后传来张朝凤和陈可儿低声议论的声音：“可儿，你刚才和这位公子是？枫哥哥他说对我一见如故，还送了我2颗极品筑基丹。哦，都喊枫哥哥了，你们这进展挺快啊。”哎呀，张朝凤你笑话人家，哈哈。可儿，这位公子可能背景极深，若是能和他攀上关系，这个机会你可得好好把握呀。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您在胡说些什么呀？我不和您说了。哎，可儿你别走啊，你听我说。不提红着脸落荒而逃的陈可儿和一脸揶揄的张朝凤。另一边，出了奇珍楼的叶枫正向着翠柳居的方向走去。可儿妹妹的味道好香啊！闻着手中芬芳扑鼻的茉莉花香，叶枫陶醉的翻了个白眼。这一趟出门可谓是收获满满，不仅卖出了手中的极品筑基丹，陡然而富拥有了去翠柳居翻身做大爷的资本，还新发现了一位可以解锁万美图的绝色仙子，甚至还将她的好感度提升到了50，又获得了一波系统奖励。奇珍楼好啊，这奇珍楼以后可得多去啊，不仅能赚钱，而且最后还能抱得美人归，简直不要太棒了。正当叶枫春风满面的时候，悠闲赶路的他忽然感觉到了身后气息微妙，似乎有一道不怀好意的神识
正牢牢锁定在自己的身上。敏锐的他立刻反应了过来，有人正在身后跟踪自己。呵呵，阴魂不散啊，有意思。摸了摸怀中的九霄神雷令，叶枫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随后猛然调转了方向，朝着城中集市相反的方向走去。午后的阳光洒在顺天城主街的青石板路上，行人如织，车马喧嚣。叶枫看似随意的转了个方向，向着城外走去。在他身后不远处，苏荷的身形如同鬼魅一般，悄悄地尾随在他身后。他确信自己的脸悉数炉火纯青，一个炼气5层的小子绝无可能察觉。不过，即使叶枫察觉了，苏荷也并不在意，毕竟他可是筑基后期的修士，而叶枫不过仅有炼气5层而已，实力差距犹如鸿沟。若不是在城中顾虑太多，苏荷甚至可以直接上前掳走叶枫。叶枫完全没有一丝还手之力。哼，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竟敢在奇珍楼那般羞辱我，我必不可能轻饶你。苏荷心中怒火翻腾，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方的叶枫。想起奇珍楼内发生的事情，他的心中杀意更盛。眼看着叶枫越走越偏，渐渐地远离了城中街道，向着人烟稀少的城外走去。苏荷心中狂喜，好，真是天助我也！本以为在城中动手还需费些周折，没想到你这蠢货竟自己往城外钻。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小子，既然你自寻死路，那就别怪我苏荷心狠手辣。就在苏荷狞笑之间，叶枫的身影越走越快，穿过几条僻静的巷子，已然来到了顺天城的城东出口。此处行人稀少，城中的守卫也显得松懈许多，但叶枫却毫不犹豫，步履从容地踏出了城门，走向城外那片相对荒凉、林木渐密的郊野。眼看叶枫主动踏入那法外之地，苏荷心中的最后一丝顾虑也终于彻底消散。他不再刻意收敛所有气息，嘴角咧开了一个残忍的笑意，身形一晃，速度骤然提升了数倍，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紧随其后冲出城门。城外林中枝叶交错，空气中弥漫着潮湿气息。苏荷带着筑基后期的磅礴气势，如狼似虎地扑入林中。他速度极快，身形带起的劲风刮得低矮枝叶哗哗作响。他刚一落地站稳，锐利的目光便如鹰隼般扫视四周，脸上的狰狞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丝错愕。那小子人呢？苏荷心中惊疑不定，明明亲眼看着那个可恶的家伙一头钻进了这片林子，以他的速度，对方绝无可能瞬间逃出他的感知范围。可视线所及，除了随风轻摆的野草和静默的树干，哪里还有那小子的影子？不可能，你逃不掉的，给我出来！苏荷低吼了一声，他猛地停下了脚步，强大的筑基期神识如同无形的潮水，瞬间以他为中心，汹涌地扩散开来，仔细地探查着方圆数10丈内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树木的阴影，每一缕气息的波动。你是在找我吗？就在苏荷运起神识探查的时候，一个清冷平静的声音不带一丝波澜，毫无征兆地在他身后响起。苏荷瞳孔骤然收缩，猛然回头，只见叶枫正悠然地倚靠在一棵古树上，双手抱臂，姿态闲适地看着手忙脚乱的苏荷，嘴角似乎还带着一丝嘲笑。这份风轻云淡的姿态，哪有一丝被人追杀的惊慌，反倒显得追杀者苏荷是那么的心急如焚，此刻更像是个手足无措的小丑。甚至叶枫嘴角那抹嘲弄的笑意，在苏荷的眼中更像是赤裸裸的羞辱。好小子，原来你早就发现我了！苏荷瞬间气得七窍生烟，脸色长得通红，指着叶枫大声呵斥道：“狗东西，你胆子可真够大的，都大难临头了，还敢戏弄于我？戏弄你？我可没有你那么无聊。”叶枫闻言轻轻地挑了挑眉，他耸了耸肩，摊手说道：“我可没动过，一直就在这里等你，是你自己没脑子，跟个无头苍蝇似的，一头扎进林子瞎找。啧，蠢货就是蠢货。”他看着苏荷气急败坏的样子，就像是看着一只张牙舞爪的跳梁小丑，摇了摇头嗤笑道：“难怪你苦练丹道20年，结果连个最基础的筑基丹都练不好，成丹率低的一塌糊涂，药效更是平平无奇，只能靠着你师傅那点可怜的情面才能勉强出手，你可真是个废物啊！”叶枫这番话精准无比地戳中了苏荷内心的伤疤，奇珍楼的羞辱场景瞬间在脑海中重现。狗东西，你还敢说？苏荷彻底破防了，怒火几乎要冲破天灵盖，他双目赤红，如同择人而噬的凶兽，狂暴的灵力轰然一下从体内爆发，吹得四周草木纷纷倒伏。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看我不撕烂你的臭嘴，将你挫骨扬灰！咆哮声中，苏荷浑身气势暴涨，筑基后期的恐怖威压如潮水一般汹涌澎湃，席卷整片树林。然而，面对着暴跳如雷的苏荷，那恐怖无比的筑基威势却似乎完全没有影响到叶枫。叶枫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依旧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甚至比刚才更添了几分玩味和讥诮。只见他的动作从容，右手缓缓探入怀中，下一刻，一枚散发着温润光泽的玉牌被他稳稳地握在了手中。苏荷的目光瞬间被那小巧古朴的玉牌吸引，只见那玉牌不过巴掌大小，通体银白，遍布着玄奥的雷纹，上面清晰地刻着2个古朴苍劲的大字：神霄。什么东西？传音令！哈哈哈，小子，现在才想起叫人，未免太晚了吧？看清玉牌后，苏荷忽然猖狂大笑：“老子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轻松！今日
你必死无疑，就算是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你。狗东西，我定要将你凌辱致死，最后挫骨扬灰，这就是你百般羞辱戏弄老子的下场。苏荷的笑声在空旷的林间回荡，充满了疯狂与得意，看向叶枫的眼神如同看一个死人无异。听到苏荷的狂言，叶枫也笑了，哈哈哈，你这个没见识的东西，真是笑死我了。他的笑声清朗而充满嘲讽，如同听到了一个极其愚蠢的笑话。谁跟你说这个是传音令的？你不会是就只认识一个传音令吧？叶枫扬了扬手中的玉牌，语气陡然转冷，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叫九霄神雷令，由金丹大能亲手所炼制，内含5道神雷，每一道神雷的威力都堪比金丹大能全力出手一次。叶枫的语气充满了戏谑和逗弄，你的运气不错，是他的第一个体验者。话音未落，叶枫五指猛地攥紧了那枚玉牌，下一瞬，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怖威势，如同沉睡的太古凶兽骤然苏醒，瞬间从他手中爆发开来。嗡！天地间仿佛响起一声沉闷的共鸣，天空之上风云巨变，晴朗的天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滚滚乌云吞噬，白日瞬间化为昏天黑地。轰隆隆，震耳欲聋的雷声毫无征兆地炸裂开来，那雷鸣之中仿佛蕴含着灭世之威的咆哮。粗大的紫色电蛇在漆黑的云层中狂乱穿梭，每一次闪烁都将整个天地映照得一片惨白，令人心神俱裂。厚重的云层疯狂翻涌旋转，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斗状漩涡，中心正对着下方的叶枫与苏荷。九霄神雷令这5个字如同惊雷炸响在苏荷耳边，而苍穹之上那恐怖的一幕更是让他心头狂跳，一股莫名的惊骇开始在心中蔓延。苏荷猖狂的笑容瞬间僵死在脸上，从那漆黑漩涡的中心，从那震耳欲聋的雷声中，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股足以将他神魂都彻底湮灭的恐怖气息。不！苏荷目眦欲裂，发出野兽濒死般的嘶吼。他完全没有想到叶枫的手上竟然还有如此恐怖威能的至宝。这一刻他终于想通了，难怪这小子明明知道自己在跟踪他，还敢把他往城外引，难怪离开了奇珍楼的庇护，离开了顺天城的保护，他还敢当面奚落嘲笑自己。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手中有着如此恐怖的至宝，从始至终他都有恃无恐。可笑的是，自己还美滋滋地跟在他后面，想要享受一番他的恐惧表情，再狠狠地将他折磨致死。原来他根本就不怕自己，反而还觉得很可笑，自己那怒不可遏的模样在他眼中就和跳梁小丑一样滑稽。他妈的，他苏荷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乐子人。望着头顶那随时都有可能落下的九霄神雷，此刻的苏荷哪里还敢想着撕碎叶枫？这还撕个屁啊！这神雷随着心念而动，恐怕他刚抬脚，下一瞬就被神雷轰成渣了。他唯一的念头就是逃出这片即将让他葬身雷劫的树林，逃得越远越好。草，狗东西，算你狠！恐惧压倒了一切愤怒，求生的本能让苏荷瞬间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他连一丝犹豫都没有，几乎在雷云出现的一刹那，身体猛地向后弹射，想要化作一道残影遁入密林深处。然而他却快不过雷电，更快不过一念之间，叶枫早已死死地锁定了他，绝不可能放他离开。只见叶枫手握九霄神雷令，体内灵力如同决堤的洪水，毫无保留的疯狂灌进了那枚小小的玉牌之中。玉牌上的神霄2字骤然绽放出刺目的白光。叶枫眼神冰冷，对着苏荷疯狂逃窜的背影，大手朝着他的方向狠狠一挥，咔嚓，一道震彻寰宇、撕裂苍穹的巨响猛然炸响。轰隆隆，一道直径足有水桶粗细、通体缠绕着毁灭性紫电的恐怖神雷从那漆黑的漩涡中心悍然劈落，目标正是亡命奔逃的苏荷。那刺目的雷光瞬间将昏暗的天地映照得如同白昼，也将苏荷那张因极致恐惧而扭曲变形的脸庞映照得无比清晰。不，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苏荷脸上的极致恐惧瞬间被一种更深邃、更刺骨的绝望所取代。他那筑基后期的护体灵力，在这道堪比金丹大能全力一击的神雷面前，脆弱得如同泡沫，连一声响动都没发出，便被直接击穿。悔恨滔天，这就是苏荷在神魂泯灭前最后的意识。就在那毁灭性的紫电贯穿他身体的一刹那，苏荷的心里突然感到无比的悔恨。若是我当时在奇珍楼，能不那么嚣张，能收敛一点脾气，甚至最后不要被愤怒冲昏头脑，对叶枫起必杀之心，一路跟踪他出城，那么我就不会落得如今这个下场。这个念头忽然如同闪电划过苏荷最后的脑海。是啊，凭他筑基后期的修为，凭他师尊雷一欢在顺天城丹道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他本该有大好前程。他苦修丹道20年，师尊常说他有天赋，假以时日，他未必不能成就金丹，成为一方巨擘丹道大师，受无数人敬仰尊崇，那本可以是属于他的璀璨未来。然而一切都毁了，毁在自己的狂妄自大，毁在自己睚眦必报的狭隘心胸，一次彻头彻尾的装逼失败，将他所有的未来都毁了。苏荷那双充满的懊悔的双眼里，最后倒映的是叶枫那张漠然平静的脸庞。一切都晚了。轰！充斥着毁灭气息的紫色雷光轰然砸落，神雷直接砸穿了苏荷的身体，最后彻底灌入大地。苏荷这位筑基后期修士，在九霄神雷无匹的威能下彻底飞灰烟灭，唯有那巨大的焦坑
无声地诉说着此地曾有一位筑基后期修士，黯然陨落。叶枫缓缓松开了紧握九霄神雷令的手，玉牌上神霄二字的光芒暗淡下去，恢复成温润的模样。天空中的雷云漩涡失去了力量支撑，开始缓缓消散，天空再次恢复了清朗。这九霄神雷令不愧是金丹大能亲手炼制的法宝，威力果然恐怖如斯。叶枫低头看了一眼玉牌，由衷地赞叹了一声，只可惜就只有5道神雷，等到神雷用完，这件法宝也该报废了。还剩4道神雷，又不知道该是哪个幸运儿来享受了。将九霄神雷令收好，叶枫踱步来到神雷炸出的神坑旁，捡起了苏荷留下的储物袋，几十颗凝元丹，100多颗灵元丹，品质都很一般嘛，算了，聊胜于无。嚯，想不到这老小子这么富，居然还有25万灵石，不错不错，丹修果然是修仙界最富有的一批人了。一个筑基期的丹修，身上都能有这么多灵石。叶枫翻看着储物袋，心中十分的满意，又是收获颇丰的一波。将灵石全部转移到自己的储物袋，丹药单独揣进了怀中，转头向着城内走去。接下来终于该干正事了。极品筑基丹卖了25万灵石，苏荷这倒霉蛋又给自己送了25万，现在叶枫手上加起来已经超过了50万灵石。翠柳居那个狗眼看人低的老王八蛋，上次竟敢骂小爷死穷酸，还敢说我活该这么穷，300年都翻不了身。这次仅仅过了1日，小爷已经腰缠万贯，看你拿什么态度面对我。今天必须要让你知道小爷的能耐，治治你这狗眼看人低的臭毛病。翠柳居作为顺天城经营多年的老牌商铺，生意经打得极妙，将炼器之道与日常生活巧妙融合，既贩卖凡人使用的普通家居用品，也出售修士日常离不开的法器道具。无论是自带芥子空间的储物柜，还是铭刻了防御法阵的门窗屏风，只要顾客付得起灵石，翠柳居的炼器师们能在任何东西上玩出花儿来。即便是最不起眼的木床，也能给你整成全自动带法阵的奢华法器。这种结合了法器的设计思路，让翠柳居的生意异常兴隆，哪怕价格高昂，依旧门庭若市。叶枫径直来到翠柳居那豪华阔气的大楼前，抬脚踏过了高高的门槛。柜台后，那个熟悉的咪咪严老掌柜依旧是一副尖酸刻薄的模样，他正懒洋洋地拨弄着算盘珠，眼角的余光瞥见一身青衫，气息不过炼器5层的叶枫走进来，那眼神里瞬间就带上了毫不掩饰的轻蔑。老掌柜阅人无数，在他那眼光毒辣的眼光中，像叶枫这种衣着平平、修为低微的年轻修士，口袋里能掏得出几百块灵石都算顶天了。这种没有购买力的低阶修士，根本没必要浪费口舌去招呼，他们自己摸摸看看，很快就会识趣的离开。因此，老掌柜几乎是立刻撇了撇嘴，扭过头去，仿佛多看叶枫一眼都嫌浪费时间。见翠柳居的老掌柜对自己依旧是那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叶枫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没认出自己来，想了想，翠柳居生意如此兴隆，每天都要面对几百上千人，认不出一面之缘的自己也属于正常。想到此处，叶枫大步流星的径直走向了柜台，站定在老掌柜面前。叶枫昂起头，声音洪亮地问道：“老家伙，你还记得我吗？”那老掌柜正低头假装忙碌，闻言抬起眼皮，用那双眯成缝的眼睛扫了叶枫一眼，鼻子里发出一声不屑的嗤笑：“哼，像你这种货色，老夫一天见的没有100也有80，就你也配让老夫记住吗？有事说事，没事就滚，别杵这儿碍眼。”叶枫闻言也不在意，反而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不记得了，那行，我帮你回忆回忆。”说着，他摆出昨天那种震惊的表情，惊叫道：“卧槽，不是吧？就连最差的木床都要10块灵石，这床睡一个人都够呛，晃2下就得断，你怎么不去抢？”这熟悉的腔调，尤其是那句标志性的“卧槽”，顿时打开了老掌柜的记忆，让他瞬间恍然大悟：“卧槽，原来是你小子！”柜台后的老掌柜猛地抬起了头，那双眯眯眼都瞪圆了几分，枯瘦的手指直直地指向叶枫，大声喊道：“你这死穷酸，你怎么又来了？”看到老掌柜认出了自己，叶枫嘿嘿一笑，脸上带着几分戏谑，倨傲地说道：“老家伙，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小爷我来你这翠柳居，那还能干什么？肯定是来照顾你们家生意的呀！哟，还照顾我们翠柳居的生意？”老掌柜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那张尖酸刻薄的老脸，五官都快皱到了一起。是，就你这穷酸样，浑身上下加起来能有几块灵石？他用鼻子发出了一声轻蔑的冷哼，上下扫视着叶枫，眼神里的鄙夷都快溢出来了。你还照顾我们家生意？我看你是存心来捣乱，影响我们做生意吧？我们店里随便一样东西都比你命还贵，你买得起吗？你昨天算你小子跑得快，老夫懒得跟你计较。老掌柜说到这，气不打一处来，手指几乎快要点到了叶枫的鼻尖。今天你还敢来捣乱？快滚快滚！趁老夫还没叫护卫把你打出去之前，滚得越远越好，别在这儿惹人生厌，碍老夫的眼。听到老掌柜那劈头盖脸的斥责和驱赶，叶枫不气反笑，猛地仰头爆发出了一阵大笑。这肆意的笑声在翠柳居里回荡，引得众人纷纷好奇的侧目。在老掌柜错愕的眼神中，叶枫猛地伸手探入怀中，掏出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啪嗒，叶枫手腕一抖，将储物袋精准地摔在了老掌柜的面前，沉重的撞击声让柜台都微微一震。叶枫的声音如同炸雷，一字一句
气势逼人。老东西，小爷我就知道你这老家伙死性不改，果然你还是这么狗眼看人低。小爷昨天就说过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叶枫猛地抬起手，指着柜台上的储物袋，厉声喝道：现在给我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储物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再大声的回答我小爷我到底有没有资格照顾你们翠柳居的生意。老掌柜闻言一愣，随后伸手打开了储物袋的一角，刹那间50多万灵石的光芒晃得人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卧槽！老掌柜只感觉自己眼前猛地一亮，那数十万灵石闪耀的灵光差点让他睁不开眯眯眼。数十万灵石堆叠在一起，那浓郁的灵光发出令人眩晕的璀璨光芒。唯利是图的老掌柜顿时瞪大了双眼，你这死穷酸，昨天还为了区10块灵石的破木床跟老夫讨价还价，嚷嚷着贵。老掌柜惊愕地看着叶枫，质疑道：今天怎么能掏出这么多灵石？莫不是来路不正？啪！叶枫闻言大怒，一巴掌拍在了柜台上，怒喝道：阿蛋，你这老东西怎么还一口一个死穷酸，还敢质疑我的灵石来路不正？小爷我来照顾你生意是给你面子，我哪来的灵石跟你这老东西有什么关系？你们翠柳居就是这么待客的吗？哼，这生意你若是不想做就直说，大不了小爷我换一家便是。这偌大的顺天城难道就只剩你翠柳居一家了？不识抬举的老东西！他越说气势越盛，最后猛地一抬手，伸手抓起柜台上的储物袋，转身就要走。看着叶枫毫不犹豫地拿着灵石要走，老掌柜瞬间慌了神，眼前这家伙昨天是穷，但今天这身家绝对不是假的。他仔细感知了一下叶枫的气息，炼气5层巅峰，修为确实不高，属于路边一条。老掌柜心思急转，这点微弱修为就算是想为非作歹都不可能，他哪有那种杀人越货的本事？管他灵石哪来的，只要能进自己口袋就是好灵石。这送上门的肥羊绝不能放跑，那储物袋里装的可是数十万灵石的大生意啊！哎呀，公子息怒，公子留步！老掌柜反应奇快，一把拽住了叶枫的胳膊，生怕他真跑了。方才是老夫老眼昏花，口无遮拦，唐突了公子，得罪了公子。公子您大人有大量，莫怪。翠柳居打开门就是做生意的，和气生财。公子您能来照顾，自然是本店的尊贵人物，何必要走呢？都是老夫的错，老夫给您赔不是了。老掌柜那张老脸上堆砌的笑容比哭还难看，褶子全部挤在了一起，谄媚的姿态与前一刻的倨傲简直是判若两人。他一边说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叶枫往店里引。敢问公子尊姓大名？今日光临小店，想要些什么法器？邻居翠柳居一定让公子满意。老掌柜此刻的姿态卑微至极，前倨而后恭，实在是令人发笑。哼，你这老东西果然是个见钱眼开的主，刚才那副狗眼看人低的嘴脸呢，收的倒是快。叶枫拽得跟258万似的，斜睨着老掌柜那富势利眼的德性，眼中充满了讥讽和嘲弄。他用力甩开了老掌柜拽着他胳膊的手，冷哼一声：听好了，小爷我姓叶名峰，今儿个小爷我心情好，就是要在你店里报复性消费，什么贵买什么，什么好用买什么，小爷我不差钱。老掌柜闻言顿时就来劲了，谁能想到昨天的穷小子今天居然变成了财神爷。他连忙弯着腰恭维道：没问题啊，公子，我一眼就看出来公子您气宇轩昂，我还以为是我看错了，没想到老夫真的看错了，您不是气宇轩昂，您是人中龙凤啊！啧，可惜啊，你这张老脸沟壑纵横，油光满面，看着实在令人反胃，小爷哪还有半分花钱的乐趣？叶枫咂摸了一下嘴，看着老掌柜褶皱的老脸，语气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嫌弃。小爷我就喜欢在年轻貌美的仙子面前一掷千金，看他崇拜的眼神，那才叫享受。你们翠柳居这么大个店，难道就没个仙子作陪吗？使馆叫出来，小爷我要在仙子面前狠狠地花大钱。说着，叶枫豪情万丈的大手一挥，活像个暴发户土财主。听到叶枫的话，老掌柜不好意思地干笑了一声：公子说笑了，我们翠柳居本小力薄，实在是请不起那些仙子女修来作陪啊。不过您放心，老夫虽然年老色衰，但却是翠柳居最好的匠人。公子您是贵客，需要什么您只管开口，老夫亲自为您服务，保证给您挑最好的，价格绝对公道。叶枫闻言遗憾地摇了摇头，意兴阑珊地挥了挥手：罢了，你这破店也就这样了，没有仙子，光对着你这张老脸，再好的东西小爷我也提不起兴致。既然如此，那就把你店里最结实最豪华的大床给爷来一套，记住是要最好的，敢拿此品糊弄小爷，我掀了你这破店。老掌柜听到后顿时来了精神：没问题啊，公子，老夫店里正好有一张紫檀神木床，售价10万灵石，可抗住筑基大圆满的修士冲击，而且刻画了一套顶级筑基法阵，防御力惊人，就算是在床上渡劫都不会有丝毫损失。说完，老掌柜一脸得意地看着叶枫，准备欣赏他震惊的表情。什么？只能抗住筑基大圆满的冲击吗？太烂了吧！我怀疑你是在瞧不起我。然而叶枫却出乎意料的勃然大怒，十分不满地说道：给爷把它升级，要更豪华的，至少也要抗住金丹修士的冲击才行。还有那个什么筑基法阵太低级了，给爷换成金丹法阵，不仅要防御力惊人，
还要能够杀敌，金丹修士都别想悄悄摸上爷的床啊！老掌柜愣了一下，不可置信地问道：床还要能杀敌的？不错，除了能防御、能杀敌，还要带有须弥那芥子空间。看着只有1丈宽，但是躺上去足有20丈，方便爷在上面跟仙子们游龙搞耍。叶枫大手一挥，激情四射地说道：卧槽，你小子太有想法了！老掌柜闻言钦佩地竖起了大拇指，称赞道：这些都没问题，不过功能太多的话，需要刻画的法阵也会增加，这个价钱方面，老东西你瞧不起谁呢？给爷道歉，价格无所谓，你只管做，爷付得起零食。叶枫手指着老掌柜，愤怒地呵斥道：再给爷加上禁锢阵法、迷离阵法，确保就算是金丹大能上了爷的床，也别想轻松逃脱。老掌柜听到这里彻底服了，对不起公子，是老夫愚钝了，还得是你有品位。对叶枫天马行空的想法和要求，他惊叹道：公子真乃神人也。没问题，老夫这就安排下去，就按公子说的办。这个态度还差不多。叶枫这才满意点头，眼神睥睨地说道：老东西，你现在大声告诉我，爷到底有没有资格照顾你们生意？有，太有了，公子您太有实力了。老掌柜闻言身形佝偻得更低了，一脸谄媚地说道：您若是没有资格照顾我们的声音，顺天城还有谁有这个实力？我翠柳居最尊贵的客人，非您莫属。听到老掌柜的恭维，叶枫开心大笑，这一趟又是炼丹，又是出售，最后还杀了个人，但是确实没有白折腾，不仅新解锁了青春靓丽的美人陈可儿，还收获颇丰，最重要的是成功装了一波逼，狠狠地打了狗眼看人低的老掌柜的脸，着实是让叶枫感到扬眉吐气，精神抖擞。你这老东西知道就好，记住下次别再狗眼看人低了。叶枫大手一挥道：给爷结账。在翠柳居一阵微风过后，叶枫经过药铺又购买了一些药材，这才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家。这一趟翠柳居之行虽然花了38万8000灵石，但订购了一张全顺天城最豪华最顶级的大床，不仅采用顶级材质打造，甚至就连床本身就是一件玄阶下品的法宝。紫檀神木大床之上布下了堪称天罗地网般的法阵，除了能抗住金丹修士冲击的防御法阵以外，还能控制着大床杀敌冲锋，更有须弥那芥子空间、禁锢法阵、迷离法阵等等，就连金丹修士误入了叶枫的大床，也别想直着腿逃脱。因此即使是花了大价钱打造，但是叶枫心里得意又高兴，这38万8000灵石花的物有所值。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即使是在修仙界也一样适用。在叶枫的要求之下，翠柳居亲自上门安装，终于赶在了天黑前就安装好了大床。这是一张床。看着眼前这张造型华丽、描龙画凤、贵气逼人的豪华大床，唐雨霏震惊地瞪大了美目。事实上，若不是叶枫主动向他解释说这是一张床，他还以为这是谁家仙王登基时用的仙台王座。没错，你可别小看这张床，它的神奇之处你根本想象不到。见到唐雨霏惊诧的样子，叶枫得意一笑。唐雨霏绝美的容颜之上满是迷惑的表情，一头雾水地问道：床就是床，还能有什么神奇之处？叶枫神秘一笑，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有何神奇之处，你上去躺一躺就知道了。故弄玄虚，一张床有什么好神秘的？看到叶枫一脸神秘莫测的表情，唐雨霏将信将疑地爬上了紫檀神木床。霎时间，淡金色的流光自床体蔓延，须弥那芥子空间豁然展开。原本的紫檀神木大床内部竟然自成一派空间，床体仿佛化作云海仙台，宽敞到足以在上面无所顾忌的翻跟头，甚至还有星辰在头顶流转。他惊得猛然起身，却撞到了一团柔韧的灵力屏障上，神识完全透不出去，居然还自带隔绝外界窥探的隔离法阵。这真的是床？唐雨霏那张倾国倾城的绝美容颜满是震惊之色，一双美目惊得差点瞪出来。饶是她身为唐家三小姐，家境不差，从小便娇生惯养，也从未见过如此豪华气派的大床，这确实超乎了她的想象，简直毫无人性。望着唐雨霏在柔软舒适的紫檀神木床上翻来覆去，叶枫突然抬手掐了一道法诀，紫檀神木床上刻画的法阵顿时嗡然发动，淡粉色的云霞雾气忽然从床头床尾喷涌而出，迷离法阵启动了。唐雨霏娇躯猛地一颤，那双平日里清冷的眉眼此刻却水光潋滟。叶枫眼神闪烁，这唐雨霏虽然已经修炼过很多次了，但是始终都放不开，总是一副大小姐的端庄做派。没想到此刻她忽然像是变了一个人。叶枫只觉得眼前一亮，好，保持住，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修炼正式开始。紫檀神木床浮现出玄奥符文，将二人修炼时外泄的灵力尽数锁在了须弥空间内。30辰后，云收雨歇，叶枫丹田处灵光爆闪，修为再度提升，直冲炼气6层的巅峰。唐雨霏早已累瘫在被褥间，指尖都抬不动了，颤声骂道：你这牲口，又是9次，爽快！望着他红霞遍布的雪肤，叶枫哈哈大笑，这才哪到哪，容我休息一下，继续修炼。还来？唐雨霏顿时花枝乱颤，想起那颠来倒去的过程，他就又爱又怕。看着叶枫突破后的灵光还残留在他那壮硕的胸膛，唐雨霏的眼神中闪过了一丝羡慕。他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叶枫能在极致升华中不断进步，甚至还能突破，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短短几日，仅有4品普通灵根的叶枫，却将他那炼气3层的修为提升到了炼气6层，不仅赶上了唐雨霏，而且也已经追上了一向被称为天才的雷虎。这修为提升的速度简直太夸张了。叶枫正欣赏着唐雨霏那张倾国倾城的容颜，却见她纤纤玉指绞着衣角，玉面只是浮现一丝扭捏的红晕。他被齿轻咬下唇，似是鼓足了勇气才轻声道：“夫君啊，咱们夫妻一场，你进步如此神速，我也想提升修为，你能也帮帮我吗？”叶枫闻言，眉头微挑，心思电转。他修习的大阴阳5行合欢玄功，虽然能在欢愉中汲取对方元阴，滋养自身元阳，是无视灵根快速提升的神妙天阶功法。这门玄功的奥妙就在于，与他欢愉的对象修为越强，反馈给他的元阴之力就越精纯澎湃。而且目前万美图上已点亮的极品红颜，就只有唐雨霏一个，助他变强，其实也是在为自己铺路。帮唐雨霏提升修为，倒也不是不行，毕竟他实力强了，最终受益最大的人还是叶枫自己。但这门天阶功法显然无法直接传授给别人。不过功法虽然不能传授，但修炼资源我叶枫还不缺。喏，这里面有几10颗凝元丹，100多颗灵元丹，你先拿去用。心中盘算已定，叶枫脸上露出几分笑意，他点了点头，随手将从苏荷那里得来的储物袋丢给了唐雨霏。只要你好好跟着我，灵丹、灵石这些资源亏待不了你。叶枫靠在紫檀神木床的雕龙柱上，看着唐雨霏瞬间亮起来的眼眸，许诺道：“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若是能让我满意，我可以考虑在1个月内让你突破到筑基期。”筑基期？唐雨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连忙打开储物袋，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里面果然有着100多颗各色丹药。她的手上还留着之前叶枫随手扔给她的那2颗极品筑基丹。有了这些资源，她炼气6层的修为至少还能再提升2-3层小境界。叶枫若是真能让她在1个月内突破筑基，那对她来说更是天大的惊喜。唐雨霏顿时心花怒放，唰！不等叶枫反应过来，她已经被扑倒了。等下！叶枫刚吐出了一个字，唐雨霏已然贴近，打断了他的话。下一刻，紫檀神木床上隐隐传来承压的灵光波动，不知不觉又是3个时辰过去，天色已经大亮。不过3个时辰的高强度修炼收获是极大的。唐雨霏体内精纯的元阴之力滋养着叶枫的身体与丹田道基，让他处在炼气6层巅峰的修为，顺利的突破到了炼气第7层。前几日还只有炼气3层修为的叶枫，如今已经成功反超了唐雨霏和雷虎。按照这样的修炼速度，叶枫相信只要再过最多半个月，他就能到达炼气大圆满巅峰，尝试突破筑基期了。眼下唐雨霏精疲力尽，需要让他好好休息一番。你这女人修炼起来真是不要命了。看着倾国倾城的唐雨霏连抬手都费力的虚弱样子，叶枫笑着摇了摇头。唐雨霏实在是服了，他冲着叶枫摆了摆手，甘拜下风，随后便沉沉的睡去了。叶枫笑了笑，起身穿好了衣物，留下唐雨霏独自恢复。从翠柳居回来的路上，他经过药铺，又购买了大量的药材。趁着这段时间，他打算再次炼几炉丹药，一是为了自用，二是再去奇珍楼售卖一些，或者是换几门适合女子修炼地功法、法宝之类，还能趁机去看看那青春靓丽的陈可儿，和这位新的美人联络感情。这些药材都是叶枫翻阅了《紫薇神丹宝典》之后，按照其中几张丹方记载的比例精心购置的。《紫薇神丹宝典》之上记载了大量经过丹道至尊紫薇道人改良过的极品丹方，甚至还有很多丹方都是修仙界失传已久的神丹，比如可以生死人肉白骨的九转还魂丹，可以极大的增强修士神识的玄冥炼神丹，即使仅剩一缕残魂也能重聚魂魄的聚魂极魄重生丹等等，这些有着神奇功效的丹药在修仙界早已失传多年，但紫薇神丹宝典上却是应有尽有。比如叶枫此次准备炼制的就是经过紫薇道人改良过的2种筑基丹方，一是神元丹，所含的灵气浓度足有普通凝元丹的5倍之多，药效更强，非常适合炼气筑基这2大境界的修士。二是神骨丹，是一种可以改善修士体质、提升修士肉体强度、洗去体内杂质的神奇丹药，丹方早已在修仙界失传，极其难得，是炼气筑基修士急需的顶级丹药。这2种丹药都是从炼气到金丹都非常实用的丹药，而且最重要的是药材很常见，并不难以寻找，在顺天城的方式之中几乎很轻易的就能找到。不仅炼制的难度不高，叶枫也能随意炼制，而且价格还十分可观。然而就在叶枫踏出房门的一瞬间，他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头顶竟然出现了2个太阳，其中一个清阳烈日就悬在叶家之上，散发着恐怖的高温，仿佛可以焚尽一切。叶枫还在诧异之间，雷虎那粗犷的嗓音也如约而至，在耳边猖狂地响起：“叶枫，本少携清阳烈火镜前来问罪，奸夫淫妇，快滚出来受死！”叶枫才刚踏出房门，一股难以言喻的灼热感便猛然扑面而来，让他呼吸一滞。他愕然抬头，眼前的景象令人心神俱震。只见叶家上空赫然悬挂着2轮烈日，一轮是散发着赤白光芒的熟悉太阳，高悬于遥远的天际，而另一轮却是悬停在叶家宅院正上方，
近在咫尺的青色烈日。这轮散发着恐怖高温的青阳，绽放着炫目刺眼的青色阳光，将整个叶家都照得惨绿一片。青阳烈日甚至还在缓慢旋转，吞吐着肉眼可见的滚滚热浪，足以令空气扭曲的恐怖高温，仿佛能焚尽一切，气势骇人，压得人喘不过气。叶枫瞳孔骤缩，视线急剧下移，立刻发现了几名不速之客，被几名狗腿子如同众星拱月般簇拥着的雷虎，正昂首傲立在叶家门前。叶枫，你这个死废物，终于舍得现身了！见到叶枫出现，雷虎在无前几日的狼狈得意洋洋的脸上露出了猖狂至极的狞笑。你知不知道，从来就没人敢在顺天城抵触我雷虎的眉头，更别提敢对本少出手。雷虎的狞笑化作咆哮，声浪裹挟着热浪冲击而来。现在立刻给本少跪下磕头认错，或许我还能大发慈悲，留你一具全尸。我还以为是哪条野狗在我叶家门口狂吠乱叫，扰人清静，原来是你这条丧家之犬啊！方才我在屋中和美艳娇妻游龙搞耍，没想到一出门就看到你顶着绿光站在门外，头顶那耀眼的绿光让叶枫下意识地眯了眯眼。听到雷虎的狂妄叫嚣，他从惊诧中回过神来，指了指周围的绿光，讥讽道：看来你也知道自己被我绿了，这是你给自己选的颜色吗？选得好啊，雷虎！该死的叶枫，休要牙尖嘴利，你也就是嘴硬罢了。雷虎闻言瞬间暴跳如雷。唐雨霏本来和他才是一对，为了骗婚叶枫才以身入局，没想到却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他碰都不舍得碰一下的绝色仙子唐雨霏，却被叶枫日夜游龙搞耍，每次想到都让他痛不欲生。呵，老子到底哪里硬？唐雨霏可比你更清楚。叶枫那不以为然的声音清晰地穿透了热浪。而且雷大少，你这么健忘，这么快就忘了上次被我打的像条死狗一样狼狈逃窜的模样了？这才过去几天，你又敢上门找死？看来你是真活腻歪了。你……雷虎脸上的狞笑瞬间僵住，随即因为羞怒而扭曲变形。叶枫的话让他又想起了自己上次狼狈离开叶家的画面，堂堂炼气6层的天才，却被炼气3层的叶枫一招击败，那是他最不愿回忆的奇耻大辱。雷虎双眼充血，额头青筋暴跳，怒吼道：叶枫，你休要猖狂！前几日你仗着手里有神兵飞剑，才让你侥幸赢了本少，你不过是个仰仗神兵之威的废物罢了，有什么可狂妄的？本少今日手握玄阶之宝青阳烈火镜，看你这死废物还如何嚣张！说着，雷虎猛地抬手指向了空中，天上那轮青阳烈日仿佛受到感召，光芒骤然大盛，温度再次飙升，滚滚热浪顿时如同海啸一般向着叶枫扑面而来。雷虎死死地盯着叶枫，厉声威胁道：你这废物还不快给本少跪下磕头，否则本少今日必让你这废物还有那个死贱人唐雨霏尝尝这青阳烈日的焚身之痛，统统把你们烧成飞灰，扬在顺天城外的荒野。感受到青阳烈日的恐怖高温，叶枫的脸色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他不敢怠慢，体内大阴阳5行合欢玄功疯狂运转，丹田灵力狂涌，炼气7层巅峰的威压毫无保留地汹涌而出，一股强横的气势自他体内爆发开来，试图抵抗着青阳的高温。什么？几日不见，你竟然突破到了炼气第7层？雷虎正全力催动宝镜施加压力，骤然感受到叶枫身上爆发的强悍气息，眼珠子差点瞪了出来。他如同见了鬼一般，失声惊吼道：这怎么可能？几日不见，你的修为境界竟然超越了我，突破到了炼气7层。短暂的震惊过后，雷虎忽然狂喜大笑，果然，我就知道你这废物手里绝对藏着天大的机缘，难怪你能手握神兵利器。叶枫，快把你身上所有的机缘都给本少交出来，然后乖乖跪下磕头认错，否则今日就是你魂飞魄散之时。在雷虎的身后，那群狗腿子侍卫也纷纷叫嚣道：没错，叶枫，你的死期就要到了，快点给二少爷跪下磕头。叶枫，你是不是吓傻了？快点跪下磕头认错，把你手里的那把神剑还有机缘统统都交出来，你这废物根本不配。叶枫，你今日必死无疑，别再顽抗了。面对雷虎等人愈发嚣张的叫嚣和贪婪的目光，叶枫心中一片冰冷，根本懒得再与他做任何无谓的口舌之争。上次顾虑太多，才放他狼狈逃走，果然是养虎一患。这祸害转眼就带着更强的法宝杀了回来，这次绝不能再让他活着离开，必须斩草除根。杀心已定，叶枫的眼神陡然锐利如刀，他毫不犹豫，反手闪电般的从怀中掏出了一物，正是那枚蕴含着神雷之力的9霄神雷令，堪比金丹大能全力一击的神雷，一共5道，杀苏和时用了1道，还有足足4道，应该够送雷虎这个狗东西1成的了。想到这，叶枫没有丝毫的停顿，将全身灵力疯狂地关进了手中的9霄神雷令。嗡！9霄神雷令瞬间爆发出了刺目欲盲的紫色神光，一股足以比肩青阳烈日的毁灭气息骤然升腾。天空之上，原本被青绿光芒笼罩的苍穹，毫无征兆地响起了一连串沉闷而威严的滚滚雷声。原本被青阳烈日染成绿茫茫一片的天穹，骤然间风云变色，厚重的乌云仿佛被无形巨手搅动，开始翻涌汇聚。紫色的电蛇在云层深处若隐若现，瞬间锁定了下方疯狂叫骂的雷虎几人。怎么回事？雷虎脸上的一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惊骇。天怎么黑了？他身边的几个狗腿子更是面面相觑，
腿肚子都在打颤，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少爷，那令牌是那小子手中的令牌。一个眼尖的狗腿子失声尖叫，颤抖着指向叶枫。哼！叶枫冷哼了一声，没有任何废话，趁着雷虎等人心神俱震的瞬间，高举令牌猛地向下一挥，如同天神行刑，号令九霄。轰隆！一声震彻天地的雷鸣炸响，一道粗壮的紫色神雷贯穿了翻滚的乌云，仿佛将苍穹都撕裂了。神雷如同天罚之矛，精准地朝着雷虎几人轰然砸落，那速度快到了极致，视野中只留下一道刺目的紫痕。不好！雷虎从惊骇中惊醒，亡魂皆冒，青阳烈火焚尽诸天，给我挡！雷虎体内的灵力不要命的疯狂灌注，那面青阳烈火镜瞬间爆发出了刺眼的青色阳光，头顶的那轮青阳烈日光芒骤然暴涨10倍，如同燃烧的青色恒星。镜体本身更是嗡鸣震颤，迎风便长，瞬间化作一面巨大的青色光盾，在雷虎几人头顶上方缓慢地旋转起来，形成了一个青色烈火光罩，将他们牢牢护在下方。下一刹那，轰隆隆，神罚般的紫色雷霆狠狠地轰击在了青阳烈火镜所化的巨大光罩之上，惊天动地的巨响伴随着爆炸声瞬间席卷全场。刺目的紫色雷光与狂暴的青色烈焰疯狂对冲，身处神境保护之下的雷虎只觉得青阳烈火镜如同一个无底洞，正在疯狂地吞噬着他的灵力。与此同时，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透过神境狂猛冲击而来，他双臂巨震，仿佛被万斤巨锤狠狠砸中，瞬间发麻，差点让青阳烈火镜脱手而出。仅仅一瞬间，他的丹田气海就近乎枯竭，脸色变得惨白如纸，豆大的汗珠滚滚落下。足足过了10息，那毁天灭地的爆炸余波才缓缓散去。烟尘弥漫中，雷虎剧烈地喘息着，双臂麻木的几乎抬不起来。他下意识地甩了甩剧痛发麻的手臂，急忙抬头望去，只见青阳烈火镜虽然光芒暗淡了许多，但依旧悬浮在头顶，镜面之上竟完好无损。挡住了！挡住了！雷虎的脸上再次浮现出了狰狞和得意，对着远处的叶枫放声狂笑。叶枫，我还以为你这破令牌有多厉害，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在本少的青阳神镜面前，你这点微末伎俩根本伤不到我一根汗毛。叶枫，别再顽抗了，乖乖投降，跪下磕头认错，待会本少送你上路时，或许还能大发慈悲，让你少受点折磨。少爷威武，少爷无敌！叶枫小儿，还不快快跪下受死！那几个狗腿子眼见雷虎手中的神镜显威，立刻把刚才的恐惧抛到了九霄云外，纷纷扯着嗓子吹嘘呐喊，对着叶枫极尽嘲弄之能事，仿佛胜利已经唾手可得。叶枫眉头微蹙，心中确实有些惊讶，这青阳烈火镜竟能正面硬汉九霄神雷。他非常清楚这神雷的威力有多么恐怖，那可是蕴含金丹大能一击的九霄神雷，筑基后期的苏荷在这神雷之下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瞬间就被轰杀至渣，神魂俱灭。但是明明只有炼气6层的雷虎，居然凭借一面镜子法宝硬生生地挡住了一道九霄神雷。看来这个叫做青阳烈火镜的玄阶法宝防御之能果然非同凡响。不过即便如此，叶枫心中也丝毫不见慌乱，雷虎刚才那痛苦甩手的动作，还有那苍白如纸的脸色，根本就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早已敏锐地察觉到，雷虎不过是在强装镇定罢了。雷二少爷，我发现你的嘴也挺硬的。叶枫脸上的凝重散去，露出了一抹带着几分戏谑的冷笑。能挡下刚才那道神雷，想必你这会耳骨头都快被震散架了吧？灵力耗尽的滋味好受吗？叶枫，你少放屁！雷虎闻言，脸上的狂笑猛地一僵，瞬间恼羞成怒，色厉内荏的吼道：区区一道雷光而已，简直是在给本少挠痒痒，有什么不好受的？有股青阳烈火镜在手，你是绝对杀不死我的。叶枫，你还是束手就擒吧。哦，是吗？呵呵，既然你这么说的话，那好吧。叶枫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轻描淡写的说道：雷虎，我可提醒你，像刚才那样威力的神雷，接下来还有3道哦，你加油。话音刚落，叶枫手中的九霄神雷令再次亮起了紫色雷光，轰！苍穹之上雷声再起，紫色雷光疯狂汇聚，毁灭的气息瞬间锁定了下方脸色煞白的雷虎。什么？还有3道？雷虎脸上的愤怒转瞬即逝，心中叫苦不迭。刚才的那道神雷在旁人眼中看着轻松，但却差点抽干了他的灵力，震碎了他的手臂经脉。再来3道，这简直是在要他的命！恐惧和绝望瞬间布满了雷虎那张扭曲的脸。然而叶枫根本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雷影！叶枫冷喝了一声，手中的九霄神雷令紫芒爆闪，轰隆隆！苍穹之上充斥着毁灭气息的紫色神雷轰然撕开天幕，朝着雷虎几人所在的位置再度悍然砸落。不！雷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绝望嚎叫。青阳烈火镜的热浪早已不复存在，光芒更是暗淡无比。他体内的灵力早已在第1道神雷的冲击下被青阳烈火镜抽干榨尽，丹田气海空空如也，用来支撑神镜的双臂也寸寸撕裂。此刻别说继续灌注灵力，就连抬起来都是一种奢望。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道毁灭的紫光在瞳孔中急速放大。挡住！给我挡住啊！雷虎几乎要把满口牙齿咬碎，额头脖颈青筋如同蚯蚓般根根暴起，
他强行压榨自己的潜能，勉强维持着与那光芒暗淡的青阳烈火镜之间微弱的联系，试图将它稳固在头顶。轰！第二道九霄神雷重重地轰击在了那轮摇摇欲坠的青色烈日之上。咔嚓！一声仿佛琉璃崩碎的声音从神镜中传出，镜面上本就暗淡的光芒剧烈地摇曳了几下，终于彻底熄灭。那轮悬浮的青阳烈日终于再也无法承受这恐怖的神雷之威，发出一声悲鸣，如同被巨锤砸中，旋即飞出，重重地落在了远处。失去了青阳烈火镜的庇护，雷虎和他那几个早已下瘫在地的狗腿子再也没有了藏身之处。虽然青阳烈火镜在飞走前抵挡了绝大部分神雷威能，但那溢散出来的一缕雷光余波，对于失去了防御、境界低微的雷虎等人来说，依旧是灭顶之灾。少爷救命啊！几个狗腿子惊恐欲绝的尖叫声才刚刚出口，就被雷虎一把护在了身前，首当其冲的收到了雷光余威的洗礼。噼里啪啦的恐怖爆响连成一片，他们甚至连挣扎都来不及，就在雷光的余波中瞬间化为了飞灰，彻底形神俱灭。而雷虎虽然用狗腿子的性命为自己争取到了一点生机，但也根本改变不了结局。即使现在的雷光只剩下溢散的雷蛇，也绝不是他能够承受的。滋啦！令人毛骨悚然的雷击声响起，紫色的电蛇无情地舔舐上了他的身体。呀呀！雷虎发出了非人般的凄厉惨嚎，他那失去了保护的身体在紫色雷光的侵蚀下，如同被丢进了熔炉，迅速变得一片焦黑，一股焦臭的刺鼻气味瞬间弥漫开来。雷虎被狠狠灌倒在地，左半边身体彻底变成了冒着青烟的焦炭，只有右半边身体还在剧烈的抽搐着，每一次抽搐都带来痛入骨髓的疼，让他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他现在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简直比直接死了还要难受千百倍。叶枫见状冷漠地收起了手中的九霄神雷令，天空中的雷云缓缓散去，阳光重新洒落，但叶枫的声音却依旧冰冷无比。废物就是废物，即便是让你手握极品法宝又如何？他反手一握，那柄通体泛着金光的精灵龙神剑便出现在了手中。雷虎，你让我很失望啊，这才2道神雷就不行了，我还以为你真能撑过4道神雷呢。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所以上次才会让你平安离开吗？你这狗东西上次就该死了，白捡了一条命都不知道，居然还敢来找我寻仇，今日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你。叶枫提着剑，如同闲庭信步一样，向着仍在地上痛苦哀嚎的雷虎走去。看到叶枫的身影如同魔神，向着自己一步步逼近，死亡的阴影彻底将雷虎笼罩，无边的绝望涌上了他的心头。雷虎顿时吓得屁滚尿流，胆汁似乎都破了，只觉得心里嘴里一片苦涩，充满了苦涩绝望。不要，呵，叶枫，饶命，我不该惹你，我错了，求你。雷虎的喉咙里发出呵呵声，焦黑的嘴唇艰难地蠕动着，试图向叶枫求饶，求你饶我一条狗命，饶你。吃！叶枫走到雷虎面前，发出了一声嗤笑，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个不久前还嚣张跋扈，扬言要把自己烧成灰烬的雷家二少爷。狗日的东西，2道神雷都没把你劈死，你可真是祸害1000年啊！上次你对老子放下狠话的时候就已经该死了，白让你多活了几天，你是一点都不珍惜，还敢让我饶你？看着对方那妇人不人鬼不鬼，生不如死的凄惨模样，叶枫只觉得痛快无比。叶枫，求你了，不要杀我！雷虎的身子只剩下了一半，另一半已经完全成了焦炭，如今再看叶枫的眼神里，只剩下了深深的恐惧和后悔。饶你妈，去死吧，狗逼！话音未落，叶枫眼中杀机暴涨，他手腕一抖，精灵龙神剑发出了一声清越的龙吟，金光一闪，一道凌厉无匹的剑光划破焦灼的空气，咔嚓！下一瞬，一颗沾满了血污和尘土、凝固着极致恐惧与绝望表情的头颅冲天而起。雷虎脸上的表情永远定格在了惊骇欲绝的瞬间。叶枫冷哼了一声，眼中没有丝毫怜悯，只有斩草除根的决绝。啪嗒，他毫不犹豫地抬起脚，一脚踩碎了那颗令人憎恶的狗头。但这还不够，叶枫手中的精灵龙神剑再次扬起，冰冷的剑光如同疾风骤雨般落下，刷刷刷，金色剑光瞬间将雷虎那具焦炭一般的残躯斩成了无数碎块，散落了一地。紧接着，叶枫屈指一弹，一缕炽热的灵火从指尖飞出，精准地落在那一堆血肉碎块之上。呼！火焰瞬间升腾而起，熊熊燃烧，将雷虎曾经存在的痕迹彻底的烧成了灰烬，飞灰烟灭，彻底断绝了任何炸死或苟延残喘的可能。看着地上最后一丝火苗熄灭，叶枫这才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雷虎这个早该除掉的心腹大患，终于被他从这个世界上抹去了。做完了这一切，叶枫的目光终于落在了那面青阳烈火镜之上。一件玄阶法宝居然能挡住堪比金丹一击的9霄神雷，这面神镜倒是有些神异，若不是那雷虎修为不够，说不定还真让他撑过了4道神雷。叶枫一把捡起了青阳烈火镜，正准备仔细查看一番，忽然远处急速地飞来了一道身影，带着流光飞速靠近。吾乃顺天城护卫统领陈江雪。顺天城中禁止修士私斗，方才是何人在此处施法引雷？人还未到身前，话已传入耳中，其声如冰海雪山一般清冷，又似寒江奔涌一样有劲，充满了威仪。听到由远及近的清冷女声，叶枫心中一凛，糟了，
刚才的动静太大，果然把程卫军引来了。从刚才那句话来看，来的还不是普通程卫，而是程卫军统领亲至。叶枫连忙将那面青阳烈火镜收进储物袋，目光如电，飞快地扫视了一遍战场，心思急转。雷虎已经被我提前毁尸灭迹了，他那几个狗腿子也早在神雷的余威之下飞灰烟灭，除了现场一片狼藉意外，还在并未留下什么命案的线索。叶枫心中稍定，暗自庆幸自己方才善后果断。顺天城主东方胜注重城内安宁，严禁城中修士私斗，因为顺天城除了修士以外，还居住着大量的黎民百姓，修士之间的手段往往破坏力极大，很容易波及到凡人，造成大量伤亡。对于修士之间的恩怨，要么在城外解决，要么就是别被城卫军当场抓住。一旦被城卫军抓住，无论对错，均严惩不贷。这也是很多人都不敢在城中为非作歹的原因，毕竟谁也不想惹怒一位金丹大圆满的大能。眼看天边的那道流光即将降临，叶枫不敢怠慢，连忙收敛了脸上的冷酷和杀意，换上了一副带着几分惊慌失措的表情。现在的他看上去十分的茫然无辜。萧！就在叶枫调整好表情的刹那，那道流光宛如一道银色闪电，恰好降落在了他的身旁。叶枫凝神望去，不由自主的微微一愣，美，实在太美了。这是他看到来人的第一反应。只见流光散去，一道身影显露出来，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身披银白色盔甲的女将。她五官精致绝伦，黛眉如剑，斜飞入鬓，带着一股逼人的英气，双眸清澈明亮，琼鼻挺直，唇线分明，扎着高高的马尾，更显得脖颈修长。那深银白色的盔甲线条流畅，闪烁着符文光华，与她那匀称至极的身材完美贴合，勾勒出极其诱人的身材曲线。该细的地方细，该大的地方大，该翘的地方非常翘。她仅仅是站在那里，浑身上下便散发出一种英姿飒爽的气质，绝世容颜和挺拔的身姿，让她既有仙子的清冷，又有统帅千军的独特味道。好一个飒爽英姿的女武神，清冷飘逸的妙仙子！叶枫的心中瞬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惊艳之感。自从穿越以来，美艳动人的唐雨霏是他见过的第一个有着倾国倾城之姿的绝色美人。她的身上有着世家小大姐的端庄气质，而齐真楼那清纯亮丽的陈可儿，她身上的气质仿佛是一位邻家少女，或是学生时代的同桌，宛若一朵不染淤泥的白莲花，清新动人。而眼前的这位程卫军的女统领，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堪称前所未有。她的美不在于柔媚，而在于那种独一无二的英武与凌厉。精致的容颜与冰冷的盔甲完美融合，形成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绝世风华，让人见之难忘。这种感觉就像是前世的女明星穿上了军装一般动人。方才听她在天边自报家门，此女名叫陈江雪，果然人如其名，清冷如雪，飒爽似仙。叶枫不由自主地在心中惊叹道：这份极美貌、英气、力量于一身的独特气质，真是太美了，太有魅力了。陈江雪刚一站定，那双锐利的美眸便看向了一旁的叶枫。你是何人？报上名来，方才可是你在此处斗法？他的声音如同寒江奔涌一般，带着生人勿近的清冽感。然而叶枫却像是没有听见一般，眼神发散，意识沉浸在了脑海中的系统提示之上。叮咚，恭喜您发现了一位可以解锁的美人。陈江雪24岁，筑基后期，9品精灵根，天赋评价90分，家世评价75分，容貌评价90分，综合评价85分。陈江雪符合万美图收录标准，您与对方的情缘值达到36点时，都将获得一份奖励，情缘值达到100即可点亮美人图，获得一份高级大奖。陈江雪当前情缘值0，又是一位可以解锁万美图的美人。她的容貌评价和唐雨霏一样，都是90分。不过二人抛开气质不同，确实都有倾国倾城之姿，美的不相上下。而且她的天赋评价竟然达到了90分，是9品精灵根，这一点比唐雨霏和陈可儿都高，是目前自己碰到天赋最高的绝世美人。不过她的家世评分不算高，和陈可儿一样都是75分。若非如此，她的综合评分很有可能达到90分。叶枫心中暗暗比较这3位绝色美人的评分，在他看来，3女姿色相差无几，各有千秋。这系统的评分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作用发什么呆。速速回话。见叶枫不说话，只是直勾勾地盯着自己，陈江雪皱了皱好看的眉头，冷声道：已是何人报上名来？他玉手一挥，一杆亮银色的长枪凭空出现，枪尖挂着红缨，直指叶枫。叶枫顿时感受到了一种纵横捭阖的豪气，仿佛在面对千军万马一般。陈统领莫怪，在下叶枫就居住在此处。他连忙回过了神，重新露出了那副无辜的茫然的表情。叶枫，方才可是你在此处斗法？你可知顺天城内禁止修士私斗？陈江雪闻言继续追问，单手握着长枪，遥指着叶枫，并没有放下去的意思。叶枫慌忙摆了摆手道：陈统领说笑了，在下只是一个炼器修士而已，哪能使出刚才那般威力的术法？听到叶枫的回答，陈江雪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叶枫，发现他果然只有炼器7层的修为。他那双极为英气的剑眉顿时皱得更深了。此处乃是顺天城东，刚才他正在城西巡视，发现神雷轰鸣时便动身赶了过来，但因为距离太远，且神雷散去极快，
终究还是来迟了一步。等他到场时，此地仅剩下了一脸茫然的叶枫，并未发现其他人的踪迹。不过，即便是相隔了一整座顺天城，那神雷的威势仍旧令人心惊肉跳，至少也是出自金丹大能的手笔。那威力确实绝非叶枫一介炼器小辈能使出的术法。方才，你可曾见道士何人在此斗法？斗法之人如今又在何处？想到这，陈江雪放下了手中的长枪，但语气依旧清冷疏离，继续追问道：“我不道啊！”叶枫一脸惊慌失措的表情说道：“我本来睡得好好的，却忽然被震耳欲聋的雷声惊醒，那威势仿佛毁天灭地一般恐怖。我这点微薄的修为，就连躲都来不及，哪还敢凑近仔细观看？等我出来的时候，就看到这满地的狼藉，再然后，陈统领你就到了。”陈江雪目光如电，眼神锐利无比。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连一个人影都没看到？叶枫摇了摇头，冲着他摊了摊手。陈江雪见状撇了撇嘴，虽然有些失望，但也觉得叶枫说的话并无漏洞。刚才那种威力的术法，对于炼气7修为的叶枫来说，敢露头接近的话，确实是灭顶之灾。正常人躲都来不及，更别提冒着生命危险凑热闹了。想到这，陈江雪蹙眉扫视了一番周围，只见处处是雷火肆虐和剑气切割的痕迹，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发现。没有发现斗法的修士，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似乎只是一场意外而已。但意外是怎么造成的，确实很难想象。但好在似乎并未造成什么伤亡，陈江雪便不打算继续追究下去了。近日城中可能不太平，可能有城外妖族或魔道混了进来，没事不要乱跑，遇到危险也切莫靠近。陈江雪板着那张清冷如仙的俏脸，声如寒潭的叮嘱道：“若是发现了有人在城中为非作歹的线索，记得通报给城卫军，城主大有赏。”哦，好，难怪天降神雷，原来是有妖人作祟。叶枫闻言连忙点了点头，脸上似乎还带着点心有余悸。多谢陈统领叮嘱，这城中的治安还要依赖陈统领您的维护啊。见叶枫表现正常，陈江雪不置可否的抿了抿红唇，再次目光如电的扫视了一眼周围，便化作一道流光离开了此地。好一个飒爽的女将军啊！原本我还以为这顺天城就只有唐雨霏这么一个绝世美人，没想到仅仅2、3天的功夫，又让我发现了2个绝色仙子。望着陈江雪离去的背影，叶枫心中感慨道：“看来我对这顺天城的了解还是不够透彻呢，说不定在我不知道的地方，还有着更多绝世美人，等待着我去解锁发现。前身这个死舔狗眼里就只有唐雨霏一个，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怎么能因为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呢？”想起清纯靓丽的陈可儿，还有英姿飒爽的陈江雪，叶枫心头一阵火热。不行，一想到这些绝世仙子，他们独自在这风云诡谲的修仙界生存，我就担心的睡不着觉。你说万一有个3长2短的，他们该怎么办呀？我一定要保护好他们，跟他们一起修炼，一起变强，保护仙子安危，我辈义不容辞。想到这，叶枫不免摇头唏嘘道：“我本不想被女人左右，所以只好左右都是女人了。”目送陈江雪消失在天边，叶枫也转身离开了院子，看了看唐雨霏，已经从瘫软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此刻正在卧室中打坐修炼。这紫檀神木床不愧是花费了388000灵石打造的至宝，其上刻画的隔绝阵法就是牛逼。方才那么大的动静，甚至一点都没影响到唐雨霏。叶枫满意的点了点头，另选了一间空房，也开始了闭关，准备继续进行炼丹大业。他这次要炼制的，除了之前就已经炼制过的极品筑基丹，还有2种紫微神丹宝典之中记载的新丹方。一是凝元丹的改良版神元丹，药效是普通凝元丹的5倍，蕴含着更为精纯大量的灵力，非常适合炼器和筑基期的低阶修士。其实神元丹在修仙界并未失传，但修仙界目前所炼制的神元丹所需要的炼制材料极其高昂，因此几乎只有金丹期以上的大修士才买得起，并不适合低阶修士使用。低阶修士日常用度仍然以凝元丹为主。不过紫薇道人不愧是上古丹道至尊，他将普通凝元丹的丹方改良过后，仍然可以用一些低阶的药材炼制出可以堪比神元丹药效的加强版凝元丹。因此叶枫手中的这张神元丹的丹方，比之修仙界流传的神元丹丹方更容易炼制，所需要的药材也很普遍，成本降低了好几倍。一颗售价在5000灵石的神元丹，成本也只需要几十灵石而已，而且成丹率高到吓人。在丹阳陨星炉和丹道天才的天赋作用下，叶枫炼制的第1炉神元丹成丹率就达到了80%，炼制出了8颗神元丹，药效品级都达到了出售的标准，但所用的药材却低了几倍不止。相比普通丹修炼制1炉需要上千灵石成本，但成丹率只有50%左右来说，叶枫仅用了200-300灵石便炼制出了8颗神元丹，不仅大大降低了炼丹成本，收益率更是大幅提升。这若是让那些苦修了几十上百年的丹道大师知道，非得气疯了不可。他们整日待在炼丹房，受尽了烟熏火燎，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甚至还不如刚接触炼丹只有3-5天的叶枫，这谁受得了啊？我勤修苦练必死关，还不如你和仙子游龙搞耍一夜的收获大。那我这仙不是白修了吗？我死磕丹道上百年，还不如你随手炼制出的丹药品质好，成丹率高，那我这丹不是白炼了吗？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不过叶枫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或者说意识到了也并不在意。我都觉醒系统了，还要和你们一样苦修死磕？那我这系统不白觉醒了吗？再说了，我修的也不是仙啊，我修仙子的，仙子强，我更强，万千仙子助我一人得道，你们什么档次？能跟我比吗？眨眼之间过去了1天1夜，叶枫成功将之前准备的材料全部炼成了神元丹，刚好150颗神元丹，留下50颗给唐雨霏，剩下的100颗拿去奇珍楼卖了，又是一笔巨额临时入账，不错不错。望着手中沉甸甸的储物袋，叶枫笑得后槽牙都露出来了。想到唐雨霏拥有这些丹药后，修为又能精进一步，自己从她身上吸收的元婴也将更纯更多之后，他的心情大好。自己的女人变得越强，他所能得到的收益也将更多，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永远都不会亏的投资。因此叶枫极为舍得，完全没有一丝心疼，必须好好培养。现在再将神骨丹也炼制出来吧。将神元丹收入怀中，叶枫再度投入到了炼丹之中。这神骨丹相比神元丹来说更加的稀有珍贵，许多修士甚至都不知道这世上竟然还有这种能够增强体质、淬炼体内杂质的丹药。修士们想要提升自身的体质，更多的是通过购买大量珍贵的天材地宝做成药浴，在经过外物锤炼自身以后浸泡在药浴之中。但这种方式实在是太费灵石了，所需的天材地宝价格高昂，而且基本只能使用一次，泡完之后就得倒掉。因此绝大部分修士只能日复一日的勤修苦练，通过体修的方式艰苦的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也只有那些底蕴深厚的世家弟子才能偶尔使用一次药浴来提升身体强度，甚至都做不到经常使用药浴，因为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泡不起一次药浴。而神骨丹则不同了，在修士服用此丹之后，它的神奇药性能在修士体内直接作用在骨骼、经脉和肉身，从内部增强修士的体质，洗炼体内杂质。甚至服用神骨丹，修士根本不需要再辛苦的用体修的方式锤炼自身，就能让身体素质进行提升。相比药浴昂贵、吸收差、只能使用一次的特点，神骨丹更好吸收，而且更划算，见效更快，好处多到数不完。不过神骨丹毕竟是早已在修仙界失传已久的上古丹方，有些药材其实并不算常见。叶枫这次也只是买到了可以炼制20份神骨丹的药材而已，又经过了1天1夜的炼制，终于将其全部炼制完成了。相比筑基丹和神元丹，炼制神骨丹果然有些难度，这和我只有炼气7层的修为有着很大的关系。整整20份神骨丹的药材，竟然只炼出了70颗神骨丹，成丹率甚至还不到40%。望着手中的70颗神骨丹，叶枫可惜地摇了摇头。殊不知这番话若是被外界的丹修们听到，恐怕会被他们一人一口唾沫给喷死。这失传已久的神丹，你第一次炼制就能炼制出来也就算了，成丹率甚至还高达40%，这简直已经匪夷所思了好吗？更别提这种级别的神丹，本事便是只有金丹大能以上的丹道大师才能炼制的，你一个炼气小辈就能炼制出来，你还觉得不满意？你是想要吓死人，还是想要急死人啊？你算了，留下20颗给唐雨霏服用，剩下的全部卖到奇珍楼吧。这种增强体质的丹药，还是少给唐雨霏吃点，万一她吃的太多，最后变成了一个金刚芭比，那可就不妙了。想一想，美艳动人的唐雨霏，顶着一张倾国倾城的俏脸，脖子以下却是魔鬼筋肉人的形象，叶枫就一阵恶寒。算了算了，少给她吃点，提升一下肉身强度，让她在和我游龙搞耍的时候多撑几个回合，别那么快就瘫软如泥就行了。吃太多了影响美感不说，手感都变得不好了，万一伸手摸到的不是温暖滑腻，而是壮硕的肌肉，那感觉……叶枫摇了摇头，忍不住打了个冷战，他都不敢想下去了。其实这完全是他多虑了，因为身体构造的不同，神骨丹并不会让女修变成金刚芭比，反而会让女修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紧致，身材更加的匀称自然，甚至会促进2次发育，让曲线更加曼妙，手感自然也会变得更好，可谓是妙用无穷，堪比前世的整形手术了。唐雨霏现在应该也结束修炼了，她体内的元婴恢复的也差不多了，可以继续游龙搞耍，一起修炼变强了。这炼丹实在是太枯燥了，真不是人干的活，必须得劳逸结合才行。叶枫摸了摸下巴，想起极致升华的滋味，不免有些坐不住了，还是修仙子比较带劲，我爱修仙子。既然如此，再炼制一些筑基丹，就出关去吧。想到这，叶枫连忙按住升起的头，我是说心中升起的念头，没别的意思。最后炼制了100多颗筑基丹，便匆匆地收拾了一番，走出了房间。外界天色已经入夜了，点点星光点缀夜空，皎洁的月光照得顺天城一片银白。叶枫这一次闭关炼丹，竟然整整炼制了3天的时间，虽然收获巨大，但却是他穿越以来闭关最久的一次，心中不免有了一种洞中方1日，世上1000年的感觉。既然已经这么晚了，正好先和唐雨霏修炼一番，明日再去奇珍楼看看我那清纯靓丽的可儿妹妹。几日不见，还真是格外的想念她那娇俏的笑容了。想起一笑起来宛若满树梨花开放，还露出2颗可爱小虎牙的陈可儿，叶枫就忍不住心头火热，按耐不住的念头忍不住又要翘了起来。他急忙风风火火地冲向了卧室。卧室之中，唐雨霏果然结束了修炼，
此刻正梳洗的明艳动人，百无聊赖地躺在紫檀神木床上。那倾国倾城的容颜，还有那曲线动人的娇躯，闪耀着雪白的灵光，仿佛一位九天玄女落入凡尘，极为美艳诱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叶枫的错觉，他总觉得唐雨霏经历人世以后，变得更加秀色可餐了起来，在端庄之中又多了一种成熟的风韵。果然，看到叶枫火急火燎的出现，唐雨霏妩媚的一笑，轻启红唇，向他勾了勾小手：“夫君啊，快来，我可想死你了！”妖精，真是个妖精！望着如此美艳动人的唐雨霏，本就憋到难受的叶枫哪里还能把持得住？他嗷的一声就扑了上去，场面顿时天摇地动，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起来。花了388000灵石打造的紫檀神木床，号称能够抗住金丹修士的冲击，也在叶枫的游龙之下咯吱作响。这一夜天昏地暗，攻守双方你来我往，也分不清是谁掌握局势。总之情况十分复杂。从月光皎洁一直到日上三竿，叶枫这才神清气爽地起身穿衣，心中第一次有了一种棋逢对手的感觉。看来自己决定培养唐雨霏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经过3日苦修，终于突破到炼气7层的唐雨霏，昨夜的表现超乎了叶枫的想象，那种滋味很难明说。想象一下燎原的野火烧到了秋日的山林的景象，就大概能明白有多激烈了。或者是龙精虎猛的年纪找到了如狼似虎的女朋友，大家都毫无保留，大概也就差不多这样了。总之，叶枫觉得很满意，修炼的酣畅淋漓。穿戴整齐以后，叶枫瞅了一眼系统面板，宿主叶枫，年龄19，修为境界炼气8层，功法大阴阳五行合欢玄功，紫薇神丹宝典，天赋神通剑道奇才，丹道天才，剑法神通金黄腾龙九剑，法宝飞剑金玲珑神剑，丹阳陨星炉，九霄神雷令，青阳烈火镜。当前已解锁美人图唐雨霏，当前可解锁美人陈可儿，情缘值50，陈江雪，情缘值0，万美图解锁进度1/1000，不错，修炼的效果很突出，修为已经成功来到了炼气8层，果然不枉费我细心栽培唐雨霏。当然，这也离不开我不辞辛劳的努力，为了修炼，我可太用功了。看着自己系统面板，叶枫满意的频频点头，心中不免一阵唏嘘，自己真是太想进步了。喂饱了唐雨霏，完成了每日修炼任务，接下来该去奇珍楼看望几日未见的陈可儿了。相比清冷如仙的陈江雪，清纯亮丽的陈可儿似乎解锁的难度更低一些，只需要再增加陈可儿10点情缘值，就能再次获得一份奖励，看起来似乎唾手可得。毕竟自己上次只是说了一些肉麻的情话，送了2颗极品筑基丹，就一下子涨了50点情缘值，说不定陈可儿很快就能涨到100点，完全解锁成功了。等到完全解锁，点亮了美人须缨，还能获得一份高级大奖。叶枫美的鼻涕都快冒泡了，不得不在心里呐喊一句：系统，我真爱死你了。心情大好的他一挥手，将事先准备好的储物袋交到了唐雨霏手上。你的进步很大，我很满意，这是赏你的灵丹，拿着好好修炼，不要偷懒。唐雨霏一夜之间极致升华了10几次，差点羽化登仙，此刻正放空大脑，慵懒地躺在紫檀神木床上。见到叶枫又抛来一个储物袋，顿时眉开眼笑地接过，多谢夫君，雨霏一定加倍努力，和夫君更加恩爱呢。说着，他打开了储物袋，顿时被里面浓郁的药香还有那蓬勃的神丹灵光吓了一跳。那张倾国倾城的俏脸之上，原本含蓄羞涩的笑意瞬间变成了狂喜。哇，这么多极品筑基丹，还有这么多神元丹，还有这个是什么丹？欣喜若狂的唐雨霏捏着一粒神骨丹，疑惑地问道：这是神骨丹，是我为了你特意炼制的，服用它可以让你的体质变得更好。叶枫见状解释道：以后随着咱们的境界稳步提高，游龙搞耍的强度也会增加，自然也就需要更加强健的体魄来支撑。有了它，你以后会轻松一些，不会每次修炼结束都瘫软如泥无法动弹了。这些极品丹药都是你炼制的。唐雨霏闻言更加震惊了，他原本以为叶枫应该是偶然得到了一份天大的机缘，所以才会突然变得这么强，手中才会有极品神兵和这么多极品丹药，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极品丹药竟然都是叶枫亲手炼制的，甚至还为了自己特意炼制了可以增强体质的神丹。叶枫他还有这种本事，竟然还会炼丹。要知道这炼丹可不是开玩笑的，绝非一日之功，需要惊人的悟性和耐心，常年累月与丹炉作伴，整日受烟熏火燎，至少要几10年的苦练才能有所成就。而自己印象中，似乎叶枫从来没有接触过炼丹吧？他什么时候炼丹也变得这么厉害了？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叶枫吗？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何等逆天的机缘，才让他变得如此令人震惊？没错，我给你的这些灵丹都是我亲手炼制的。叶枫看着震惊无比的唐雨霏，并未解释太多，只是风轻云淡地说道：只要是我给的，你就放心收下，只管好好修炼，其他什么都不用管。我说过，只要你真心跟着我，好好服侍我，我就一定不会让你受苦，也绝不会让你吃亏。望着一脸风轻云淡，但说出的话却如此霸道的叶枫，唐雨霏的心中忽然大受震动。一开始的时候，他确实看不上一向废物的叶枫，若不是因为叶枫在大婚之日得到了自己的清白，他也早就离开了叶枫。也正因为被叶枫拿走了一些，然后他忽然展露实力击败了雷虎，让唐雨霏芳心大乱，
只好无奈地留在叶枫的身边。没想到，一直被称为废物的叶枫，却连连给他创造了惊喜。不仅修为实力突飞猛进，现在更是展现了丹道上的天赋，能够在炼气期便炼制出这么多极品丹药。以叶枫目前表现的潜力来看，他未来的成就绝对不可小觑。假以时日，叶枫必定能成为一位出色的丹道大师，甚至在修为境界上也有着极其光明的未来。而自己当时的无奈之举，却误打误撞地得到了这么一位潜力无限的夫君，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惊喜。而叶枫刚才那番话，更是让唐雨霏在惊喜之余，心中大为感动。说实话，没有女人不慕强，谁都渴望得到强者的保护和宠爱，尤其是修仙界的女子，更是天生就对强者有着爱慕和依赖。唐雨霏是个绝美的女人，同样的她也不傻，她并非是一个蠢女人。以前之所以会骗婚叶枫，也完全是被雷虎的花言巧语哄骗，受到了雷虎的怂恿和蛊惑罢了。其实在这方面，唐雨霏也是一个恋爱脑来着，若是真心爱上了一个人，会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心甘情愿的为对方做任何事。因此虽然知道叶枫的身上肯定有着今天的秘密，唐雨霏却也并未多问。有时候别人想告诉的事情，自然会与你分享，不想告诉你的，你就千万不要多问，刨根问底反而会让两人之间的关系产生隔阂。事实上，唐雨霏觉得自己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她只需要知道，只要自己真心爱着叶枫，叶枫一定不会让她受委屈，一定会对她好，这就够了。我知道了，夫君，我一定会努力修炼，提升自己的实力，跟上你的脚步的。望着叶枫那俊朗潇洒的身姿，唐雨霏忽然收起了笑脸，郑重的表态。从这一刻起，她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之前的她还对叶枫有些偏见和想法，现在的她已经彻底的想通了。她心中甚至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跟着潜力无限的叶枫，绝对会是她这一辈子最英明的选择。那就好，你先好好休息，我出去一趟。看着神色郑重的唐雨霏，叶枫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个女人肯定明白了什么，不过明白也好，不明白也罢，只要她够聪明就行。留下唐雨霏独自在家，叶枫转身离开了家门，向着奇珍楼的方向走去。自己以后的女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如果唐雨霏不够聪明，很快就会被自己淘汰舍弃。叶枫可不想有朝一日看到自己后宫起火，为了女人焦头烂额，可不是他的作风。听话的孩子有糖吃，同样的，听话的女人才能得到自己更多的宠爱。奇珍楼一如既往的生意兴隆，偌大的大厅内人头攒动，修士们摩肩接踵选购商品，空气中弥漫着灵药、法宝和灵材的混合气息。但修士之间最热门的话题，无疑是前几日奇珍楼出售的36颗极品筑基丹。那些筑基丹成色实在太好了，珠圆玉润，丹纹天成，宝光内敛，药效比普通筑基丹足高了接近1倍。如此逆天的丹药刚一上架，立刻在低阶修士中引发了轰动，很快就被抢购一空。然而36颗极品筑基丹远远不足以支撑庞大的低阶修士市场。自从尝过极品筑基丹的甜头，修士们就再也看不上普通的筑基丹了。每天都有焦急的修士涌入奇珍楼，挤在丹药柜台前，满怀希望地询问：张朝凤，今日有极品筑基丹吗？什么时候能再上火？我急需一颗突破瓶颈啊！普通的筑基丹不行，效果差太远了，就要极品的。但除非是丹道大师级别的人物亲自出手，否则极品筑基丹实在太难得，太稀有了。丹药柜台的张朝凤不得不一次次的摇头解释缺货，这让有心购买的修士们心急如焚。无论是奇珍楼还是那些翘首以盼的修士们，都无比热切的期望能有更多的极品筑基丹出现，填补这巨大的市场空缺。只可惜金丹期的丹道大师瞧不上筑基丹，一心只想炼制更加高阶的丹药，而筑基期的丹修最多只能炼制普通筑基丹，根本炼制不出极品的成色。上次出售了36颗极品筑基丹的叶枫，也宛如昙花一现般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这让奇珍楼上下都感到有些失望。毕竟极品筑基丹需求太大，这其中的利润非常可观。这其中尤其属陈可儿心中最为郁闷，从未体会过心动感觉的陈可儿被叶枫撩拨过以后，也是第一次对一个少年感到有些心动。一想起叶枫那潇洒飘逸的身影，他的心里就莫名的感到一丝甜蜜。自从上次一别，叶枫的影子就经常在他那颗小脑里挥之不去。叶枫离去前那句我会经常来看望你的温柔话语，已经深深印在了陈可儿的心坎上。这几天他几乎是整日望眼欲穿的盯着奇珍楼的大门，每当有人进来，他都忍不住抬头望去，希望是那个熟悉的身影。可一天天过去，叶枫却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一连消失了数日都未曾出现，这让满心期盼芳心暗系的陈可儿失望不已，每日工作都有些心不在焉，心头总萦绕着淡淡的失落感，怅然若失。因此当一身青衫长袍的叶枫身姿挺拔地踏入奇珍楼时，便立刻被陈可儿注意到了。在叶枫出现之前，陈可儿从未想过自己居然会对一个人如此想念，那种见不到他就满心惆怅，一见到他就格外欢喜的感觉，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此刻再次见到叶枫，陈可儿只觉得自己眼前一亮，心里像是闯进了一头小鹿，扑通扑通的乱撞。惊喜来得如此突然，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身影终于出现了。陈可儿从柜台后快步走了出来，步伐是从未有过的轻快和雀跃，巨大的喜悦冲散了
这几日的阴霾，连空气都变得香甜了起来。风哥哥，好久不见，你终于来了！陈可儿的声音带着一丝激动，清丽的脸上绽放出了动人的笑容，宛如满树的梨花绽放，俏生生地站到了叶枫的面前。说完，好像是察觉到了自己激动的模样，她那张清丽脱俗的俏脸上莫名地飞上了2朵红霞。陈可儿那娇俏又羞涩的模样，几乎快要将叶枫看呆了。见叶枫直勾勾地看着自己，陈可儿拢了拢耳边的秀发，芳心之中莫名地觉得甜蜜和暗喜。枫哥哥，这里人多嘈杂，请随我来贵宾室叙话。说着，仿佛像是生怕叶枫会跑了一样，迫不及待地走在前方引路。叶枫跟在清纯靓丽的陈可儿后面，看着她那宛如风中白柳一般的曼妙身姿，只觉得心神摇曳，赏心悦目至极，心里就像是猫抓一样，一阵阵的瘙痒难耐。紧跟在陈可儿身后，二人进入了一间安静雅致的贵宾室，瞬间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小小的空间里，只剩下一对俊男美女各怀心事的相视而立。枫哥哥，你这次来奇珍楼是又有丹药准备出售吗？我去帮你喊张朝凤过来。陈可儿关上了门，一双明艳的美眸亮晶晶地看着叶枫，眼中的欣喜都快要漫了出来。都说少女情怀总是诗，叶枫虽然不是诗人，但她却很懂事。她几乎一眼就看出了陈可儿藏在眼底的那份欣喜，顿时心中一动，哀不及。见陈可儿转身要出去，叶枫连忙上前一步，一把攥住了陈可儿那双软弱无骨的玉手，温香如玉，让叶枫心中一荡。清纯美人的小手也带着茉莉花香，二人如今近在咫尺。单纯的宛如一张白纸一般的陈可儿瞬间害羞的无处躲藏，唰，她那闭月羞花般的清纯俏脸顿时红得像颗熟透了的苹果。可儿妹妹，这次我可是特意来看望你的，出售丹药只是其次而已，相比之下，我更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叶枫心中嘿嘿一笑，柔声说道。陈可儿那天鹅般修长的玉颈都红了，哼，你骗人！上次你走时曾说会经常来看望我的，可是一连数日你都没有出现。陈可儿心中虽然甜蜜至极，语气却带着一丝幽怨。可儿妹妹，这你可就冤枉我了。自从上次一别，我心里一直对你念念不忘，时时刻刻都想见到你。闻着清纯美人身上那淡雅的茉莉花香，叶枫只觉得自己的心都要醉了，连忙又靠近了一些。可儿妹妹，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思念入了骨，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见面呢？陈可儿哪里听过这些羞人的情话，只觉得娇躯都在发烫，心里像是吃了蜜一样甜。哼，我可没有这么说，你嘴上说的好听，谁知道你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但身为少女的矜持，还是让她嘴硬道，说不定你就只是哄哄我而已，我才不信呢。说完，她扭了扭身子，作势欲走。陈可儿嘴上说着不信，可那甜丝丝的语气却暴露了她的内心欢喜。见她扭动挣扎，叶枫哪里还能忍得住？她胆子大了起来，松开了清纯美人的玉手，一把搂住了她那纤细柔软的腰肢，将她抱在了怀中。啊！陈可儿突然被叶枫抱在了怀里，感受到她那壮硕的胸膛，顿时芳心狂跳不止。可儿妹妹，你怎么可能怀疑我对你的真心呢？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只好跟你实话实说了。叶枫紧紧地搂着陈可儿，感受着怀中的软玉温香，望着陈可儿那羞答答的美眸，深情地说道：我想娶你回家。什么？陈可儿闻言一愣，呆呆地看着一脸深情的叶枫。我说，我想把你娶回家，这样就能天天看到你，不用再被思念折磨，辗转难眠了。叶枫又重复了一遍，语气真挚，神情严肃。可儿妹妹，你愿意嫁给我吗？听到叶枫肉麻大胆的话，从未有过任何恋爱经历，纯得像张白纸一样的陈可儿哪里见过这种攻势？他只觉得自己心里的小鹿在疯狂的乱蹦，心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巨大的不知所措让陈可儿芳心大乱，如同受惊的小鹿从叶枫的怀中猛地挣脱了出来。虽然他心里也对叶枫很有感觉，听到叶枫的甜言蜜语会觉得很开心，叶枫表露心迹也让他感到暗喜。陈可儿虽然从未有过恋爱的经历，但心里也很明白自己恐怕是喜欢上叶枫了，所以才对他那些肉麻露骨的话不仅没有任何的反感，反而还十分受用，特别爱听，非常上头。可喜欢是真的，上头也是真的，但突然要嫁人却是陈可儿从未想过的。毕竟她才19岁，在遇到叶枫之前，她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嫁人，也压根没想到自己会这么突然的坠入情网。因此面对叶枫的突然告白，还有那要娶自己回家的宣言，陈可儿真的心乱了。望着一脸错愕的叶枫，陈可儿抿了抿红唇说道：枫哥哥，这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做好嫁人的准备，你让我考虑考虑，我先去帮你喊张朝凤过来。说完，陈可儿拉开了房门，逃也似的跑了出去，留下叶枫独自愣在了房间里。糟了，这小妞不会是被自己吓到了吧？叶枫伸手挠了挠头，有些哭笑不得。像陈可儿这种情窦初开的懵懂少女，确实很容易拿下，也很容易让她上头，爱得死去活来。但她毕竟还是太年轻，突然谈婚论嫁，确实有些唐突了，很容易适得其反，让她受惊下头。想到这，叶枫叹了口气，这波确实有点操之过急了，应该循序渐进才对。等到他意乱情迷，对自己爱到死心塌地离不开的时候，再提这件事的。只希望这小妞可千万别被自己突然求婚吓到不敢再见自己了，那样的话可就前功尽弃了。
正当叶枫心底忐忑不安的时候，系统面板忽然弹出了陈可儿情缘值增加的提示。叮咚，恭喜您与陈可儿的情缘值增加10点，获得奖励阴阳和合同星配、玄阶中品法宝，同心配位阴阳2块，具有感知对方的方位、千里传音、心心相印等神异功效。赠送给道侣后佩戴越久，则感情越深，天地同心，阴阳和合，实乃定情至宝。获得奖励星火流光阵，玄阶下品法宝。此阵布置一次需耗费数十万灵石，若受到外力侵袭，可自主催发上百枚星火流光护主，宛若天外流星雨爆发，不仅炫目至极，威力更堪比金丹大能全力功法，乃是大范围杀伤性法阵。陈可儿当前情缘值60，看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叶枫顿时眼前一亮，欣喜不已。相比较那些系统奖励，叶枫更关心的是清纯美人的情缘值，居然在此刻提升了，情缘值增加了，这也说明了清纯美人陈可儿刚才并没有被自己吓到，她只是单纯的害羞，感到芳心大乱而已。那就好办了，那我就放心了。看到系统面板上陈可儿的情缘值增加了10点，叶枫这才放下心来。情缘值增加了，这说明清纯美人陈可儿并没有被自己吓到，只是单纯的害羞，感到芳心大乱而已。看来刚才自己的那一番话并没有真的吓跑陈可儿，反而误打误撞拉近了2人的距离和情缘。那小妞刚才看似落荒而逃，估计现在心情平复了，正不知道躲在哪偷着乐呢。那就好办了，那我就放心了。叶枫心中大定，索性研究起了刚获得的系统奖励。这阴阳和合同星配看起来似乎还不错，玄阶中品的法宝，分为阴阳2块玉佩，可以感知对方的方位，还能千里传音。不过这心心相印是什么意思？要2颗心贴在一起吗？需要脱光了才能相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太棒了呀！赠送给道侣后佩戴越久，则感情越深，天地同心，阴阳和合，这个功能倒是不错，看来是个培养感情的好宝贝。这么高阶的法宝，应该有防御等其他功能才对，正好可以送给陈可儿，到时心心相印好好研究一下。想到这，叶枫嘿嘿一笑，又看起了那个星火流光阵。这东西是个玄阶下品的法宝，此阵布置一次需耗费数十万灵石，看描述应该是个大范围的杀伤性法阵，是说受到外力侵袭，可以自主催发上百枚星火流光，宛若天外流星雨爆发，不仅炫目至极，威力更是堪比金丹大能全力功法。听起来很吊的样子，就是布置的代价有点高。叶枫也不知道自己能用星火流光阵来做什么，难道要布置在叶家周围吗？万一有人不小心触发了怎么办？到时候上百枚星火流光护主，堪比金丹大能全力功法，那不得摧毁大半个顺天城啊！若真的酿成这么大的惨祸，顺天城主非得把自己皮扒了，挂在城门示众不可。这东西好是好，不过确实是个大杀器，万一用不好，后果非常严重，必须得慎用才行。想了想自己在叶家布置上这个法阵，然后被人不小心触发，上百枚星火流光轰炸全场的画面，叶枫就感到一阵后怕，小心脏凉飕飕的。这次的系统奖励确实也很强大，但是目前看来似乎就只有阴阳和合同星配比较好用。眼下自己和陈可儿的情缘值已经到达了60点，距离100的满情缘也只差40点了。等找机会将阴阳和合同星配送给陈可儿，看看能不能直接冲上100点，到那个时候应该就可以将他收入囊中了吧。毕竟前几日自己只是送了他2颗极品筑基丹，就让情缘值一下子提升到了50点，这么好的定情玉佩送出去，还不得迷死他。想到自己马上就能和清纯美人将情缘值拉满，然后获得更高级的奖励，最后彻底得吃点亮美人虚影。叶枫美帝鼻涕冒泡，闻着怀中陈可儿残留的茉莉花香，整个人飘飘欲仙。没话说，修仙子就是爽，吃呀！正当叶枫浮想联翩之时，贵宾室的门发出一声轻响，紧接着一道人影走了进来。叶枫回过神来，只见张朝凤一脸笑眯眯地走了进来，在他身后并未发现陈可儿的身影。叶公子，咱们又见面了。张朝凤看见叶枫左顾右盼，一副抓耳挠腮的样子，不由得呵呵一笑，心知肚明地说道：单要柜台繁忙，可儿他还要接待客人，今日就由老夫一人为叶公子服务，如何？无妨，无妨，那就有劳张朝凤了。叶枫闻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连忙行礼道：对于这个笑呵呵的老朝凤，叶枫心里还是很有好感的，毕竟他并未因为自己修为低就看轻自己，上次还为了跟自己套近乎，多给了自己几千灵石，足以证明对方的诚意。至于陈可儿则不必担心，不管是真的柜台繁忙走不开，还是仍旧感到羞涩不好意思见面，都没关系，情缘值提升了就是最好的证明。那小妞现在好着呢，逃不出叶枫的手掌心，早晚把她拿下。叶公子，这次是否又有极品筑基丹出售？上次那36颗极品筑基丹，丹药刚上架便销售一空，修士们都抢疯了，简直供不应求。张朝凤笑眯眯地搓着手，开门见山道。叶枫闻言唇角微扬，随手抛出了一个储物袋，这次确实有筑基丹，品质和上次一样，而且足足有80颗。80颗！张朝凤闻言豁然起身，山羊胡激动的直颤。他一把抓过储物袋，探入神识，只见80颗经文流转的丹药，氤氲着磅礴药力，赫然全是极品的成色。张朝凤心头瞬间狂喜，上次36颗极品筑基丹备受欢迎，如今数量翻倍，
那些捶胸顿足没抢到的修士，这次怕是要挤破自家门槛了。足足80颗极品筑基丹，奇珍楼等于是又来了一笔大生意。他作为丹药朝奉，也能有一笔非常可观的提成。好，叶公子果然是大手笔。张朝奉连赞3声，脸颊涨红如醉酒。既然如此，那可太好了。这80颗极品筑基丹，还按上次的价格7000灵石一颗，我奇珍楼全收了。说着，他兴奋地站起身就要往外走，准备立刻去取灵石。张朝奉且慢！就在这时，叶枫却轻轻地抬了抬手，一把拽住了张朝奉的衣袖。叶公子这是何意？莫非是嫌弃我奇珍楼的收购价太低了吗？张朝奉脚步一顿，心头猛地一沉，疑惑地转过身，谨慎地说道：若是如此，价格方面我们还可再谈，公子不妨开个价。张朝奉多虑了，奇珍楼的价格公道合理，我并无不满，价格就按上次的来，低一点高一点都无所谓。听到张朝奉紧张的询问，叶枫只是淡淡一笑，神态依然从容自若。我既然选择再次来奇珍楼交易，正是因为和你们做生意放心。张朝奉闻言，悬着的心瞬间落了地，他不由得竖起大拇指，由衷的赞叹道：叶公子有魄力有格局，不拘泥于蝇头小利，果然是人中龙凤。那公子方才拉住老夫，到底是所谓何事？他实在想不通，叶枫既然对价格没有异议，又为何要拦住他结算？张朝奉莫怪，之所以拉住朝奉，是因为今日出售这80颗筑基丹，只是顺带而已，小事一桩。叶枫闻言微微一笑，抬手做了个安抚的手势。我此行真正想要交给奇珍楼出售的，其实是这些。话音未落，叶枫手腕再次一翻，从怀中又取出了一个更加沉甸甸的储物袋。看着叶枫那副神秘莫测的表情，张朝奉的心脏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跳动，心中一动，莫非还有惊喜？他连忙双手捧起储物袋，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探入一丝神识，打开了袋口。当储物袋内的景象映入张朝奉识海的刹那，轰！一道无形的惊雷在这位在奇珍楼建丹几十载的老朝奉脑海中炸响。纵使张朝奉见惯了奇珍异宝，此刻的瞳孔也忍不住骤然收缩，嘴巴张得极大，下巴都快掉到桌子了。他看到了什么？这是极品神元丹，整整100颗极品神元丹。张朝奉望着手中的储物袋，竟然罕见地惊呼了起来。整整100颗极品神元丹，每一颗都圆润饱满，色泽莹润如玉，散发着纯粹而磅礴的灵气波动，其上清晰流转的深邃丹纹，正是极品丹药独一无二的标识。张朝奉在奇珍楼做剑丹，朝奉基10载，经手的丹药无数，但一次性见到这么多极品神元丹，还是生涯头一遭。作为奇珍楼资历深厚的老朝奉，他太清楚神元丹的价值与地位了。如果说极品筑基丹是炼气期修士梦寐以求的破镜神物，那么神元丹则是从筑基后期直至金丹期，甚至元婴初期的大修士都频繁使用，不可或缺的修炼资粮。其市场潜力之大，受众层次之高，远非筑基丹可比。在那些真正追求大道、修为高深的大修士眼中，高品阶的神元丹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丹药。而眼前的这100颗还不是普通的神元丹，而是极品。这极品神元丹的药效之强横，足足是普通神元丹的2倍。这个发现顿时让张朝奉的心脏狂跳。想一想，若是别人都在服用普通的神元丹，而你却服用的是极品神元丹，同样的修炼时间和天赋灵根，你的修炼速度却比别人快了1倍。无论是用来追赶对手，还是对付旗鼓相当的死对头，比对方快上1倍的修炼速度，这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足够让持有者后来居上，弯道超车，压制对手，实现逆转了。这是足以改变修行轨迹，碾压同辈，甚至逆转战局的战略级优势。叶公子，这些极品神元丹简直是太完美了，太不可思议了。张朝奉猛地抬起头，看向叶枫，激动地表示，这100颗极品神元丹足以让整个顺天城的高阶修士为之疯狂。他深吸了一口气，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报出了价格。叶公子，这100颗极品神元丹，8000下品灵石一颗，我奇珍楼全收了。叶枫闻言，只是风轻云淡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意思，也看不到丝毫的兴奋之色。这份超越年龄和修为的定力与气度，让张朝奉顿时钦佩不已。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100颗极品神元丹的价值，那可是80万下品灵石啊！别说是一个炼气期的修士，就算是对于金丹期的大能来说，这也绝对是一笔不容忽视的巨额财富，足以购买珍稀材料、法宝，甚至支撑起一个小型宗门一段时间的运转。面对如此巨款，几乎没有人能真正做到心如止水，置之度外。而叶枫的那份从容淡定，仿佛谈论的并不是一笔足以让金丹大能都眼红的巨额财富，而仅仅是几块普通的石头。这份超然物外的境界，让见惯了人情冷暖、利益纠葛的张朝奉在震惊之余，不由得肃然起敬，心中对叶枫的评价瞬间拔高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张朝奉双手捧着2个储物袋，激动的手指都在微微颤抖。一个80万下品灵石的极品神元丹，一个是56万灵石的极品筑基丹，这将是奇珍楼近期最大的一笔进项。而促成此事的他，地位和收益都将水涨船高。叶公子，既然如此，那老夫便去帮您把这些丹药全换成灵石了。张朝奉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兴奋红光，此刻的叶枫在他眼中无异于一位活生生的财神爷。且慢，然而
叶枫的声音再次响起，又一次伸手拦住了张朝凤。张朝凤闻言动作一致：“叶公子，您这又是？”看着张朝凤那副惊疑不定的表情，叶枫微微一笑，慢悠悠地说道：“别急呀，张朝凤，我这还有一种丹药，就是不知道你老人家认不认识。”呵呵，叶公子说笑了，这世上还有老夫不认识的丹药吗？张朝凤闻言一愣，随即那股经营丹道数十年的自信与傲气立刻涌了上来。老夫在这奇珍楼建丹几十余载，不敢说通晓天下所有丹方秘录，但凡这世间流传的丹药，9成9都过过老夫的眼。只要是这世上的丹药，老夫只需看一眼，闻一闻，便立刻能将它的名称、品阶、主材、药效说出个一五一十来。他顿时挺直了腰板，捋了捋花白的胡须，脸上露出了笃定笑容，自信满满的说道：“不信的话，公子尽管拿出来便是。”看着张朝凤那副无所不知的样子，叶枫轻笑了一声：“张朝凤此言当真，可别把话说得太满了呀。公子放心，老夫这把年纪了，这点眼力还是有的。”张朝凤信心十足地催促道：“好，那就请张朝凤品鉴一二吧。”叶枫不再多言，手腕一翻，从怀中取出了装着40颗神骨丹的储物袋，轻轻推到了张朝凤面前。张朝凤见状，骄傲地翘起了胡须，带着让你小子开开眼界的心态，伸手打开了储物袋。顿时，一股浓郁、清冽却又带着一丝奇异、厚重感的丹香瞬间弥漫开来，沁人心脾。显然又是极品丹药，无疑。张朝凤脸上自信的笑容更盛，低头仔细瞧去看去，只见储物袋内40颗丹药静静地躺在其中。丹药通体呈现出一种明白温润、近乎半透明的玉质光泽，表面光滑圆融，隐隐有氤氲宝光流转。无论是色泽还是灵韵，都显示着其极高的品质。但是随着张朝凤看得越仔细，他脸上的笑意就凝固得更快了。他微微皱起眉头，将鼻子凑近袋口，仔细地嗅了嗅那独特的丹香，眉头锁得更紧。时间1分1秒的过去，贵宾室内只剩下张朝凤的呼吸声和翻看丹药的摩挲声。他脸上的轻松和自信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浓的困惑、凝重，甚至还有一丝难以置信的尴尬。张朝凤只觉得脑子里翻江倒海，他把这辈子见过的所有丹药都想了一遍，却硬是找不到一个能与之匹配的名字。最后尴尬地发现自己竟然真的认不出来这40颗极品丹药到底是什么东西。咳，张朝凤有些尴尬地清了清嗓子，他下意识地挠了挠头，那张原本自信满满的老脸，此刻只觉得有些发热发烫。装逼装大了，这脸打得啪啪响。刚才还信誓旦旦说世上丹药没有不认识的，转眼就被这40颗神秘丹药难倒了。敢问叶公子，这到底是个什么丹药啊？见叶枫一副促狭的笑意，张朝凤再也忍不住了。既然想破头也想不出来，干脆直接不耻下问好了。张朝凤能在奇珍楼执掌丹药柜台几十年，这世上的各色丹药能逃过您老法眼的，恐怕真没几种。这份见识和博学，整个顺天城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人。叶枫是真心佩服的。看着张朝凤那副抓耳挠腮、老脸通红的窘迫模样，叶枫嘴角勾起一抹了然的笑意，也不再为难他，主动开口道：“他这番话既肯定了张朝凤的地位和能力，又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张朝凤闻言，虽然依旧感到尴尬，但心里确实好受了不少，眼巴巴地看着叶枫，等待下文。不过嘛，这丹药您认不出来也实属正常，因为它并非是当时流传的丹药。叶枫话锋一转，拿起桌上一颗丹药，解释道：“此丹名曰神骨丹，乃是自上古时期便已失传的一种宝丹，专门用于增强修士的体质根基。论其品阶，大概与神元丹相仿，同属黄阶丹药的范畴。”神骨丹。张朝凤闻言，顿时如遭雷击，猛地瞪大了眼睛，失声惊呼。这个名字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他记忆的迷雾，一段尘封在古籍之中的描述，瞬间在脑海之中清晰了起来。是了，应该是神骨丹没错，老夫记得在上古丹剑残篇中见到过此丹的介绍。张朝凤激动地一拍大腿，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神骨宝丹，凝玉成骨，强肌固本，乃淬炼肉身、打熬筋骨的无上妙品，对炼体修士更是无价之宝。不过，据传闻，这神骨丹的丹方早在万年前就已湮灭于历史长河，再也无人能炼制。张朝凤看看手中的玉白丹药，又看看眼前年轻的不像话的叶枫，心中的震撼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极品筑基丹，极品的神元丹，现在竟然连失传万年的神骨丹都出现在了叶枫的手中，而且清一色全是极品的成色。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他的背后究竟站着一位何等通天彻地的丹道大师？在整个顺天城，还有自己不知道的能随手拿出失传丹方的丹道大师吗？巨大的谜团和震撼让张朝凤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惊涛骇浪。叶公子，恕老夫多嘴，冒昧的问一句，您究竟师承何方神圣？他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心绪，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道：“令师尊是哪位隐士部出的丹道至尊高人？能否为老夫引荐一番？”张朝凤的眼中充满了无比强烈的求知欲和渴望。张朝凤，这个问题我上次就已经回答过你了。面对张朝凤的询问，叶枫只是淡然一笑，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语气平淡地说道：“这些丹药都是我亲手炼制的，这绝不是我不愿为你引荐的托词，
因为我从未拜过任何人为师，实话不瞒您说，这也才是我第2次炼丹而已。轰隆！叶枫的话如同9天惊雷，直接在张朝凤的脑海中炸开了。什么？这怎么可能？张朝凤猛地发出了一声震惊的呼喊，他看了看叶枫，又看了看手中的丹药，充满了不可置信。你是说，这些极品丹药，还有这失传的神骨丹，全都是你这个炼气期的小修士自己炼出来的？你甚至没有拜过任何丹修为师，这还仅是你第2次炼丹，这怎么可能？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事？面对张朝凤的震惊和质疑，叶枫依旧端坐着，神态云淡风轻。没错，确实如此。张朝凤闻言如同被施了定身法，僵立在原地，望着眼前只有炼气期修为的叶枫，哑口无言。一个炼气期修士无师自通，随手炼制出了丹道大师都望尘莫及的极品丹药，甚至还包括失传万年的神骨丹。这件事的荒诞程度，几乎可以和一位3品灵根的废物忽然在一夜之间飞升成仙有得一拼了。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此事绝不可能，老夫绝不可能相信！张朝凤忽然扯着嗓子喊道，激动的样子甚至吓了叶枫一跳。这些极品丹药，就算是一向被称为丹道天骄的雷逸欢雷大师，都不一定能炼制出来。你一个炼气小修，恐怕连20岁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有如此深厚的丹道造诣？你可知道丹修一道并无捷径可走，必须得一步一个脚印，终日与丹炉丹火为伴，至少数10年的苦练才能有所成就。叶公子，你若是不想为老夫引荐也没关系，可也没有必要如此戏弄老夫吧？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此事绝不可能，老夫绝不可能相信！张朝凤眼睛瞪得滚圆，仿佛听到了世上最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炼气期修士连炉火都掌握不好，怎么可能炼制出这么多极品丹药？就算是天才，也总有个限度吧？一个20岁都不到的炼气小辈，却比苦练了数十上百年的丹道大师都要厉害，这简直是危言耸听，耸人听闻，闻所未闻。如果说这些极品丹药真的都是叶枫亲手炼制的，那可就不是在打某个人的脸，而是在打全天下丹修的脸了。张朝凤，在下绝非戏弄您老人家，实在是我不说你又一直问，我说了您又不信，这真的让我很为难啊！见张朝凤一副见了鬼的模样，叶枫摇了摇头，一脸的无可奈何。叶公子，并非是老夫不肯相信，实在是你的这个说法实在是骇人听闻，老夫万万不敢相信啊！张朝凤也是摇了摇头道，罢了罢了，既然如此，老夫就不问了，还是先说说这神骨丹吧。说着，他将心头的疑惑和杂念强行压下，伸手拿起了一个神骨丹，轻声说道，这神骨丹乃是黄阶宝丹，据古籍记载，并不需要修士可以锻炼体质，仅靠服用此丹便能增强修士的肉身强度，淬炼体内的杂质。但这毕竟是自上古时代便失传的丹药，具体药效如何，还要经过验证才能知道，所以恕老夫也不知道此丹到底该如何定价，不如先留在我奇珍楼，等老夫和掌柜的商议一番，再给叶公子一个合理的价格，如何？叶枫闻言点了点头，他也明白这种失传已久的丹药未经过验证确实不好定价，毕竟药效和价格都需要经过修士和市场的认可才行。于是便无所谓的摆了摆手道，一切都由张朝凤做主吧。张朝凤向着叶枫拱了拱手道，多谢叶公子理解，那老夫就先帮叶公子将筑基丹和神元丹换成灵石，这神骨丹就先留在奇珍楼，100颗极品神元丹，8000灵石1颗，一共是80万灵石，再加上80颗筑基丹的56万，一共是136万下品灵石。叶公子您确认一下，数量可对？数量没有问题，不过这次我不想换成灵石了。叶枫轻轻颔首道，我手中还尚缺一本玄阶以上地功法，最好是适合女子修炼的，请问张朝凤，我能否将这些灵石换成一本玄阶功法？叶枫想到家中的唐雨霏虽然有自己为他提供丹药，但他本身所修炼的功法其实很一般，只有黄阶下品，黄阶的修炼功法还是太低级了，不仅上限不高，只能修炼到金丹期，而且功法运行的线路也很粗糙，极大的拖慢了唐雨霏的修炼速度。若是能有一本更高级地功法替换，不仅唐雨霏的上限能提高一些，就连他修炼的速度都会变快不少，对于叶枫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没问题，叶公子，我们奇珍楼无奇不有，什么样的功法都有。听到叶枫的问题，张朝凤没有丝毫犹豫，很爽快地说道，一本适合女修的玄阶上品功法，售价大概在80万灵石左右，那剩下的灵石，叶公子有何打算？剩下的灵石麻烦张朝凤也帮我全部换成武技或是法宝吧。叶枫想了想，唐雨霏有了功法，却没有什么武技和法宝，干脆这次就一次给他补齐算了。张朝凤闻言顿时一阵激动，这叶枫还真是自己的大财神啊！先是给自己送了一笔136万灵石的大生意，转头又在他手上全部消费掉了。就这么一来一回之间，张朝凤手上就有了200多万的流水，这其中奇珍楼至少会奖励他10几万的提成。这么一想，张朝凤甚至还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连忙表示必须给叶枫挑选最好的功法、武技和法宝，一定要让叶枫满意。留下叶枫在贵宾室中等待，张朝凤匆匆离去。面对这么一个花钱如流水的大财神，当然要亲力亲为，把叶枫伺候舒服了才行。不对啊，若是自己所料不错，这叶枫手上能有这么多极品丹药，他的背后肯定是有师尊的，那他这么花钱如流水，
视灵石为粪土，难道就不怕他师尊发现吗？那位神秘的丹道大师就任由他这么花灵石，自己辛辛苦苦炼制出来的极品丹药，却没有带回去一块灵石，转头就给全部花掉了。叶枫他又怎么和师尊交代呢？张朝凤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眉头紧锁地思索着，难道说叶枫所要换取地功法、武技和法宝，都是为他师尊置换的吗？这么一说，倒是也能说通。可是，一位丹道造诣如此深厚的大师，还会看得上玄阶地功法和武技？想到这，张朝凤的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极度荒唐的念头，还是说叶枫他没有诓我，这些极品丹药都是他亲手炼制的，所以他才能自由地支配这笔巨额灵石，而不用跟任何人交代，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师尊。不会吧？不可能吧？一个炼器小辈真的能有如此深厚的炼丹造诣吗？张朝凤被自己心里忽然冒出的念头吓了一跳，短暂的思考后，他连忙强迫自己打消了这个念头。人真是越老越多疑，我到底在想什么呢？此事绝不可能。张朝凤哑然失笑，若是一个炼器小辈都能炼制出这种成色的极品丹药，那全天下的丹修就都白活了，干脆死了算了。苦修炼丹数10年，还比不上一个炼器小修，还有什么脸面活着？算了，一定是老夫多想了，还是先去为叶枫兑换功法那些吧。这些神古丹不知道药效如何，待会先去和掌柜的商量一番，再做决定为好。张朝凤办事效率极高，由他亲自出面为叶枫跑腿办事，很快便搞定了一切。叶枫仅仅在贵宾室等了不到1刻钟，便再次见到了张朝凤。叶公子，老夫信不辱命，已经为你选好了最符合你要求的东西。张朝凤一进门就笑眯眯地冲着叶枫开口道：“这本玉女素心诀乃是奇珍楼最好的一本玄阶上品功法，不仅功法玄妙，而且还有驻颜美体之功，最适合女子修炼了。”叶枫接过张朝凤递来地功法，闻言大为满意。玄阶上品地功法足够唐雨霏修炼到元婴大圆满巅峰了，甚至是称道化神期使用都绰绰有余。而且这功法居然还能驻颜美体，那就更妙了。谁不希望自己的女人越变越美的呢？唐雨霏本来就已经是倾国倾城之姿了，若是能变得更美，叶枫都不敢想象自己游龙搞耍的时候会有多兴奋了。不错，张朝凤辛苦了，这本功法我很满意。见叶枫满意，张朝凤呵呵一笑，连忙又拿出了一本武技和一件法宝，介绍道：“叶公子，您再看这本名为瑶台玉箫曲的阴杀类武技，还有这把玄阶法宝瑶台玉箫，这可是极为罕见的武技与法宝相配套的组合。阴杀类武技不仅杀伤力极强，而且修炼起来极为灵动飘逸，赏心悦目，极为适合女子修炼。”听到张朝凤的介绍，叶枫只觉得眼前一亮，哟呵，还有吹箫绝技，太棒了！本公子要的就是吹箫。叶枫几乎是没有任何思考，就接受了张朝凤挑选的这3样物品，满意的忍不住给他竖了个大拇指。好你个老小子，我还以为你挺正经的，没想到你这情趣品味也不低啊，选得太妙了，真的深得我心啊！感受到叶枫的满意，张朝凤一脸得意之色，只要财神爷满意，那就是他的骄傲。二人又寒暄了一会，叶枫这才转身打算离开。张朝凤甚至一路将他送到了奇珍楼的大门口。叶枫左顾右盼，也没见到陈可儿那清纯亮丽的身影，不由得感到一阵失落，最后怅然若失地叹了一口气，失望地走出来奇珍楼。枫哥哥，你等一下！叶枫刚走出奇珍楼没多远，身后便传来了一阵如清泉流淌一般悦耳好听的呼唤，顿时让他心中一喜，这正是那陈可儿的声音。叶枫连忙止步，回头望去，只见陈可儿正俏生生地站在自己身后不远处，一脸娇羞地看着自己。可儿妹妹，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你不会不见我的。叶枫快步走近，一把将陈可儿那双温润的玉手攥了起来，上下摩挲了起来。刚才你离开后，我一直在想着你，生怕就再也见到你了。当街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叶枫握住玉手，又听到他这深情肉麻的话，陈可儿那张清纯亮丽的绝美容颜，唰的一下就红透了。呸呸呸！什么叫再也见不到了？枫哥哥你就会乱说。他那双灵动的美眸白了叶枫一眼，语速极快地说道：“现在不是说话的地方，明天晚上你来城西望月楼，我有话跟你说。”说完，不等叶枫反应过来，他一把抽出了玉手，捂着俏脸羞答答地转身跑远了。可儿妹妹，你慢点跑，明天晚上城西望月楼，我一定会去的，不见不散。望着陈可儿那宛如风中白柳一般婀娜多姿的倩影，叶枫看的眼神都直了。可儿妹妹，你好香啊！叶枫贪婪地闻着清纯美人残留在自己手中的茉莉花香，只感觉一阵心神迷醉。跟可儿妹妹在一起的时候，果然连空气都是甜的，吹过她身上的风都是小香风。也不知道可儿妹妹约我在城西望月楼要有什么话儿说，难道是要答应我的求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就太棒了。不行，光有阴阳和合同新配还是不能够证明我对可儿妹妹的真相，我还得想个办法给可儿妹妹制造一些浪漫和惊喜才行。务必要在明天晚上彻底将情缘直对到100，将可儿妹妹收入囊中。叶枫嘿嘿一笑，带着无限的遐想，转身向着叶家走去。而此时的奇珍楼中，顶楼的一间装修极为奢华的房间内，一位身穿火辣红裙的娇媚女子正听着张朝凤向她汇报情况。此女肌肤胜雪，一双凤眼顾盼流连，
一袭红色长裙将她的曲线勾勒得惊心动魄。她的长相明艳动人，像是一朵含苞待放的娇艳玫瑰，眉目之间隐约还有着一丝异域的风情，身姿高挑丰盈，正是人称顺天玫瑰的林婉农，亦是奇珍楼掌柜的。你是说，那位名叫叶枫的炼器小修，坚称自己没有师承，所有的极品丹药都是他炼制的？林婉农慵懒地开口，声音极其娇媚，只闻其声便令人心神摇曳。正是，不过老夫认为此子所言并不属实，在他背后定然另有高人。张朝凤恭敬地答道：那你心中有何打算？林婉农那双桃花眼眸光流转，老夫认为此子及其背后的高人目前与我奇珍楼关系不错，2次的交易都很愉快，他们手中的极品丹药不少，这2次交易的丹药老夫都仔细检查过，全部是新鲜出炉的极品丹药。如此丹道高人，咱们应该以结交为主，这些善缘日后定能为奇珍楼带来更多的利润。面对林婉农的询问，张朝凤如实地说出了心中的想法。林婉农思忖了一番，随后轻启红唇道：我对那神古丹实在是闻所未闻，这毕竟是自上古便失传的宝丹，虽然古籍之中尚有零星记载，但药效如何，谁也不知道。关于叶枫一事，张朝凤你就全权做主吧，神古丹的药效和定价你自己看着吧。掌柜的意思老夫明白，但是这神古丹就连老夫都一知半解，我只怕定价太高咱们没有利润，定价太低又会得罪那位神秘高人。张朝凤一脸为难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林婉农望着他手中那只装着神古丹的储物袋，忽然想起了一人，于是便说道：裂了，这城中雷家的雷一欢乃是顺天城公认的丹道大师，也不知他出关没。雷大师一直喜欢研究上古丹方，相信他一定会对这些神古丹感兴趣，说不定他会知道些什么。张朝凤你与雷一欢乃是多年的好友，不如去问一下他的意见。听到林婉农的话，张朝凤点了点头道：多谢掌柜的指点迷津，那老夫就走一趟雷家，看一看雷大师有何高见。说罢，张朝凤对着林婉农深施一礼，极为恭敬地退出了房间。与此同时，叶枫也已经回到了叶家，唐雨霏也恰好结束了今日的修炼功课，缓缓地睁开双眸。她身上只有一件丝质睡裙，紧紧贴着肌肤，将连日滋补调养下，那越发玲珑的身段展露无遗。相比之前那份拒人千里之外的清冷孤高，此刻的唐雨霏仿佛天生带着香味，透出一种令人心颤的美态。她那张倾国倾城的脸上依旧维持着大家闺秀的端庄仪态，柔顺的青丝略显凌乱的披散在肩头，更添几分慵懒风情，不自觉流露出的成熟风韵，让叶枫的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他越来越大胆放纵的修炼状态。原来反差感这个东西，无论在哪个世界都是那么的令人着迷。叶枫心中暗叹，目光灼灼，见到叶枫归来，早已将身心彻底托付的唐雨霏，脸上自然而然地绽放出了娇艳的笑容。夫君，你回来了。美艳娇妻的声音娇媚婉转，带着依赖与欣喜。她轻盈地迎了上来，带着一股香风，无比自然地扑进了叶枫的怀抱里。回来了。软玉温香满怀，叶枫的心也瞬间变得无比柔软。唐雨霏柔顺的依偎，温柔而体贴地为她整理微微凌乱的衣襟。叶枫享受着这份温存，眉眼间流露出宠溺的温柔。雨霏，我给你带了点好东西，你且看看喜不喜欢。叶枫一边说着，一边从储物袋中取出了在奇珍楼精心兑换的3样物品：一本玄阶上品的女修功法玉简《玉女素心诀》，一卷记载着玄妙音律的阴沙5记卷轴《瑶台玉箫曲》，以及那只通体雪白、灵光流转的玄阶法宝瑶台玉箫。夫君，这些都你为雨霏准备的。唐雨霏惊喜万分的双手接过，看着手中价值不菲的功法、武技和法宝，心中瞬间被巨大的暖流和感动填满。是的，我在奇珍楼特意为你挑选的，全是最适合女修的法门。叶枫柔声说道。夫君，你真好。唐雨霏抬起头发，出了一声深情的低唤，明亮的眼眸中氤氲着水光，是喜悦，是感动，更是深沉的依赖与爱意。那奇珍楼里全是顺天城修士公认的好东西，这3样东西每一件都价值不菲，可见叶枫对自己的心意。叶枫不仅源源不断地为自己提供极品丹药和灵石，如今更是为自己特意挑选了如此贵重的礼物，连眼都不眨一下。他如今不仅战力惊人，丹道通神，更是对自己百般呵护，为自己遮风挡雨，提供一切修炼所需，甚至连功法武技和法宝都为自己考虑周全了。这实在是太令唐雨霏感动了，芳心之中满是温暖的深情。这是给我的箫，我从未吹过呢。唐雨霏的目光被那只精致华美的玉箫所吸引了。身为大家闺秀，顺天城有名的唐三小姐，但她却从来不通音律乐理，更没有接触过箫这种乐器。你试试看。叶枫含笑点头，鼓励道：瑶台玉箫曲既是音沙之术，亦蕴含音律之美，试试它的音色也好。唐雨霏像个得到心爱玩具的小女生，立刻将那温润的玉箫凑近娇艳欲滴的红唇。她伸出纤纤玉指，笨拙地尝试着覆盖那音孔，动作明显带着初次尝试的僵硬和生疏。叶枫静静倚在一旁，目光柔和地欣赏着这一幕。美人直箫，身姿曼妙，即便是笨拙的姿态，也自有一番动人的韵味。你的手要拿稳一点，气息要绵长舒缓，要有节奏，徐徐图之，不要太急。对，就是这样，没错，你太棒了，雨霏。叶枫轻声指点，
温热的大手附上他微凉的手背，帮他调整着手指的位置。唐雨霏渐渐地找到了感觉，他的动作终于不再那么僵硬。经过几次尝试，终于从玉箫的孔洞中流淌出了动听的空灵韵味。夫君快看，我成功了！唐雨霏惊喜地低呼，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感受到了。叶枫一直都在闭着眼睛享受着美艳娇妻吹奏的仙曲儿。唐雨霏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兴致勃勃地继续尝试，神情认真而投入，很快便渐入佳境。这一刻，叶枫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和放松。他忽然觉得自己的一切努力与奋斗，此刻似乎都变得值得了起来。自己只需为美艳娇妻遮风挡雨，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与依靠，而这位全心全意属于自己的美娇妻，则满怀感激，倾尽她的温柔、风情与努力来回应这份深情。二人之间相濡以沫，互相成就彼此，为对方提供充足的价值。这或许就是两个人相处最和谐美满、令人沉醉的方式。美艳娇妻吹奏的玉箫清音仍在室内流淌，正如同二人此刻心底洋溢的温情，无声地浸润着两人的世界。奢华的紫檀神木大床之上，散发着幽香，宛如一方独立的小天地。经过叶枫连日来的滋养，唐雨霏越发光彩照人，容光焕发。原本的清冷气质被一种成熟妩媚的风韵取代，肌肤银白胜雪，吹弹可破。眼角眉梢间流转着的慵懒春情，仿佛一朵盛放的牡丹。叶枫与唐雨霏相拥而卧，望着怀中的美艳娇妻，让他丹田内的阳气隐隐地躁动了起来。正当叶枫准备开始正式修炼的时候，唐雨霏那双水润的眸子忽然睁开，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意，猛地伸出了纤纤玉手，一把将叶枫推倒在了一旁。叶枫猝不及防，疑惑地看向突然造反的美娇妻。夫君，你一向操劳，实在是辛苦了，今日就让雨霏服侍你吧。唐雨霏优雅地支起身子，声音软糯，夫君乖乖躺好即可。她唇角勾起一抹足以颠倒众生的妩媚笑意，那双曾经清冷的眼眸此刻波光流转。话音未落，不等叶枫回应，唐雨霏已然俯下了那如天鹅般优雅的真手。叶枫眼中的震惊迅速被淹没，他万万没想到，这位曾经端庄矜持的大家闺秀，竟能展现出如此懂事的一面。不知过了多久，用功修炼的两人终于精疲力尽地停了下来。这一次酣畅淋漓的游龙，叶枫只觉丹田内的灵力如沸水般翻腾，炼气9层的境界壁垒变得越来越薄。终于在最后一次极致升华时，体内奔腾的灵力终于冲破了最后的桎梏，如同江河奔涌入海。叶枫的气息陡然拔升，变得更加浑厚凝练，竟然再次突破到了炼气9层的新境界。恭喜夫君突破到炼气9层！唐雨霏脸颊绯红如霞，眉眼间尽是满足和疲惫的慵懒。看到叶枫成功突破，他眼中闪烁着自豪与喜悦的光芒，像一只备受宠爱的猫儿，无比依恋地蹭了蹭叶枫，将那只玉箫紧握在了手中，仿佛握着它就握住了夫君沉甸甸的心意和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很快，彻底放松下来的唐雨霏带着心满意足的甜美笑意，沉入了香甜的梦乡。叶枫轻轻搂着怀中温香软玉，低头看着美艳娇妻那安详的睡颜，心中一片安宁与温暖。自打觉醒系统以后，叶枫是一天都没有正经苦修过，修为却一路水涨船高。这一切都离不开唐雨霏的鼎力相助。叶枫所有的努力都用在了修仙子上面，让他大呼痛快，这才是修爽仙的正确方式。紫檀神木大床上灵气氤氲，叶枫满意地感受着丹田内已达炼气9层的澎湃灵力。我都带着系统穿越了，还要勤修苦练，那我这些不是白修了吗？目光扫过美艳娇妻那完美无瑕的玉衫，香甜入梦的她微微起伏的峰峦勾勒出爆炸的曲线。叶枫轻手轻脚的起身，浑身骨节发出噼啪爆响，只觉得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到了极点。目光扫过窗外，夕阳的余晖将顺天城染成了一片温暖的橙红。这次游龙搞耍，竟然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一天。夜色将至，正是约会的好时候。看着天色，叶枫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心中充满了期待。今日正是与陈可儿约定在城西望月楼见面的日子。想到陈可儿那清纯可人的模样，还有二人分别时那令人心神迷醉的娇羞，叶枫的心头一片火热。与美人约会是不宜迟，不过在那之前，我还要精心的准备一番，为可儿妹妹制造一出惊喜浪漫的约会，争取这一次将可儿妹妹的情缘值一次性刷满，将那位清纯美人彻底拿下，留下美艳娇妻唐雨霏在家休息。叶枫动作轻盈地闪身出了房门，他脚下生风，火急火燎地直奔顺天城西而去。叶枫并未直接来到望月楼，而是直奔城外一处地势较高的偏僻山坡，此处视野开阔，刚好能远远看见城西望月楼。此时夕阳已彻底沉入地平线，天幕由深蓝向墨色过渡，稀疏的星辰开始闪烁。时间不等人，得赶紧布置惊喜。叶枫在山坡上站定，神情变得无比专注。成败在此一举了，星火流光阵。他手掌一翻，一个巴掌大小的微型阵盘出现在了掌中，这正是之前系统奖励的星火流光阵。阵盘虽小，却刻画着无数玄奥的符文，宛若一个星空的小模型，其中蕴含着足以毁灭城池的强悍力量。将微型阵盘慎重地置于山坡的最高处，叶枫双手掐诀，引导着灵力小心翼翼地注入阵盘之中，接着又拿出10几万灵石，
将其全部埋在了针盘周围。一切布置妥当，阵盘上的符文依次亮起，发出微弱的星光，一股无形的能量波动向四周弥漫。这个方位正好和城西望月楼遥相呼应，启动时又不会波及到城中，堪称完美。星火流光阵的威力堪比金丹大能，全力一击，叶枫可不想因为约会将顺天城给屠了，那可太离谱了。当阵盘彻底激活，与周围的星光隐隐呼应，散发出蓄势待发的磅礴能量时，叶枫脸上露出了狂喜和期待交织的笑容。成了！他兴奋地低吼了一声，嘿嘿，可儿妹妹，等着瞧我为你准备这场浪漫惊喜吧！今夜过后，你必定是我的囊中之物。叶枫满意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杰作，随后望向顺天城西的方向，脚下再次发力，身形如离弦之箭般朝着望月楼飞掠而去。望月楼说是一栋楼，其实更像是一个赏月观景的亭台楼阁。当叶枫火急火燎地赶到城西望月楼时，夜色已完全笼罩了顺天城。叶枫远远地望见了那个伫立在清冷的月光下的娇俏倩影，正是今晚的女主陈可儿。本就清纯亮丽的陈可儿，今夜更是显得格外的美丽动人。她换上了一身素白胜雪的仙裙，勾勒出她玲珑有致的身段，裙裾随风轻扬，让她本就清新脱俗的气质更添几分仙气。在皎洁的月光中，陈可儿美得浑然天成，宛若9天之上的玄女悄然降临凡尘。叶枫呼吸一滞，眼神瞬间被牢牢吸引，看得几乎要吃了。可儿妹妹，她快步走上前，来到陈可儿身后不远处，柔声轻唤道：“我来了。”陈可儿闻声，带着几分羞涩与期待，缓缓转过身来。月光清晰地映照着她那毫无瑕疵的容颜，弯弯的柳眉下，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眸含着羞怯，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小巧的琼鼻挺翘着，粉嫩如花瓣般的樱唇微微抿着，那扑面而来的清纯美丽，足以让任何人为之心动。更有一股若有若无、极其淡雅清幽的茉莉花香，随着夜风萦绕在叶枫的鼻尖，让她心神为之沉醉。可儿妹妹，你好香，你也好美。叶枫毫不掩饰眼中的惊艳与情意，由衷的赞叹。如此直白而热烈的赞美，对于从未有过任何感情经历的陈可儿来说，冲击力实在太强了。单纯的如同一张白纸的清纯美人，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霎时间，玉面飞霞迅速从双颊蔓延至耳根，连修长的脖颈都像是染上了天边的晚霞。她慌忙垂下眼帘，不敢与叶枫的目光对视，双手有些无措地绞着裙角。殊不知，清纯美人这般娇羞的模样，落在叶枫眼中，让他看得更加如痴如醉，爱意涌上心头。叶枫再也按捺不住，他轻轻伸出手臂，将温香软玉小心翼翼地拥入了怀中。呀！第一次被人如此紧紧拥抱，陈可儿猛地一颤，发出了一声好听的惊呼。一颗芳心既甜蜜又紧张，小心脏如肋骨般在胸腔里猛烈跳动。温润如玉的清纯美人骤然变得僵硬无比。可儿妹妹还真是一朵纯净无瑕的茉莉花啊！这般反应可爱极了。敏锐地感觉到怀中人儿的紧张，叶枫心中暗喜。可儿妹妹别紧张，能抱着你，我感觉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为了让清纯美人放松下来，叶枫悄悄凑近，轻柔地诉说着，每一次触碰都让单纯的陈可儿一阵轻颤，只觉得心都要醉了。然而耳边温柔甜蜜的情话竟真的让陈可儿紧绷的身体渐渐舒缓放松了下来，僵硬感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依靠在温暖港湾的安心与羞涩的舒适。一时之间，望月楼清风徐来，皎月清辉笼罩着相拥的两人，空气中弥漫着清纯美人身上那淡淡的茉莉体香和暧昧涌动的气息。恋爱的情愫如同无形的丝线，在叶枫与陈可儿之间悄然弥漫，缠绕。枫哥哥，我昨日在奇珍楼并非是生你的气，我当时只是被吓到了。依偎在叶枫那结实宽厚的胸膛，陈可儿只觉得甜蜜欢喜，主动开口说道，她的声音宛如清泉在哗啦啦的流淌，格外的好听。这位清纯亮丽的美人是如此的完美，她的身上似乎就没有任何缺点。没关系的，可儿妹妹，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正如我对你一般，我永远都不会生你的气，我只会爱你，呵护你。叶枫感受着怀中美人的温度和羞涩，莞尔一笑，继续输出着情话。枫哥哥，你真好。陈可儿闻言温柔一笑，心里像是打翻了蜜罐一样甜，第一次主动伸出玉手抱紧了叶枫的熊腰。察觉到清纯美人的转变，叶枫得意一笑，心中暗爽无比。时机差不多了，这就好了吗？可儿妹妹别急，我这还有更好的呢。叶枫神秘地说道。陈可儿闻言抬起了那张足以颠倒众生的绝美容颜，疑问道，什么更好的？可儿妹妹，今夜我要送你一份独一无二的惊喜。叶枫轻轻地松开些许怀抱，眼神炽热地看着陈可儿被月光映照的如梦似幻的俏脸，温柔地说道，枫哥哥还为可儿准备了惊喜吗？陈可儿长长的睫毛如蝶一般扑扇了一下，娇羞地说道，你给我的惊喜已经够多的了，哈哈哈。可儿妹妹，我可真是太爱你了。叶枫闻言哈哈大笑，他迅速从储物袋中掏出了那枚九霄神雷令，令牌上幽蓝色的电弧在夜色中跳跃，显得格外醒目。可儿妹妹你看好，我为你准备的惊喜要来了。听到叶枫的话，陈可儿瞪着那双清澈动人的眼眸，带着好奇与羞涩，顺着叶枫胳膊望去。就是现在！叶枫心中低喝，毫不犹豫地将令牌对准了城外，灵力灌注之下，瞬间引动了令牌的力量。几乎在同一瞬间，
城外那处早已被他精心布置好的星火流光阵方向，猛然汇聚了一团乌云。轰隆隆，乌云之中忽然降下了一道缠绕着毁灭电弧的粗壮神雷，撕裂了静谧的夜空。神雷带着急速以无上的恐怖神威，精准地轰击在了城外山坡那星火流光阵的阵盘之上。下一刻，星火流光阵轰然被神雷引发，天地仿佛都失色了。嗡轰，一股撼天动地的灵力波动以城外山坡为中心猛然爆发，瞬间席卷四野。明月皎洁的夜空仿佛变成了被彻底点燃的干柴，无数道璀璨到极致的流光火雨，如同挣脱了枷锁的亿万星辰，拖着燃烧着金红色火焰的光尾，撕裂了夜幕，轰然坠落。一场盛大、华丽、梦幻到令人窒息的流星火雨自天际震撼降临大地，整个夜空都变成了流光溢彩的画卷，流星如瀑，光焰交织，轰鸣之声低沉而宏大，仿佛天地都在为这场盛景奏语。整个顺天城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神迹照亮，如同白昼。千家万户的门窗被推开，无数人涌上街头屋顶，仰头望天，发出此起彼伏的惊呼与赞叹。全城都被这壮丽绝伦的景象彻底吸引、震撼。在这无数仰望的目光中，就包括了那位身披银甲、清冷如仙的城卫军统领陈江雪。此刻他正站在城卫军哨所的瞭望台上，天际的流光映照着他那绝美的侧脸，还有那道紧皱的秀眉。清冷如仙的美人喃喃自语，方才那道神雷的威势似乎与前几日在城中感知到的两道神雷极其相似。他那双深邃的美眸之中倒映着炫目璀璨的流星火雨，置身于这震撼至极的场景之中，一身银甲的他更显得英姿飒爽。然而此刻全城最震撼、最感动的莫过于望月楼中直面这场奇迹景象的陈可儿。随着叶枫潇洒的一挥手，映入他那双清澈眼眸的是比任何传说和画卷都要瑰丽亿万倍的流星火雨，数不清的璀璨流光拖着梦幻至极的光尾，在他头顶呼啸坠落、燃烧、绽放，编织出一场永生难忘的视觉盛宴。光芒璀璨夺目，映照在他写满震撼的瞳孔中，更照亮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叶枫那温柔的声音在清纯美人的耳边响起：“可儿，快看，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漫天星河啊！”这么震撼的场面，竟然是叶枫哥哥为了自己专门准备的。巨大的惊喜和难以言喻的感动，如同海啸一般，将陈可儿瞬间淹没。这一刻，清纯美人所有的矜持和羞涩都被这极致的浪漫冲击得粉碎。激动万分的陈可儿发出一声带着哭腔的惊呼：“枫哥哥！”可儿好感动啊！她再也顾不得少女的娇羞矜持，猛地转身，张开双臂，像一只扑火的飞蛾，激动万分的紧紧抱住了叶枫。甚至她还主动踮起了脚尖，将自己温软香甜的唇瓣勇敢地印在了叶枫的脸上。不，温香软玉在怀，脸上传来的柔软触感更是让叶枫惊喜交加。他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一向羞涩无比的清纯美人竟然会激动到主动献吻，深情凝视着怀中激动的小脸通红、泪光盈盈的清纯美人。叶枫心中暗道：时间差不多了，时机刚好完美成熟。叶枫迅速从怀中取出了那枚早已准备好的礼物——阴阳和合同星佩。玉佩在漫天流火的映照下，散发着温润而玄奥的光晕。一面是缓缓流转的阴阳鱼图案，象征着阴阳相济、生生不息；另一面是纠缠在一起的缠枝莲纹，寓意永结同心、不离不弃。可儿妹妹收下这枚同心佩，她能感知彼此方位，纵使相隔千万里，亦能传音入密，心意相通。叶枫握住了陈可儿因激动而颤抖的小手，将其中一半玉佩放入她的掌心，深情地告白道：“你我二人永结同心，从此相伴相依，可好？”陈可儿看着掌心精巧绝伦的玉佩，再看看叶枫眼中那几乎要将他融化的炽热深情，以及头顶那片为他而闪耀的流星火雨，巨大的幸福感彻底淹没了他。叶枫哥哥不仅给了他一场震惊了全城的浪漫，更许下了深沉情谊的诺言。叶枫哥哥，我愿意。可儿愿意。清纯美人的声音哽咽，泪水终于滑落，那是饱含着幸福的泪水，甜蜜如蜜。她紧紧握住玉佩，仿佛握住了此生最重要的珍宝。叮！陈可儿情缘值加40，当前情缘值100。恭喜您成功将陈可儿的情缘值提升到了100，点亮了第2位美人虚影，获得了一份高级奖励。恭喜您获得破镜丹星号5得接神丹，筑基大圆满以下境界修士，无视灵根天赋，服用1颗即可提升1层小境界。获得奖励：武器朝元天书图、地阶法宝、上古巨灵阵图，布置后可聚气朝元，天地灵气的凝聚速度比外界提升10倍，化凡的为福地，再造洞天。获得奖励：冰脉还阳草、上古神药，世间唯一能中和冰火2大属性的神药，服用后可觉醒冰火双属性灵根，对于寒冰绝脉有奇效。获得奖励：天地一气式印咒、道法神通，使用后可契约他人为己用，不高出你一个大境界的对手，对你发出心魔大誓，一旦违背誓言，可一念勾动天地大道，将其天诛地灭。悦耳的系统提示音如同天籁般在叶枫脑海中接连响起。成了，没有白费自己精心准备的惊喜。这位让他日思夜想的清纯可人，今日终于被叶枫彻底拿下了。巨大的喜悦和征服感瞬间充斥全身，叶枫此刻哪还顾得上去查看系统面板？还有什么奖励能比得上眼前这位清纯至极的茉莉花美人呢？可儿妹妹，叶枫兴奋无比，
大喊了一声，随后将清纯美人再次紧紧地揽入了怀中。风哥哥，陈可儿浑身都在发烫，也大声地回应着叶枫，什么矜持和羞涩，今日的他不需要。没有的丝毫犹豫，叶枫迫不及待地低下头，直接吻了下去。从没体验过的陈可儿瞬间瞪大了美眸，在这漫天流星火雨的浪漫氛围中，陈可儿随后轻轻地闭上了双眼，她已经彻底沦陷在了今夜。刚开始她还什么都不懂，但是叶枫教得好，她也学习得很快。不得不说，清纯美人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望月楼中，香甜流转，一对璧人在璀璨的天幕下紧紧抱在一起，深情拥吻。苍穹之上，皎月清辉与流星火雨交织，暧昧的气息与恋爱的甜蜜混合着星光，在夜风中无声流淌。清纯的美人在这一夜彻底沉沦。自从叶枫和陈可儿在漫天流火与深情拥吻中确定了关系，叶枫那温柔的撩拨早已让陈可儿的一颗芳心如小鹿乱撞，眼含春水。羞涩的清纯美人终于鼓起莫大的勇气，将叶枫带回了自己家。陈可儿的闺房布置得极其雅致整洁，近乎纤尘不染，一踏入其中便能感受到清纯美人的那份少女心。只可惜叶枫根本没有精力好好欣赏房间的布置，他的眼中只有美到不可方物的陈可儿。枫哥哥，我怕。别怕，这是必须经历的一刻，无需更多言语。陈可儿这只单纯懵懂的小羊羔，终究是落入了叶枫这头大灰狼的手中。对清纯美人而言，毕竟是第一次开始修炼，叶枫看在眼里，怜香惜玉之情油然而生。仅仅修炼了3次，便停了下来。修炼很耗费力气，需量力而行。事后，陈可儿沉沉睡去，那张足以颠倒众生的俏脸上满是深深疲倦。然而，即便在沉睡中，她那微微上扬的嘴角仍旧挂着一丝甜蜜的笑意，宣告着满足与幸福。叶枫轻轻调整了一下姿势，让她睡得更安稳些，心满意足地抱着怀中绽放出美丽风情的清纯美人，一股豪情在她胸中激荡，只觉得志得意满，春风得意。在望月楼时，陈可儿情缘值达到满值100点，成功点亮了第2位美人虚影，也让叶枫获得了一份高级奖励。当时忙着采摘这朵诱人的仙帕，叶枫没有时间好好查看，确认陈可儿已陷入沉睡，现在正是查看自己到底获得什么奖励的时候了。将意识沉入脑海，叶枫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叮，陈可儿情缘值加40，当前情缘值100，恭喜您成功将陈可儿的情缘值提升到了100，点亮了第2位美人虚影，获得了一份高级奖励。恭喜您获得破镜丹星号5，得接神丹，筑基大圆满以下境界修士，无视灵根天赋，服用1颗即可提升1层小境界。破镜丹，此丹能无视瓶颈，只要修为在筑基大圆满以下，服用1颗就直接提升1层小境界，仅仅是服用后就能立即提升。此丹也太过神奇了，简直比自己和仙子修炼游龙进步还要更快。若不是仅对筑基大圆满以下的修士有效，这种丹药的珍贵程度足以令任何修士感到疯狂。叶枫心头火热，对于想要快速提升实力的自己来说，这简直就是神丹。5颗破镜丹服用后就能立即提升5层小境界，这份奖励实在令他感到太惊喜了。不过若是想要利益最大化，那叶家就会从一个平平无奇的民宅瞬间变成一个极为适合修行的洞天福地。果然不愧是地阶法宝，这份功效简直是太逆天了。叶枫倒吸了一口凉气，顿时精神一振，这武器朝元天书图绝对是辅助修炼的顶级阵图。他欣喜万分地将武器朝元天书图收好，继续往下看去。获得奖励冰脉还阳草，上古神药，世间唯一能中和冰火2大属性的神药，服用后可觉醒冰火双属性灵根，对于寒冰绝脉有奇效。这是一株通体晶莹剔透的神药，叶片如玄冰雕琢而成，但中心却有一点炽热如阳的赤红花蕊，神异非常。此草散发着冰火交织的奇异气息，似乎蕴含着强大的生机之力与某种调和阴阳的特性。看系统提示，服用此花即可觉醒冰火双属性灵根，这属于是变异灵根了吧？叶枫感到有些惊讶，他万万没想到系统竟然还能奖励自己这么一株奇异的神药。在这处名为苍蓝大陆的修仙界，凡人想要修仙问道，就必须体内育有灵根才行。比如叶枫、唐雨霏、雷虎等人就是普通的5行灵根，从1品到9品，品级越高则天赋越好。而除此之外，还有着各种天赋异禀的变异灵根，例如天灵根、地灵根、剑灵根、冰灵根等等。具有这些变异灵根的修士，个个都是天赋异禀的天骄人物，与天地大道更加亲和，修炼起来事半功倍，往往能在仙路之上走得更快更远。而叶枫手中的这株冰脉海洋草，似乎就是一株可以造就冰火双属性变异灵根的神药。即便是一个毫无灵根的凡人，服用这株神药以后，就会立刻变得天赋异禀，成为绝代天骄。这次的奖励可真逆天啊！这系统奖励的东西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垃圾，全是神奇的好宝贝。不过这最后一句对于寒冰绝脉有奇效是什么意思？啥是寒冰绝脉？叶枫努力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这是啥意思。算了，我又不修仙，我修的是仙子，因此研究这株神药没什么意思，只要他日后对仙子有用就行。还是先收起来吧，等以后看看唐雨霏或者是陈可儿，谁对这冰火双属性灵根感兴趣，赏给他们服用吧。
若是他们之中有人能获得变异灵根，修炼速度肯定奇快无比，种种好处最后还是会落在我的头上。嘿嘿嘿！想到这，叶枫兴奋的嘿嘿一笑，翻手收起了冰脉海洋草，随后看向了最后一则系统提示：获得奖励天地一气式印咒，道法神通，使用后可契约他人为己用。不高出你一个大境界的对手，对你发出心魔大誓，一旦违背誓言，可一念勾动天地大道，将其天诛地灭。从系统描述来看，这是一则道法神通，只要我能让对方发出心魔大誓，就可以发出一道原始之气，种在对方体内。现在我只有炼气期，因此不超过筑基大圆满的修士，我都能契约对方为我所用。那如果我是筑基期，岂不是可以契约金丹大能，成为一名金丹大能的主人？甚至等我到了金丹，就能契约元婴期的超级大能。一旦对方对我图谋不轨，怀有异心，我就能一念勾动天地大道，将其天诛地灭。若是这样的话，那这天地一气式印咒就有点恐怖如斯的味道了呀。不过前提是得让对方心甘情愿的对我发出心魔大誓才行。想到这里，叶枫目光一凝，心中暗道：这东西岂不是有些鸡肋了？我若是能让一位金丹大能心甘情愿对我发出心魔大誓，那我得打得过他才行。可我都打得过他了，他在我眼中跟蝼蚁也没有什么区别，我还需要他的效忠吗？或许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碰巧遇到一位极度虚弱的大修士，在他毫无反抗之力的时候收下他，等他恢复了实力，就可以为我所用，还不必分担他的背叛。叶枫想了又想，觉得这天地一气式印咒应该还是有点用处的，若是使用得当，其束缚力之强，绝对是未来收服强力手下的无上利器。系统不会奖励没用的东西，这些奖励每一个都是绝世珍宝，关键就看自己怎么用了。有了这些奖励，他的实力又有了一番极大的进步。系统打开万美图，看看我现在都拥有些什么宝贝。叶枫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起伏的波澜，开始查看起了自己的面板信息。脑海之中那副名为万美图的宏大画卷再次徐徐展开。万美图古香古色，流淌着温润如玉的光泽，美轮美奂，散发着苍茫而神秘的气息。画卷之上成千上万美人虚影，姿态万千。这些灰白色的美人虚影，或坐或立，或俯或仰，姿态各异，风情万种，共同构成了一幅令人目眩神迷的绝世群芳谱。然而无论他们姿态如何变化，五官始终模糊不清，被一层厚厚的迷雾笼罩，没有真实的相貌和光彩。原本只有唐雨霏一个人的虚影，被孤零零的点亮在左上方的万美图，如今又增添了一抹光彩。就在唐雨霏的身边，一个长相、气质、身材都与陈可儿一模一样的美人虚影终于凝实了起来，栩栩余生，巧笑嫣然。万千美人虚影下方记录着叶枫的各项信息：宿主叶枫，年龄19，修为境界炼气9层巅峰，功法大阴阳五行合欢玄功，紫薇神丹宝典，天赋神通剑道奇才，丹道天才，剑法神通金黄腾龙九剑，道法神通天地一气式印咒，法宝飞剑丁玲珑神剑，丹阳陨星炉，九霄神雷令，青阳烈火镜，阴阳和合同星配，星火流光阵，武器朝元天书图，天才地宝冰脉海洋草。当前已解锁美人图唐雨霏、陈可儿，当前可解锁美人陈江雪、情缘直灵。万美图解锁进度2110000。看来一眼自己的信息，叶枫对自己目前的数据已了然于胸。现在的他看起来似乎什么都不缺，在天赋上面有着同阶无敌的剑道奇才，还有不受修为限制的丹道天才。在对敌方面，自己的剑法、道法一应俱全，法宝飞剑更的多的有些超标了，而且还全是高阶的法宝飞剑，最次也是玄阶的。这里面任何一件法宝拿出去，都足以引发震动，被世人哄抢。现在的叶枫简直可以称之为一座人形宝库，恐怕就是大齐王朝境界的任意一家仙宗大派的底蕴，都未必能有叶枫一人身家丰厚。不过那青阳烈火镜还并不是叶枫的，是他从死去的雷虎那里捡来的，还未炼化为己用。而且九霄神雷令只有5道神雷可用，沙苏和用了1道，沙雷虎用了2道，为了引动星火流光阵又用了1道，目前仅剩下1道九霄神雷可以用了，用完就可以丢了。阴阳和合同星配之前送了一半给清纯美人陈可儿，算是2人的定情信物。星火流光阵算是帮了自己的大忙，而且威力巨大，是个大范围杀伤性的阵法，日后或许还有大用。武器朝元天书图倒是可以布置在家中，立马就能让叶家成为一座隐藏在闹市中的洞天福地。至于灵石，叶枫身上现在虽然没有什么灵石，但他目前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而且灵石对于叶枫来说都是小意思，随便炼制几炉极品丹药，奇珍楼自然会花大价钱收购。而他在奇珍楼还有40颗极品神骨丹没有结算呢，等奇珍楼定完收购价，那应该又是一大笔灵石。手上还有5颗破镜丹，只等着自己提升到筑基5层，就能瞬间突破到筑基大圆满，准备冲击金丹期。可以说现在的叶枫要啥有啥，确实是什么都不缺了。他最缺的就是仙子了，目前仅有唐雨霏和陈可儿2人，凑合2女勉强够用。想起那个清冷如仙的陈江雪，叶枫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既然自己注定要走上修仙子的这条道路，那么仙子自然是越多越好。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将那个清冷美人的情缘值刷满，将她也给收入囊中。毕竟自己跟别的修士不一样，他们是修仙的，而咱们修的是仙子，仙子越多我越强，仙子越强我更强。就在叶枫浮想联翩，沉浸在美人和奖励双丰收的喜悦中时，身旁的陈可儿嘤咛一声，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一下，清纯美人终于从沉睡中悠悠转醒了。叶枫连忙收敛心神，低头望去，眼神瞬间变得无比温柔。我的可儿，你睡醒了？清纯美人心中满是甜蜜，娇羞回应，脸颊像是沾染了朝霞的初雪。经历人世以后，原本清纯如白莲一般的陈可儿，眉宇间悄然多了一丝娇媚。越看这清纯中透着妩媚的美人儿，叶枫的心头越是喜爱。可儿妹妹，既然你我已定情缘，不如你便随我回叶家居住如何？叶枫想起了自己的打算，柔声问道：我们也好日日相伴，一同修炼。这枫哥哥与你日日相伴，可儿的心里自然是愿意的。陈可儿闻言，甜蜜的笑容微微一滞，随即浮现出了一丝为难。可是我答应和你在一起的事，姐姐她还不知道呢。可儿自幼父母双亡，从小到大都是姐姐照顾我，宠着我，她对我极好的，我们姐妹相依为命，感情最深。若要随你搬去叶家，这等大事必须得问过我姐姐才行。她抬起水汪汪的大眼睛，带着歉意看向叶枫，想到要离开姐姐，我心中还实在有些不舍呢。哎呀，我真是糊涂，太不应该了。听到清纯美人这番话，叶枫猛地一拍额头，脸上露出了极度懊恼和自责的神情。可儿妹妹，都怪我不好，我只顾着倾慕你，竟从未仔细问过你的家庭情况，更不知晓你身边还有一位如此重要的姐姐。她紧紧握住陈可儿的手，语气充满歉意地说道：连这等基本的事情都疏忽了，我实在是太过分了。见叶枫如此自责，陈可儿之前的为难反倒消散了大半，她忍不住娇嗔地白了叶枫一眼，那含羞带怯的一瞥风情万种。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不过嘛，看在你这么诚恳认错的份上，我大人有大量，就不跟你计较了。说完，陈可儿还伸出晶莹如玉的手指，轻轻地点了点叶枫的额头。叶枫见她实在是娇俏可人，心中的爱意更盛，嘿嘿一笑，立刻将那软玉温香紧紧搂住，再次送上了一个深吻。良久，唇分。叶枫看着陈可儿气喘吁吁的红润脸庞，好奇地问道：那可儿妹妹，你姐姐叫什么名字？她现在也在奇珍楼工作吗？才没有呢，我姐姐可厉害了，我姐姐可是最受城主器重的修炼天才，她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筑基后期的大修士了。我姐姐名叫陈江雪，怎么样，名字好听吧？我跟你说，她的长相更是绝美，而且她现在可是顺天城的城卫军统领呢，威风得很。陈可儿闻言，擦了擦因唇边的口水，骄傲地扬起了小下巴，语气之中充满了对姐姐的崇拜与自豪。陈江雪，陈可儿的话语如同一道惊雷，直接在叶枫的脑中炸响。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叶枫心神俱震，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天哪，怎么会是她？一道英姿飒爽、梳着高马尾的绝美容颜忽然浮现在了叶枫的脑海。想起那位清冷如仙的顶级美人，叶枫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他万万没想到，前几日自己用九霄神雷斩杀雷虎时惊动的那位城卫军统领陈江雪，那位身披银甲、系统评分高达90的绝美仙子，竟然就是陈可儿的亲姐姐。自己刚刚还在盘算着要如何将陈江雪的情缘值刷满，点亮第三位美人虚影的攻略对象，竟然是我自己的大姨子。叶枫的脑中瞬间闪过了那位容貌绝美、气质清冷如仙的大美人，她那英姿飒爽的身影其实一直都在自己的心里盘旋，只是此刻再想起陈江雪那神色冰冷、目光如电的模样，再低头看看怀中刚刚被自己完全征服、娇憨甜美的陈可儿，叶枫感觉自己的头瞬间大了。这也太巧了吧，这合理吗？陈江雪恰好就是可以点亮第三个美人虚影的仙子，但是话又说回来，自己正愁不知道如何接近陈江雪，这不是就方便了吗？记得刚才可儿还说要离开陈家，还真有些舍不得。既然如此，把整个陈家都搬过去，那不是就解决了吗？只要能做到让他了无牵挂，那么不就在哪里都是家了吗？叶枫顿时觉得眼前一亮，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天才，麻烦未必很大。想到这，叶枫正准备继续修炼，但陈可儿却不经意地看到了窗外的天色，顿时惊叫道：哎呀，不好，都已经是子夜了，这个时间城卫军的巡逻结束，姐姐她应该也快回来了，咱们俩的事儿姐姐她还不知道，若是让她发现你在这里，肯定会生气的。叶枫闻言想起那位清冷如仙的飒爽美人，那副冷若冰山的模样，顿时也是心中一慌。闺房之中，叶枫蠢蠢欲动。陈可儿眼看姐姐就要回家，连忙从意乱情迷中清醒了过来，制止了准备再开一局的叶枫。枫哥哥，我姐姐就要回来了，今夜真的不能再继续了。听到这话，叶枫心中暗叹一声可惜，只好带着几分不甘鸣金收兵，下次再战。他知道自己迟早要面对那位清冷如仙的大姨子陈江雪，但绝对不能是现在这个时候，至少绝对不能是在陈可儿的闺房绣床之上这种尴尬时刻。若是被陈江雪发现，别说以后要带着两姐妹共同搬回叶家了，恐怕就连刚得手的美艳小娇妻以后都见不到了。想到陈江雪那双清冷的眼眸扫过衣衫不整的两人，那场面不由得让叶枫头皮发麻。
攻略大姨子的事情还得徐徐图之，绝不能操之过急，坏了大计。叶枫一边麻利地穿好衣服，一边说道：“可儿妹妹，那我就先走了，等下次挑个好日子再来正式拜访你姐姐。”枫哥哥，我好舍不得你啊！陈可儿撑着身子坐起，露出雪白的香肩，美眸之中盈满了浓浓的不舍。乖可儿，我又何尝不是舍不得你呢？若不是还未得到你姐姐的应允，我现在就想带着你同回叶家。叶枫俯身在她光洁的额头上印下一吻，柔声安慰道：“等我明天就来找你。”看着陈可儿眼中迅速积聚的水汽和那份毫不掩饰的依恋，叶枫的心中也泛起了涟漪。枫哥哥，你走后一定要想着我。陈可儿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明天我等你，你可一定要来啊！想到刚才两人之间那些不分彼此的时光，想到叶枫有力的怀抱和滚烫的体温，清纯美人就觉得心像被人掏空了一块。看着陈可儿那楚楚可怜的模样，叶枫心中涟漪大盛。一定等我。叶枫选择了用一个深沉而绵长的吻代替了所有的承诺。这个吻包含了歉意、安抚以及浓烈的眷恋，几乎要将陈可儿的呼吸夺走。良久，唇分。叶枫最后深深地看了陈可儿一眼，转身推开了房门，身影一闪便消失在了夜色中。陈可儿刚和叶枫分别，心头那股空落落的感觉就更加明显了。望着空荡荡的门口，清纯美人不由自主地再次回想起了今夜发生的一切，心底忽然又泛起了巨大的甜蜜。少女情怀总是诗，为爱换的又换诗。刚才还怅然若失的陈可儿，这会儿又把俏脸埋在了颈背里，痴痴地笑了起来。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她微微颤抖的香肩，勾勒出一幅纯真美好的绝美画面。之呀！就在陈可儿还在幻想中甜蜜之时，房门再次被轻轻推开，紧接着一道清冷如仙的身影踏入了屋内，正是刚刚结束了夜间巡逻，返回了家中的顺天城城卫军统领陈可儿的亲姐姐陈江雪。陈江雪一进门，目光便习惯性的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月光下的妹妹身上。陈可儿还沉浸在思绪里，俏脸上至今还挂着甜蜜的笑意。陈江雪的脚步顿住了，她微微蹙起细长好看的眉，眼神在妹妹身上细细打量。不对劲，很不对劲。想起自己最近总是见到妹妹时不时的走神，嘴角还挂着莫名的微笑，带着一种难言的甜蜜和神秘感，可每次问她，她却又含糊其辞。陈江雪敏锐的感觉亲妹妹陈可儿最近的状态似乎很不对劲。可儿，陈江雪的声音清冽如冰泉，打破了静谧。姐，你回来了。我刚才在想事情，入迷了，所以没有注意到。陈可儿猛然惊醒，眼中迷蒙的光彩瞬间聚焦，看清是姐姐后，脸上立刻飞起了一抹红霞，带着几分不好意思解释道。陈江雪抿着红唇，一言不发地走进妹妹身边。月光的映照下，她身披银甲的轮廓更显英挺，绝美的容颜上此刻没有丝毫笑意，只有审视和关切。她那双清冷的眸子一瞬不瞬地盯着妹妹，仿佛要看穿她心底的秘密。陈可儿被她看得越来越心虚，悄悄地低下了针手，鼻尖嗅到夜风残留的气味，芳心又忽然泛起涟漪，再度露出了痴痴的笑意。妹妹这古怪的表现顿时让陈江雪疑惑地皱起了眉头。她们姐妹二人从小相依为命，作为世上最了解陈可儿的人，陈江雪几乎可以肯定，妹妹一定有什么事情在瞒着自己。可儿，你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江雪缓缓开口询问道，总是心不在焉，还总是痴痴的笑，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陈可儿闻言顿时心中一紧，连忙掩饰道：没有了，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姐姐啊？看到亲妹妹这副遮遮掩掩的样子，陈江雪更加肯定她心里有鬼，于是板着脸佯装生气地说道：可儿，我可是你的亲姐姐，这个世上最关心你的人，有什么事情是连我都不能说的吗？哎呀，姐姐你当然是世界上最关心我的人了，不过呢，现在我有了风哥哥，他也很关心。陈可儿见姐姐生气了，心中一慌，连忙出言解释，却不料一下没收住话匣子说漏了嘴，连忙可爱地捂住小嘴，止住了话头。什么意思？谁是风哥哥？只可惜陈江雪将他刚才的话听得一清二楚，准确地抓住了重点，皱着眉头问道：可儿，到底发生了什么？快如实说来啊！陈可儿顿时慌了，她还没做好现在就跟姐姐摊牌的准备啊！陈可儿，你再不说，我可真要生气了。陈江雪那一贯清冷的语气里带着生硬，还有几分严厉逼问道：哎，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见姐姐似乎真的生气了，心知自己再也瞒不下去了，陈可儿只好叹了口气说道：但是姐姐你听了以后可不能生气。放心吧，我是你的亲姐姐，姐姐从小就疼爱你，我只会关心你，怎么会真的生你气呢？听到陈可儿打算交代，陈江雪语气放缓了几分，带着关切道：你只管说来，若是好事，姐姐为你高兴还来不及呢。收到姐姐表态的陈可儿也听出了她对自己的关切，顿时心中一暖。面对从小相依为命的亲姐姐，陈可儿觉得自己也确实不该瞒着她。算了，既然瞒不住了，那就索性摊牌了吧。想到这，陈可儿终于不再掩饰自己心中的甜蜜与欢喜，原本的羞涩也被兴奋取代，整个人瞬间灵动了起来。姐姐，我要向你宣布一个好消息。说着，陈可儿的俏脸上绽开了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
眼睛亮晶晶地看着陈江雪的反应。见姐姐没有丝毫的不悦，反而还充满了期待，陈可儿的声音都带着雀跃，接着道：我恋爱了。当着亲姐姐的面，陈可儿大大方方地宣布了自己恋爱的消息，言语之间充满了幸福和甜蜜。恋爱？陈江雪闻言顿时愣住了，那张清冷的俏脸上笑容骤然僵住了，美眸之中掠过了一抹愕然和难以置信。她万万没想到，这个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亲妹妹，今年才19岁的陈可儿，居然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悄悄地恋爱了。而她这个朝夕相处的亲姐姐，竟然对此毫不知情。这个清纯可爱的亲妹妹，在陈江雪的眼里，甚至一直都还是个孩子啊！是谁这么有种，敢染指我陈江雪的亲妹妹？对方是谁？叫什么名字？哪里人？相貌如何？品性怎样？想到这，陈江雪的声音陡然转冷，目光锐利地盯着妹妹，追问道：“姐姐，你别那么凶嘛！你不是说好不生气的吗？”陈可儿被姐姐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有些发懵，怯生生地说道。但是提起自己的如意郎君，清纯美人的兴奋劲儿又上来了。他叫叶枫，就是这顺天城中的人，是我在奇珍楼遇到的客人。他忍不住又露出了甜蜜的笑意，为姐姐介绍道：“枫哥哥他不仅相貌俊朗潇洒，而且他炼丹可厉害了，极品筑基丹，枫哥哥随手就能炼制出来。他的丹药在奇珍楼卖的可好了，大家都抢着要。”提到叶枫，陈可儿的眼睛里星光闪烁，绯红的俏脸上洋溢着不加掩饰的骄傲，甚至还有一丝崇拜。叶枫，陈江雪低声重复了一遍，忽然觉得这个名字似乎有点耳熟，可想了半天，她的脑海中又好像没有丝毫的印象，怎么也想不起来。你这个小花痴，我还真是想不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把你迷成了这样？见到妹妹提起情郎就骄傲激动的表情，陈江雪没好气的点了点她的小脑袋，接着问道：“你说他极品筑基丹随手就能炼制，那他的修为绝对不可能低，至少也得是金丹大能。这个叶枫他不会年纪很大吧？妹妹，你该不会是爱上了哪位丹道大师了吧？可顺天城似乎没有叶枫这号大人物啊。”“不是啊，姐姐，你多想了呀，枫哥哥他才没有那么老呢。”看到姐姐那困惑的模样，陈可儿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得意地摇了摇可爱的小脑袋。她和我一样，今年都是19岁，而且她的修为也只有炼气9层，她的灵根也只是4品普通灵根的样子，所以我才会说她炼丹超级厉害啊。姐姐，你说枫哥哥是不是很了不起？”“什么？”陈江雪闻言惊呼了一声，差点没被亲妹妹给气晕了过去。19岁，炼气9层，4品灵根，还极品筑基丹随手就能炼制出来，我还以为真是哪位低调的丹道大师，或者是深藏不露的金丹大能，结果搞了半天就只是一个炼气小修。就连傻子都知道，炼气期的丹修就连最普通的筑基丹都炼制不了，怎么可能炼制出极品筑基丹呢？炼气期的修士恐怕连炉火都掌握不好吧？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一种遇人不淑的担忧涌上了陈江雪的心头，她越说越激动，感觉自己眼前阵阵发黑。“我的傻妹妹啊，你莫不是遭人骗了吧？”陈江雪觉得一定是那个叫叶枫的小混蛋，不知道用了什么花言巧语，哄骗了自己不谙世事的傻妹妹。他那眼神分明就是在看一个被花言巧语蒙骗的无知少女。“哼，我才不傻呢，姐姐。”面对姐姐那毫不掩饰的质疑，陈可儿心头涌起一股强烈的委屈和不满。枫哥哥他虽然只有炼气修为，但是他炼丹真的超级厉害。枫哥哥拿来的每一颗筑基丹都是最极品的成色，这一点可是连张朝凤都亲口夸赞过的。而且张朝凤还说了，枫哥哥背景极深，背后说不定有着一位超越了金丹大能的大人物。妹妹，你还是太天真了。陈江雪闻言叹了一口气，一脸笃定地说道：“炼气期的丹修士绝不可能炼制出筑基丹的，更何况是极品。你一定是被他骗了。”“不可能，枫哥哥他最爱我了，他绝不会骗我的。姐姐，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谁对我好我分得清。”姐姐的话像是一根刺，扎进了陈可儿的心里，那份维护情郎的心情顿时冲到了极点。“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在城西望月楼，枫哥哥为了向我表白心意，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一份最浪漫的惊喜。他在城外布置了一片流星火雨的法阵，整个夜空都被点燃了，绚烂夺目，像梦境一样。”陈可儿极为罕见的激动叫喊道：“那是枫哥哥对我的真心，是为了我才耗费心力准备的。流星火雨！”见到陈可儿这么激动，陈江雪心神一震，她还从未见过妹妹如此激动的模样，而且还是为了一个外人和自己激烈争执，这让她感到无比惊讶。妹妹口中的那场规模惊人的流星火雨，陈江雪在城头执勤的时候自然也注意到了。当时那场面极其壮观，还以为是哪位金丹大能在城外激战，当时自己心中高度戒备，生怕余威波及到城中百姓。万万没想到，那惊天动地的震撼景象，竟然是那个叫叶枫的炼气小修为了向自己妹妹表白而搞出来的。一个炼气修士而已，能有如此惊人的手笔？震惊之余，陈江雪不由得又想起了在流星火雨落下前，曾有一道气息独特的神雷从头而降，顺势引爆了那场轰动全城的流星火雨。回忆起那道惊天动地的神雷，陈江雪脑中忽然灵光一闪，她终于想起来自己在哪里听说过叶枫这个名字了。还记得前几日顺天城内曾经蹊跷地爆发了2道神雷，威力极大，
自己当时也以为是哪个不安分的修士无视城中规矩，在城内斗法，为此还特意赶过去查看。结果等自己赶到时，却什么都没发现，现场只剩下一个炼气小修。那个家伙似乎也叫叶枫，难道说妹妹陈可儿口中的枫哥哥就是当时的那个炼气小修？名字、年纪和修为似乎都对得上，而且听妹妹所言，今日那道引发了流星火雨的神雷，也是来自叶枫的手笔。这么一来的话，对上了，全都对上了。前几日那个在城中不守规矩、私自斗法的修士，肯定也是叶枫。记得当时自己还问过，到底是不是他在城中斗法？他当时伪装的何其无辜，一脸茫然的声称他只是被巨大的雷声惊醒，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可恶的叶枫，演技实在是太好了，那副眼神清澈的模样，竟然瞒过了当时的自己。好一个叶枫，这个满口谎言的炼气小修，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恶的小贼，居然把主意打到我妹妹头上来了。想到这里，陈江雪银牙暗咬，看向还沉浸在浪漫回忆中的亲妹妹，清冷美人心中的怒火更盛。她眼神骤然转冷，忽然转身对着一脸甜蜜的陈可儿说道：“从今天起，我不许你再见那个叶枫。”什么？为什么？陈可儿闻言顿时愣住了，一脸的茫然。陈江雪眼神锐利如刀，一股被愚弄的愠怒瞬间淹没了之前的震惊与怀疑。那个叫叶枫的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妹妹，你肯定是被他给骗了。总之，在我将他调查清楚前，你不许再见他。你是我的亲妹妹，我不能看着你跳进火坑。说完，他转身离开了陈可儿的闺房，还反手在房门处设下了一道禁制。此禁制乃是顺天城卫军的专用禁制，除了金丹大能亲自出手，否则没人能破得开。做完这一切，陈江雪不再理会屋中哭喊的妹妹陈可儿，转身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从陈家离开后，叶枫步伐轻快地踏着夜色回到了家。今夜的收获太大了，成功收下了清纯美人的一血，还得到了巨大的系统奖励，甚至攻略那位清冷如仙大姨子的机会似乎也变得清晰明朗了。这让叶枫心情大好，一路上咧着大嘴笑，下巴就没合拢过。他刚一回到房间，就发现唐雨霏正盘坐在那张紫檀神木大床上，正在加紧修炼中。似乎是感应到了叶枫的气息，唐雨霏长长的睫毛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了美眸。夫君，你回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突破到炼气8层了。看到自家夫君回来，美艳娇妻的脸上瞬间绽放出明媚的笑容，带着一丝邀功的意味，开心的宣布。叶枫闻言，脸上也露出了由衷的笑意。雨霏真棒，果然天赋不凡，修炼刻苦，这么快就又突破了。他几步走到床边，看着眼前这位愈发美艳动人的娇妻，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这简单的夸赞顿时哄得唐雨霏心花怒放，眉眼弯弯，那份喜悦几乎要从眼眸中溢出来。受到夸奖的唐雨霏心情极佳，美艳娇妻眼波流转问道：“夫君，今日不修炼吗？”叶枫那双如星空一般深邃的眸子骤然一亮，他刚才在陈可儿那里最后一局没开成，此刻再被如此发问，哪里还能忍得住不去修炼？哦！叶枫低吼了一声，扑了过去。哈哈哈！夫君慢点修炼。唐雨霏见状，开怀大笑。下一刻，罗帐轻摇，叶枫修炼的大阴阳五行合欢玄功自然运转开来，灵力在经脉间奔腾流转。不知过了多久，叶枫终于停止了修炼。唐雨霏早已趴在一旁熟睡了过去，红唇边还挂着满足的笑意。叶枫低头看着安睡的娇妻，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不由得嘴角上扬。此时，窗外的天色早已大亮，已是日上三竿。叶枫内视丹田，感受着自身修为的进境。经过与陈可儿和唐雨霏的修炼后，他发现自己炼气9层巅峰的修为又提升了不少，距离那炼气期第10层大圆满的境界已然不远了。很好，果然是修仙子的，进步就是快。叶枫对这个修炼进度十分满意，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照这个速度，很快就能冲击炼气大圆满了。只要到了大圆满，就可以着手准备突破筑基了。想到要突破筑基，叶枫精神一振，这种每天都有进步、修为稳步增长的感觉简直太棒了。而且更觉得是连1分1秒的苦修都不需要，自有绝色仙子为我成仙铺路，助我在由龙搞耍之中提升，在极致升华之中得到。叶枫得意一笑，动作轻快地起身下床，只感觉周身精力充沛，神清气爽。今日还有2件重要的事要做，一是去城外那处山坡，将昨日布置的星火流光阵盘收回来；二是去奇珍楼看看自己刚收入囊中的小娇妻陈可儿，巩固一下感情。叶枫穿戴整齐，回头看了眼海棠春睡的唐雨霏，微微一笑，转身推门而出。然而刚一推开房门，叶枫的脚步便瞬间定在了原地。只见自家庭院之中，一道挺拔如松的倩影正傲立在阳光下，飘然如仙。来人一身银白盔甲，却掩不住那凹凸有致的火辣身材，清冷如仙的绝美容颜，仿佛是冰雕玉琢般精致绝伦。柔顺的青丝扎起了高高的马尾，更显得她英姿飒爽。正是顺天城城卫军统领，筑基后期修士，也是陈可儿的亲姐姐，叶枫的大姨子陈江雪。哟，这不是我那位曾过门的大姨子吗？她怎么会突然来了？看到陈江雪的瞬间，叶枫的眼神立马就直了。他万万没想到，昨天自己才刚刚拿下清纯美人陈可儿，知道了他们2人之间的关系，
今日陈江雪就出现在了自己面前。看到陈江雪那风采依旧、美的浑然天成的脸，叶枫的呼吸都为之一滞。不得不说，自己这大姨子的姿色还真是人间绝色，说是倾国倾城也不为过。自己正愁不知道该如何接近大姨子，结果大姨子自己就送上门来了。不错不错，谁会拒绝一个主动送上门来的绝美大姨子呢？叶枫，见到我，你很意外吗？见到叶枫推门而出，见到自己就忽然愣住的模样，陈江雪冷笑了一声，她的声音像是寒潭浇灌，清冷无比。叶枫打了一个激灵，顿时从失神中清醒。陈统领说的哪里话？这一大早，我刚推开房门，就看到自家院中光彩照人，还以为是9天仙女凌晨才如此美不胜收，原来是陈统领来了。哎呀，惭愧，在下没见过仙女，一时错认失态，让陈统领见笑了。叶枫一番话将陈江雪捧得天花乱坠，试图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却不料面对他的花言巧语，陈江雪那张倾国倾城的脸上依旧是那副清冷如仙的模样，完全不为所动。他眼底的寒意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更添了一丝嘲弄，冷笑着道：好一个油嘴滑舌的家伙，难怪能骗得我那涉世未深的妹妹神魂颠倒。此言一出，叶枫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饶是他做好了心理准备，也没想到陈江雪竟然知道了自己和陈可儿之间的事儿了。我跟可儿妹妹昨夜才刚在一起，你第2天就知道了。合着我前脚刚走，后脚陈可儿就跟姐姐陈江雪摊牌了。我还打算筑基以后再找个机会正式拜访，留下个好印象呢。你怎么直接就摊牌了呢？这个藏不住事儿的清纯美人还真是心直口快啊。看到神色不善的陈江雪，叶枫心中一动，难道他今日登门就是专门为了这件事而来的？叶枫无奈地摇了摇头，既然被陈江雪发现了，他索性也不装傻，直接大方承认，免得留下什么更坏的印象。陈统领，这是什么意思？我承认我嘴巴比较甜，到你口中怎么就成油嘴滑舌了呢？想到这，他开口说道：再说了，我为人方正，与人相处皆是真心对待，怎么能叫做骗？陈统领是不是对在下有什么误解？哼，误解？我看未必。陈江雪闻言毫不客气地开口道：我问你，昨日在城外布置流星火雨法阵的是不是你？没错，是我为了向可儿妹妹表白特意布置的。叶枫承认得十分痛快，毫不掩饰。不用想，这是肯定也是清纯美人告诉陈江雪的，也不知道她到底都说了些什么，说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把自己游龙搞耍时那神勇的表现都说了个一干二净呢？为防止说错话造成不好的影响，叶枫决定大方承认，反正也没啥好隐瞒的。你今日倒是磊落得很呐。见叶枫承认了，陈江雪眼神锐利，意有所指的接着问道：所以引发流星火雨阵法的那道神雷也是你的手笔没错吧？没错，确实是我引发的。叶枫点了点头，解释道：那阵法威力极大，为了引发时不波及到城中，我特意选在城外布置，又用神雷引发，确保万无一失。叶枫话中的意思是自己的战法布置在城外山坡，并未对城中安危造成威胁，十分的安全。他不知道陈江雪为何不提自己与陈可儿之间的事，反而揪着这个问题不放，一时之间有些莫名其妙。果然是你！见叶枫一脸不解的模样，陈江雪眼神锐利如刀，冷声道：叶枫，你还记不记得前几日此处也曾炸开过2道神雷？我怀疑是有人违反禁令在城中斗法，所以前来调查。等我来到此地，却发现只有你一个人存在。我还曾问过你是否见过那斗法之人，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说的？听到陈江雪的话，叶枫心里咯噔一声，他暗道不妙，已经隐隐约约猜出自己这便宜大姨子为何会揪住这个问题不放了。你不记得也没关系，我帮你记着呢。果然，不等叶枫回答，陈江雪便自顾自地接着道：当时你一脸无辜，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还用自己练气期的修为打掩护，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一时轻信了你的话，便饶过了你，还让你有线索就马上通知我。可直到昨夜我才发现，那道引发了流星火雨的神雷与前几日城中炸响的2道神雷气息和威力完全一模一样，合着那日在城中斗法之人就是你，而你却在利用本统领对你的信任愚弄我。叶枫啊叶枫，你可真能装啊，你就是个满口谎言的小人。说着，陈江雪玉手一挥，那杆亮银长枪凭空出现，直接对准了叶枫。你还敢说你没有油嘴滑舌，还敢说你不是在骗我妹妹？亮银长枪挂着红缨，对准了叶枫的咽喉，带着摄人心魄的威势。叶枫苦笑了一下，没想到陈江雪如此敏锐，居然注意到了昨夜那道引动星火流光阵的神雷。前几日雷虎携青阳烈火镜上门寻常，为了斩雷虎，叶枫不得已用了9霄神雷令，结果动静太大，引来了身为顺天城卫军统领的陈江雪。当时他虽然蒙混了过去，将陈江雪打发离开，却不料因为昨夜的一时疏忽，竟然主动暴露了自己。面对怒气翻涌的陈江雪，叶枫只好试图解释：陈统领莫怪，城中斗法事出有因，在下也是逼不得已。少废话，禁令就是禁令，没有什么好解释的。陈江雪却冷着那张绝美的脸，直接打断了叶枫的话：顺天城内严禁修士私斗，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叶枫，以前几日那2道神雷的威力而言，足以将你关禁天牢50年了啊！50年！叶枫一听要关自己50年，
人都傻了。他急忙解释道：“陈统领，我又没造成什么伤亡，这就要关50年，也太严重了吧？”陈江雪神色冷漠，寒声道：“正是因为你没造成百姓伤亡，才只关你50年。若非如此，那可就不止了。不过，如果你不想被打入天牢，我可以做主放你一马。”说着，他忽然话锋一转，眸光闪动着说道：“只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才行。”叶枫闻言心头一动，疑惑地问道：“什么条件？”“很简单。”见叶枫感兴趣，清冷如仙的陈江雪露出了一丝冷笑：“只要你离开我妹妹，我就可以既往不咎，放你一马，免去你50年的苦劳之灾。”“什么？”叶枫一听想也没想，直接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不可能，此事绝不可能。难道你想去蹲天牢？那我就成全你，将你押入天牢50年。”见叶枫竟然拒绝了自己，陈江雪眉头一皱，寒声威胁道：“然后我再对可儿那个傻丫头说你天生就不老实，始乱终弃抛弃了她。虽然她会因此而伤心一段时间，也许会恨你，但也绝对好过被你这个满口谎言的大骗子弄得遍体鳞伤。而且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她就会从失恋当中走出来，然后把你彻底忘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叶枫目瞪口呆地听完了陈江雪的话，只觉得如遭雷劈。卧槽，自己这绝美大姨子也太狠了，为了拆散自己和陈可儿，竟然能使出这种残忍的手段。可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自己在城中斗法，害怕暴露，撒了点小谎，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个大骗子，不至于吧？陈统领，前几日在城中斗法，确实是我不该，但也确实是事出有因。后来为了免遭责罚，我撒谎骗你是我不对，这个我承认，但也没必要因为此事就让我离开可儿妹妹吧？这件事和她有什么关系？叶枫盯着陈江雪那双冷若寒潭的眸子，皱眉说道：“我与可儿妹妹是真心相爱，我也一定不会辜负她的。事实上，我很爱可儿，即使她要天上的月亮，我也会想办法尽全力的满足她。怎么到你嘴里，我就成了一定会伤害她的大骗子？想要天上的月亮，你也会满足她？”听到叶枫的话，陈江雪撇了撇嘴，不屑地说道：“就凭你这练气期的修为，也好意思夸下如此海口？先不提你这低微的修为，就说你是如何哄骗我妹妹的吧。”陈江雪手中的长枪一抖，凌厉的杀气顿时将叶枫笼罩，已不过是练气修为而已，却敢骗可儿说能炼制出极品筑基丹。可儿她涉世未深，单纯的如同一张白纸，竟然会信了你的鬼话。除了她谁不知道，至少也要筑基期的丹修才能炼制出普通筑基丹，而极品筑基丹至少也要经丹期的大师亲自炼制才行。这种鬼话你都说得出口，可见你的人品定然是撒谎成性。我妹妹若是跟了你这种人，结果可想而知。叶枫，你骗得了我妹妹，可你骗不了我。我身为她的亲姐姐，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跳入火坑，最后遍体鳞伤。叶枫闻言顿时哭笑不得，搞了半天就因为这个，就因为自己在炼气期能炼制出极品筑基丹，而陈江雪不相信，所以才认为自己是个大骗子，觉得自己是在吹牛逼，所以肯定靠不住。你以为我丹道天才是白叫的呀？不好意思，陈统领，我想你误会我了。叶枫无视了还在自己喉间吞吐寒芒的亮银长枪，一脸风轻云淡的模样，负手说道：“我没骗可儿，也没有在说大话，区区极品筑基丹而已，我随手就能炼制出来。丹道大师能炼制的丹药，我能炼；丹道大师炼制不了的丹药，我也能炼。”他大手一挥，带着睥睨天下的气度，朗声说道：“至于在下的修为嘛，现在虽然只有炼气9层，可是我的战力却是同阶修士之中无敌的存在。别看你陈统领乃是筑基后期的修为，可我却真不怕你，因为只要我想，我随时都能突破筑基。我若筑基，哪怕只是筑基1层，你也不可能会是我的对手。”话音刚落，叶枫眼中神光一闪，整个人爆发出了一股极为自信的气势，瞬间锋芒毕露。哼，大胆叶枫，当着我的面还敢说大话！陈江雪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叶枫的神态转变，娇声怒喝道：“区区炼气小修，如此大言不惭，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居然还敢口出狂言，说什么极品筑基丹随手炼制，甚至同阶无敌，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你简直是在自取其辱，是不是当真以为我不敢动你？”他玉手握着长枪，直指叶枫，仿佛随时都会将他扎个对穿。这个叶枫实在是太会胡说八道了，你不吹牛难道会死吗？他陈江雪自打踏入修炼以来，就被称为天之娇女，更是被顺天城主看中，收为了亲传弟子。身具9品金灵根的她，不仅天赋出众，年仅24岁就修炼到了筑基后期，战力更是不俗，从来未逢敌手。她也凭借自己的超强战力，成为了城卫军最年轻的女统领。即便如此，陈江雪也不敢自称同阶无敌，因为她知晓一山更有一山高的道理。而眼前这个只有4品普通灵根，修为仅有炼气9层的叶枫，也敢口若悬河自称同阶无敌。像叶枫这种家伙，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蠢货，就是爱吹牛的骗子，自己更不可能放心将可儿交给这种人了，一定要让他离开可儿。怎么，你不信？叶枫看了一眼陈江雪，见他那张绝美的容颜上写满了愤怒，一副你骗不了我的表情，顿时心中了然。不相信也没关系，今天我就先给你开一开上面的眼儿。丹阳陨星炉。叶枫忽然大手一挥，反手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丹炉，随后席地而坐，拿着一份炼制筑基丹的药材，
对着陈江雪说道：“陈统领，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着，极品筑基丹，我现在就炼制给你看。”哼，装模作样，我倒要看看你要耍什么鬼把戏。你若真能以炼器修为，炼制出极品筑基丹，我就不跟你计较在城中私斗这件事。见叶枫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陈江雪冷笑了一声：“可你若是炼制不出来，我必将你关入天牢100年，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可了。”叶枫闻言微微一笑，脸上那副风轻云淡的神情始终都没变过。丹道天才，天赋神通，却在不知不觉中轰然发动。只见他一手操作丹炉，一手熟练地加入各种药材，动作行云流水，时机把握的更是娴熟无比，丹火控制的更是炉火纯青。一整套令人赏心悦目的丹药炼制过程结束，叶枫连口大气都没喘过，轻松的像是烧了锅开水一般。陈统领，极品筑基丹已成，你自己打开看看吧。叶枫从地上一跃而起，随后指了指地上的丹炉，轻描淡写的示意道。陈江雪虽然不懂炼丹，但刚才叶枫那行云流水的炼丹过程确实让人看了极为舒服，心中不免有些惊疑不定。看着叶枫那副风轻云淡的样子，陈江雪也觉得自己有点捉摸不透这个家伙了。难道自己真的误会了他？他并没有说大话，而是真的会炼丹？不可能，就算他会炼丹，也绝对炼制不出筑基丹，更炼不出极品筑基丹。炼气期修士炼制不出筑基丹，这是修仙界的常识。哼，死到临头还在嘴硬，待我揭穿你的鬼把戏，再将你镇压100年。陈江雪冷哼了一声，随手用亮银长枪挑开了丹阳陨星炉，咔嚓，炉盖应声而开。下一瞬，嗡，丹炉之中忽然闪起了耀眼的灵光，那是极品丹药成型的征兆。与此同时，一股极为浓郁的丹香从丹炉之中溢散出来，令人闻之精神一振，只觉得心旷神怡。陈江雪大吃一惊，连忙探头望去，只见丹炉内整齐排列着10颗丹形饱满、丹香浓郁的筑基丹，每一颗筑基丹都呈现出完美的浑圆，色则是纯粹的丹褐色，表面光滑细腻，不见半分杂质。丹体上还流淌着一层极其微弱的淡金色光晕，这是药力精纯到一定程度，丹纹内敛的顶级表现。这真是极品筑基丹，而且还是10%的成丹率。可是这怎么可能？陈江雪顿时瞪大了美眸，那张清冷如仙的绝美容颜之上，罕见的出现了极为震惊的表情。他身为顺天城主的亲传弟子，及受城主东方圣器重，曾在炼气大圆满巅峰之时得到过师尊赐下的2枚极品筑基丹。那2枚极品筑基丹还是城中雷家的雷一欢大师亲手炼制的。可即便是出自丹道大师之手，那成色也根本比不上叶枫随手炼制的这炉筑基丹。而且听说雷大师炼制极品筑基丹的成丹率最高也只有10之5、6而已，叶枫随手炼制成丹率竟然高达10×10，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这真是炼器小修能做到的事情吗？若不是亲眼所见，陈江雪是万万不敢相信啊！此刻他那小嘴张的圆圆的样子，还真的跟清纯美人陈可儿有点相似，可爱捏，真可爱。果然不愧是亲姐妹，就连这副震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惹人喜爱。叶枫一直在盯着绝美大姨子的表情，此刻见到她的反应，顿时心中暗喜。怎么样，陈统领，这下你该相信我了吧？叶枫盯着清冷美人陈江雪，一脸得意地问道：“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陈江雪闻言，顿时从震惊之中清醒，她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叶枫，不解地问道：“我一直在盯着你炼丹，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偷梁换主，将这10颗极品筑基丹放进去的？”叶枫闻言愣住了，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叶枫，你真把我当傻子吗？你真的以为我会相信这10颗极品筑基丹是你随手就炼制出来的吗？陈江雪冷冷一笑，一副看穿了所有把戏的表情，淡漠地说道：“若连丹道大师都做不出一炉10×10的成丹率，你随手就是这品质。叶枫啊叶枫，你可真能装啊！你一定是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将这10颗极品筑基丹放了进去，想让我以为这是你亲手炼制的。若是我妹妹的话，你说不定还真能骗过她。可惜聪明如我，是你骗不了存在。叶枫，你的戏演砸了，演得太假了。”说着，陈江雪手中长枪一抖，顿时锋锐的寒芒乍现，枪尖直指叶枫的眉心。你这诡计多端的混蛋，还是乖乖跟我去天牢待着吧，也只有被我关进天牢，你可能才会老实一点，不再出来骗人。叶枫看着陈江雪那一副大聪明的样子，他是真的无语了，自己都当着他的面证明了，他居然还是不信，仍旧怀疑自己造假说谎。果然老话说的对，怀疑一旦产生，罪名就已经成立。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啊！想到这，叶枫沉默地从怀中掏出了2颗破镜丹。既然道理说不通，证明也没用，那就只好展示一番拳脚了。丹道天才你不信，那么剑道奇才你又怎么说？你的长枪虽然锋锐，但是在下的金鳞龙神剑也未尝不利。叶枫，别再演戏了，你骗不了我，乖乖跟我去天牢待着，别来祸害我妹妹。英姿飒爽的陈江雪手握长枪，直指碧阳，那清冷如仙的模样宛若谪仙，美丽像一幅画卷。就是可惜脑子似乎不太好，固执得很啊。叶枫无语地看着清冷美人，小声嘀咕了一句：“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陈江雪没听清那句话，皱着眉头怒视着叶枫。没什么。叶枫摇了摇头，
轻描淡写的说道：“陈统领，看来你是执意要把我关进天牢了，一定要让我离开可儿妹妹吗？”“没错，你这家伙满口谎言，还诡计多端，骗人的手段层出不穷，我怎么可能任由自己的亲妹妹跟着你这种人？”陈江雪冷面如霜，寒声说道：“而且通过你刚才的表现，即使你现在愿意离开我妹妹，我都不敢相信了。谁知道你这家伙是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说离开可儿，暗地里又偷偷去见她，现在只有把你关进天牢，镇压100年，我才能放心。”叶枫这便宜大姨子真的是闹妈了。低头看了看手中的2颗破镜丹，叶枫心中已经有了打算。既然道理说不通，还好我也略同一些拳脚。他现在刚好是炼气9层巅峰，2颗破镜丹刚好能让他突破到筑基1层，成为和陈江雪同一境界的修士。虽然陈江雪的修为已是筑基后期，但凭借这剑道奇才这个同阶无敌的天赋神通，筑基1层的叶枫已经有了一战之力。再加上可以斩断低阶法宝的精灵龙神剑，还有剑法神通金黄腾龙9剑，击败陈江雪应该不算难。不过叶枫的目的可不只是击败陈江雪而已，他要的是让陈江雪改变对自己的看法，至少别阻拦自己和陈可儿游龙搞耍。自己好不容易才解锁拿下的第2位美人，怎么能还没好好享受就彻底失去呢？陈统领，可否打个商量？叶枫缓缓抬头，淡然开口道：“哼，现在知道怕了。”陈江雪嘲弄地看着叶枫，讥笑道：“若是求饶的话，那你就不用开口了。”叶枫摇了摇头，风轻云淡地说道：“陈统领误会了，在下并非是要求饶，而是想和你打个赌。”打赌？陈江雪闻言一愣，不知道叶枫又在搞什么鬼。你想怎么赌？叶枫身姿挺拔如松，负手而立，缓缓说道：“就赌你拿不下我，赌你不是我的对手。”哈哈哈，那不可能。陈江雪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仰天大笑。先别说的这么笃定，可不可能总要试过才知道。叶枫饶有兴趣地看着清冷美人大笑的模样，心中暗道：这陈江雪果然是顶级角色，怎么样都好看，全方位无死角的美。就是平日里总是一副清冷如仙，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仿佛像个冰山一般冷酷。其实偶尔开怀大笑，或是可爱俏皮，不是也挺好的吗？何必总是那么严肃冷淡，让人不敢接近呢？怎么样，陈统领，你敢不敢跟我赌？叶枫又问了一遍。哼，我会怕你？陈江雪止住大笑，又恢复了那副清冷如仙的模样，冷哼了一声道：怎么赌？赌注是什么？很简单，我就用这把剑和你光明正大的打一场。若是我输了，别说关我100年了，关我一辈子都行。总之我任你处置。叶枫大手一挥，金灵龙神剑凭空出现在手中，接着道：可若是你输了，我不可能会输的。叶枫的话还没说完，便被陈江雪强硬的打断。他一抖手中亮银长枪，顿时寒芒乍现，气势如虹。呵呵，你会不会输也得让我把话说完吧？叶枫莞尔一笑，无奈的摊了摊手。若是你输了，就得承认你刚才误会了我，我也不需要你向我道歉，只需要你别再阻拦我和可儿妹妹在一起就可以了。没问题。话音刚落，陈江雪连想都没想便直接答应了下来。望着叶枫那胸有成竹的神情，陈江雪眼中寒意不减。叶枫，你不过区炼气9层的修为，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竟敢挑战我。你恐怕还不知道，自从我踏入修炼那一刻起，便是在无数战斗中磨练起来的。迄今为止，我还从未有过败绩，同阶修士甚至无人能挡我一枪。既然你愿意光明正大的挑战，也别说我欺负你，我会将自己的修为压制在炼气期。不用。叶枫闻言连忙摆手打断。你有多少修为就用多少修为，有多大力气就是多大力气，千万不要手下留情，更不要压制境界。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怕你等会输了还不服，嚣张狂妄。陈江雪闻言顿时勃然大怒，手中的亮银长剑嗡鸣震颤。呵呵，如果你知道我的真正实力，你就会知道我一点也没有嚣张狂妄。叶枫随手将2颗破镜丹扔进了嘴里，接着说道：我说过，只要我想，我随时都能突破到筑基期。话音刚落，2颗地阶破镜丹入口即化，磅礴的药力瞬间化作2股炽热的洪流，冲向他的4肢百骸。叶枫周身猛地一震，一股远超炼气9层巅峰的恐怖气息骤然爆发。轰！以叶枫为中心，无形的气浪猛地扩散开来，卷起地面的尘土碎石。他体内仿佛有一座沉寂已久的火山被彻底点燃，炼气9层巅峰的壁垒在破镜丹无与伦比的药力冲击下，如同薄纸般被轻易撕碎。叶枫的气息如同坐上了穿云箭，疯狂地向上攀升。几乎在他气息爆发的一刹那，叶枫的修为轰然提升到了炼气10层大圆满。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叶枫的气息并未平复，他的气势还在攀升中。轰！仅仅又过了3-5个呼吸，一股更为澎湃的气息从他身上猛然爆发。嗡！叶枫周身金光大盛，这是他体内的灵力正在发生本质的蜕变，气态灵力疯狂压缩凝练，向着液态灵力转化，并最终汇成一个巨大的灵力湖泊。每一滴湖水都是最精纯的灵力。这个过程本该凶险万分，需要海量灵气支撑和坚韧的意志引导，稍有不慎便是生死道消。然而在破镜丹的推动下，
这一切竟显得极度的轻松与从容。不过短短数个呼吸之间，叶枫周身的气息已经定格在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筑基一层。整个过程快得让人几乎都反应不过来。而手持亮银长枪，气势凛然的陈江雪，那绝美俏脸上的冷笑，在叶枫气息爆发的瞬间就凝固了。他就站在叶枫的面前，亲眼看着叶枫眨眼之间连破2境，从炼气9层一路冲到了筑基1层。这其中甚至还有着一个大境界的瓶颈。陈江雪那双清冷如霜的美眸，清晰地映照着叶枫被金光笼罩的身影，骤然瞪得又圆又大。筑基就这么成了？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惊骇。要知道，筑基期之所以被称为修士与凡人之间的分水岭，那是有原因的。无论是天才还是废物，在炼气期其实区别不大，唯有跨过筑基期，才能算是正式踏入了修行，成为一名真正的修士。真正的天才，也正是在踏入筑基期以后，才能兑现自己的天赋，获得巨大的天赋加成，从而逐渐拉开自身与普通人的差距。而炼气突破筑基的这个大境界瓶颈，更是被视为重中之重。为了筑好修炼的道基，所有人都会做好万全的准备之后再去尝试突破。就连身为9品精灵根的陈江雪，当年突破筑基期时，也曾耗费了无数心血打磨根基，准备了品质最好的筑基丹，还足足闭关了3天才冲破了那道关卡。而叶枫的修炼天赋只有4品灵根而已，这种天赋说是废物也差不多了，竟然比自己突破时还要轻松。这种突破方式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情况？就在陈江雪无比震惊，思绪翻涌的时候，好了，现在我跟你一样，都是筑基期的修为了。叶枫随意地挥动着胳膊，简单地感受了一番体内澎湃的灵力，对着陈江雪耸了耸肩道：“你看，我说了，只要我想，随时都能突破吧。”陈江雪虽然不想承认，但是好像确实是这样没错。不过看着这家伙得意的样子，真是让人觉得好生气啊！只要你想就能随时突破，怎么不直接突破到金丹呢？你真那么厉害的话，你直接成仙不就好了？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法子，竟然能直接从炼气9层突破到筑基期，这确实让我刮目相看。想到这，陈江雪没好气地说道：“不过，你也就这点本事了吧？有本事你再突破一个给我看看，我确实还可以继续突破，不过没必要。”叶枫闻言风轻云淡地挥了挥手，手中的金鳞龙神剑顿时泛起金色流光。对付你，筑基1层的修为就已经足够了。狂妄，你不过才刚刚突破到筑基1层而已，连道基都未来得及巩固。我可是筑基8层的修为，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敢说出这种狂言。区4品灵根的修炼资质，不过筑基1层的修为实力，就敢如此目中无人，小觑天才。叶枫那轻描淡写的态度，还有那猖狂的话语，顿时让陈江雪勃然大怒。身为顺天城公认的天之娇女，从来没人敢如此轻视自己。别说修为比自己低的了，就连修为比她高出2个小境界的人都不敢直面她的锋芒。出道以来，陈江雪从无败绩，无数天才都曾在她手中的亮银长枪之下饮恨败北，小小叶枫也敢如此嚣张，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无知小贼，接下来我就让你明白，你和天才之间究竟有多么大的差距。说着，陈江雪面若寒霜，轻轻举起了手中的亮银长枪，枪尖顿时绽放出令人感到心寒的恐怖气息。见到陈江雪自负的样子，叶枫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他觉得自己这个绝美大姨子什么都好，就是太骄傲太高冷了。虽然说这种冷傲的性格会让人很有征服欲，但其实叶枫很不喜欢。你可以对别人冷傲，但不能对我冷傲，对我你得热情如火才对。他喜欢那种在外面眼高于顶，是全天下男人如野狗，然后转身对着自己奉上笑脸和妩媚的女人。不过陈江雪现在已经很有这方面的潜质了，就是还需要好好调教才行。日后若是将她成功拿下了，必须得好好教教她怎么取悦自己，怎么搞反差，这样才更能讨得自己欢心。想到这，叶枫觉得这次必须要好好的打压陈江雪的气焰，不能让她再这么冷傲下去了，要把冷傲的绝美大姨子狠狠地压在下面，居高临下的告诉她谁才是最硬的人。当然，叶枫说的不只是拳头。来吧，陈统领，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想到这，叶枫单手持剑傲然而立，青山身影如同苍松一般挺拔，轻描淡写的说道：“我只出3招，必将你踩在脚下，超过3招，我自会主动躺下认输，任你摩擦，随你处置。”叶枫的豪言壮语瞬间点燃了陈江雪压抑的怒火。狂妄，放肆！陈江雪娇声怒斥，清冷的嗓音因愤怒而发颤。他身为顺天城城卫军统领，9品精灵根的筑基8层强者，何曾受过如此轻视？嗡！陈江雪含怒出手，手中那杆亮银长枪猛地爆发出了刺目的银芒，枪身剧烈震颤，发出龙吟般的嗡鸣。是一声轻斥，陈江雪身形如电，人枪合一，化作一道撕裂空气的银色流光，狂暴地刺向叶枫。在他前冲的瞬间，那凶悍的枪势陡然分化，一枪化百枪，百枪化千枪，刹那之间，漫天皆是森寒锐利的枪影，每一道枪影都凝实无比，蕴含着恐怖的威能，密密麻麻，铺天盖地，将叶枫周身彻底笼罩。枪风呼啸，卷起漫天尘土草屑，凌厉的劲气令人望而生畏。
面对这足以让任何筑基修士都肝胆俱裂的恐怖攻势，叶枫却依旧立于原地，风轻云淡的脸上看不见丝毫的惊慌，那双深邃的眼眸如同古井深潭，始终平静地注视着呼啸而至的万千枪影，不起波澜。直到那万千枪影即将临身，似乎下一秒就将他彻底绞杀之时，叶枫终于动了。他的动作看似随意至极，仅仅是手腕一抬，毫无花哨地刺出了一剑，没有光芒璀璨的剑红，也没有威势骇人的剑势，仅有一点微不可察的金色剑光悄然闪现，却后发先至，精准无比。叶枫手中的金玲珑神剑直接穿透了漫天的枪影，牢牢锁定了枪影之后的陈江雪本身。萧金玲珑神剑的剑势极其缓慢，仿佛轻轻一躲就能避开，却带着凌厉的破空声，在陈江雪震惊的眼神中直奔他的胸口来。什么？陈江雪心中顿时掀起了滔天巨浪，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苦修了多年引以为傲的枪法绝技，竟然会被叶枫如此轻易的直接看穿了。不仅在漫天的枪影之中精准的找到了自己的真身所在，那看似随意的一剑却更是避无可避。眼看金色龙鳞长剑带着流光奔袭而来，若自己继续保持攻势而不选择回防，必然会被一剑刺中胸口。此人虽然狂妄，但也确实有着几分剑道造诣。陈江雪赞叹了一声，只得放下攻势，强行扭转亮银长枪，交斥了一声抽枪回防。当，先是一声金铁交击声响起，陈江雪手中的亮银长枪精准地挡住了叶枫的金色龙鳞长剑，随后一股沛然墨玉的力量透过长枪传到了陈江雪双手之上。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陈江雪手中那杆陪伴他征战许久的亮银长枪竟然如同朽木一般被那把金色长剑直接斩断了。借着长枪断裂的反震之力，他连忙抽身，身形如风中柳絮一般急速后退，才勉强卸掉了那股巨力，踉跄落地。我的亮银龙胆枪！握着手中断为了两截的长枪，陈江雪心中惊骇不已。他这杆亮银长枪可是师尊送给自己的黄阶上品至宝，采用神铁打造，质地坚硬无比，竟然如此轻易就被斩断。叶枫手中那把金色龙鳞长剑到底是什么来头？陈江雪并不知道，叶枫的剑道奇才天赋神通赋予了他洞悉一切诡计与破绽的恐怖能力，只要是和他同处于一个大境界之内的对手，哪怕对方是筑基大圆满巅峰的修为，也无法凭借修为压制住只有筑基一层的叶枫。正如系统介绍所说的一样，身为一名剑道奇才，同阶无敌是最基本的能力，任何一个同境界的对手，他都能挥洒自如地应付两下子。而叶枫手中的那柄金玲珑神剑更是无坚不摧的地阶神兵，采用上古金玲珑遗骨打造而成，拥着这斩断低阶法宝飞剑的特性。这种级别的神兵，别说是顺天城，即使放在整个大齐王朝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斩断他手中那杆品质只有黄阶上品的亮银长枪，简直是小儿科。怎么样，陈统领，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吗？看着陈江雪苍白的俏脸上那难以置信的眼神，叶枫朗声问道。哼！陈江雪闻言冷哼了一声，紧咬银牙，一言不发。刚才那一招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但其实已经高下立判。陈江雪的一身枪法修为以打卤火纯青之境，自信在筑基期内罕逢敌手，却不料一个照面就被叶枫看穿了招式，就连他手中的兵器都被叶枫一剑斩断，这还怎么打？呵呵，我猜你一定是想说，我不过是仗着手中的神兵利器，才侥幸赢了你这一招，对吧？看到绝美大姨子那一脸不忿的表情，叶枫心中了然，他晃了晃金玲珑神剑，轻笑了一声道。陈江雪瘪了瘪嘴，一脸的不服气，难道不是吗？哈哈哈，好好好，仗着神兵确实胜之不武。叶枫放声大笑，反手将金玲珑长剑收进了储物袋，四下看了看，他俯身从地上捡起了一截枯枝，随意的挥舞了几下，满意的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便如你所愿，你可以换一把长枪，而我就用这截枯枝与你交手。叶枫手持枯枝，眼神睥睨的看着陈江雪，一字一句的说道，我要让你知道，即使不用剑，我也照样能赢你。刚才说了3招，现在还剩2招，来吧，陈统领，拿出你全部的本事，今天我一定要让你心服口服。话音未落，叶枫随手将那截枯枝在指尖转了转，一层淡淡的金色光晕骤然在枯枝之上流转，一股强烈的自信伴随着浓烈的战力轰然爆发。此刻的叶枫身上居然惊人的有了一种睥睨天下的气度与风范。然而叶枫那副等你来战的姿态，还有那句不用剑也能赢你的嚣张挑衅，落在陈江雪的眼中却是对他赤裸裸的轻视，仿佛他堂堂顺天城卫军统领，筑基8层的9品金灵根天骄，只是叶枫随手就能打趴下的角色。强烈的屈辱感顿时将一向眼高于顶的陈江雪牢牢包围，强烈的自尊心让他无法接受自己被叶枫这样一个4品灵根的家伙，筑基1层的小修看不起。叶枫手中没有神兵，你还敢如此嚣张，简直是没把我放在眼里。陈江雪瞬间暴怒，他那双冷若寒潭的眼中现在几乎要喷出火来，羞怒交加之下，他随后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杆普通的木质长枪，怒喝道，今日我定要让你知道天高地厚，受死吧！怒喝声中，陈江雪紧握木枪，周身灵力轰然爆发，强大的气势将他衬托得如同战场女武神一般。
他将满腔的怒火与屈辱尽数化作了力量，人随枪走，卷起了一股更加狂暴攻势，再次向着叶枫发起了冲锋。好，来得好！叶枫见状不禁反喜，他手持枯枝朗声大笑着喊道：“金黄腾龙九剑，第三式云海探爪！”嗡！话音刚落，风云突变，手持枯枝的叶枫气势陡然一变，气息暴涨。接招吧，叶枫！陈江雪轻斥了一声，周身气势轰然爆发，筑基后期的灵力倾泻而出，金色气浪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卷起地上的碎石枯叶。单手持枪的他身形挺拔如雪峰寒松，双眸锐利紧盯叶枫，即使一把普通木枪在他手中竟也吞吐出数尺长的灵力枪芒。惊鸿贯日，陈江雪口中低喝，身影瞬间化作了一道银色流光，枪尖处金光璀璨，仿佛真的要将白日贯穿。然而面对陈江雪的恐怖攻势，叶枫眼中不仅毫无惧色，反而掠过一丝赞赏。好枪法！他口中赞叹，身形也随之而动。金黄腾龙九剑，第三式云海探爪。叶枫手中那节看似脆弱不堪的枯枝，瞬间被灌注了极为精纯的筑基灵力。随着他手腕轻灵而玄妙的一抖，金黄腾龙九剑剑法神通轰然启动。刹那间，风起云涌，无穷的灵力被叶枫轻轻搅动，平地仿佛真的升腾起翻滚的无边云海，将叶枫的身影彻底吞没。陈江雪那灵力无匹的一枪刺入灵力云海，金色的枪芒瞬间被浓厚的云雾吞噬，仿佛一枪扎进了棉花。眼前只有一片迷蒙的雾气，哪里还有叶枫的踪影？人呢？陈江雪惊疑不定，连忙收枪回防，一脸戒备的四处寻找叶枫的踪迹。啊！就在此时，云雾之中突然响起了一声低沉而威严的龙吟。下一刻，叶枫的身影毫无征兆地从陈江雪身侧的云雾中骤然闪现。他手中的枯枝不再是脆弱的树枝，仿佛化作了一只从九天云海中探出的蛟龙之爪，蕴含磅礴的伟力。那枯枝爪影裹挟着风雷之声，撕裂云雾，带着沛然墨玉的距离，狠狠地抽在了陈江雪右边胳膊。啪！一声清脆响亮的抽打声响起，陈江雪只觉得一股难以抵抗的巨力狠狠地轰击在了自己的手臂上。呀！钻心刺骨的剧痛让他忍不住发出一声痛呼，半边身体瞬间麻痹，整个人直接被这股无可匹敌的力量抽得踉跄前扑，再也维持不住那清冷如仙的姿态，狼狈不堪的重扑倒在地。风停云散，叶枫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陈江雪的面前，仿佛从未移动过一般。他随手挥舞着手中的枯枝，身姿如松傲然挺立着，神情淡然平静，仿佛刚才那一招丝毫不费吹灰之力。你服了没有？叶枫轻声问道。我不服，这不可能！扑倒在地的陈江雪强忍着右臂火辣辣的剧痛，挣扎着抬起头。你才筑基一层，怎么可能击败我？他那张倾国倾城的俏脸上写满了震惊，心中充满了不敢置信，口中却在嘴硬着告诉我，你刚才那一招是怎么做到的？叶枫闻言摇头无奈的笑道，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固执了，炼丹也好，交手也罢，事实都明明白白摆在你眼前了，你就是不肯相信。说到这，他微微歪头，好整以暇地看着地上的陈江雪。闭嘴吧，若不是我体内有师尊设下的禁制，岂会被你接连得手？看着得意洋洋的叶枫，陈江雪气到俏脸通红，连忙挣扎着爬起。他因为体内暗疾的缘故，所以一直没有发挥出全部的实力。他有极大的自信，如果自己用上本源之力，叶枫未必能轻松将他击败。只可惜他的本源之力不可轻易动用，一旦引发暗疾，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为了限制陈江雪使用本源之力，顺天城主东方胜只好在他的体内设下了一道禁制，还曾叮嘱他不到万不得已的生死关头，绝对不可打开禁制。想到这，陈江雪眼神复杂，心绪翻涌。他知道现在不是生死关头，可他也绝不允许自己输给叶枫。回想自己刚才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如果让叶枫赢了自己，这个可恶的家伙指不定会怎么笑话自己。陈江雪只要一想到叶枫猖狂的表情，就忍不住一阵难受。他接受不了，不行，我绝对不能输给叶枫，绝对不能被他骑在头上。可我的禁制又不能随便打开，本源之力也不能随便动用。一时间，陈江雪心乱如麻，思绪翻涌了很久，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我就打开一小会，使用一点点本源之力，等到赢下叶枫以后，就马上停手，这样应该没有问题的。看到陈江雪沉默不语的样子，叶枫语气戏谑地问道：刚才我说好3招击败你，现在才用了2招，还剩最后1招。陈统领，你还打不打？打！为什么不打？陈江雪紧咬银牙，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与倔强。我就不信你真的有这么强，若你下一招真能将我彻底击败，我就心服口服向你认输。叶枫听了呵呵一笑，向他摆了摆手，认输就不必了，我只需要你别再阻拦我和可儿在一起就好了。其实按理说，可儿若真是嫁给了我，你可是我的大义子呢。说着，他一脸狡黠的对着陈江雪吊笑道：咱们往后都是一家人，何必闹得这么僵呢？打打杀杀多伤和气，你说是不是？大姨子？呸！谁是你大姨子？谁和你是一家人？陈江雪听到大姨子3个字，瞬间羞愤交加，那张清冷的俏脸腾的一下长得通红，她就像一只被踩到了尾巴的猫，娇喝道：你这可恶的登徒子，看我怎么收拾你！话音刚落，陈江雪猛地一咬银牙，
体内似乎传来了一声轻微的咔嚓声，仿佛某种无形的枷锁被强行挣断了。嗡！一股难以言喻的冰冷气息骤然以陈江雪为中心爆发开来，这并非是表情变化的那般清冷，而是真正来自灵魂本源的力量。整片天地似乎突然进入了冰天雪地的极寒状态，寒意在空气中飞快蔓延，陈江雪的周身似乎都挂上了一层白霜。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叶枫眉头紧锁，心中警铃大作。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陈江雪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巨变，那张绝美的脸庞仿佛被万年玄冰覆盖，眼神空洞而深邃，只剩下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漠然。这个女人在搞什么鬼？望着自己那绝美大姨紫发丝的白霜，叶枫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直觉告诉他大姨子现在的状态不对劲。冰破碎魂枪。就在叶枫惊疑不定之时，陈江雪那冰冷的声音骤然响起，她的气息陡然拔升，手中的普通木枪此刻仿佛由万载寒冰雕琢而成，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刺骨寒意。叶枫，看招！陈江雪的身影化作了一道幽蓝寒光，速度快到了极致。萧，那柄木枪裹挟着恐怖寒气，化作了一道凝练到极点的毁灭寒流，直刺叶枫心口。枪未至，那股极度冰寒已然让叶枫的动作变得僵硬，全身的灵力运转都迟滞了几分。不好，这一招的威力似乎快要超出了筑基期的极限。叶枫瞳孔猛缩，感到头皮发麻。面对陈江雪这几乎快要超越筑基极限的恐怖攻势，他也不再保留。丹田内积蓄的磅礴灵力如同决堤的洪流，被他拼命地灌注进了手中那根枯枝之中。好，下一瞬，一声威严嘹亮的龙吟仿佛自九天之上传来。金黄腾龙九剑，第60腾龙起路。叶枫手腕一震，枯枝上剑气纵横，竟引动天地灵气，幻化出了一条威严神峻的金色巨龙虚影。璀璨夺目的金色光芒从枯枝上爆发出来，瞬间驱散了周围刺骨的寒意。巨龙鳞爪飞扬，带着一股破开大地、撕裂苍穹的恐怖气势。叶枫，你是赢不了我的！看到头顶的金色巨龙，陈江雪眉头微蹙，她紧咬着银牙，怒吼了一声，手持长枪不断向着叶枫逼近。眼看那幽蓝的枪尖带着恐怖的寒流就要将叶枫一枪捅穿的时候，破！叶枫厉喝了一声，手中枯枝化作金色龙首，迎着陈江雪的冰破碎魂枪悍然刺出。金龙虚影咆哮着，裹挟着无上龙威，直接奔向了那道幽蓝寒流。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炸开，金与蓝，龙吟与冰爆，狂暴的剑气与冻结万物的寒气在此刻猛烈碰撞。什么？让陈江雪大感意外的是，自己那无坚不摧的幽蓝寒流在金龙虚影面前竟然像是遇到了克星一般。那条巨大金龙锐不可当，其中蕴含的磅礴剑气瞬间撕裂了森冷的寒流，势如破竹地穿透了层层阻碍。金光一闪即逝，下一刻，那道金龙虚影透过了叶枫手中的枯枝，精准无比地刺穿了陈江雪护体灵光，点在了他丹田气海的位置。咔嚓！只听一声脆响，宛若琉璃破碎。呀！陈江雪如遭雷击，曲线火辣的娇躯猛然一颤，他那极致漠然的眼神闪了一下，忽然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那张清冷如仙的俏脸之上也浮现出了剧痛的表情。坏了，体内的本源之力失控了。陈江雪心中咯噔了一声，自己最担心的情况竟然真的出现了。为了赢下叶枫，他不惜打开了师尊留在自己体内的禁制，动用了本源之力。可是刚才叶枫的那一剑却好巧不巧地击中了他的丹田之上，也击中了他隐藏在道基之中的那处暗疾。陈江雪只觉得一股极为森冷的寒流从道基处迅速地涌了出来，很快便蔓延了全身，这正是暗疾发作的迹象。他手中的木枪啪的一声化为了齑粉，体内的灵力到处乱窜，气息萎靡到了极点。怎么样，大姨子，现在你服了吗？而叶枫却似乎并未发觉陈江雪的异常，他居高临下地看着绝美大姨子，眼神睥睨。呸！我不服！陈江雪身体摇摇欲坠，虽然冷的牙关都在打颤，只感觉如坠冰窟，被体内的寒流折磨的苦不堪言。但是听到叶枫揶揄的话，他却还是倔强的嘴硬道：“我是顺天城最耀眼的天之娇女，叶枫，你休想奚落我！”然而话音刚落，他就再也坚持不住了，整个人如同被抽掉了所有骨头，连一丝力气都提不起来。那摇摇晃晃的娇躯再也维持不住站立，双腿一软，直接向前扑倒在了叶枫的怀里。叶枫连忙下意识的伸手接住了陈江雪，入手只觉得仿佛在触摸一块寒冰。放开我！怀中响起陈江雪虚弱的声音，说句话都在断断续续。别逞强，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叶枫眉头一皱，他能感觉陈江雪现在的状态极差，整个人都在颤抖着，显然正在忍受着极大的痛楚。不用你管，放开我！陈江雪体内寒流肆虐，那森冷刺骨的寒意让他如被万千冰针刺入身体，疼得他死死地咬住银牙，才没在叶枫的面前痛苦哀嚎。叶枫看出了他的痛苦，紧紧皱着眉头，一把将他的亮银盔甲卸下，这才发现在绝美大姨子的那副盔甲之下，原本应该软玉温香的娇躯，此刻却如万年寒冰，寒气逼人。不仅如此，就连他那张堪称人间绝色的俏脸都已经覆盖上了一层寒霜。这怎么会这样？此情此景让叶枫百思不得其解。他最后刺中陈江雪丹田的那一剑，
本意只是想截断他的灵力运转，将招式破除的同时，还能让他后继无力，无法继续出招，但却万万没想到会出现现在这种诡异的情况。这是什么意思？都说女人是水做的，难道我这大姨子是冰做的？叶枫挠了挠头，心中十分纳闷，莫非是走火入魔，或是寒毒发作？眼看着陈江雪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仅俏脸上凝结了一层寒霜，现在甚至就连发丝都快成了冰丝，她整个人更是已经陷入了昏迷，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个正常人，反而像是如同一座栩栩如生的冰雕一般。怀中抱着她内曲线玲珑的娇躯，却没有任何香艳感觉，好似在抱着一个大冰块。叶枫尝试注入一丝灵力探查，却发现陈江雪的体内仿佛刮起了灵力风暴，不仅排斥着她的灵力，反噬的寒意更是让她手指瞬间麻木。这场面完全无从下手，顿时让叶枫感到心急如焚。可儿，对了，可儿一定知道。叶枫脑中灵光一闪，忽然想起了自己那清纯小娇妻陈可儿，作为陈江雪的亲妹妹，她必定清楚姐姐身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危急，刻不容缓，叶枫连忙掏出身上的阴阳和合同星配，试图通过千里传音联系清纯美人。此时的叶家，陈可儿被姐姐陈江雪所设下的禁制困在了闺房之内。哼，姐姐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凭什么不让我见风哥哥，还把我关起来，真是讨厌死了。陈可儿一脸委屈地躺在床上，埋怨着姐姐不通人情，也不知道风哥哥现在在干嘛，有没有想我呀？想起自己的情郎叶枫那俊朗潇洒的身姿，清纯美人忽然又露出了一副花痴的模样。可儿，我是叶枫，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正当他对叶枫思念入骨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了叶枫那熟悉的声音。陈可儿立刻惊喜地瞪大了美眸，连忙起身四处寻找，最后才发现那声音似乎正是从那块叶枫送给他的定情信物，被他挂在脖子上的同心佩里传来的。他连忙手握同心佩，朝里注入了一丝灵力。枫哥哥，我是可儿，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刚说完，陈可儿那张清纯亮丽的俏脸又浮现了一层甜蜜，她羞涩地问道：枫哥哥，你这是想我了吗？可儿妹妹，我想你，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有更紧急的事情找你。同心佩里传来了叶枫焦急的声音：儿，你现在在哪？枫哥哥，什么是更紧急的事情？听出了叶枫话里的急切感，陈可儿方心猛地一沉，急忙回道：我还在家呢，姐姐下了禁制，不准我和你见面。叶枫闻言连忙道：不见不行了，你在家等我，我现在马上就过去找你，我必须马上见到你。啊，昨夜不是才刚升华了3次，你怎么又急了？枫哥哥，喂，还能听到吗？同心佩里传来陈可儿羞涩的声音，叶枫却顾不上回答了，他咬紧牙关，忍着那几乎要将自己冻僵的寒意，将昏迷不醒的陈江雪拦腰抱起，随后以最快的速度向着陈家冲去。当叶枫来到陈家的时候，目光急切地扫向陈可儿的房间，果然在门上发现了一道筑基期的禁锢之力，那应该就是为了不让陈可儿和自己见面，陈江雪特意设下的禁制。可儿妹妹，我来了。叶枫没有丝毫犹豫，一手抱着冰雕一般的陈江雪，一手拿出了金光璀璨的金陵龙神剑，剑光微微一闪，带着地阶神兵的无敌锋锐，一剑斩开了房门上的禁制。枫哥哥，房间内，陈可儿早已在翘首以盼，为了迎接情郎，她甚至还换上了自己最可爱的粉色睡裙。眼看房门禁制已破，清纯美人穿着粉色睡裙，连忙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房门。她思念情郎心切，此刻终于得见，脸上瞬间绽放出了明媚的笑容，张开双臂就想扑入叶枫的怀中。然而等陈可儿看清叶枫怀中抱着的那位冰雕美人时，脸上的欣喜表情瞬间凝固了，那与自己有几分相似，此刻却面覆寒冰的绝美脸庞，不是自己的亲姐姐陈江雪，又会是谁？姐姐！陈可儿惊叫了一声，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美眸，脸上的明媚瞬间变成了惊慌失措。姐姐她怎么了？枫哥哥，我姐姐她……清纯美人不顾自己的春光在粉色睡裙下摇晃，猛地扑倒了叶枫的身前，声音发颤地问道：呜呜，姐姐，你可千万别吓可儿啊！看着一向风华绝代的亲姐姐，如今成了一根冰棍，陈可儿急得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快进屋！见到清纯小娇妻落泪，叶枫心中一痛，但现在还不是安抚的时候，他连忙抱着陈江雪冲进了房内，小心翼翼地将她平放在了床榻之上。他那冰冷的身体接触床铺时，甚至让床单都迅速凝结了一层寒霜。安置好陈江雪，叶枫立刻转身，一把将浑身颤抖的陈可儿紧紧地搂入了怀中。可儿，冷静点，你先听我说。叶枫语气急促地将方才在叶家发生的事大概说了一遍。情况就是这样了，可儿，你知不知道你姐姐她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叶枫焦急地问道。清纯美人被亲姐姐现在的模样吓坏了，听完叶枫的讲述后，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呜呜，都怪我，若是我别那么快跟她摊牌，她就不会去找你的麻烦了。陈可儿的心中充满了自责。可儿，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姐姐她现在昏迷不醒，浑身冰冷刺骨，灵力极其紊乱狂暴，再这么下去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叶枫双手扶着陈可儿的肩膀，直视着她盈满泪水的眼睛，焦急地问道：你到底知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样子？陈可儿闻言离开强忍着恐慌和悲痛，努力平复呼吸，带着哭腔解释道：我姐姐她
是寒冰绝脉。他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寒冰绝脉发作了才导致的。寒冰绝脉，叶枫听到这4个字，心头猛地一震，一股强烈的熟悉感袭上心头，他瞬间愣住了，深深地皱起了眉头。寒冰绝脉这个词，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呢？可儿，你好好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是寒冰绝脉？叶枫一边苦思冥想，自己究竟在哪里见到过寒冰绝脉这个词，一边对着陈可儿说道：“枫哥哥，我姐姐她从小就被称为绝世天才，这不仅仅因为她是9品金灵根，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她乃是万年难得一见的寒冰绝脉。”陈可儿努力平复呼吸，抽泣着解释道：“这种体质极为特殊，丹田道基之中天生就带着恐怖的极寒之力，那也是她的本源之力。凭借这种本源之力，姐姐她修炼的速度极快，而且战斗力极强，堪称同阶无敌。但是本源之力极其容易失控，一旦失去掌控，那股力量就会彻底暴走，轻则反噬自身，重则危及生命。”陈可儿说到此处已是泣不成声，她紧紧抱住叶枫，仿佛那是自己唯一的依靠。在姐姐小的时候，曾有高人断言说姐姐她可能活不过25岁，因为寒冰绝脉实在是太容易陨落了。可是姐姐她从小就心高气傲，不服输也不服命，还是毅然决然地踏入了修行。后来她成功地拜入了东方城主的门下，为了不让姐姐动用本源之力，东方城主耗费了巨大的心力，在她的体内设下了禁制，不准她动用本源之力。没想到她为了打败你，竟然不顾一切地擅自解除了禁制，动用了她还掌控不了的本源之力。更没想到的是，枫哥哥，你最后一剑偏偏又那么巧，恰好击中了她的丹田道基。陈可儿泪如雨下，指着越来越微弱的姐姐陈江雪，悲痛地说道：“姐姐的本源之力全部都在丹田道基之中，你那一剑定然是彻底打破了禁制，释放了她体内全部的本源之力，极寒本源失控暴走，姐姐又压制不住，最后就出现了这种可怕的局面。”叶枫听完了陈可儿的解释，叶枫一阵无语。他原本只是想让陈江雪失去反抗之力，乖乖认输罢了，他怎么能知道世间怎么会有那么凑巧的事情？所以说这陈江雪也确实够死要面子的，打不过就认输呗，都是一家人，何必那么争强好胜呢？为了争一个输赢，甚至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了，这还真是拼了命也不肯认输啊！我那一生要强的绝美大姨子哟，枫哥哥，姐姐她会不会？陈可儿看着寒气越来越重的姐姐，泪眼婆娑地问道。呜呜，可儿从小与姐姐相依为命，她是可儿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可儿不想失去姐姐。听到清纯小娇妻那悲痛的哭泣，叶枫心中一痛，连忙柔声安慰道：“不会的，你姐姐她一定不会死的。”真的吗？枫哥哥。陈可儿哭得像个泪人，那贴身的粉色可爱睡裙都快被她的泪水打湿了。是真的，相信我，你姐姐非但不会死，反而还会因祸得福，彻底解决寒冰绝脉这个问题。叶枫揉了揉陈可儿那凝白如玉脂一般的香肩，胸有成竹地说道：“我已经有了医好你姐姐的办法了。”刚才陈可儿解释寒冰绝脉的时候，叶枫也终于想起自己到底在哪里见过寒冰绝脉这个词了。就在昨夜自己拿下清纯美人之后，系统给了一大堆极品奖励，其中就有一株上古神药冰脉寒阳草。当时看系统的介绍，说是世间唯一能中和冰火2大属性的神药。叶枫光注意神药服用后可觉醒冰火双属性灵根这一条去了，还想着日后给清纯美人或者是美艳娇妻唐雨霏服用，看能不能改善他们的灵根品质，直接造就一位绝世天骄。反而因为并不了解寒冰绝脉，而忽略了最后那句对寒冰绝脉有奇效的提示。当时他还想着到底什么玩意是寒冰绝脉，听都没听说过，却万万没想到自己未过门的大姨子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寒冰绝脉。枫哥哥，你真的有救我姐姐的办法？听到叶枫的话，陈可儿震惊地抬起了泪眼。虽然她一直都知道自己的情郎神通广大，从他出手不凡就能看出来叶枫确实极有手段，但是陈可儿更明白姐姐的寒冰绝脉代表了什么，那可是万年难得一见的罕见体质，就连顺天城主东方胜都没有办法，只能以禁制之力勉强压制而已。叶枫却说他能救下姐姐，可他刚才明明连什么是寒冰绝脉都还不知道。怎么，你不相信我吗？见到清纯小娇妻那将信将疑的表情，叶枫呵呵一笑，不等陈可儿回答，他已伸手入怀，直接从储物袋里拿出了那株上古神药冰脉还阳草。这是一株通体晶莹剔透的神药，叶片如玄冰雕琢而成，看起来就和陈江雪身上覆盖的那层寒冰如出一辙。不过在神药的中心处却长着一朵炽热如阳的赤红朵，花蕊如同一轮骄阳，神辉流转神异非常。这冰脉还阳草通体散发着一种冰火交织的奇异气息，似乎蕴含着强大的生机之力，仿佛天生便带着一种调和阴阳的特性，有着中和冰与火的神奇功效。枫哥哥，这是什么神物？竟然如此神异！望着叶枫手中的冰脉还阳草，陈可儿惊讶地长大了嘴巴。尽管在奇珍楼做事，但他也从未见过如此神异的天才地宝。那副冰火共生、阴阳交融的模样，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一眼，陈可儿便看出来了，这株冰火交织的小草一定是极为珍贵的天才地宝。看着陈可儿惊讶的样子，叶枫微微一笑，竟然是上古神药。陈可儿闻言更加震惊了，他知道叶枫背景深厚，
本事极大，但是万万没想到居然这么大。之前那些极品丹药就已经够令人震惊的了，没想到这次随手一拿，竟然就是一株上古神药。不错，而且除了此药，除了可以觉醒冰火双属性变异灵根以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正好对治疗寒冰绝脉有着奇效。说到这，叶枫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带着一丝得意看着陈可儿。然而清纯美人听到后简直震惊到了无以复加。要知道上古神药可是极为珍贵的东西，几乎每一株神药都有着逆天功效，有的可以逆天改命，让人一飞冲天，有的可以化死为生，让人重活一世，甚至有些神药更是可以直接提升境界，立地成就仙神。这些上古神药可遇不可求，乃是无数仙王大帝都梦寐以求的无上之宝。而叶枫的手中居然就有一株上古神药，这株神药不仅可以让人拥有令人艳羡的冰火双属性变异灵根，还正好就对姐姐陈江雪的寒冰绝脉有奇效，这也太神奇了吧！想到这，陈可儿那个可爱的小脑袋里面嗡嗡乱响，一脸震惊地盯着叶枫。自己这个情郎实在是太让人惊喜了，他似乎总能在不经意间就震惊到所有人。枫哥哥他到底是什么人？他的背景到底有多深？竟然如此有实力！当初在奇珍楼，自己第一眼看到枫哥哥，心里就觉得他肯定不简单，没想到他一直在给自己制造各种惊喜。我这眼光也太好了吧，能得到枫哥哥的青睐和宠爱，我也太幸运了。俗话说得好，没有少女不怀春，没有女人不慕强，几乎没有女人可以抗拒一个各方面都极为优秀的男人，如果有，那就是那个男人还不够优秀。女人就像一朵娇花，美人更是如此，她们天生就渴望得到呵护和宠爱。看着像双眼闪着星星，毫不掩饰对自己崇拜和欣赏的陈可儿，叶枫心中爽得快不行了。还有什么能比得到绝美仙子的崇拜更爽的事情呢？如果有，那就是这个绝美仙子她是自己的女人。不过别说陈可儿没想到，就连叶枫自己也没想到，系统刚刚才奖励的上古神药竟然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不得不说，这系统可太够意思了呀！瞌睡了就给你送枕头，知道自己想要攻略大姨子，立马就送上了神药。原本因为陈可儿的原因，叶枫想要攻略清冷如仙的陈江雪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毕竟她们两姐妹感情加深，肯定不好意思共侍一夫。想要拿下绝美姐妹花，无论是陈江雪还是叶枫，所要面临的心理压力肯定都是极大的。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自己若是能使用冰脉海洋草救下陈江雪的性命，不仅能彻底治好她的寒冰绝脉，还能送她一场造化拥有极品的冰火双属性灵根。更重要的是，自己也摇身一变成了她的救命恩人。为了报答自己的救命之恩，所以选择以身相许，这于情于理应该都不为难吧。不过叶枫也并没有趁火打劫的意思，不是说看到别人性命堪忧就以此为要挟。事实上，就算自己救了陈江雪，他并未直接以身相许，叶枫也能接受。只要他的情缘值能稳步增长，那就足够了。毕竟这么骄傲的一位高冷美人，攻略起来也是会有征服欲的。能感受到清冷如仙的陈江雪，那从冷傲转变为热情的过程，叶枫的心里也会觉得更爽更享受。就在叶枫二人说话间，陈江雪的状况已经越来越糟了，她脸庞此刻惨白如纸，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生机，刺骨的寒意从她体内汹涌而出，幽蓝色的寒冰将她全身覆盖，甚至连她的发丝和睫毛都凝结上了一层冰霜。屋内的温度更是骤降，冷得让人牙关打颤。看着绝美大姨子的情况，叶枫心中一凛，恐怕再耽搁下去，就算是仙人下凡也必定无力回天，不能再等了。叶枫猛地深吸了一口气，强忍着那森冷刺骨的寒意，将昏迷不醒的陈江雪艰难地抱入了怀中。刚一入怀，那极寒的温度瞬间透进了叶枫的体内，让他激灵灵地打了个冷战，就连运起灵力拼命抵抗也无济于事。那寒意似乎无缝不钻，深入骨髓。叶枫只好强行忍住，迅速将手中的冰脉还阳草小心翼翼地向着陈江雪那紧抿的唇边送去。就在冰脉还阳草靠近陈江雪嘴边时，神异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冰脉还阳草刚一靠近陈江雪的嘴边，神药中心的那朵如同骄阳一般的花蕊骤然燃烧了起来，仿佛一轮小小的太阳一般普照着阳光。而覆盖在陈江雪那张绝美容颜上的幽蓝色寒冰，在这阳光的照耀下如同春雪一般消融，转眼间便露出了她那张倾国倾城的苍白俏脸，柔软的唇瓣近在眼前。太好了！叶枫心中大喜，他毫不犹豫地将冰脉还阳草迅速地送入了陈江雪的樱桃小口之中，要已入口，但叶枫紧绷的心弦却并未放松。他知道神药虽已经入口，但还需要用灵力去炼化，否则这株蕴含磅礴药力的神药根本就无法化为药力，顺利地流入陈江雪的体内。然而此刻的陈江雪早已昏迷不醒，意识全无，灵力更是散乱枯竭，根本不可能自主运转灵力去炼化神药。更糟糕的是，或许是太过痛苦了，叶枫能感觉到他牙关紧咬，舌尖甚至用力顶住了上颚，那入口的神药竟然被死死地堵在了陈江雪的口中，无法顺利地吞咽下去。该死！眼看珍贵的救命神药卡在口中无法下咽，时间每流逝1秒，陈江雪体内的寒气就加深1分，生机就流失1分。叶枫心急如焚，连额头都渗出了冷汗。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算了，还是我帮你一把吧。叶枫把心一横，再也顾不上其他，他直接低下头，将自己的深渊巨口贴了上去。触碰的刹那间，一股难以言喻的冰冷瞬间传递过来，让他感到一阵颤抖。叶枫根本顾不上那份柔软，他心无旁骛，眼中只有救人一念。给我炼化！叶枫在心中怒吼，丹田内赖住记忆层的灵力顿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地燃烧了起来，炽热精纯的灵力洪流顿时顺着连接处源源不断地渡入陈江雪的口中。这股灵力洪流直接覆盖住了卡在陈江雪口中的冰脉海洋草，开始强行炼化了起来。神药的精华在叶枫灵力催动下迅速分解成了液体，化作一团温润而浩瀚的神异药力。同时叶枫一心二用，也终于成功地撬开了陈江雪紧咬的牙关，软化了那抵触的香麝。终于在叶枫不顾一切的帮助下，那蕴含着生机的磅礴药力被他用灵力温柔包裹着，缓缓地渡入了陈江雪的体内。精纯的药力如同涓涓暖流，顺着陈江雪的咽喉迅速进入了他的体内，流向了四肢百骸。而就在叶枫身旁，清纯美人陈可儿正一脸紧张地捏着粉拳，全程注视着叶枫帮助姐姐陈江雪炼化神药。看到神药入口，但姐姐昏迷不醒，完全无法用灵力炼化神药的时候，陈可儿急得都快要跳起来了。直到看见叶枫不顾一切地低头，用他的唇堵住了姐姐的樱桃小口。清纯美人忽然就愣住了，瞪大了美眸，目不转睛。陈可儿小小的脑袋装满了大大的问号，不是还能这样的吗？她也不知道，她也不敢问。反应过来以后，她甚至还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你这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枫哥哥只是在帮姐姐炼化神药呀，他可是在救姐姐。再说了，姐姐从小就疼爱自己，就算让他亲枫哥哥一下又怎么了？姐妹之间何须计较太多？你不要那么小气嘛。成功颅内洗脑，给自己上了一堂教育的陈可儿顿时眼神清澈了许多，安安静静的捏着粉拳，在旁边默默的给叶枫加油，希望他真的能将姐姐治好。就在叶枫不顾一切将那冰脉海洋草蕴含磅礴生机的精纯药力送入陈江雪的体内后，奇迹开始在她濒临崩溃的身体中悄然发生。那精纯温润的药力迅速流入了陈江雪被极寒本源肆虐的四肢百骸之中，所过之处，僵硬的经脉开始软化，冻结的血液重新流淌，被冰封的生机再次悄然萌动。昏迷中的陈江雪意识仿佛沉沦在无边的冰冷黑暗深渊。就在那酷寒几乎要将他彻底吞噬之际，忽然涌入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这舒适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沉沦的意识被强行拉回了一丝清明。虽然眼皮沉重如山，无法睁开，但他的意识竟然已经恢复了一些。迷迷糊糊之中，陈江雪能够朦胧地感觉到，似乎正有一团温热的感觉在他的口中搅动。紧接着他便感觉到一股股令人身心都为之颤栗的舒畅暖流正源源不断地从口中涌入体内。这暖流起初细弱涓涓，却拥有着不可思议的穿透力，刺骨的寒意在这暖流面前节节败退。陈江雪感觉自己仿佛浸泡在温热的灵泉之中，每一个细胞都发出了满足的呻吟。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变化发生在他丹田道基的深处，那些暖流也最终汇集于此，向着自己从出生就存在的寒冰绝脉奔流而去。那道盘踞丹田道基深处的本源寒气，此刻正如同春日暖阳下的积雪，悄然消融。与此同时，那股如同春日阳光般和煦的暖流迅速地与其进行交融中和，冰与火的两股力量在丹田之中环绕，形成了奇妙的共生循环，最终相辅相成，完美的融合为了一体。陈江雪这才震惊地发觉，自己的灵根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发生变化。他原本黄灿灿的九品金灵根，正在这冰与火的交融中，悄然变成了红与蓝两种颜色。陈江雪只觉得那折磨了自己20多年的寒冰绝脉，此时终于不再寒冷了。那舒爽的感觉让他忍不住嘤咛了一声，浑身上下寒意渐消，就连一直沉沦的意识都在缓慢的恢复。我这是在哪？还在叶家吗？虽然陈江雪还是睁不开眼，无法彻底的苏醒，但他已经能够开始思考，并且清晰的听到身边的动静了。首先传入耳中的是妹妹陈可儿那充满了关切的声音：枫哥哥，我姐姐她怎么样了？她没事了吧？陈江雪心中猛地一紧，妹妹她怎么会在这？我明明在家中设下了禁制，她绝不可能打开的呀。难道是叶枫打开了自己的禁制，她来我家了？所以我现在已经回到陈家了吗？无数的疑问充斥着陈江雪还有些迷糊的大脑，让她百思不得其解。放心吧，可儿妹妹，你姐姐已经安然无恙了，她体内的寒冰绝脉已经被神药的药力彻底中和，再也不会危及她的生命了。而且现在她反而因祸得福，拥有了冰火双属性变异灵根，修炼天赋更上了一层楼。紧接着响起的是叶枫那清朗的声音。陈江雪闻言更加感到纳闷了，神药？什么神药？哪里来的神药？原来我体内发生的神奇变化是因为神药治好了我的寒冰绝脉。难道自己现在丹田内那红与蓝交织的灵根就是叶枫口中的冰火双属性变异灵根？叶枫的话如同惊雷在陈江雪心湖炸响，巨大的震惊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然而还没等他消化完这些不可思议的消息，妹妹陈可儿那充满了惊喜和崇拜的声音再次响起：太好了，枫哥哥，
你真棒，我爱死你了！听出妹妹声音中毫不掩饰的爱意，陈江雪只觉得一阵肉麻，这死丫头，这种话都说得出口，真是没羞没臊的。等我醒来再好好收拾你。一股莫名的烦躁涌上他的心头。叶枫那明显带着得意的声音立刻回应道：是吗？你有多爱我？来亲一个。啵，一个响亮的亲吻声传入耳畔，陈江雪瞬间感觉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两个家伙实在是太过分了，竟然当着自己的面亲热。虽然我现在看不到，但是我听得见啊。可儿这丫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阵被冒犯到的羞恼取代了陈江雪心头的烦躁。正想着，陈可儿那娇羞的声音再度响起，她气喘吁吁地问道：枫哥哥，姐姐的唇和我的唇谁的更软？陈江雪，什么鬼？谁的唇更软？可儿，你这个死丫头，到底在说些什么火浪之词啊？你们俩之间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看我起来不打死你这个死丫头！眼看陈江雪情况已经逐步稳定，接下来只要等她苏醒就好了。忙活了半天的叶枫这才放下心来擦了擦嘴，回头一瞧，正对上陈可儿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面还闪烁着崇拜与爱慕。叶枫这才注意到清纯美人竟然穿得格外性感和可爱，顿觉眼前一亮，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淡淡的茉莉花香。这青涩的清纯美人自从经历人世以后，也越发的明艳了起来，果然是光彩照人，顾盼生辉。枫哥哥，你收敛一点。清纯美人陈可儿那张倾国倾城的俏脸唰的一下就红透了。已经踏入修炼的她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单纯懵懂的小姑娘了。清纯美人心中清楚得很，枫哥哥肯定是又想修炼了。不行了，姐姐她。陈可儿玉手不安地攥着睡裙的衣角，俏脸绯红，连耳垂都红透了。可儿妹妹快过来。叶枫哪管她这那的，直接将清纯美人揽进了怀中。不要！陈可儿嘤咛了一声，嘘，别说话。叶枫看着怀中的清纯美人，顿时嘿嘿一笑，直接吻了上去。嗡！陈可儿的小脑袋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二人浑然没有注意，一旁昏迷不醒的陈江雪，那张足以颠倒众生的俏脸已经红得像是要滴血。陈江雪虽然无法睁开双眼苏醒过来，但她的意识已经恢复。死丫头，真是有够没羞没臊的，看我醒来怎么收拾你！也不知道收敛一点，你们这两个家伙真是太过分了，太折磨了，还不如给我一剑，让我痛快点吧。陈江雪心中羞愤交加，她现在恨不得自己立马死过去，也不想再这么被折磨了。可偏偏叶枫那个混蛋怎么精力这么强，这一次游龙搞耍，足足过了1个时辰才停息。屋内只剩下2道凌乱的呼吸，还有3个狂跳不止的心脏。陈江雪暗中松了口气，这如坐针毡的1个时辰，光是听着都觉得累得慌。她不由得心疼起了一向柔弱可爱的妹妹。你这死丫头真是够辛苦，也不知道怎么能吃得消哦。修士的寿命悠远，一旦踏入筑基就是200的寿元，金丹之后更是能活1000年。你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真的受得了吗？枫哥哥，你这就要走了吗？今天就修炼一次。然而出乎陈江雪意料的是，陈可儿那慵懒疲惫的声音再度响起，话语之中竟然是浓浓的不舍，似乎还想再开一局。这死丫头，你还来劲了！清冷美人心底怒骂了一句，她还是第一次见到一向清纯懵懂的妹妹像今天这个疯狂的样子。不过看样子叶枫这是要走了，太好了，快走吧，我可不想再见到这个可恶的家伙了。陈江雪心中暗喜，是啊，可儿妹妹，你姐姐现在已经无恙了，那我就放心了。叶枫那清朗的声音在耳畔响起，今日就先修炼到这里吧，等以后你搬到叶家了，咱们再痛痛快快的修炼，到时候你想修炼多久，咱们就修炼多久。听到叶枫的话，陈可儿眼前一亮，美眸之中似乎有着星光在闪动。真的吗？枫哥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搬过去了。自从一起修炼以后，陈可儿一下子就上了头，10岁之位了，就想一直这么修炼下去。看到清纯美人那一脸期待的表情，叶枫嘿嘿一笑，当然是真的，我也一直都希望你能早点搬过去，等你姐姐清醒过来，我再备些厚礼过来探望，到时候我会正式向她提亲，光明正大的把你领回家，以后我们就能朝夕相处，天长地久了，再也不用分割两端，可以随时恩爱了。枫哥哥，我好爱你啊！可儿的人还有心，全都是枫哥哥的。陈可儿闻言，不顾自己还未这寸缕，顿时激动地跳进了叶枫的怀里，像只撒娇的小猫咪，诉说着自己的爱意。她觉得躺在枫哥哥怀里的时候，自己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无时无刻不想和枫哥哥腻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乖，我也爱你。感受到清纯美人的爱意，叶枫心中也是感到暖流不止，被陈可儿的爱意深深地触动了。爱一定是相互的，就像他也曾深深触动陈可儿一样。此刻，两个真心相爱的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感受着彼此的温暖，还有心与心相贴的悸动。这一刻的温存抵得上天长地久，让人无法自拔。二人又腻歪了一会儿，说尽了情话与爱意，这才依依不舍地穿衣告别。可儿妹妹，我先回去把叶家收拾一番，再布置布置，然后就回来将你娶回家。等我，枫哥哥，我等你。可儿不需要任何聘礼，也不要什么仪式，可儿只想和你在一起，只要姐姐答应，我就奋不顾身跟你走。耳边听到叶枫离去的声音，还有陈可儿浓浓不舍的呼唤，陈江雪只觉得自己心头百般滋味。她原本还以为
只有19岁还生性单纯的陈可儿，只是因为听信了叶枫的花言巧语，这才被哄骗了，只是心血来潮，并非真心。可是此刻，在耳濡目染了两人之间的甜蜜互动，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真诚的话语，那份真情似乎足以证明这不是一次玩闹。陈江雪万万没想到，妹妹与叶枫之间的感情竟然已经这么深，爱得这么浓了。而且听叶枫刚才所言，他还要备上厚礼，亲自上门来和自己提亲。他并非是玩，而是真的想把可儿娶回家，好好过日子。那叶枫虽然看着年轻，但确实神通广大，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又能炼制极品筑基丹，而且还战力惊人。先不说他从炼气9层随手就突破到了筑基这件事，就说他只有筑基1层的修为，仅凭一根枯枝就打败了我，这就已经极为不凡了。当时自己处在气头之上，并未细想这些事情的合理性和其中的意义，只顾着自己的面子和威严。现在再回过头来想想，无论是炼气7就能炼制出极品筑基丹，还是一念之间跨越筑基大瓶颈，亦或是筑基1层吊打筑基8层的自己，这种违背常理的事情，无不足以说明叶枫他其实是个绝世的天才，或者说是绝世的妖孽。他那封轻云淡的姿态，并不是目中无人，也不是嚣张狂妄，而是真的有着睥睨天下的实力。这是身为绝世妖孽的自信与气度。难道真的是自己不好，强行插手妹妹的幸福吗？想到这里，陈江雪的心头忽然涌上了一层难过。她第一次反思自己是不是对妹妹的保护太过火了。妹妹已经不知不觉长大了，变成了可以修炼的大姑娘了，她有选择自己幸福的权利。自己不分青红皂白就跑到叶家，想要让他们2人分开，真的做对了吗？都是爱一个人，就是希望他能过得幸福，可是我那样做，可儿真的会觉得幸福吗？看起来现在和叶枫在一起的她似乎才是最幸福的吧。就这么想着想着，陈江雪忽然觉得很累，头脑一阵晕眩，让她思绪翻涌，心乱如麻，意识渐渐模糊，忍不住再次沉沉的睡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陈江雪终于从睡梦中悠悠转醒。这一觉虽然做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梦，但却意外的香甜。她只觉得自己神清气爽，浑身上下是从未有过的轻松。清醒过来的清冷美人四处打量，这才发现自己正躺在妹妹陈可儿的房间，而妹妹正一脸疲惫地坐在床边，趴在床头睡得正香。很显然，自从叶枫走后，陈可儿就这么坐在这里，一直守护着自己，等待自己苏醒。陈江雪见状叹了一口气，心中又是感动又是自责，忍不住身后抚上了妹妹那张憔悴的俏脸。她们姐妹2人从小父母双亡，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极深，都是各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一向性格要强的陈江雪从小便担当起来母亲的角色，10几年如一日地照顾着妹妹。在她眼中，没有比妹妹陈可儿最重要的人了。也正因如此，她才会怕妹妹上当受骗，主动去接触叶枫。姐姐。这时陈可儿也从睡梦中被惊醒，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美眸，正对上姐姐陈江雪的眼睛。姐姐你醒了，太好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看到姐姐苏醒，陈可儿那张疲惫的脸上立刻兴奋了起来，她眼中带着担忧说道：姐姐，你知不知道你之前冻成了一根冰棍，那个样子快要吓死可儿了。说着，清纯美人眼眶一红，忍不住渲然欲泣地扑倒了姐姐陈江雪的怀里。看着妹妹尽管十分疲惫，却仍旧带着担忧的表情，陈江雪如鲠在喉。之前想好的那些没羞没臊的责备，怎么都说不出口，心中只有无言的感动和温柔。妹妹别哭，姐姐已经没事了，我现在感觉好得很。陈江雪微微一笑，轻轻地揉着陈可儿的小脑袋。也就只有在妹妹面前，清冷如仙的陈江雪才会收起那复生人勿近的冰山脸，恢复她原本的温柔。那你的寒冰绝脉呢？陈可儿仰头问道，那张倾国倾城的清纯俏脸上满是期待。寒冰绝脉。陈江雪闻言心中一动，连忙运转功法检查起了自己的道基。奇怪，我的寒冰绝脉似乎一点都感觉不到了，之前那种一运功就感到冰冷刺骨的感觉也彻底消失了。陈江雪一脸匪夷所思地查看着丹田道基，惊疑不定地说道，而且我的灵根也完全变了，成了红蓝两色交织的样子，好像是冰与火一般，这是怎么回事？我的9品金灵根哪去了？太好了姐姐，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没事的。风哥哥他说了可以治好你的寒冰绝脉，他真的做到了。听到姐姐的话，陈可儿兴奋地捏了捏粉拳，大声喊道，姐姐，你的9品金灵根已经是过去了，现在你丹田内的那红蓝两色的灵根就是你的新灵根。风哥哥说了，那个叫做冰火双属性变异灵根，比你原本的9品金灵根还要好上至少1倍。那株冰脉海洋草不愧是上古神药，真的有着如此神奇的药效，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叶枫，上古神药。听到妹妹一口一个风哥哥，陈江雪眼神闪烁，明明自己前一刻还在叶家和叶枫交战，忽然寒冰绝脉发作，本源之力暴乱，昏迷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就已经出现在了自己家中，不仅寒冰绝脉被彻底治好了，就连灵根都被换了，这简直是太匪夷所思了。陈江雪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心中有太多疑惑在打转，有太多的谜团等着被解开。妹妹，你快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陈江雪连忙看向妹妹陈可儿，
焦急地询问道：“我到底是怎么回到家的？那株上古神药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和叶枫又有什么关系？”姐姐，你先别急，听我慢慢跟你说。你的寒冰绝脉能被治好，还得多亏我风哥哥救了你的命。要不是他手中有一株名为冰脉海洋草的上古神药，你这次恐怕真的凶多吉少。听到姐姐问起之前发生的事，清纯美人陈可儿一脸心有余悸地说道：“你不知道，风哥哥抱着仿佛冰雕一样的你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人都快吓傻了。”提到自己的情郎叶枫，陈可儿的俏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甜蜜，她小嘴巴巴的，满是骄傲的向姐姐讲述着之前发生的事。听到妹妹的讲述，陈江雪这才知道，叶枫为了救自己的性命，不惜拿出了极为珍贵的上古神药冰脉海洋草，甚至还亲自一口渡气，帮助自己炼化药力。最后凭借着那株神奇的上古神药，自己已经成功的治好了寒冰绝脉，甚至就连天赋和体质都更上了一层楼。陈江雪彻底的被震惊，直接愣在了那里。她万万没想到，曾让自己师尊东方城主还有无数大人物都束手无策的寒冰绝脉，竟然被叶枫给治好了。更没想到，叶枫的手里居然还有一株上古神药，那可是连仙王大帝都梦寐以求的神药啊！这么珍贵的神药，他竟然毫不犹豫地拿出来给自己用了。而自己明明是去找他麻烦的人，还对他百般奚落嘲讽，态度差到了极点。而叶枫却是如此的大度，完全没有计较，更没有生气，反而在自己遇到了危险以后，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不仅心急如焚地抱着冰雕一般的自己跑回家，甚至想都没想就将那无比珍贵的神药用在了自己的身上。那可是一株神药啊，足以令天下无数修士争抢到头破血流，连仙王大帝都无法坐视不理的上古神药，就这么用在自己的身上，这简直是太令人感到震惊了。陈江雪自问，如果是自己，她是绝对不可能做到像叶枫这样程度，这么大的手笔，简直吓死个人。望着身旁一脸幸福甜蜜的妹妹陈可儿，那一副为情郎无比自豪的模样，陈江雪沉默了。这个叶枫，他到底是什么人？普通人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胸襟和气魄？陈江雪心中明白，若不是因为妹妹陈可儿，不是因为自己是可儿的亲姐姐，叶枫他是绝不可能这样做的。这一切都是看在妹妹陈可儿的面子上才做的。之前他还觉得叶枫就是一个哄骗无知少女的大骗子，但是现在想想，这种随手炼制极品筑基丹，随便突破如呼吸一般简单，拿出一株神药给别人用，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人，天底下还有第二人吗？对自己都能如此大方的用上神药，完全不求回报的人，又怎么可能对可儿不好呢？想起叶枫那句可儿就算想要天上的星星，我都会尽全力去满足他的话，他现在算是知道了叶枫那句话并不是在吹牛，他只是在向自己阐述一个事实，甚至神秘莫测的他还真的能摘下天上的星星。想到这里，陈江雪的心里竟然对妹妹莫名的生出了一丝羡慕，这样的叶枫绝对称得上是如意郎君，称得上是人中之龙了。想到自己迷迷糊糊的时候，口中那温热的感觉，原来是叶枫在一口渡气，为自己炼化药力。陈江雪那张清冷如仙的俏脸忽然红得如同天边的晚霞，娇艳欲滴。她和叶枫竟然在那个时候唇齿相接，有了亲密接触。陈江雪想到自己后来沉睡时做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梦，还有梦里那道青山身影，顿时脸颊发烫，心中羞臊到了极点。姐姐，你怎么了？脸怎么那么红？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这时一旁的清纯美人陈可儿发现了姐姐陈江雪的异样，忍不住伸手摸向她的额头，担忧地问道：啊，没什么，我只是太震惊了而已。听到妹妹的问候，陈江雪连忙回过了神来，顿时感到一阵羞臊与愧疚。哎呀，太羞人了，我怎么能做那么羞人的梦呢？不能再想下去了，他可是我亲妹妹的男人啊。而在另一边，叶枫离开了陈家以后，便径直来到了城外的山坡。这处足有7、8层楼高的山坡，经过上次的流星火雨爆发以后，已经被彻底的夷为了平地，完全看不出之前的样子了。叶枫在好一通寻找以后，才终于找到了之前在此布置的星火流光阵的阵盘。此阵不愧是拥有金丹级别杀伐能力的法宝，果然威力极大，恐怖如斯。不光可以用来布置陷阱、守卫家园，甚至还能用来泡妞把妹、制造浪漫，当真是一箭之宝啊！望着手中完好无损的阵盘，叶枫感叹道：就是布置的代价大了点，至少也要10几万灵石才能启动一次，不过效果嘛，绝对超值。想到自己就凭此阵拿下了倾国倾城的清纯美人陈可儿，叶枫心中一阵得意，只夸自己简直就是个天才，可谓是物尽其用了。正当他收起阵盘，打算返回叶家的时候，脑中突然响起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叮咚，恭喜您与陈江雪的情缘值增加80点，恭喜您一次性获得了2次情缘值奖励。听到系统，叶枫顿时欣喜若狂，来了，该来的终于来了。看来陈江雪已经苏醒了，并且知道了自己为了救她，甚至不惜使用了神药的事情。前面付出的代价，如今终于得到了回报。只是想不到陈江雪这清冷小妞还挺够意思的，一次性涨了80点情缘值，让自己一次性获得了2份奖励，而且情缘值更是还差20点就能满值了。到时候不仅可以将清冷如仙的陈江雪拿下，还能获得一份高级大奖。万美图上的第3位美人，彻底点亮之日已然近在咫尺了。想到这，
叶枫心中就一阵激动，连忙压下狂喜，一边朝着家中走去，一边翻看着系统的提示。叮咚，恭喜您与陈可儿的情缘值增加80点，一次性获得了2份奖励。恭喜您获得星陨裂地枪、玄阶中品宝器，使用天外陨铁锻造而成，重达3万斤，炼化后筑基修士也可随手挥舞，对敌时横扫千军如卷席，中枪砸落如山崩，威力极强。获得奖励苍云宝甲、玄阶中品宝甲，使用云锦金丝织造而成，虽是宝甲，但形如纱衣，贴合身材之余更显飘逸，任何玄阶兵刃法宝都无法刺穿此甲，防御力极强。哦，竟然是一枪一甲，2件玄阶法宝，这还真是瞌睡碰到了枕头，想要啥系统就给啥。叶枫看到这里，心中一喜，我刚好打算过2天去陈家提亲，将可儿正式接回叶家居住，正愁不知道该准备什么厚礼呢。上次和陈江雪交手，我斩断了他的亮银长枪，这星陨裂地枪刚好当做聘礼送给他。还有他整日穿着那身银色的盔甲，虽然英姿飒爽，但太过笨重，将他那完美火辣的身材遮了个严严实实，不好看不好看。这玄阶中品的苍云宝甲，形如纱衣，而且还防御力惊人，也正好可以送给他，让他赶紧扔了那身破盔甲。想到这，叶枫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陈江雪换上这飘逸贴身的苍云宝甲了。清冷如仙的陈江雪穿上这副宝甲，一定更是绝美。更重要的是，玄阶法宝就连金丹大能都未必能够拥有，即使是黄阶上品的法宝，都会让他们大打出手。自己一送出手就是玄阶中品，而且还是2件，这么贵重的礼物送出去，清冷美人奈景胜的20点情缘值还不得猛涨啊！叶枫满意的点了点头，接着向下看去，获得奖励通幻诀玄功，玄阶上品功法，相传乃是上古神教和欢宗的不传之秘，构合天地，考核阴阳。此功可助女子采阳补阴，将阳气炼化为精纯的元阴，滋养自身的同时反哺对方，相辅相成。此功并非传统双修功法，人数越多效果越强，加成越多。好功法，竟然是罕见的多修士共同修炼的极品神功。看到这通幻诀玄功的时候，叶枫眼皮一跳，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修炼此功竟然不会伤及对方的根基修为，反而还会反哺对方，让参与修炼的人都能获得好处。要知道，传统意义上的双修功法基本都被修仙界嗤之以鼻，打入了邪魔歪道之列。只因传统双修之法多为损人利己之术，通常将双修对象视为顶炉，日夜采补其精元或元阴，只会加剧顶炉精尽人亡而死。在修仙界之中，流传着许许多多邪魔歪道，因为采补双修而生灵涂炭的事迹，可谓是令人深恶痛绝，退避三舍。而这通幻诀玄功就不一样了，作为古法双修的神功，不仅可以在双修时滋养自身，还能反哺对方，完全不会出现自己越修越强，而对方却越来越虚弱的情况。是真正意义上的双修，可以实现修炼双方共同进步成长，大家一起变强，快乐双修。更重要的是，这通幻诀玄功甚至还可以多人同时修炼，不再局限于1对1，反而人数越多效果越强，加成越多。通幻诀玄功虽然只是玄阶上品地功法，但从这一点来看，说是仙法也不为过。逆天，实在是太逆天了，这通幻诀玄功来的实在是太是时候了。叶枫看着这本通幻诀玄功，美的鼻涕都快冒泡了。随着自己的女人越来越多，那么有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快乐一下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如果在这个时候能有一本不仅能让大家一起快乐，还能让大家一起变强地功法，那何尝不是一种美事呢？叶枫自己就有一本天阶功法大阴阳五行合欢玄功，只有他才能在和娇妻们的修炼中变强，而娇妻们只能通过苦修提升。虽然说叶枫可以向他们提供丹药灵石等资源，但说起来还是更看娇妻们自身的天赋，修炼速度各有快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这门玄功，他们也能在修炼的时候提升修为了。好家伙，这跟开挂有什么区别？叶枫兴奋的两眼放光，但随后也犯了难，这通幻诀玄功给谁修炼好呢？按理说这姹女同欢诀给唐雨霏修炼最合适不过了，可自己上次刚从奇珍楼给她找了一本玉女素心诀，若是此时散功重修，代价实在太大了。想到这里，叶枫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清纯亮丽的身影，顿时心中一动。不过说起来，陈可儿这个小妮子似乎瘾也不小，自从经历人事以后，对于各种花样也是越来越放得开了。清纯美人配上双修功法，你还真别说，陈可儿似乎也很有修炼姹女同欢诀的潜力呢。想起方才和清纯美人游龙搞耍了一个时辰，但他却还觉得不够尽兴的样子，叶枫心中已经有了打算，这姹女同欢诀就交给清纯美人陈可儿修炼吧，等自己再拿下陈江雪，到时候她们姐妹情深，咱们3个一起把日子过好，那不是比什么都强吗？嘿嘿，叶枫得意一笑，这才想起还有最后一道奖励，连忙继续向下看去。获得奖励长乐灵台宫玄阶上品法宝，通体采用金玉打造而成，炼化后可放置一隅，化为一座行宫，内部刻画着5行8卦阵，暗藏乾坤，大小宫殿99间，冬暖夏凉。此宝可抗元婴修士的冲击，实乃攻防一体，居家旅行、杀人越货、
金屋藏娇之神器。陈江雪当前情缘值80，长乐灵台弓又是一件玄阶上品法宝，而且刚好也是我现在所需要的东西。系统啊系统，你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叶枫唏嘘感叹道。眼下自己很快就会将陈可儿接回陈家一起住，而陈江雪的情缘值也达到了80点，说不定很快她也会搬过来。那么这样一来，叶家原本的小院子就不够用了，他正好急需扩张自家的房间规模。可无论是搬家买楼，还是进行扩建，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但是现在有了这个长乐灵台宫，那就不一样了，只需要使用神识炼化一番，找个空旷的地方一放，就是一座行宫，内部有着99间房间，足够叶枫和娇妻们居住了。哪怕今后要离开顺天城，前往其他地方，也只需要将其收起，便可随身携带，走到哪就扔到哪，方便至极。而且这长乐灵台宫还是一件攻防一体的法宝，甚至可以抗住元婴修士的冲击，无论是方便性、舒适性还是安全性，都比自己建的房子强太多了。除此之外，叶枫的手里还有着上次系统奖励的武器朝元天书图，他正好打算将这座阵图布置在叶家周围，将叶家变成一座洞天福地，这样唐雨霏等人的修炼速度也将会更快。眼下刚好等到自己将长乐灵台宫放置在叶家院中，再将武器朝元天书图阵图一布置，叶家顿时从一个小院子变成了洞天福地仙王宫。到时候自己再带着唐雨霏、陈可儿、陈江雪众娇妻一起搬进大大的宫殿，整日游龙搞耍，快乐修炼，岂不美哉？那日子恐怕比仙王大帝都过得舒坦。想到这，叶枫兴奋的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大嘴咧到了后脑勺。修仙子好啊，这仙子一定要修啊！修仙子太棒了，我爱仙子，我爱修仙子！叶枫兴奋的大吼了一声，惹得路人纷纷侧面，像是看一个神经病一样看着他，纷纷以为他是一个炫压抑了的筑基小修，因为找不到道侣而发疯了。叶枫却并不理会旁人的眼光，迈着龙行虎步，神清气爽地回到了家。就在叶枫兴奋赶回叶家的途中，顺天城北，身为城中5大家族之一的雷家，最近可不太平。先是雷一欢的亲传弟子苏和，至今已有7日未曾露面了，似乎是莫名其妙的便人间蒸发了一般。雷家找遍了整个顺天城，也没有一丝消息。再就是雷家的二公子雷虎，也在3天前莫名其妙的失踪了。随他一起不见的，还有青阳仙宗的少主为了迎娶雷一欢，向雷家下的聘礼玄阶上品至宝青阳烈火镜。因为这件事，雷家上下都快急疯了，先是苏和，后是雷虎，这都是雷家青年一辈的翘楚。雷家上下想破了头，也想不通为何2个大活人会凭空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苏和除了是丹道天才，更是筑基后期的修士，实力本身就不俗。而雷虎更是从雷家宝库借走了青阳烈火镜。虽然雷虎仅有炼气6层的修为，但有那面神镜在手，即便是寻常的金丹大能，也未必能伤得了他。可他还是失踪了，雷家找遍了全城，也没有这2人的半点消息。一时间，雷家上下人心惶惶，都以为是有金丹大能在暗中针对雷家。因为此事，一直闭关研究上古丹方的雷一欢，也不得不破关而出，亲自调查这次诡异的失踪案。一个是自己的亲传徒儿，一个是自己看着长大的亲侄儿。纵使雷一欢一向不问世事，此刻也无法置身事外了。雷家大厅之中，一位容颜姿色足以颠倒众生的成熟美妇，看着下方跪伏的雷家侍卫，眼神如电。你是说我那徒儿苏和在7日前曾经到过奇珍楼，出售了一批筑基丹？绝美的成熟美妇开口问道，语带威严。回禀大小姐，这确实是苏和在失踪前的最后一次露面。雷家侍卫恭敬地回答。侍卫口中的大小姐就是雷虎的亲姑姑，也是顺天城公认的丹道大师雷一欢。这位金丹期的大修士看起来却宛若一位28少女，容貌绝美，堪称颠倒众生。比例完美的她，腰肢纤细如柳，行走时摇曳生姿。她的肌肤娇嫩无比，仿佛吹弹可破，有着不输于唐雨霏的绝色容颜，却更添成熟风韵。常年身居高位，令她的眸光犹如冷电，带着几分不敢直视的威严压迫感，但眉宇之间却带着一丝危险的感觉，令她在眼波流转时呈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气质。妩媚与威压，这2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就这么巧妙地融合在了雷一欢的身上，却偏偏是那么的完美，没有任何的不协调。雷一欢唇角天然微翘，似笑非笑间，像是一位成熟的御姐，又像是高高在上的女王，危险而又迷人。那雷虎呢？他的行踪可有下落？雷一欢接着问道。2少爷他失踪前带走了家中宝库里的青阳烈火镜，是刻意避开眼线，悄悄溜出去的，因此并无人发现2少爷的行踪。小的们也在城里不断调查中。那侍卫低着头答道：一群废物。雷一欢闻言勃然大怒，你们这群酒囊饭袋，连个宝库都守不住也就算了，现在更是连人都找不到，留你们何用？侍卫吓得瑟瑟发抖，磕头如捣蒜。大小姐息怒，小的这就马上出去找，赶紧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算是人死了，也要把青阳烈火镜给我找回来，那可是青阳宗的至宝，万一被青阳宗发现神镜不见了，把你们这些废物全杀了都不过。雷一欢紧咬银牙，见那侍卫还愣着，顿时气愤地吼道：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滚！那侍卫闻言如蒙大赦，急忙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侍卫走后，雷奕欢心中余怒未消，想起最近家中发生的这些烦心事，他就气不打一处来。首先是亲传弟子苏和居然失踪了，这可是他培养了20年的弟子啊！为了将他培养成才，不知道费了多少心血，结果自己就是避个关帝功法，苏和就人间蒸发了。而更让他既无语又愤怒的是，就在苏和失踪不久后，雷家二少爷雷虎竟然也失踪了，同样是宛如人间蒸发一般，毫无音讯下落。雷虎这小子从小就爱闯祸，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虽然是自己的亲侄子，但雷奕欢对他反而没什么感情，打小就不喜欢他。在雷奕欢的心里，雷虎的分量反而还不如他亲手培养的弟子苏和。但雷虎这家伙失踪就失踪罢了，他偏偏还带走了青阳宗少主送给自己的青阳烈火镜，这就让雷奕欢感到非常头疼了。原来他与青阳宗少主从小便被家族长辈指腹为婚，而那青阳烈火镜正是青阳宗少主向雷家下的聘礼。本来这也没什么，如果雷奕欢愿意嫁到青阳宗，那这青阳烈火镜当然也不用还给青阳宗，丢了就丢了，反正都是自己的东西，最多有些心疼罢了。但偏偏这雷奕欢压根就看不上青阳宗少主，就连看他一眼都烦，更别说嫁给他了。此前雷奕欢一直拖延婚期，甚至几度想要悔婚都没成功，就是因为雷家不肯将青阳宗的聘礼退回。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青阳烈火镜绝对不能丢失，否则他就没办法向青阳宗悔婚了。悔婚就要退还青阳宗的聘礼，若是青阳宗向他索要神镜，他根本就拿不出来，那乐子可就大了。婚你不结了，人也不嫁了，就连青阳宗至宝神镜你都不退回来，青阳宗绝不可能善罢甘休，这也太欺负人了。你想和青阳宗开战吗？想到这里，雷奕欢只觉得头疼无比，心急如焚。他只想在青阳宗发现神镜失踪前找到青阳烈火镜，然后赶紧将聘礼退回青阳宗，解除这门婚事。至于雷虎嘛，就无所谓了，这个只会闯祸惹事的纨绔，他不死也要被自己打死。那聘礼是给你的吗？你就拿，拿了就拿了，你还连人带保外示众，咋的？你是想代替老娘嫁到青阳宗去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东西，要是找不到青阳烈火镜，我就把你亲娘给绑了，嫁到青阳宗去。雷奕欢口中暗骂连连，在大厅内不断踱步，心中焦急无比。作为顺天城最有丹道天赋的雷奕欢，从小就痴迷炼丹，在他眼里几乎没有比炼丹更重要的事情了，也没有人能打动他的芳心。那个对于丹道一无所知，就知道打打杀杀的青阳宗少主，在他眼中如同路边一条，只有能在丹道上胜过他的人，才有资格让他低下高傲的头颅，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其他人想都别想。启禀大小姐，齐真楼的张朝凤来了，说是有事请教。就在雷奕欢一步三摇地晃着玉山，在家中来回踱步的时候，雷家下人忽然匆匆来报，张朝凤他怎么有空过来？雷奕欢闻言心中有些疑惑，但随即又点了点头。不过他来的倒是时候，我正好也有事要找他。身为顺天城丹道大师，雷奕欢与张朝凤乃是多年的好友，二人经常互相请教，来往密切。张朝凤这次来雷家，想必是遇到了一些丹道上的难题，想请教自己，而他也正好想问问徒儿苏和的事情，于是赶忙让下人将张朝凤请了进来。二人见面后互相寒暄了几句，分别落座。面对一脸笑意的张朝凤，雷奕欢也不见外，直截了当地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张朝凤，听说我那徒儿苏和前几日在你奇珍楼曾经售卖过一批筑基丹？没错，苏和他确实来过，此事我记得清楚。张朝凤闻言点了点头，当时他拿了20颗筑基丹，却有10颗品质差远了，另有10颗马马虎虎，我当时看在你的面子上勉强收了。雷大师为何突然问起这个？可是我奇珍楼哪里做的不周到？张朝凤不必紧张，你记得就好，我并没有其他意思。听到张朝凤的回答，雷奕欢神色一喜，连忙追问，我只是想问问你，当时苏和在奇珍楼是否曾与其他人有过什么冲突？冲突？张朝凤闻言一愣，有些疑惑地看向雷奕欢，不知道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张朝凤，你可知道苏和他已经失踪了好几天了？见张朝凤一脸不解，雷奕欢叹了一口气，接着道，就在那日从奇珍楼出来后便人间蒸发了无音讯，所以请你务必仔细回忆一下，当时苏和是否与人起了冲突，或是那天丹药柜台是否还有其他人的存在？这听到雷奕欢的话，张朝凤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头，似乎在仔细回忆着。忽然他的脑中闪过了一位身着青衫的少年，当时那少年与苏和争执嘲讽的画面历历在目。张朝凤顿时心中一惊，难道说是他？顺天城东叶家小院，叶枫回到家中的时候，唐雨霏还在紫檀神木大床之上运功修炼。唐雨霏自从跟了叶枫以后，日子算是过得很好了，各种修炼资源叶枫全给他包了，还能经常让他劳逸结合，极致升华。而更多的修士，尤其的底层修士，过的日子更苦，出生入死，斩妖除魔，赚的零食甚至还买不到一颗普通的筑基丹。不得不说，传统修士踏出的每一步都是极为艰难的，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不过这些和叶枫没有什么关系，毕竟他是修仙子的，他的路和别人不一样。没有打扰唐雨霏修炼，叶枫独自来到了院中。他所居住的这处地方
只有3间厢房，外加一处足有足球场那么大的院子，位于顺天城东最偏僻的角落，平日里人流稀少，周围几家院落更是早已空置了许久。叶枫大概算了算，院中放下自己刚得到的长乐灵台宫绰绰有余。不过即便是位于偏僻角落，但若是凭空多出一座巨大的金玉行宫，肯定还是会引起别人注意，万一节外生枝，那就不好了。因此叶枫打算先将武器朝元天书图布置起来，大阵阵图能隔绝神识，杜绝有心之人的窥探，这样更加的安全。只要大阵一起，别说是院子里多了一座行宫，就算是在家中养了一条龙，也不会有任何人发觉，除非他是元婴期的超级大能，强行破开大阵闯进来。但顺天城修为最高的城主东方胜，也不过才金丹大圆马而已。叶枫手握武器朝元天书图，暗暗想着，有了此阵，基本上可以宣布叶家就是全城最安全的地方了，几乎没人能闯进来。这武器朝元天书图乃是地阶法宝，更是一座极品聚灵大阵，不仅可以提升阵中10倍于外界的灵气浓度，还拥有着隔绝神识、建立防护的功能。只需要将其炼化，然后布置在任意地点，再用神识绑定阵图，一念之间沟通阵图核心，就可以自由出入大阵。而没有绑定阵图的人，将会被大阵拒之门外，除非是元婴期的超级大能，使用蛮力强行破阵。但顺天城乃是一座边陲小城，修为最高者也只有金丹大圆满，因此可以说是固若金汤，没人能不经过叶枫的允许强行进入叶家。这对叶枫以及几位娇妻的安全性是一个极大的保障。有了此阵，他再无后顾之忧，可以尽情的和娇妻们游龙搞耍，快乐修炼。阵起！叶枫大喝了一声，按照阵图的指引，成功用神识祭炼了武器朝元天书图，随后将其布置在了叶家周围。嗡！大阵刚起，刹那间光芒大盛，无数散发着五行气息的玄奥符文自阵图之中飞出，迅速地融入到了四周的土地与虚空之中。紧接着，叶家周边神光一闪，一道无形的屏障悄然升起，瞬间隔绝了外界所有的窥探与喧嚣。此刻的叶家小院宛如一个独立于顺天城之外的隐秘洞天。然而大阵的神异之处才刚刚开始。此刻叶枫家中的灵气仿佛受到了无形巨手的牵引，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的汇聚而来，灵气浓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攀升，原本稀薄的灵气逐渐的浓郁了起来，丝丝缕缕的化作了乳白色的灵气之雾。这灵气之雾越来越厚，如同9天之上的云雾一般，流淌在小院的每一个角落，萦绕在草木之间。整个小院都被这浓郁的灵气之雾笼罩，阳光透过雾气折射出一道道朦胧的光柱，院中的石桌石凳乃至一草一木都仿佛沾染上了仙气，宛若仙境一般缥缈。叶枫见状，嘴角勾起一缕满意的弧度，对这武器朝元天书图的效果显然十分满意。10倍于外界的灵气浓度，加上绝佳的隐秘防护，此刻的叶家恐怕比那些修仙大宗都要更加适合修行和居住。身为地阶法宝，武器朝元天书图可化凡的为福地，再造洞天，果然名不虚传。这般景象，仍谁看了不得？夸上一句人间仙境啊！距离仙境还差点意思，再加上这个看看。叶枫大手一挥，那座被他炼化过的长乐灵台宫也出现在了掌心。这座通体由金玉打造而成的微型宫殿，此刻在他法力的催动下，发出柔和而尊贵的辉光。去！叶枫一声轻喝，将小巧的宫殿抛向院中空旷处。呼！只见那巴掌大的微型宫殿迎风渐长，长乐灵台宫如同被吹胀的气球，底座迅速扩大，墙体拔地而起，檐角飞翘，金瓦玉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转眼间，一座金碧辉煌的3层行宫便稳稳地落在了院中，其规模宏大，自带亭台楼阁，几乎快要将偌大的院子铺满了，散发出磅礴而华美的气势。宫门上方长乐灵台4个古篆大字流转着玄奥的道韵。这座行宫殿宇通体由金玉材质构筑而成，坚固异常，而且样式磅礴大气。行宫处处都是雕龙画栋的精美雕饰，游龙走兽一应俱全，看起来极为奢华壮丽，还真有几分帝王行宫的派头，让人赞叹不已，还以为误闯了帝王家。此刻如此豪华的金玉行宫，配上院内仙气飘渺、灵雾氤氲的地阶聚灵大阵，整个空间的格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外面看来，叶家并无明显的变化，只不过是多了一座护院阵法而已。但若是有人现在能踏入叶家，恐怕会当场被震翻一个跟头，因为此处已经陡然从一座简陋朴实的小院，变成了一处灵气充盈、仙宫耸立的帝王府邸，奢华内敛而不失威严，仙韵盎然又固若金汤，与之前的景象简直判若云泥。这才是真正的奢华享受，就算是帝王家的气派，恐怕也不过如此了吧。和现在这座行宫相比，我以前住的房间简直就是猪圈啊！也只有这种豪华行宫才配得上我那张花了38万8千灵石打造的紫檀神木大床，一共99间房，这下应该暂时够住了。以后若是人越来越多了，怕不是要再造一座紫禁城出来？紫禁城也不过才3000家里，哥们修士可是仙子，那万美图上可是有着整整1万名美人虚影。叶枫站在灵雾缭绕的宫门前，望着这脱胎换骨的家园，眼中充满了成就感和对未来的无限遐想。就在这时，一直沉浸在修炼之中的唐雨霏也终于结束了修炼，唤醒他的
正是那充盈的几乎凝成实质的天地灵气。他纤长的睫毛轻颤，缓缓睁开那双足以轻视的明眸，眸光流转间还带着一丝迷蒙。然而当唐雨霏走出房间，看清眼前的景象时，那点迷蒙瞬间就被深深的震惊所取代，不由得愣在了那里。这是唐雨霏红唇微张，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翻天覆地变化的家园。那浓郁到几乎化不开的乳白色灵雾，如同来自仙界的云海，在院落中静静流淌，每一次呼吸都沁人心脾，说不出的舒畅。这灵气的浓度简直如同置身于传说中的洞天福地。当他的目光穿透氤氲的灵雾，落在院中那座宏伟行宫之上时，更加震撼的无以言表。那座由金玉铸造而成的磅礴宫殿，金瓦流光，玉柱生辉，雕梁画栋间流淌着尊贵与磅礴的气息。3层高的巍峨宫体在灵气云雾中若隐若现，散发着古老而神秘的辉光。这般奢华的琼楼玉宇，真的不是某位先王大帝的行宫吗？怎么会出现在自家院中？夫君，这是发生了什么？唐雨霏莲步轻移，带着满心的震撼与好奇来到叶枫身边。他仰望着这座凭空出现的宏伟行宫，感受着周身浓郁的令人沉醉的灵气。那张倾国倾城的俏脸上，震惊之色久久不散。叶枫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嘴角噙着温和而得意的微笑。他伸出大手，自然地揽住唐雨霏的纤腰，指向那金碧辉煌的行宫。雨霏，看到了吗？这就是咱们以后的新家了。这座行宫里有着99间奢华大房，你可以随便住，而且现在家中的灵气浓度更是足足高出了外界的10倍。咱们家如今也算是一处洞天福地了，比之修仙大宗也丝毫不差。今后你以后修炼起来，修为也将会提升更快。唐雨霏闻言，顿时惊喜得不得了，那双美眸瞬间被巨大的喜悦点亮，如同星河坠入其中，闪着万千星光。99间奢华宫殿，10倍灵气的洞天福地，这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仙缘。他那绝色的容颜都因为激动而染上了醉人的红霞，洋溢着狂喜的笑意。真的吗，夫君？唐雨霏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颤抖。得到叶枫肯定的眼神后，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雀跃，如同一只翩跹的彩蝶，忍不住跑向了那座开启的宫门。他的步伐轻盈欢快，青丝与裙摆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踏入宫门，望着行宫内广阔的空间和奢华的装饰，唐雨霏心中的震撼更是无以复加。那高耸的穹顶镶嵌着仿若星辰的宝石，光可见人的地面铺着不知名的暖玉，雕饰繁复的廊柱撑起恢宏的空间，每一处细节都透着极致的奢华与匠心。这哪里是凡间的居所，这分明是9霄之上的凌霄宝殿。天哪，我才闭关了多久，家中竟然出现了如此震撼的变化，这些都是夫君的手笔。对于叶枫的神奇手段，唐雨霏再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折服。挥手间改天换地，聚灵成雾，起宫阙于平地，他的夫君究竟还有多少通天彻地的手段？唐雨霏忍不住回首，望向站在灵雾缭绕之中的叶枫，他的身影是那么的挺拔俊朗，潇洒不羁。此刻美艳娇妻心头涌动的爱意，如同决堤的春水，瞬间盈满了整个心田，比这满宫的灵气还要浓郁。在这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唐雨霏感觉自己幸福的快要窒息了。夫君，你看我美吗？宛如仙阙的行宫之中，唐雨霏忽然站定，转身对着叶枫招了招手。叶枫闻言心头一动，连忙转头望去，只见唐雨霏那倾国倾城的绝美容颜，搭配上她内性感飘逸的长裙，一头青丝柔顺丝滑，简直像是从画中走出的绝世仙子一样美。雨霏，你真是太美了！叶枫由衷的赞叹，眼中光芒璀璨。听到叶枫的夸赞，唐雨霏眼唇娇笑，忽然开始轻盈地舞动了起来。起初她的舞姿十分的舒缓曼妙，如同风中的杨柳，带着一种含蓄的优雅，但随着她的投入，这舞变得愈加妖娆，充满了一种惊人的魅惑力。她那盈盈一握的腰肢如蛇般扭动，手臂如蝶般飞舞，裙裾翻飞，每一个动作都流畅至极，每一个眼神都带着极致的魅力。舞姿与这奢华宫殿形成一幅极具视觉的画面。雨霏，你的舞真美，在这宫殿里更是美得惊心动魄。当他最后一个动作停下，叶枫恰到好处在身后出现。夫君，一切都太好了，我好开心。唐雨霏轻声呼唤，带着柔情蜜意。开心就好，这么开心的事必须要庆祝一下，你说对不对？叶枫的声音更加低沉，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强势和诱惑。听到叶枫的话，唐雨霏的脸颊瞬间染上了醉人的红晕，心如小鹿猛撞。唐雨霏觉得脑中一片空白，只能发出一声模糊的回应。这座金碧辉煌、灵气充盈的宫殿里，一时间风起云涌。一个时辰后，云雨渐歇，神清气爽的叶枫怀抱着心满意足的唐雨霏，躺在金碧辉煌的行宫之中，二人紧紧相拥，感受着彼此的柔情蜜意。眼看时机成熟了，叶枫便向唐雨霏坦白了自己和陈可儿之间的事情，顺便表示过2天他就会去将清纯美人接回叶家，到时候大家一起生活，一起修炼。夫君，雨霏明白你的意思，我肯定不会争风吃醋的。无论你带多少姐妹回来，雨霏都会欢迎她们，也会为夫君开心的。聪明伶俐的唐雨霏瞬间听出了叶枫话中的意思，她没有任何不满，只是光彩照人的微微一笑。在这世间，强者的身边总是会伴随着无数的桃花，男修也好，女修也罢，皆是如此。这是物竞天择的体现。
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唐雨霏心里清楚得很，像叶枫一样神秘优秀的男人，不可能身边只有自己一个女人，而且他太厉害了，只有自己的话，他还真的吃不消。对唐雨霏而言，他并不在乎叶枫身边会有多少女人，只要他可以一如既往的对自己好，那就足够了。作为道侣而已，叶枫真的很棒了，各种修炼资源毫不吝啬，平时的各种关心和爱护也令人十分感动。这样优秀的男人，当然会有无数的仙子争抢，能和叶枫在一起，那是他们的福气。争风吃醋，那是纯女人才会做的事情。当然，唐雨霏对自己的美貌也有着十足的信心，她相信只要自己肯努力，叶枫肯定不会不爱她的。就拿刚才二人游龙搞耍时的表现来说吧，唐雨霏坚信叶枫也同样爱自己，爱得发狂。想到这，唐雨霏甜蜜一笑，心中回味无穷，忍不住又选了个舒服的方式爬了上去。见美艳娇妻不老实，又想造反，叶枫微微一笑，他对唐雨霏的懂事也十分满意，于是也十分配合的再次杀入了城中。又是一个时辰过去了，一连2日的叶枫依旧状态极佳，在极尽升华的一瞬间，叶枫身上灵光一闪，筑基1层的修为终于再次提升，踏入了筑基2层。此刻的他只觉得神清气爽，宛若一条活龙，而唐雨霏则贡献了自己体内所有的元婴，随后带着满足的笑意离去了。他可不像叶枫，只要修仙子就能变强，作为传统修士，唐雨霏还是需要按部就班的进行修炼。如今的他也已经提升到了炼气9层的巅峰，很快就要踏入炼气大圆满，准备进行筑基了。不过有叶枫的大力支持，现在又有了10倍于外界的灵气浓度，相信最多10日，他便能冲破大境界的瓶颈，成为一名筑基期的修士。唐雨霏走后，叶枫仔细地想了想接下来要做的事。现在家中聚灵大阵已经布置好了，辉煌的行宫也已经安置，不过始终太过空荡了，还需要购置一些家具等物品。唐雨霏马上就要准备冲击筑基，应该也需要一些丹药，还有陈可儿的修为也需要尽快的帮他提升起来。过几天去陈家接他回来，光有2件法宝可能还不够，最好也准备一些丹药，反正都是自己的女人，对他们大方点，最终获益的还是我自己。既然如此，先看看我现在的各项数据，再炼制一些丹药吧。想到这，叶枫轻声唤出了自己的系统面板，嗡，脑海之中那副名为《万美图》的宏大画卷再次徐徐展开，画卷之上成千上万美人虚影，共同构成了一幅令人目眩神迷的绝世群芳谱。万千灰白色的美人虚影之中，还是仅有唐雨霏和陈可儿2人被点亮，正对着叶枫顾盼生辉，巧笑嫣然。在万美图的下方记录着叶枫的各项信息：宿主叶枫，年龄19，修为境界筑基2层，功法大阴阳5行合欢玄功，紫薇神丹宝典，天赋神通剑道奇才，丹道天才，剑法神通金黄腾龙9剑，道法神通天地一气势印咒，法宝飞剑丁玲珑神剑，丹阳陨星炉，九霄神雷令，青阳烈火镜，阴阳和合同星配，星火流光阵，武器朝元天书图，长乐灵台弓，陨星烈地枪，苍云宝甲，天才地宝5，绝世神丹破镜丹3颗。当前已解锁美人图唐雨霏、陈可儿，当前可解锁美人陈江雪，情缘值80。叶枫仔细地看了一遍，其中仅有的一株天才地宝冰脉海洋草神药，因为救治陈江雪而使用了，换来了清冷美人的情缘值80点。叶枫觉得还是蛮值的。现在自己的各种法宝还是挺多的，其中九霄神雷令之中的5道神雷仅剩下1道了，用完这件法宝也失去了作用。青阳烈火镜是雷虎留下的法宝，自己也一直没想起来去炼化，毕竟手里的宝贝太多了，暂时还用不到它。而陨星烈地枪和苍云宝甲过2天就要带去陈家，亲手送给陈江雪，希望能将他的情缘值一次性拉满，看能不能尽快的将他也给拿下。到时候姐姐清冷如仙，妹妹清纯靓丽，左拥右抱，仙王大帝见了也要羡慕自己好福气。而破镜丹原本有5颗，只对筑基大圆满以下的修士有效。叶枫本来打算等自己到了筑基5层的时候，一次性服用5颗，这样就能利益最大化，使自己的修为直达筑基大圆满，更快的踏入金丹期，成为一名金丹大能。但是因为和陈江雪交手而提前服用了2颗，现在还剩下3颗，现在只能继续延迟到筑基7层再服用了。虽然一样能快速提升到筑基大圆满，但是时间上可能会久一点，毕竟自己又需要多游龙搞耍一段时间。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在陈江雪身上花掉的，叶枫一定要在他身上赚回来。到时候等自己将那个清冷如仙的美人拿下，一定要拼命修炼，把自己耽误的时间、上古神药、破镜丹这些东西全部修到够本才行。2个时辰后，叶枫收起丹阳陨星炉，龙行虎步地走出了长乐灵台宫。这一次他又炼制了200颗极品筑基丹，外加100颗神元丹。这其中筑基丹作为炼气期和筑基期修士最常用的丹药，仍是目前最实用的，非常适合炼气期的唐雨霏和陈可儿。叶枫打算将40颗留给唐雨霏，80颗留给陈可儿和陈江雪，还有80颗将会拿到奇珍楼出售。至于神元丹，因为品阶太高了，筑基期以下的修士并不能完整炼化其中的药效，需求更多的还是金丹期以上的修士。留下40颗送给筑基后期的陈江雪，
剩下60颗也和筑基丹一起卖给奇珍楼，全部换成零食，为长乐灵台宫购置一些家具等物品。此外，叶枫上次还留下了40颗神骨丹在奇珍楼，也不知道张朝凤验丹如何了，估出价值了没有。这次前往奇珍楼，刚好可以询问一下。叶枫大概估算了一下，如果一起结算以后，这次的收获又是一笔巨款，应该又能去翠柳居装逼消费一波了。想到这，叶枫一脸春风得意，大步流星地来到了奇珍楼。奇珍楼中一日既往的生意兴隆，人头攒动。一身青衫挺拔如松的叶枫刚踏入奇珍楼的门槛，就被眼尖的清纯美人陈可儿发现了。那张清纯到如同白雪一般的绝美俏脸，顿时绽放出了一抹灿烂的笑容，仿佛满树梨花开放，令人目眩神迷。枫哥哥，可儿想死你了！将叶枫引入楼上的贵宾室，陈可儿再也忍不住了，娇躯一扭，便带着茉莉花香扑入了叶枫的怀中。可儿妹妹，叶枫刚一站稳，就直接被清纯美人的樱桃小嘴堵住了，温润的感觉让他有口难言。他索性也不说话了，直接抱着陈可儿一通狂啃，一双大手又开始了游龙。一阵酣畅淋漓的搞耍过后，陈可儿使劲地拍了拍叶枫的胳膊，一脸羞涩和满足。他原本只是想和枫哥哥亲亲抱抱，缓解一下思念就好，谁知道叶枫这家伙不讲武德，直接带兵进城了。这还是在奇珍楼，他工作的地方，这也太放肆了吧！还好二人身处贵宾室，保密性良好，就是不知道刚才自己那夸张的声音到底有没有传到外面去。想到这，陈可儿俏脸几乎红透了，心中紧张的要死。这要是被外人听见，以后自己还怎么见人吗？都怪你，都怪你！清纯美人恼羞成怒，连连拍打着叶枫的胸膛，可那副娇羞中透着满足的语气，怎么看怎么都像是在和情郎撒娇。嘿嘿，你别说，在这地方修炼还真是有些说法。叶枫脸皮极厚，一把将撒娇的清纯美人搂进了怀中，这才有机会说话。可儿，你怎么就来奇珍楼工作了？你姐姐呢？好些了吗？姐姐好多了，你那天刚走，姐姐她就醒了，我已经将一切都告诉她了，姐姐她好像很感激你，脸都红了呢。陈可儿听到叶枫的话，连忙扬起小脸，一副崇拜的表情说道：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姐姐她脸红呢，看来姐姐对你的印象已经改变了。那就好，那就好。叶枫闻言哈哈一笑道：我也已经将家中收拾好了，等再过2日购置一些家具后，我就亲自登门向你姐姐提亲，将你光明正大的接回叶家。真的吗？太好了！陈可儿听到后兴奋地跳了起来，2只小白兔也跟着调皮地蹦了蹦。她激动地说道：枫哥哥，可儿终于可以和你日夜厮守，随时随地的缠绵修炼了。可兴奋过后，清纯美人忽然又一脸惆怅地叹了口气。叶枫见状，不解地问道：可儿，好好的为何突然叹气呢？陈可儿闻言又扑进了叶枫的怀里，摇了摇小脑袋，蹭着叶枫的胸膛说道：没什么，只是想到要离开姐姐，可儿就觉得好不开心。可儿从小就和姐姐生活在一起，早已离不开彼此的，还以为这辈子就只会和姐姐相依为伴，直到可儿碰到了枫哥哥，想到可以搬进枫哥哥的家和你一起生活，可儿就觉得好幸福哦。可是一想到我走后，姐姐她就每天一个人住了，可儿的心里就好不是滋味。听到清纯美人的话，叶枫这才知道，原来这小妞是在为离开姐姐而感到失落。她大手一挥，语出惊人道：这有何难，不如让你姐姐也一起搬过去好了。陈可儿闻言惊讶地抬起了真手，这样也可以吗？让姐姐也一起搬过去？对啊，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今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住在一起也很正常啊。叶枫轻描淡写地说道。而且我叶家足有99间豪华大房，各式豪华家具更是一应俱全，完全不必担心有任何不方便的地方。实际上看到你们姐妹情深，我也是非常感动啊。想到要将你们2人分开，其实我也有些不忍心。你姐姐若是和你一起搬过来，你不仅可以和我日夜相守，还能和你姐姐不用分开，这是最好的安排了。望着一脸纯真表情的陈可儿，叶枫循循善诱，活像个诱骗单纯少女的大灰狼。枫哥哥说的好有道理，可是我害怕姐姐不愿意呢。你还真别说，陈可儿歪着脑袋想了想，还真有点心动。这样吧，可儿，你回去以后好好跟你姐姐说说，多在她耳边磨一磨。叶枫吧唧了一下嘴，摸着清纯美人的滑腻的香肩说道：你和姐姐从小相依为命，是彼此唯一的亲人，想必她也和你一样，也舍不得你离开。等我过2天去陈家，到时候再正式的向她提出邀请，她10有8九会动心的。好，等我见到姐姐就抱着她磨，一定让她心软跟我一起搬去叶家。听到叶枫的话，清纯美人只觉得眼前一亮，她既不想和姐姐分开，又想和叶枫一直在一起，这个办法确实是最好的办法。现在叶枫同意，自己也赞成，就剩姐姐的工作了。陈可儿在心中暗下决定，一定要让姐姐跟着自己一起走。枫哥哥，你在这里等一下，可儿去帮你喊张朝凤过来。想到这，清纯美人连忙起身穿好了衣服，匆匆走了出去。叶枫看着陈可儿娇俏的身影，心中一阵得意。若是真能让陈江雪随着妹妹陈可儿一起搬过来，倒也省了自己不少事，相当于一次性取回2朵倾国倾城的金花了。毕竟陈江雪的情缘值已经达到了80点，估计她心里对于自己也是很感激的。等自己亲自去一趟陈家，将准备好的厚礼一送，
说不定能直接标上满值。到时候自己只需要一开口，主动发出邀请，再加上陈可儿在一旁助攻吹风，陈江雪必然会动心。等他搬到了叶家，那还不是自己的囊中之物？近水楼台先得月，有的是办法将他彻底拿下。到时候差女同欢诀那么一修，极重修仙那么一来，游龙那么一搞耍，皇宫仙境，酒池肉林，3个顶级角色每人相伴，那日子想想就带劲。叶枫越想越是兴奋，眼睛都快想直了。哈哈哈，叶枫小友，咱们又见面了。陈可儿离开后没多久，张朝凤的身影如约而至，能够随手拿出各种极品丹药，还从不计较价格及好说话的叶枫，在他的眼中无异于一位行走的财神爷。此刻见到叶枫，张朝凤一把攥住了他的手，热情地说道：“叶公子，今日可是又有极品丹药出售？”叶枫闻言也不废话，直接从怀中掏出了2只储物袋，交到了张朝凤的手中。80颗极品筑基丹，60颗极品神元丹。张朝凤打开一开，顿时兴奋了起来，颗粒饱满，丹香浓郁四溢，无论是药效还是外形，都是绝佳的极品。叶公子果然不凡啊！只要是从您手中拿出的丹药，就没有不是极品的。这等手笔，老夫实在是佩服。现在咱们奇珍楼的顾客呀，嘴巴都被您养刁了，点名要您手中的极品丹药，那些普通筑基丹，现在反而都有点卖不动了。张朝凤不愧是个老江湖，一顿连环马屁拍的叶枫舒舒服服的，让他的尾巴都快翘上了天。张朝凤，这些丹药还请帮我全部换成零食吧。叶枫抿了一口茶，满面红光的说道。张朝凤闻言连忙点了点头，好的，没问题。极品筑基丹7000零食一颗，80颗就是56万下品零食；极品神元丹是8000零食一颗，60颗就是48万下品零食，一起就是104万下品零食。叶公子，您看看，老夫可曾算错？没错，就这个价吧。叶枫轻轻点了点头，随后问道：“还有我上次留下的40颗神骨丹，张朝凤，您可验过了？”听到叶枫问起神骨丹，张朝凤的脸上微微僵了一下。叶公子，那40颗神骨丹，老夫因为捉摸不透，所以特意找到了雷家的雷毅欢大师，让他帮老夫长了长眼。没想到雷大师果然是丹道大师，一眼就认出了您的神骨丹，确实就是自上古时代便失传的丹药，而且颗颗都是极品。这些神骨丹让雷大师爱不释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要全部留下。因此老夫和掌柜的商量以后，决定这神骨丹的价格就按1万下品零食一颗来算，您看如何？叶枫点头同意，没问题，价格你们定就好，他愿意留就留下，那就有劳张朝凤一起帮我换成零食吧。然而见叶枫同意，张朝凤却并未马上离开，而是一脸欲言又止的表情看着叶枫。张朝凤，还有什么事吗？叶枫见状疑惑道。见叶枫发问，张朝凤不好意思的搓了搓手，呵呵，叶公子，老夫确实还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张朝凤，但讲无妨。叶枫闻言不以为然的挥了挥手。张朝凤见状组织了一下语言，这才向着叶枫拱了拱手道：“叶公子，那就请恕老夫唐突了。请问公子您还记得苏荷吗？”苏荷，听到这个名字，叶枫心中一愣，这个苏荷他当然记得。苏荷不仅是叶枫穿越以来所杀的第一个人，也是因为他，叶枫才和陈可儿拉近了第一步的关系。可惜这小子自己作死，不仅嚣张跋扈欺负到叶枫头上，后来更是想要杀了叶枫，最后在城外荒林中被叶枫用9霄神雷轰杀成渣，连点灰都没剩下。想到这，叶枫狐疑的看了一眼张朝凤，不知道他问起这个是什么意思。见叶枫一脸疑惑，张朝凤接着说道：“叶公子莫怪，实不相瞒，老夫与那雷毅欢大师乃是多年的好友，这次老夫前往雷家，才知道雷大师的亲传弟子苏荷在前几日突然失踪了。雷家经过这几日的调查，发现苏荷在失踪前最后一次露面就是在奇珍楼的那一天，而且还和别人起了冲突。想必你也知道，当时在奇珍楼与苏荷起冲突的那个人就是公子您。”叶枫闻言恍然大悟，所以雷家怀疑苏荷的失踪和我有关。不错，不过雷家并不知道您的名字和相貌，只是知道发生了这件事而已。张朝凤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老夫作为奇珍楼的朝凤，上次前往雷家，自然也就被问起了这件事。当然，老夫也并没有透露公子您的任何信息。您是我们奇珍楼的贵客，为取得您的允许，奇珍楼绝对不会泄露您的半点消息。不过，正如老夫之前所说，我与那雷大师的多年的好友，这次又是上门请他帮我验丹，因此老夫当时也答应了雷大师，替他问一问您是否愿意和雷大师见上一面。”哦，雷毅欢要见我？听到张朝凤话，叶枫微微皱起了眉头。关于雷毅欢这个女人，叶枫并不了解，只是听说过她的名字和事迹。作为顺天城唯一的丹道大师，金丹期的雷毅欢可谓真正的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大人物。据说普通人想要见他一面，简直难如登天，就连顺天城主向他求丹，都被他毫不留情地拒之门外。这样的大人物想要见自己，目的恐怕不是那么单纯，多半还是因为苏荷事情。叶公子，这雷大师想要见你，其实是有2件事情。一呢，是因为您是苏荷失踪前唯一和他有过冲突的人，他想问问你是否知道苏荷的下落。二呢，则是因为雷大师本就是研究上古丹药的大师，而您炼制的神古丹
乃是自上古便失传了的神丹，这让雷大师十分的感兴趣，所以才想要和您当面聊聊。见叶枫眉头紧皱，张朝凤似乎是看出了他的担忧，小心翼翼地说道：“叶公子，如果您不想见，老夫帮您回绝了就是，您不用感到为难。雷家并不知道您的身份，奇珍楼也绝对不会泄露关于您的任何信息，这点您绝对可以放心。”叶枫闻言点了点头，自己选择和奇珍楼做交易，果然是正确的选择，起码在安全性上面，奇珍楼是有绝对的信誉在的。这张朝凤和雷奕欢乃是多年的好友，即使有这层关系在，他也没有向雷奕欢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若是放在其他地方，单凭雷奕欢是丹道大师的身份，又是金丹大能的修为，恐怕早就为了和雷奕欢套近乎，而把自己毫不犹豫的给卖了。想到这，叶枫对奇珍楼和张朝凤的表现十分的满意，而对于见雷奕欢这件事，他是完全提不起什么兴趣。首先自己对他完全不了解，虽然他是丹道大师，受无数修士追，但自己手握紫微神丹宝典和丹阳陨星炉炼制的丹药并不比他差，完全没有和他讨论丹道的必要。二来苏荷确实是死在了自己的手里，虽然他早已灰飞烟灭，没有留下丝毫的证据，但难保那位金丹大能会用什么古怪的手段来拷问自己，万一到时候露出马脚，被对方发现是自己杀了苏荷，就要面对一位金丹大能的怒火。这种事叶枫想一想就觉得很头疼，和雷奕欢见面完全是自找麻烦，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他现在只想多解锁几位绝世美人，再和他们一起疯狂的游龙搞耍，等什么时候到达金丹期，再离开顺天城到处去浪，去往更广阔的天地，寻找更多的绝色美人，最后在万千仙子的鼎力相助下踏破虚空，登顶仙路绝巅。在这风云诡谲的修仙界，叶枫现在的修为还是太低了，因此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的修仙子，能少招惹点麻烦就少点麻烦。张朝凤，你直接帮我拒绝他吧，我整天忙得要死，哪有时间在他身上浪费。叶枫毫不客气的直接拒绝，还直言道：以后再有这种想要见我的人，你也不用问我，直接帮我拒绝就好，我不喜欢麻烦。好的，老夫记下了。那么叶公子，老夫这就去为您取灵石，您请稍等。听到叶枫的拒绝，张朝凤点头表示明白，随后也不再多言，对着叶枫施了一礼，便转身离去了。没过多久，他再次匆匆返回。叶公子，您的灵石都在这了，总共是144万下品灵石，您点点。张朝凤将叶枫的储物袋双手奉上，一脸的恭敬和欣喜。自从遇到了叶枫，每次他一出现，自己的成交量就直线上升，最近这2笔更是100万灵石以上的交易。无论是张朝凤自己，还是奇珍楼的生意，亦或是叶枫的收入，都是三方共赢的局面。就连买到了叶枫的极品丹药的修士都喜笑颜开。他是真的希望叶枫能多来几次，毕竟他可是自己的摇钱树啊。行了，不用点了。叶枫一把抓过储物袋，随手塞进了怀中。他还等着去翠柳居消费一把，为家中的长乐灵台宫添置一些家具呢。等购置好了这些，就可以前往陈家了。到时候把陈可儿姐妹2人一起接到叶家，幸福生活指日可待。叶公子，您慢走，我送您。在张朝凤的欢送下，叶枫一马当先地走出了贵宾室，正准备下楼时，奇珍楼中忽然出现了一阵骚乱。叶枫抬头望去，只见一位身着紫色丹师法袍的女子一脚踏入了奇珍楼的大门。此女气质雍容华贵，一副养尊处优的模样，显然是位了不得的大人物。但让叶枫真正吃惊的是她那足以颠倒众生的绝美容颜，还有那比例完美的饱满胸臀，堪称大地之姿。明明气质上是一位御姐女王的高傲淑女，但偏偏她行走时一步3摇，看起来格外的妖娆妩媚。妩媚与威严，这2种截然不同的反差感，就这么巧妙地融合在了眼前这个女人的身上，偏偏又是那么的完美，让人无可挑剔，危险又迷人。这是叶枫看到此女的第一眼心里就冒出的反应。本以为唐雨霏和陈可儿姐妹俩就已经是本地仅有的3位绝色仙子了，没想到顺天城竟然还有如此顶级的美人吗？张朝凤，你可知道这位仙子是谁？如此绝色当前，叶枫直接挪不动步了，连忙转头问向一旁的张朝凤。张朝凤闻言附耳道：叶公子，这位就是老夫刚才和你说的雷奕欢雷大师。他就是雷奕欢。叶枫闻言大吃一惊，万万没想到，一向被传的神乎其神的丹道大师，却鲜少有人能瞧见真容的雷奕欢，竟然还有着如此绝色。就在他震惊之时，脑海中忽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咚，恭喜您发现了一位可以解锁的美人。雷奕欢年岁不详，金丹中期，极品玄阴灵根，天赋评价90分，家世评价85分，容貌评价95分，综合评价90分。雷奕欢符合万美图收入标准，您与对方的情缘值达到36点时，都将获得一份奖励，情缘值达到100即可点亮美人图，获得一份高级大奖。雷奕欢当前情缘值0。雷奕欢居然也符合万美图收入标准。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叶枫惊讶地瞪大的双眼，而且他的评价还不低，足足有90分。我去，不早说。奇珍楼中原本人声鼎沸的场面，忽然安静的落针可闻，只因雷奕欢那道曼妙的身影悠然地步入了奇珍楼，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她的肌肤7霜赛雪，气色极佳，明明是位金丹大能，看起来却宛若2八少女。
一身紫色的单师道袍，一步三摇令人目眩神迷。但更让人移不开视线的，还是雷奕欢那张足以颠倒众生的绝美容颜，无需刻意便顾盼生辉，慵懒中还带着几分高傲。琼鼻挺翘，朱唇丰润，长发乌黑如瀑披在脑后，几缕碎发垂落颊边，更显得她风情万种。雷奕欢行走间，美眸顾盼流连，那金丹大能的强大气场悄无声息地笼罩全场，压得低阶修士们几乎喘不过来气，眼神迷醉地望着颠倒众生的雷奕欢，心中却带着深深的敬畏与自惭形秽，不敢与之对视，只能低下头，默默地吞下一团口水。咦，望着风情万种的雷奕欢，叶枫的脚步瞬间便定在了原地。这雷奕欢竟然这么妖艳美丽，怎么之前从未听说过？看着系统面板上的提示，叶枫只觉得心里头像是猫抓一样。这雷奕欢可是正儿八经的女王范御姐风啊，如此顶级的绝色美人，这能忍住不和她认识一下？叶枫的眼神随着雷奕欢的迈步而移动，就连心神都因为她那风华绝代的身姿而迷醉。他连忙打消了离开奇珍楼的想法，这么性感的尤物，既然遇到了就是缘分，绝对不能放鹅，是错过顶级美人就可以解所万美图，也就意味着只要自己拿下她，就可以在她身上获得巨大的奖励。因此，顶级美人就等于顶级的机缘，绝不能错放。想到这，叶枫连忙转头对着身边的张朝凤说道：“张朝凤，我又想了一下，还是请你为我和雷大师引荐一下吧。叶公子，您刚才不是说没有时间吗？”张朝凤闻言满脸愕然，转头看向叶枫，眼神里全是问号。可，刚才嘛确实是没有时间，不过话又说回来，时间嘛挤一挤总会有的。叶枫闻言咳嗽了一声，随即摊了摊手，怎么能怪我没时间呢？明明是你这老小子没抓住重点啊！你要是早跟我介绍这雷奕欢是如此性感迷人的绝色尤物，我不早就答应你了吗？看到张朝凤那狐疑的眼神，叶枫连忙解释道：“张朝凤，你别误会，我只是太想进步了而已。我只是觉得雷大师如此风华绝代，又身为丹道大师，能和他当面一叙，肯定能在他身上学到很多技术的。还请张朝凤受累，务必帮我和雷大师引荐一番。”说到这，叶枫再度流连了看了一眼远处那抹惊艳的紫色风情，小心脏再次猛跳了起来。这还走个屁了的，必须要狠狠地和他结交一番才行。哦，老夫懂了。张朝凤看着叶枫的表情，忽然露出了一副意味深长的笑意。小友你放心，老夫一定帮你和雷大师安排见面，有劳张朝凤了。叶枫闻言满意一笑，随后又叫住了他，补充了一句：“以后再有这种绝色仙子想要见我，你直接帮我应下便是，我随时都有空。”张朝凤听后瞬间愣住了，他怎么记得这小子刚才好像不是这么说的？是自己真的老了，还是完全跟不上年轻人的思想了？这小子说的话怎么翻来覆去的变？被人顶豪了？刚才不是本人吗？饶是张朝凤见多识广，八面玲珑，此刻也不由得呼吸一滞，愕然当场。请叶公子先回贵宾室中稍待片刻，老夫这就去请雷大师过来。愣了一会，张朝凤终于回过了神来，他嘴角抽了抽，压下心头复杂的情绪，冲着叶枫拱了拱手说道。叶枫笑眯眯的点了点头，转身走回了贵宾室，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隔绝了外界的喧嚣以及雷奕欢那道风情万种的绝美身影。然而安静的贵宾室内，叶枫的心情却并不安静，反而思绪翻涌。没想到这顺天城还真是藏龙卧虎啊！我本以为拿下了唐雨霏、陈可儿，再搞定那个陈江雪，这顺天城的美人基本就被自己全部收入囊中了。等自己将绝美大姨子攻城拔寨了，就该老老实实的游龙搞耍，提升修为。等到突破金丹以后，也到了去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寻找新目标的时候了。万万没想到，老头待我不薄啊！这顺天城中居然还有如此顶级的绝世尤物，这还真是一个大大的惊喜。想起雷奕欢那诱人的美貌，叶枫的心跳依旧快得不像话。而且这位尤物还是位金丹大能、万众敬仰的丹道大师，更是雷虎那个狗东西的亲姑姑。要是自己能拿下他，岂不是就成了雷虎的亲姑父了？只可惜雷虎这狗东西死得太容易了，不然还能听他叫自己一声姑父呢。想到这，叶枫嘿嘿一笑，要不是雷虎已死，他还真想当面看他那东西叫自己姑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不过雷奕欢的出现让叶枫感到激动兴奋的同时，心里还有着几分紧张。对方那金丹大能的实力让叶枫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涌上心头，不由得担心地皱起了眉头。金丹大能雷奕欢，同时又是备受推崇的丹道大师，这个身份实在是太有压迫感了。这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通常都是眼高于顶，习惯俯瞰众生，寻常的天才甚至都不能进入他们的法眼，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天才。而且作为一位金丹大能，不仅修为高绝，眼界更是开阔无比，平常接触的也都是同级别的大人物，见识过真正的天地广阔，区区一个顺天城根本就不是他们的舞台。这可不比唐雨霏和陈家姐妹三人这种练气期筑基期的小修士能被自己一些蝇头小利轻松拿捏，能在风云诡谲、弱肉强食的修仙界摸爬滚打成为金丹大能，哪个不是人精中的人精？早就七窍玲珑，心思缜密的可怕。自己想拿下雷奕欢这种级别的顶级尤物，恐怕是没有那么容易，难度不亚于刚出新手村就遇到了当前版本的顶级魅魔。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人不疯狂枉少年，少年不狂怎日先？既然遇到了可以解锁万美图的顶级美人，那就势必要放手去干。拥有万美图系统、顶级天阶功法，还有3位同样顶级的仙子助我修行，区区金丹而已，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如此一个顶级的绝世尤物就摆在自己眼前，只要能拿下他，就能得到他身上的资源和奖励，岂能因为一点小小的困难畏畏缩缩？真男人就应该勇猛善战，相信大力出奇迹。既然让我撞上了，那就是上天的安排，拼尽全力也要把你搞定。雷一欢，你不仅是金丹大能，更是我叶枫崛起路上注定要登上去的一步台阶啊！想到这，叶枫心中瞬间没有了顾虑。金丹大能体内的元婴之力是何等的精纯磅礴，想到那种修为如同坐火箭般飙升的感觉，想到自己有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冲击更高的境界，叶枫猛地灌了一大口灵茶，眼中闪过了一道金光。叶枫独自在贵宾室中等待，心中盘算着一会儿该怎么和雷一欢交流。通过张朝凤之前那话里的意思，叶枫大概也能猜到，这雷一欢似乎对自己手里的神古丹丹方很感兴趣，但同时他应该也在怀疑苏荷失踪一事可能和自己有关。这其实说明了雷一欢心里对自己可能是有敌意的，毕竟那苏荷好像是他的亲传弟子，若是让他发现苏荷死在了自己手里，恐怕不是一件好事。不过好在苏荷早已在九霄神雷之下灰飞烟灭，就连先王大帝亲至也未必能查出蛛丝马迹，倒也不必太担心，只要自己一口咬定不知道，应该也不会露出马脚。叶公子，劳您久等了。就在这时，张朝凤推门而入，打断了叶枫的思绪。叶公子，容老夫郑重地为您引荐。他脸上堆着笑意，领先一步踏入贵宾室，手臂朝门外一引，列位，便是咱们顺天成丹道魁首、久负盛名的雷一欢，雷大师了。话音刚落，一股幽兰香气扑鼻而来，紧接着一道紫色风情的妖艳身影如云霞流泻，缓步走了进来。先前隔着距离惊鸿一瞥，叶枫已经觉得雷一欢风华绝代。此刻当雷一说完，张朝凤微微一笑，冲着叶枫二人拱了拱手，转身离去。安静的贵宾室中只剩下了叶枫和雷一欢两人。在下叶枫，久仰雷仙子盛名。随着张朝凤的离去，叶枫也终于从惊艳中回过神来，他连忙恢复了一贯风轻云淡的神色，淡然开口：你叫我仙子。雷一欢轻启红唇，声音腻黏人，完全不像是金丹大能，反倒像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见叶枫看见自己之后，眼中只是短暂的闪过一抹惊艳，便恢复了风轻云淡。雷一欢眼波流转，寻常小辈见到自己，无不兴神迷最大失方寸。叶枫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定力，还真是让他有些刮目相看。雷仙子芳华正茂，看起来不过是28年华，比我还年轻，不叫您仙子又叫什么？叶枫微微一笑，颇有风度的示意雷一欢入座。呵呵，你这小辈倒是有趣。雷一欢轻笑了一声，笑声甜腻勾魂，一步三摇的入座。他这才抬起那双迷人的桃花玉，打量起了叶枫。只见眼前的少年一身素雅的青衫身材，修长挺拔，容貌俊朗不凡，剑眉星目深邃如星空，虽然看着年轻，但却气宇不凡，颇有些帅气。听说雷仙子点名要见在下，不知有何请教？见雷一欢打量自己，叶枫淡淡一笑，更显得俊朗潇洒，明知故问的开口道：我有一亲传弟子，名为苏荷，听说他前几日在奇珍楼与一位炼气小修发生了一些冲突，那位炼气小修可是你？见叶枫主动开口，雷一欢也开门见山的问道：不错，正是在下。叶枫不卑不亢的回道：你可知道，就在和你起了冲突之后，苏荷他就失踪了。雷一欢眼中神光闪烁，紧紧地盯着叶枫的眼睛。在那之后，你可曾见过他？此事我听张朝凤提过。叶枫依旧是那副风轻云淡的表情，不着一丝痕迹地说道：那先一步离开奇珍楼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他。然而雷一欢闻言却轻笑了一声：我那徒儿我最了解，他虽然天资过人，却恃才傲物，最是睚眦必，和一个炼气小辈起了冲突，他绝不会就这么算了。难道他真的没有等你离开奇珍楼找你麻烦吗？雷一欢笑得虽然妩媚动人，但眼神却摄人心魄，尤其是他那厚重如渊海的金丹威压，更是无声无息地笼罩着叶枫，让他感觉仿佛面对山岳般压力暴增。雷仙子，在下确实在未见过苏荷，况且我当时只有炼气修为，而他已经是筑基后期。面对雷一欢那不怒自威的威压，叶枫却始终不卑不亢。如果他真的在之后找我麻烦，那么失踪的应该是我才对吧？听见叶枫的回答，雷一欢探出神识，查看了一眼叶枫的修为，顿时神情一滞：你这修为已经筑基2层了。雷一欢心中有些惊讶，据说当时叶枫不过才炼气6层的修为而已，这才短短几日，他竟然提升到了筑基2层，这家伙进步怎么会如此之快？雷仙子，你忘了我也是名丹修了吗？不过是区筑基2层而已，不足挂齿。叶枫闻言微微一笑，轻描淡写的道：只要极品丹药管够，说不定你下次见到我就已经是金丹期了。极品丹药？你是说你的修为全是靠丹药堆上去的？雷一欢心头一动，忽然想起了那批极品神古丹，连忙正色道：我看过你拿出的那些丹药，确实都是极品成色，能炼制出那些极品丹药的人，炼丹的实力恐怕并不在我之下。小子，你的师尊到底是谁？
他是否也在顺天城中？雷毅欢身为丹道大师，自然知道能炼制出那些极品丹药，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叶枫的身后一定有位实力不在自己之下的高人，而他真正想要见的人，其实也正是那位高人。见叶枫更多是向他询问苏荷之事，而叶枫刚才的回答虽然滴水不漏，但雷毅欢的直觉告诉他，苏荷失踪肯定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他对苏荷的了解，苏荷是绝不可能是那种在叶枫手中吃瘪还会甘心离去的人。而他刚才之所以没有拆穿叶枫的话，也只是想要知道叶枫背后的高人究竟是谁。顺天城竟然还有除了自己以外的丹道大师，那位高人手中的神古丹丹方究竟是从何而来？这种自上古时代就已经失传的丹药，相传只有丹道至尊紫薇道人才懂得炼制之法。而如今神古丹重现人间，是否意味着紫薇道人的传承也重见天日了？那紫薇道人所著的《紫薇神丹宝典》，更是无数丹修梦寐以求的丹道圣经，其中记载着无数丹道秘辛。若真的有人得到了紫薇道人的传承，那么能炼制出那么多极品丹药，也就不奇怪了。雷仙子误会了，在下并无师尊，那些丹药都是我亲手炼制的。出乎雷毅欢预料的，叶枫却是轻轻摇了摇头，直接否认了他背后另有高人的说法。哼，小子，你这话骗骗张朝凤也就罢了，想糊弄我怕是没那么容易。雷毅欢冷哼了一声，接着道：那些极品丹药的成色需要极为高深的丹道理解，更需要对炉火的掌控做到毫无偏差，那等精细的手法与眼力，就算是我都未必能做到，更何况是你。见雷毅欢对自己的说法嗤之以鼻，叶枫更加无奈了。因为身具丹道天才这个天赋神通，他炼丹可无视修为限制，再加上紫薇神丹秘典中详细入微的炼制之法与丹阳陨星炉的神奇功效，他在炼制那些极品丹药的时候简直有如神助。一切丹药炼制起来都是那么的水到渠成，完全没有感觉到有哪里难的。虽然别的丹修可能在筑基期都未必能保证炼制出普通筑基丹，但叶枫在炼气期就能炼制出极品筑基丹了，而且还能做到10%的成丹率，这恐怖的炼丹实力确实耸人听闻，只是叶枫自己毫无感觉而已。小子，你既然知道我是丹道大师，我劝你在我面前还是说实话比较好。实话不瞒你，我对你并无半点兴趣，我只想知道你背后的那位高人到底是谁。见叶枫一脸无奈的表情，雷毅欢以为他被自己说中了心思，不由得一笑道：而且我知道苏荷失踪一事一定和你有关，我走过的路比你吃过的丹药还多，你是骗不过我的。说到这，他语气陡然转冷，寒霜道：如果你再不跟我说实话，还是满口谎言的话，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叶枫闻言心中一惊，他诧异的抬头看了一眼性感迷人的绝世尤物，忽然心生一计。面对雷毅欢咄咄逼人的气势，叶枫心中哭笑不得。那些丹药确实是自己亲手炼制的没错啊，不能因为你们自己做不到就质疑别人吧。承认别人优秀有这么难吗？明明自己说的是实话，却总是没人相信。自己背后哪有什么高人？难道是在说自己的系统吗？如果说有的话，也就只有系统的存在让自己高人一等了。真让你们见到我的系统，你们又该不高兴了。不过无奈归无奈，听出雷毅欢话中的威胁，叶枫还是有些紧张的。这位绝世尤物果然不好糊弄，虽然自己刚才并未露出马脚，但他却凭借对苏荷的了解，将事情猜了个8、9不离10。看来这件事自己今天想要糊弄过去是不太可能了。还是那句话，怀疑一旦产生，罪名已经成立，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就算自己把嘴皮子都说破了，不相信你的人还是不会相信，他们心中自有判断。尤其是像雷毅欢这种见多识广的金丹大能，想要改变他的看法，确实是极有难度的一件事。既然如此，自己就只能用点手段了。本想好好和你接触，可你却非要来硬的，还好我也很硬，别以为你是金丹期我就怕你。雷仙子，这么说已经认定了我的身后定有高人，而且非见到他不可割。望着雷毅欢那双泛着幽光的桃花玉，叶枫叹了口气，这女人性感是性感，可惜就是太危险了，想要糊弄她都这么不容易，想要拿下她恐怕还要花费好一番力气才行。不错，我知道苏荷恐怕早已经魂飞烟灭了，否则不可能这么久都打探不到一点消息。雷毅欢闻言淡淡的点了点头道：虽然你当时只有炼气期，但是杀人不一定只能靠修为，若是你手中有强力法宝，想要一个筑基修士的命还是挺容易的。叶枫，你应该庆幸你自己身后这位高人的存在，否则我不可能和你一个筑基小辈聊这么多，这一切都在看在那位高人的面子上罢了。现在你只有2个选择，一是为我引荐那位高人，或许让我和他当面聊聊，能让我不再计较苏荷之事。雷毅欢说到这里，话音便戛然而止，随后便慵懒地看着叶枫，一如既往的风情万种。叶枫没有问他第2个选择是什么，因为他明白根本没有什么第2个选择。自己如果坚持否认背后有高人存在，恐怕等他一走出奇珍楼的大门，就会被当场秒杀，只为了给苏荷报仇。雷毅欢现在之所以还能坐在自己对面和平说话，不过也是因为忌惮自己身后那位神秘的高人罢了。因此叶枫现在最好是编一位高人出来，证明自己身后有一座靠山，让他投鼠忌器，不敢对自己动手。否则一旦让他发现自己无依无靠，
只是一个可以抬手镇压的筑基小修，恐怕下场难逃一死。修仙界就是这么残酷，当你有所依仗，就算你实力低微，也可以横行霸道，无人敢惹。就像苏荷一样，因为仗着自己师尊是丹道大师雷奕欢，便嚣张跋扈，目中无人。只可惜他时运不济，惹到了叶枫的头上。眼前的雷奕欢同样也是时运不济，因为他竟然敢仗着修为高绝就威胁叶枫。他不知道的是，虽然他是金丹大能，但叶枫依然有办法能对付他。只不过毕竟雷奕欢是可以点亮美人图的顶级美人，所以他的下场肯定会比灰飞烟灭的苏荷好很多。最惨也不过是日夜修炼，疯狂游龙罢了。说不定这对他来说还是一种奖励呢。雷仙子果然慧眼如炬，冰雪聪明啊。没错，我师尊他目前就在顺天城中。想到这，叶枫淡然一笑道，不知雷仙子为何想要见到我家师尊呢？呵呵，你这偷奸耍滑的小子，怎么现在终于承认你有师尊了？雷奕欢闻言冷笑了一声，揶揄道，他那双勾魂的桃花眼翻了个美丽的白眼，不耐烦地说道，跟你说了也没用，所谓何事，等见到你师尊，你自然就知晓了。这个女人不愧是顶级魅魔，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的勾魂迷人，绝对的性感尤物。叶枫闻言并不恼怒，只是呵呵一笑道，我听那张嘲讽所言，仙子对那神骨丹极为感兴趣，莫非是为了那神骨丹的丹方？听到叶枫的话，雷奕欢微眯起了双眼，你这小子倒是有些聪明，我还真有些小瞧你了。他大方承认，随后不以为然地接着说，确实与那神骨丹有些关系，但也并不全是，你只管为我引荐你师尊即可，其他的少打听。莫非你做得了你师尊的主？呵呵，师尊他高深莫测，在下不敢逾越。叶枫连忙装作一副惶恐的样子，看了一眼早有所料的雷奕欢，叶枫神秘地说道，不过我师尊他最近正在闭关研究一种新的丹药，据说也是上古失传的神丹，如果仙子想要见他，可能需要等上几日了，等师尊出关，在下一定为仙子引荐。哦，新的丹药也是自上古便失传的神丹。听到叶枫的话，雷奕欢果然眼前一亮，他美眸之中神光爆闪，心中暗道，我果然没有猜错，这么多上古失传的神丹，看来这叶枫的师尊肯定得到了丹道至尊紫薇道人的传承，他的手中说不定就有那本被称为丹道圣经的紫薇神丹秘典。如此之宝，若是能被我得到的话，以我的丹道天赋，说不定能够超越那位上古时代的紫薇道人，被天下无数丹修敬仰推崇，成为下一个丹道至尊。想到这里，雷奕欢心头火热，连忙问道，你家师尊如今是什么修为？这个嘛，师尊他从未在我面前出手过，我的修为我也看不透，只觉得高深莫测。叶枫模棱两可地回答道。雷奕欢闻言微微蹙眉道，比起我来如何？叶枫轻声道，只高不低，我的修为乃是金丹中期，比我只高不低，恐怕叶枫的师尊至少也是金丹后期的修为，甚至有可能是金丹大圆满。听到叶枫的回答，雷奕欢喃喃自语，煞有其事地分析道，应该不可能是元婴期的超级大能，那种境界的丹道大佬不可能会炼制筑基丹拿来售卖，只要他修为还在金丹期，此事就还有操作的空间，未必就难以对付。不过叶枫这小子有尖嘴滑，未必所说的就是实话，一切都得以自己亲眼所见为主。想到这，雷奕欢忽然抬头紧盯着叶枫，冷声道，小子你听好，等你师尊出关，你立马告知我，安排我与他见面一事，到时若我与你师尊相谈甚欢，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自然会将苏荷一事接过。若你敢偷奸耍滑，不将我的话放在心上，哪怕走遍天涯海角，我也会抓住你，为我徒儿苏荷报仇。雷仙子请放心，只要师尊出关，叶枫一定第一时间为你引荐。面对雷奕欢那咄咄逼人的威胁，叶枫仍是不卑不亢地回道，哼，你最好别耍花样。见叶枫答应的干脆，雷奕欢冷哼了一声，事到如今，今日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自然没有再和叶枫继续闲聊的必要。他晃动着站了起来，那曼妙顿时摇曳生姿，令人目眩神迷。我给你3天时间，3天后若你师尊还不出关，那就别怪我主动登门去找你了。雷奕欢美眸之中金光一闪，冷冷地说道，我既然已经知晓了你是谁，自然能够找得到你，你跑也没用。说完，不等叶枫回话，他已经一步3摇地走出了贵宾室，只留下一道目眩神迷的倩影，还有空气中残留的幽兰香味。望着雷奕欢离去的背影，叶枫心绪翻涌，他心中清楚，雷奕欢之所以这么心急，应该是为了自己那些神丹的丹方，似乎那些丹方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甚至能让他放下苏荷之死。不过对于叶枫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反正那什么狗屁师尊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存在。叶枫不怕雷奕欢贪，就怕他不贪，只要知道他想要什么，那就说明他有弱点，有弱点就有破绽。自古以来最容易让人吃亏的东西就是贪心这件事，就连叶枫也不能免俗。如果不是因为贪图雷奕欢的美色，还有解锁他的那些系统奖励，他完全可以不用和雷奕欢见面，也自然不需要去对付他。不过还是那句话，少年不狂怎日鲜，贪心无所谓，能贪到才是本事。这个性感迷人美到了极致的绝世尤物，叶枫势在必得。在和清纯美人陈可儿告别后，叶枫也匆匆离开了奇珍楼，带着140多万灵石的巨款，
再度来到了翠柳居。翠柳居的老掌柜对上次花了38万8千灵石订购了一张全场最豪华紫檀神木大床的叶枫记忆犹新。哟，这不是咱们叶公子吗？叶公子大驾光临，翠柳居蓬荜生辉啊！见到这位财神爷又来了，顿时3步并作2步的来到了叶枫的面前，老脸几乎笑成了一朵花。少拍马屁，怎么还是你来接待？上次我就跟你说过，多找几个绝色仙子来接待我，你怎么忘了？叶枫一巴掌甩开老掌柜殷勤的手，一脸不耐烦的说道：看到你这张老脸，我哪里还有什么消费的欲望？叶公子您别生气啊，绝色仙子有啊，上次听了您的建议，我特意找了几个又漂亮嘴又甜的仙子，就等着您来长眼了。见叶枫说完就要走，老掌柜连忙拉住他的胳膊，向他递了一个你知我知的眼神。二人心照不宣的默契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真真连连爱爱，有贵客迎门，快出来！老掌柜一声大吼，立马便有几道倩影走了出来。叶公子，这都是老夫亲自挑选的绝色仙子，您看看还满意不？老掌柜一脸自豪地向着叶枫谄媚地说道，那模样像极了当年给鬼子引路的狗汉奸。叶枫摸了摸光滑的下巴，半晌才将大手一挥，换一批。老掌柜闻言一愣，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精挑细选的绝色仙子，叶枫居然一个都不满意。好小子，这么貌美如花的仙子你都看不上，你小子平时吃的都是啥细糠啊？不过这些话他也只能在心里想想，嘴上却是露出了苦笑。叶公子，你以为我这翠柳居是什么烟花柳巷吗？咱们家一共就这么几位仙子了，我上哪给你换一批去啊？叶枫闻言挠了挠头，前世在商务包厢选人的时候喊习惯了，一时顺嘴没想起了这是卖家具的地方，倒是把这见钱眼开的老掌柜吓了一跳。说起来，这老掌柜的眼光其实也还不错，这几位仙子个个气质挂硕果，身材极佳，容貌姣好，随便一个扔在前世的商务包厢里，那都是艳压群芳的存在。只不过叶枫见惯了美艳娇妻唐雨霏，清纯美人陈可儿，还有那清冷如仙的陈江雪，那般顶级美人，尤其是刚刚才见过那枚霍众生的绝世尤物雷奕欢，眼光自然高了不少，连胃口都养刁了。这些本就不俗的仙子们，要和雷奕欢这种顶级绝色美人比起来，确实算得上是胭脂俗粉了。算了，看你也不容易，那就这样吧，起码比你这张老脸看着舒服些。见叶枫大手一挥，老掌柜喜笑颜开，连忙心领神会的将几位仙子都塞到了他的身边。你们几个记住，一定要将叶公子伺候啊！呸，是老夫口误了，是一定要将叶公子接待好了，听到没有？听到了，听到了。众女齐声回答，莺莺燕燕的围成了一群，将叶枫像个大老爷似的围在了中间，簇拥着他，你一言我一语的奉承了起来。要不怎么说前世那些女销售女接待的业务能力极高呢？有这么一群莺莺燕燕围绕在自己身边，叶枫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仙子们人美声甜，说话又好听，差点将他哄成了胎盘，直接豪掷千金，又订购了2张38万8千灵石的紫檀神木大床，顺便又定制了一些柜子、桌子、凳子等家具，全都是全顺天成最顶级的配置，整整花了100万下品灵石，简直是毫无人性。叶枫这么大的手笔，直接将翠柳居的老掌柜和一众仙子们看傻眼了。老掌柜笑的嘴都咧到了后脑勺，差点没将叶枫的牌位供在柜台上。有几名仙子直接被叶枫的气场震得神魂颠倒，哭着喊着要跟他一起走。只可惜他们姿色虽然不俗，但却还远远达不到万美图的收录标准。叶枫对此也只能遗憾地说抱歉。在将东西全部装进储物袋以后，叶枫潇洒地挥了挥手，在老掌柜和众仙子们崇拜的眼神中飘逸离场。回到叶家以后，叶枫直接在唐雨霏的隔壁选了2处房间，将新购置的家具一一放置妥当，等陈江雪姐妹2人搬来以后，直接就能居住，而且就在彼此隔壁，如同和自己家一样，十分的方便。其实若是按照叶枫的想法，多个人多床被子，大家在一起的话，1张床就足够用了。那紫檀神木大床内含空间阵法，别说容纳3个女人了，就算是30个都仍然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去游龙。只是3女初次见面，肯定会有陌生拘谨的地方，一上来就坦诚相见，恐怕她们都会觉得尴尬。尤其是陈江雪和陈可儿，毕竟是从小相依为命的亲姐妹，这些事情肯定还是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的。一切布置妥当，叶枫直接找上了唐雨霏，开始了今日的修炼。毕竟他的主业就是修仙子，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务正业。其他事可以1日不做，修仙子不能1日不做，哪怕心情不好也要1日。唐雨霏正在修炼，忽然感到有人靠近，一股呼吸喷在了他的耳畔，银白的肌肤瞬间化成了晚霞。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以后，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敏锐了，哪怕是叶枫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会让他非常想修炼。夫君，我要修炼。唐雨霏抬起头，猛地转身，疯狂示好，望着美艳娇妻，叶枫心头一动。作为对方唯一的修炼伙伴，他也确实切身体会到了唐雨霏的变化。这个端庄秀气的唐三小姐，原本总是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平日里在外人面前更是显得极为有教养，言行举止十分得体。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端庄秀气的大家闺秀，在和叶枫游龙搞耍的时候，她什么话都说得出口，许多动作的难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啧啧称奇。那副看起来无比端庄，实则狂野的模样，让叶枫直呼没见过。谁说大家闺秀没趣味的？这大家闺秀可太棒了，他要的就是这个大家闺秀。这还说啥了？开始修炼，一连9次修炼过去，天终于亮了，整整游龙修炼了一夜。精疲力尽的唐雨霏终于带着甜蜜笑意沉沉睡去了。她体内的元阴之气在经过天阶功法大阴阳五行合欢玄功的转换之后，变成了叶枫的修为灵力。唐雨霏的修为已经从炼气6层提升到了炼气大圆满，修炼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只可惜她的修为还是太低了，远远跟不上我的需求，还是需要再提升快一点才行。感受着自己如今的修为，叶枫摇了摇头。他现在强得可怕，像唐雨霏这样的仙子，他能一次修10个，这才9次而已。唐雨霏就元阴耗尽，不得不停下休息了。但叶枫却依然不觉得疲惫。既然质量不够，那就数量来凑。一个人的元阴不够，那就1万个。只要仙子们都献出一点爱，就能助我叶枫踏至仙路绝巅，成为无上之尊。想到这，叶枫精神抖擞，留下唐雨霏在家中修炼回复，自己则穿戴整齐，踏出了金碧辉煌的长乐宫。如今的叶家，在武器朝元天书图的运转之下，已经整个变成了一处隐藏在闹市之中的洞天福地，修炼速度足是外界的10倍。陈江雪的伤势应该已经休养好了，也不知道让可儿那小妞在他耳边吹风，如今吹得咋样了？就差20点情缘值就能拿下陈江雪，点亮属于他的美人虚影，获得最后的高级奖励，也不知道会有些什么惊喜。行宫已经安置，大阵也开始了运转，就连家具和房间都已经布置好了，也是时候该去陈家将他们2人接回来了。等到陈江雪和陈可儿一起来到时候修炼更加快速。想到这样，叶枫嘿嘿一笑，踏着清晨的骄阳，精神抖擞地向着陈家方向走去。叶枫的身影才刚刚踏入陈家，就立刻被清纯美人陈可儿发现了。枫哥哥，一声清脆悦耳的呼唤，带着毫不掩饰的雀跃响起。清纯绝美的陈可儿双眸瞬间就亮了起来，宛如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向着叶枫跑来。几步之间，她已带着一阵茉莉花味道的香风，一头扎进了叶枫温暖宽厚的怀抱里。叶枫被这热情的冲击撞得微微后仰，随即双臂自然地环住了她纤细的腰肢，脸上露出了毫不掩饰的宠溺笑容。枫哥哥，我好想你啊！陈可儿在他怀里抬起头，那张清丽脱俗的俏脸上瞬间绽放出明媚灿烂的笑容，娇憨地问道：你今日来，是不是终于要接我去叶家了？感受到清纯美人的依恋和期待，叶枫忍不住伸出手揉了揉她的小脑袋，说道：是啊，今天就是专程来接我的可儿妹妹回家的。太好了，枫哥哥快跟我进屋，我和姐姐刚才还在说起你呢。陈可儿闻言，脸上的甜蜜笑容几乎要溢出来，兴奋地抓住了他的大手，急切地拉着他进房。叶枫含笑任由他拉着，跟着他步入了房间。刚一踏入房间，数日不见的陈江雪果然正坐在一旁，见到叶枫进来，那双清冷的眸子微微闪了一下，显得有些局促。陈家今日一身素净的白色劲装，气质依旧是那么清冷出尘，宛若谪仙凌尘。然而或许是因为寒冰绝脉已经痊愈的缘故，他那足以令天下人倾倒的绝世容颜上少了几分冷意，多了几分红润。白皙如玉的肌肤下透出健康的淡淡红晕，如同初雪映照着朝霞。这份变化让他孤高冷傲的气质中意外地增添了几分难以言喻的亲和与生动，美得更加惊心动魄，也更加有血有肉。叶枫心中轻轻一叹，这位清冷如仙的美人果然无论怎么看都是那么的绝美，令人无法忽视。眼看陈江雪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叶枫扬起了明朗的笑容，主动打起了招呼，语气透着关切：大姨子，咱们又见面了。我原本还在为你担心，不过现在看你这气色，似乎恢复的还不错。怎么样，现在身体感觉如何？还有哪里不舒服吗？听到叶枫口中这声大姨子，饶是陈江雪清冷如仙，此刻也有些绷不住了，绝美的脸上刷得飞上了2朵红云，一直蔓延到了耳根。不过他对叶枫的看法早已改善，此刻也听出了他话中的关切，因此并未像之前那样呵斥与动怒。叶枫，之前是我对你诸多误解和轻视，确实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短暂的沉默后，陈江雪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目光复杂却又带着诚恳说道：你那株冰脉还阳草太过珍贵，这份救命的恩情我陈江雪铭记于心，待我日后有能力寻得同等宝物，必当归还于你。听完他的道歉和承诺，叶枫脸上的笑容反而加深了几分，带着一种洒脱的真诚。哎，大姨子这话就见外了，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还谈什么还不还的？看着陈江雪那愕然的眼神，他摆了摆手，语气大方而自然：那株神药给你用，是我心甘情愿的选择。神药再珍贵，终究是死物，在我心里，你的性命，你的安康，远比那株上古神药珍贵千百倍。叶枫的回答像一种从未有过的暖流，在陈江雪的心中涌动着，他只能低下头，根本不敢和叶枫那双深邃眼眸对视，觉得脸上红得像是在发烧，心跳也不由自主地加快。而站在叶枫身边一直挽着他手臂的陈可儿，此刻那双灵动的大眼睛正滴溜溜地在叶枫和自己姐姐之间来回转动。他看看叶枫一脸坦然的真诚，又看看俏脸通红的姐姐，那手足无措的罕见模样，
悄悄露出了一个狡黠的笑意，一脸的若有所思。房间内气氛微妙。大姨子，实不相瞒，今日我特意前来，一是为了向你提亲，正式将可儿接回叶家；二呢，也是专程来看望你的。看你恢复的这么好，我就放心了。叶枫看着陈江雪红晕未散的俏脸，还有一旁古灵精怪的陈可儿，主动开口打破了沉默。说罢，他手腕一翻，光芒微闪，几样物品便凭空出现在了他的手中。一把长枪如陨铁一般深沉，隐隐有星辰碎屑的微光流淌，枪尖锋锐无匹，散发着沉重而凌厉的气息，却又不失灵巧之感。一件薄如蝉翼，整体呈现淡雅的云白色，表面仿佛有流云般的纹路缓缓浮动，虽然柔弱无物，却透着极为璀璨的宝光。还有数个小巧的玉瓶，还未打开，便透着令人心旷神怡的药香。叶枫上前一步，将这些珍贵之物亲手递向陈江雪。上次你的长枪被我斩断，我想你现在应该没有趁手的兵器了。叶枫语气带着一丝歉意，目光落在陨星烈的枪上。这把玄阶神兵陨星烈地枪你且收下，就当我向你赔罪了。上次是我出手没轻没重，害你暗疾发作，差点酿成大祸，我心中一直过意不去。还有，你那亮银盔甲虽然英姿飒爽，但实在太过笨重了。这件玄阶法宝苍云宝甲也是我的一点心意。说实话，你这样一个美人，穿着那般厚重的甲胄，实在有些不衬你的气质。这件宝甲轻盈灵动又强大，我觉得才真正适合你。还有这些玉瓶之中，都是我亲手炼制的极品筑基丹和极品神元丹，你且收下。不过我还有，绝对管够玄阶神兵、玄阶法宝。陈江雪倒吸了一口冷气，绝美的脸上满是震惊。还有极品筑基丹和极品神元丹，那两件玄阶宝物，她一眼就看出了不凡，远超她之前视若珍宝的黄阶上品亮银枪。此等品阶的神兵宝甲，别说对她这位筑基后期的城卫军统领了，就算是对顺天城主来说，也绝对是平生仅见的重宝了。还有那些极品神元丹和极品筑基丹，任何一粒拿出去都会被众人哄抢，而叶枫一出手就是几十颗，还都是他亲手炼制的。不过还有，绝对管够。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绝对不能收。你为了救我，已经用掉了一株珍贵无比的上古神药，为我付出太多了。巨大的冲击让陈江雪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她连连摆手拒绝，语气急促而坚决。我尚且不知如何报答你，现在又拿出这么珍贵的神兵宝甲，这份恩情我真的受之不起啊。叶枫闻言微微一笑，那株神药对你来说或许是神药，但在我眼中真的不算什么。相比它的名头，我更在意的是它曾在那一刻救了你的命，对我来说那就是它最大的价值。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它值不值的问题，只要你能好好的，我就放心了。说到这，他眼神真挚地看着陈江雪，郑重地说道，别说是一株神药，就算是100株，也没有你在我心中重要。话音落下，他不容陈江雪再次推拒，直接上前一步，将陨星烈地枪、苍云宝甲和丹药玉瓶一起塞到了陈江雪微微颤抖的手中。枪身的沉重感、宝甲的轻柔、玉瓶的温凉，还有叶枫那双有力而温暖的大手，让陈江雪心头巨震。好了，你就别推辞了。叶枫的语气带着一丝不容拒绝坚持，我说过，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这都是我精心为你挑选准备的，同时它也代表了我对可儿的重视和爱意，你就放心收下吧。枫哥哥，你真好，原来你对可儿的爱这么深。一旁的陈可儿早已被眼前的一幕感动得眼眶泛红，泪水在清澈的大眼睛里打转，看着叶枫对自己姐姐毫不掩饰的关怀和付出，巨大的幸福感淹没了陈可儿。她依偎到叶枫身边，声音带着哽咽的甜蜜。难怪别人都说爱屋及乌，若是真的爱一个人，你就会爱他的全部，也包括他的家人。陈可儿那张清纯绝美的脸庞上洋溢着巨大的满足和光彩，仿佛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陈江雪手中捧着那沉甸甸的情意，看着妹妹陈可儿依偎在叶枫肩头，脸上那纯粹无瑕的幸福笑容，心中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触动了一下，一股浓烈的不舍之情瞬间涌上心头。那是相依为命、血浓于水的姐妹情深。想到可儿即将离开这个家，住进叶家，她感到一阵酸涩的怅惘。为了妹妹的幸福，她愿意压下所有的不舍，独自承受那份孤独。可是想到妹妹这2天在她耳边反复念叨着，让自己也跟她一起搬到叶家，陈江雪只觉得一股灼热猛地从脖颈烧到了耳根，心跳骤然失序。妹妹嫁人，姐姐也跟着一起搬过去住，这成何体统？这岂不是太不像话了？手中捧着沉甸甸的玄阶神兵宝甲和丹药，清冷美人的心潮起伏不定。叶枫那句你比神药更珍贵的话仍然萦绕耳畔，此刻又收到了如此厚重的心意赠礼，让陈江雪心中那份对叶枫难以言喻的感觉泛起了层层涟漪，扰得她心绪不宁。从未涉足过男女情感的陈江雪，在这方面单纯的如同一张白纸，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解读，如何处理这份陌生的悸动。叶枫越是磊落大方，越是对她好，她反而越是无所适从，心乱如麻。事实上，自从上次醒来，得知叶枫不惜动用那株珍贵无比的上古神药冰脉海洋草救了自己的性命，陈江雪的内心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她无法理解，面对曾经厌恶她、轻视她甚至要镇压她100年的自己，叶枫为何能以德报怨到如此地步。这份恩情让她感动，却也让陈江雪
陷入了更深的迷茫。最终，他只能强行说服自己，叶枫他终究是可儿的男人。他救我，看的是可儿的面子，只是因为我是可儿的姐姐罢了。此刻，看着妹妹陈可儿依偎在叶枫怀中，脸上洋溢着她从未见过的幸福光泽，那份纯粹的甜蜜深深刺痛了陈江雪。她眼神不由自主地暗淡了几分，一股强烈的局促感让她只想立刻逃离这个让她心绪纷乱的地方。她不想打扰妹妹的幸福，更害怕面对叶枫那双仿佛能洞察人心、带着灼热温度的眼睛。我还有些程卫军的事务要处理。陈江雪勉强找到了一个借口，试图抽身离开这让她心跳失序的地方。然而，就在她转身欲走的刹那，一只温暖而有力的手握住了她的胳膊，轻轻将她拉住。陈江雪愕然回头，撞入叶枫那带着温和笑意却又异常认真的眼眸中。雪儿，你其实不用避嫌。叶枫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推拒的坦然。既然今天我来了这里，有些话，不如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不等陈江雪反应，叶枫已经举手示意二女分别落座。他目光真诚地扫过陈可儿清纯期盼的脸庞，最终落在陈江雪带着惊愕和迷茫的绝美容颜上。可儿，雪儿，我知道你们姐妹从小相依为命，彼此就是对方唯一的亲人，这份感情比什么都深。叶枫语气郑重地开口说道：若我真的只带走可儿，把你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冰冷的宅子里，我也确实于心不忍。所以我和可儿之前就商量过，若是你不嫌弃的话，完全可以和我们一起搬过去住。这样一来，可儿既能和我在一起，又不用和你分离，你们姐妹二人还是可以像往常一样生活相处。这么看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叶枫的话让陈江雪也瞪大了眼睛。她万万没想到，叶枫不计前嫌地救了她，不仅不求回报，反而还赠予她宠宝。现在竟然连她深埋心底的那份不舍和孤独感都考虑到了。她并非是因为可儿才对自己施恩，她是真心实意的在关心自己的感受，在为她这个而着想。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猛然在陈江雪那颗空荡荡的心里流淌涌动。叶枫的这份细致入微的体贴和理解，这份远超他想象的宽广胸怀，让他感动到眼眶湿润。看着叶枫那双真诚坦荡的眼眸，陈江雪只觉得心间微颤，一股强烈的悸动席卷心头。我真的看错他了，叶枫这个人真的很不错。陈江雪心中一片翻腾，看向叶枫的眼神变得无比复杂，有震惊，有动容，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暖意。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陈江雪那张绝美的容颜之上，美得令人感到窒息。叶枫的这个提议让他低着头心潮翻涌，他完全不知该如何回应。叶枫将陈江雪这副模样尽收眼底，心中了然，这个外表清冷孤傲的美人统领，内心深处其实无比柔软。他绝对不想和唯一的妹妹陈可儿分开，因此才又异动又感到为难。雪儿，其实我知道你们姐妹二人从小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一定吃了很多苦。陈江雪的表现让叶枫心中一动，连忙继续开口道：自打在奇珍楼第一眼看到可儿，看着她那双清澈的眼睛，我就在心里发过誓，这辈子一定要对她好，尽我所能让她幸福快乐一辈子。如今可儿找到了幸福，有了归宿，难道你就不想有个怀抱可以依靠，有个温暖的家可以回，有个贴心的爱人相知相守吗？不等陈江雪回答，依偎在叶枫身边的陈可儿已经猛地抬起了头。爹呀姐姐，这么多年你一直辛辛苦苦地照顾我，保护我，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可你也是一个女孩子啊，你也需要被人疼爱，被人照顾的。姐姐，你也是时候找一个依靠了。清纯美人的话语天真直律，却饱含着对姐姐最深切的关心和心疼。看着妹妹眼中毫无保留的幸福和对自己的担忧，陈江雪心中的坚强仿佛裂开了一道缝隙。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故作轻松地摇头道：可儿，看到你如今这么幸福，有叶枫真心爱护你，姐姐心里真的很高兴，也很满足了。姐姐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事情，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在一起，我这做姐姐的心里也就彻底放心了。说到这里，她顿了顿，目光避开叶枫灼灼的视线，声音低了下去：至于我的感情，你就别操心了。此言差也，你们二人姐妹情深，你希望可儿幸福安稳，这我理解。叶枫适时开口，直视着陈江雪闪烁的眼眸，但你可曾想过，可儿对你又何尝不是如此？她对你的依恋和不舍，你感受不到吗？她最大的幸福里怎么能没有姐姐的位置？她希望她的幸福同样能温暖你，而不是留你一人在冷清的宅院里孤独终老。说着，叶枫向前微微倾身，悄悄地拉近了与陈江雪的距离，近得能看清她脸上细小的绒毛。所以如果你真的不介意我叶家简陋的话，我是真心希望你能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甚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也愿意像对待可儿一样，全心全意地照顾你，对你好。像是对可儿一样的对我好。听到叶枫那句意味深长的话，陈江雪直接愣住了，那双清冷的眸子猛地一下就瞪大了，白皙如玉的脸颊瞬间染上了比浓艳的红晕，一路蔓延到纤细的脖颈，心口处更是传来了肋骨般的心跳，震得他脑瓜子嗡嗡的。叶枫的这句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奇怪？是自己想的那个意思吗？还是说是我误会了？然而和陈江雪的震惊与羞贺不同，一旁的陈可儿听到这话，一双大眼睛骤然一亮。对啊，姐姐，你还不知道枫哥哥他到底有多体贴呢。
陈可儿立刻松开叶枫，一把抓住了姐姐陈江雪的玉手，兴奋地说道：“她可以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当然也可以尽心尽力地照顾你啊！这样一来，我们姐妹俩岂不是可以天天在一起，比任何时候都要更亲近了，再也不用分开了。”说到此处，清纯绝美的陈可儿甜甜地笑着，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枫哥哥，姐姐她为了照顾我长大，这么多年付出了太多太多，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辛苦。如果可以让姐姐也成为真正的一家人，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个办法真的太棒，太贴心了。说着，陈可儿接着对姐姐进行洗脑：“姐姐，有了枫哥哥以后，我真的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如果能让你也体会到这种幸福滋味，那我会比现在还要开心100倍、1000倍，这才是真正的圆满啊！”姐姐听到妹妹的话，陈江雪再次愣住了。她没想到妹妹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主动邀请自己去感受叶枫给她带来的幸福，和她一起快乐，这让清冷美人的心中又感动又惶恐，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时间心乱如麻。叶枫闻言却充满了赞赏地看了陈可儿一眼，没想到这清纯美人居然这么懂事，都学会给自己打助攻了。不过转念一想，这也恰恰证明了她们姐妹二人相依为命多年，那份感情早已达到了不分彼此，愿为对方付出一切的境地。难怪当初陈江雪得知妹妹被自己这个练气小贼拿下后，会那般愤怒的上门兴师问罪。叶枫连忙抓住机会，开口说道：“不错，可儿说的对，只要雪儿你不嫌弃我叶枫，2个人也试过，3个人也试过，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咱们3个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雪儿，我知道你可能心中还有顾虑，但我想要告诉你的是，想要守护你们姐妹2人的话，我并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我心中真实的想法。”看出了陈江雪还在犹豫，叶枫一把抓住了她冰凉的小手，柔声道：“在我心中并没有把你和可儿区分，你们2个在我心里的分量都是一样重的。如果你愿意把自己交给我，我叶枫就算是拼尽了全力，也会照顾好你们姐妹，绝不会让你们受一点委屈，为你们遮风挡雨啊！”听到叶枫的话，陈江雪娇躯一颤，从未有过感情经历的她，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只能不知所措地看着叶枫，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想到叶枫不惜耗费上古神药也要救下自己一命，想到折磨自己多年的寒冰绝脉被叶枫彻底治愈，想到他今日登门不仅不计前嫌，反而还为自己送上了陨星裂地枪、苍云宝甲等等至宝，这份担当和气度确实让陈江雪刮目相看。不得不说，叶枫身上的一切都是自己见过的人里面最优秀的。他相貌俊朗，实力又强，背景也很深厚，若是自己真要选择如意郎君，恐怕也非叶枫莫属了。事实上，过去的这几天，陈江雪的心里也从未平静过，叶枫的影子总是会时不时地出现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就在清冷美人陈江雪心如狂潮的时候，一直在等待回应的叶枫忽然听到了脑海中那熟悉的系统提示：叮，陈江雪情缘值加20，当前情缘值100。阳光映照在陈江雪低垂的绝美侧脸之上，颤抖的睫毛和绯红的脸颊，无不说明了她目前心绪如同狂潮，种种念头激烈交锋，让她心乱如麻，半个字也吐不出来。然而，虽然陈江雪一句话也没回应，叶枫却能够感受到她的心意，因为系统已经向她发来了提示：叮，陈江雪情缘值加20，当前情缘值100。恭喜您成功将陈江雪的情缘值提升到了100，点亮了第3位美人虚影，获得了一份高级奖励。恭喜您获得天禄丹、地阶神丹，采用天山神鹿一身精华所炼制，蕴含着无上的伟力，只需1颗便可帮助金丹大圆满的修士突破天地桎梏，直达元婴期，是无数卡在境界瓶颈无法突破的金丹大能，梦寐以求的绝世神丹。获得奖励超凡入圣、道法神通，神通发动后可临时将自身的修为境界提升一个大境界，战力大幅度提升，持续时间1个时辰。1个时辰结束后，自身修为会跌落2层小境界，是跨越大境界杀敌的无上神通。获得奖励太虚神水、天才地宝、太虚无垠之水，乃是后天提升灵根品质的无上妙药。1瓶水灵根修士服用后，灵根值升9品；9瓶水灵根修士服用后，可以突破肉体凡胎，蜕变成特殊灵根，提升修士上限。叶枫匆匆瞥了一眼系统提示，并未细看，现在更重要的还是抓紧将陈江雪姐妹俩带回家。反正系统的奖励已经到手，什么时候看都是一样的，跑不了。看着陈江雪沉默不语的样子，叶枫忽然上前了一步，霸道的代替他做了决定：我看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吧，你跟我们一起回家去。陈可儿一听叶枫的话，也立马小鸡啄米似的点头附和了起来：对，就这么决定了。姐姐，你今天要是不跟我们一起走，那我也不走了。说完，他故意鼓起腮帮子，可爱的叉起了腰。见清纯美人一副俏皮可爱的模样，叶枫顿时就绷不住了：行，你要是也不走，那我就也不走了，大不了我把叶家搬过来，总之谁也不能把咱们3个分开。陈江雪清冷美人闻言一阵无语：不是，你跟着捣什么乱啊？你只是娶了我妹妹，你又没娶我，还说什么谁也不能把咱们3个分开，还要把叶家整个搬过来，什么话这都是。最后实在拗不过软磨硬泡的陈可儿，还有一脸坚决的叶枫，陈江雪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行吧，
既然你们这么坚持，那我就先跟你们过去待几天吧。哇，太好了，姐姐，我这就去帮你收拾行李。见陈江雪终于松口，清纯美人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欣喜的欢呼，连忙跑去收拾起了行李，留下叶枫和陈江雪面面相觑，最后哑然一笑。叶枫知道陈江雪口中的先待几天不过是婉转的说辞而已，一旦他住进了叶家，那就等于真的落入了自己的手掌心，到时候想走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约莫半个时辰后，三人终于并肩走出了陈家，来到叶家门前。眼前的叶家看起来并无异常，很普通的一栋独立的小院，与周围的建筑融为了一体，没有什么两样。陈可儿抬脚就要跨入院门，却被叶枫一把抓住了。可儿别急，家中被我设下了阵法，先等一下。这小院周围被他布下了武器朝元天书大阵，直接走是走不进去的。吩咐陈江雪姐妹分化出了一缕神石，叶枫在心中沟通了大阵的阵图，将两人和神石气息烙印在了上面，这才举手示意二人踏入院中。就在二女踏过大阵的瞬间，一股磅礴如潮的灵气迎面扑来，几乎将他们吞没。浓郁的灵气化作丝丝缕缕乳白色的雾霭，缭绕在草木之间，每一口呼吸都沁人心脾，仿佛吸入的不是空气，而是液态的鲜肉。灵气浓度之高，远超外界10倍不止，每一次呼吸都让他们感到经脉自动舒张，修为蠢蠢欲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两人脚步一顿，双双瞪大了美眸，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等下，那是一座行宫。紧接着，他们的视线又立刻被院中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殿牢牢地吸引住了。长乐灵台宫巍然矗立，3层通体用金玉打造而成的富丽堂皇，在灵雾中若隐若现。琉璃瓦顶映着天光，雕梁画栋间流光溢彩，99间房的庞然大物几乎铺满整个院落，散发出不容侵犯的威严。陈可儿和陈江雪呆立当场，失神地望着眼前震撼人心的景象。这就是叶家吗？这哪里是凡尘宅院？说这里是一座仙家洞府都不为过啊！谁能想到，从外面看去平平无奇的叶家小院，内部竟藏着这等乾坤。灵雾氤氲，草木生辉，宫殿如天上宫阙降临人间，让他们恍如置身梦境。陈可儿是第一次踏入叶家，小嘴微张，满脸写着不可思议，但她的震惊很快就又化作了狂喜，因为这里以后将会是她的新家。哇，好气派，好壮观的宫殿啊！风哥哥，这就是你说的特意为我们准备的惊喜吗？清纯美人陈可儿瞪着大大的美眸，感觉自己的眼睛都快要被眼前的气派景象给撑爆了。眼前的仙家气象让她心潮澎湃，小手不自觉地抓紧衣角，眼角眉梢却尽是骄傲与自豪。在得到了叶枫的确认以后，陈可儿侧头看向姐姐，小嘴翘得几乎要上天去，那双灵动的眸子仿佛在无声地炫耀。姐姐你看，这就是我相中的男人，他本事大着呢，我早跟你说过他非同一般，实力通天，你还不信？现在信了吧？那份自豪感如同暖流一般在他心中涌动。叶枫能够专门为了他而准备这样金碧辉煌的居所，他如何不欣喜若狂？然而陈江雪的感受却与妹妹陈可儿截然不同。与妹妹不同的是，这已是她第2次来到叶家了。就在几日前，她怒气冲冲来到此地，当面怒斥叶枫配不上自己妹妹的时候，这里还只是一座简朴的小院，灵气稀薄。可如今一切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灵雾如纱，流云似锦，弥漫在金碧辉煌的宫殿四周，将整个叶家渲染得不似凡尘。陈江雪环顾四周，几乎认不出这就是叶枫曾经的住所。短短几日，此处竟然直接从凡俗蜕变为了一片仙境。陈江雪心头震撼，唇瓣微颤，喃喃低语：这怎么可能？眼前已非记忆中的那个简朴院落，整个院落俨然成了一方与世隔绝的仙家洞府。浓郁如实质的灵气化作乳白色云雾，在脚下缓缓流淌，每一次呼吸都仿佛吞下琼浆玉露，四肢百骸说不出的舒畅。云雾深处，一座金玉铸就的宏伟宫殿拔地而起，飞檐斗拱折射着柔和霞光，琉璃瓦片流淌着灵韵，99扇雕花玉门若隐若现。眼前的巨变让他对叶枫的能耐彻底信服，却也羞赧于自己曾经的轻视。枫哥哥，难怪你想让可儿搬过来，原来你为了可儿特意打造了一处仙境。陈可儿口中惊叹，仰望着叶枫，眼中全是毫不掩饰的崇拜和迷恋，活脱脱一个傻白甜的恋爱脑。叶枫感受着他的崇拜，唇角勾起一抹淡然的微笑，目光却落在了陈江雪身上。此乃武器朝元天书大阵所化的福地，此阵一成可汇聚天地精华。叶枫语气平静地向着二女解释道，不仅能够隔绝内外神识窥探，更将院内灵气浓度提升至外界10倍之上，在此修行1日，抵得上外界苦修10日之功。10倍！陈江雪闻言更加震惊了，猛地抬头看向叶枫，失声道：10倍灵气，这么夸张？可话刚一出口，他就闭上了嘴巴，自觉失言。别的不说，就说环绕在3人身边的灵雾，就足以说明了此地的灵气浓郁程度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的师尊东方圣乃是顺天城的城主，更是金丹大圆满的顶尖大能。可是即便是师尊的城主府，也不过仅有一个普通的聚灵大阵而已，只能略微的提升灵气浓度，勉强能加快1-2成的修炼速度而已。跟这叶家可以提升10倍修炼速度的武器朝元天书大阵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可以增加10倍修炼速度的大阵，化繁的为福地，
再造洞天。这是什么神奇的法宝？简直闻所未闻！这样的手笔更是见所未见。饶是一向清冷如仙的陈江雪，此刻也觉得心惊肉跳，震撼的无以复加。至于这座宫殿，名为长乐灵台宫，它除了是坐行宫，同时也是一件玄阶上品的法宝，可因抗元婴修士的攻击而不毁。叶枫点了点头，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继续介绍道：内有99间豪华大放进室，丹房、炼器室应有尽有，自成一方天地。说着，他抬手虚指那座金碧辉煌的殿宇，磅礴气势扑面而来。陈江雪姐妹二人既然已经来到了叶家，那以后肯定都是自己的女人，家中的这些东西肯定是要和他们介绍清楚的。陈可儿听得满眼星星，只觉得自家情郎无所不能，而陈江雪的心跳却越来越快。她觉得叶枫带给自己的震惊实在是太多了。从二人相识的那天起，叶枫就一直在刷新着自己的认知，每一件事都让他心神俱震。随手炼制极品丹药，随心所欲的突破筑基，随手拿出上古神药，随手赠送自己2件玄阶神兵宝甲，随手打造仙境般的家园。截止到现在，叶枫表现出来的能耐已经称得上是神奇了。而这样频繁创造奇迹的男人，居然一直默默无名，直到被自己的妹妹遇见，才让他开始显山露水。妹妹的福气真的是太好了吧？看着陈可儿和陈江雪姐妹俩对着雕梁画栋、流光溢彩的长乐灵台宫，好奇的左顾右盼，叶枫不由得莞尔一笑。这宫殿的宏伟与奢华，确实超出了凡俗的想象。走，跟我进去看看吧。叶枫温声开口，很自然地伸出双手，一手牵起陈可儿柔软的小手，另一手则轻轻握住了陈江雪略显冰凉皓腕。陈江雪娇躯微不可察的一僵，但不知为何，终究没有挣脱，就这么任由他拉着，步入了这奢华的行宫。三人刚踏入行宫，一道曼妙的身影正好也从宫殿之中翩然而出，正是察觉到客人到来的美艳娇妻唐雨霏。夫君，你们回来了。唐雨霏莲步轻移，脸上带着温婉端庄的笑容，目光落在了叶枫身边的2位绝色佳人身上。雨霏，这2位就是陈可儿和她姐姐陈江雪。叶枫松开手，微笑着为三女介绍：雪儿，这位就是我之前和你们说过的唐雨霏，城中唐家的3小姐。关于唐雨霏的事情，叶枫已经在路上和陈可儿姐妹俩说过了，二人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介意和排斥。毕竟在这个修仙界，并没有什么1对1的封建思想，多位道侣一直都是很常见的现象。3双秋水般的美眸在同一瞬间互相打量，也同时都被对方的绝色美貌惊艳到了。这便是夫君心心念念的陈家姐妹，果然是国色天香，倾国倾城。望着清纯靓丽的陈可儿，还有清冷如仙的陈江雪，唐雨霏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惊叹。妹妹陈江雪娇俏可人，纯真烂漫，果然是个惹人怜爱的清纯可人。而姐姐陈江雪则气质清冷出尘，眉宇间带着一丝英气，身姿窈窕挺拔，犹如雪中寒梅。这份冷艳绝伦的风姿，连自己都有些自叹弗如。2位姐妹花的容貌皆是顶级美貌，任何一人单独拿出来都丝毫不输自己，更别提她们2人站在一起了。这一刻，唐雨霏觉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这2个词描述的都有点保守了。难怪叶枫一直对2姐妹念念不忘，这2张风情加起来，天底下估计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扛得住。而看着同样有着倾国倾城之姿的唐雨霏，陈可儿2姐妹也是她狠狠地惊艳到了。那份温婉的端庄中，又带着一丝成熟妩媚的气质，还有那一看就知道十分水嫩莹润的身段，以及那白里透红的滋润状态，简直堪称人间绝色。陈可儿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心中暗道：这就是叶枫哥哥家里的雨霏姐姐，她好漂亮啊，气质温婉大方，像画里走出来的仙子，身材也好好。叶枫哥哥真有福气。就连陈江雪清冷的眼底也掠过了深深的惊艳。这位唐姑娘姿容绝色，气质温润如玉，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与从容。叶枫这个家伙身边竟然还有这么一位倾国倾城的仙子，各方面都不输于我，真是艳福不浅啊。唐姐姐好。陈可儿最先回过神来，甜甜的叫着姐姐，脸上满是毫无心机的灿烂笑容。唐姑娘叨扰了。陈江雪也微微颔首，声音清越但不失礼数。她觉得叶枫身边有这样一位顶级美人相伴，这反而更印证了她的不凡。可儿妹妹，雪儿姐姐，快别客气，既然来了，往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唐雨霏脸上笑容更盛，眼底没有丝毫芥蒂，只有真挚的欢迎。她上前2步，亲昵地挽起陈可儿另一只胳膊，又对陈江雪做了个请的手势。你们总算来了，夫君可都念叨你们好几天了。这宫殿美不胜收，正好我带你们到处转转，熟悉一下咱们未来的家。在唐雨霏热情熟稔的招呼下，刚见面时那一点点微妙的生疏感瞬间消散。陈可儿本就活泼娇俏，立刻叽叽喳喳地和唐雨霏聊了起来。陈江雪虽然还有些清冷，但那只是性格使然，很快也被唐雨霏落落大方的态度所感染，脸上难得地浮现出了一丝浅淡的笑意。3个风格迥异却同样倾国倾城的女子，很快便笑闹着打成了一片。她们互相惊叹着对方的美丽与气质，欢声笑语在灵气氤氲的宫殿廊道间回荡。唐雨霏主动担当起了向导的角色，兴致勃勃地拉着2姐妹，迫不及待地要去参观精妙的宫殿布局和华美陈设。走，可儿妹妹，雪儿姐姐，
我们先去正殿看看那穹顶的星图，晚上可漂亮了。对了，你们俩喜不喜欢泡温泉？我那还有几件特别好看的小裙子，等会你们换上，我带你们泡一泡温泉池。唐雨霏兴致高昂地介绍道。三女一时间竟然把叶枫给忘在了原地。叶枫站在原地，看着三女相携离去的背影，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这偌大的宫殿，只有他和唐雨霏相伴，平日里确实冷清了一点。如今有着陈江雪姐妹二人的加入，果然活色生香了起来。活泼甜美的陈可儿，清冷绝艳的陈江雪，温婉大方的唐雨霏，他们的身影在仙宫霞光映衬下，构成了一幅令人心醉神迷的画卷。盼了这么久，如今这两姐妹终于都进了这长乐灵台宫，尤其是陈江雪这朵高岭之花，肯定早晚都是我叶枫的囊中之物。雨霏端庄大胆，可儿温柔可人，雪儿外冷内热，妙啊妙啊！叶枫的目光尤其在陈江雪那清冷窈窕的背影上停留了一瞬。既然三女正沉浸在初次相见的兴奋和新环境的探索中，叶枫自然不会不识趣的打扰这份融洽。他深知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俘获美人芳心，尤其是陈江雪这样的傲雪寒梅，更需要润物细无声。眼下正是先让她熟悉家中的环境，其他的日后再说。等会自己还要和美艳娇妻唐雨霏，还有清纯小娇妻陈可儿开始修炼，头一回干2份工作，应该是场连环硬仗，早就被自己滋养到了一碰就泛滥的地步。而陈可儿那个小丫头最近也有点食髓知味的意思，这2个女人都不是好对付的。趁此机会，正好先看看系统给的奖励。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回廊尽头，嬉笑声渐渐远去，叶枫收敛心神，他念头一动，眼中金光闪过。陈江雪的情缘值拉满的那一瞬间，系统的提示音还记忆犹新，那3项奖励听起来就非同凡响。当时没来得及仔细观看，现在刚好是时候研究一下了。将意识沉入脑海，那幅美轮美奂的万美图再次徐徐展开，成千上万道模糊不清的美人虚影，千姿百态，个个婀娜多姿，秀色可餐。这其中仅有3道美人虚影被成功点亮后解锁成功，露出了各自倾国倾城的真容。紧挨着美艳娇妻唐雨霏和清纯美人陈可儿的，正是清冷如仙的陈江雪，那富不食人间烟火的绝美形象。原本那道模糊的美人虚影，此刻已然是光芒大放，如同被注入了生命一般，变得清晰无比，栩栩如生。美人图完美复刻了陈江雪那足以让天下人为之倾倒的绝世容颜，挺拔孤傲的气质，还有那曲线婀娜的身姿。定，陈江雪情缘值加20，当前情缘值100。恭喜您成功将陈江雪的情缘值提升到了100，点亮了第3位美人虚影，获得了一份高级奖励。恭喜您获得天禄丹、地阶神丹，采用天山神鹿一身精华所炼制，蕴含着无上的伟力，只需1颗便可帮助金丹大圆满的修士突破天地至骨，直达元婴期，是无数卡在境界瓶颈无法突破的金丹大能，梦寐以求的绝世神丹。天禄丹可以帮助金丹大圆满修士直接突破天地至骨的大境界瓶颈，轻松踏入元婴期的地阶神丹。这第1项奖励就如此逆天吗？这等神丹若是被那些卡在瓶颈数百年都迟迟无法突破的金丹大能知道，怕不是会为之彻底癫狂吧？等叶枫看清楚这第1项奖励竟然是天禄丹以后，顿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望着手中的天禄丹，叶枫心神俱震。对于传统修士而言，在修炼之中遇到瓶颈，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即便是修仙界中的顶级天骄，有着最精彩绝艳的天赋，也无法避免会遇到修炼之中的瓶颈。平常的小境界瓶颈也就算了，即便是天赋不足，努力用大量的灵石丹药堆砌起来冲一冲，最后也能突破过去。但大境界的瓶颈可就难了，从筑基大圆满到金丹，从金丹大圆满到元婴，是阻碍无数修士脚步的拦路虎。踏过去就是海阔天空，修为进入全新的境界，寿命增加，实力大涨，各个方面都会获得极大的提升。但踏不过去，那就注定会泯然众生，眼睁睁地看着曾经的道友、仇人一个个的将你超越，将你踩在脚下，而你却只能坐看他们凌驾于你，无奈地感叹这就是命，直到寿元耗尽也无能为力。因此这颗能帮助金丹大圆满修士瞬间突破瓶颈，成为元婴修士的天禄丹，绝对是无数金丹大能们梦寐以求的神丹。好东西，真是绝顶的好东西啊！叶枫手中紧握着天禄丹，心中思绪翻涌。虽然说他有系统在身，又有着天阶功法，不仅不需要修炼，突破起来更加没有瓶颈这一说法，但是他没有瓶颈，别人有啊。就比如顺天城主东方胜来说，他目前就卡在金丹大圆满的境界，听说已经整整100年了，始终都找不到突破的契机。事实上，越是高阶的修士，遇到瓶颈的强度也就更高，突破不了的人比比皆是。无论是普通修士还是各路天骄，都无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瓶颈十分难以突破，原因众多，有的人很轻松就能过去，而有的人一辈子都跨不过去。无数人都因为突破不了瓶颈，仙路止步不前，最后郁郁而终。而这服用后即可突破的天禄丹，对他们而言简直是等于恩同再造，直接帮他们延续仙路了。很好，这天禄丹留着以后定有大用。先看看其他的奖励。叶枫兴奋地将天禄丹小心收好，这枚地阶神丹价值无可估量，具体如何利益最大化，
还需要看情况使用。目前他暂时还用不到，不如先看看其他的系统奖励。获得奖励超凡入圣，道法神通。神通发动后，可临时将自身的修为境界提升一个大境界，战力大幅度提升，持续时间1个时辰。1个时辰结束后，自身修为会跌落2层小境界，是跨越大境界杀敌的无上神通。超凡入圣，这门道法神通竟然如此逆天！叶枫眼前一亮，这居然是一道可以临时提升实力的神通，可以临时将自身的修为提升一个大境界。拥有此法以后，别看叶枫现在只有筑基2层的修为，但只要他想，就能瞬间将自己的修为提升一个大境界，在1个时辰之内获得金丹期的实力。可别小看了这个时辰，如果这是处在生死关头，面对强敌的威胁，瞬间提升一个大境界，也许就能绝地翻盘，获得1线生机。虽然发动这门神通的代价也不小，在提升结束后，自身的真实修为会跌落1层小境界，但与提升实力后就能力挽狂澜，保住1条小命比起来，这点代价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毕竟没有什么能比活着更重要，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修为可以慢慢提升，失去的一切都能拿回来。而且对于叶枫来说，这点代价就更微乎其微了，毕竟他也不是传统修士，每一点修为都来之不易，需要无数个日子辛苦修炼。他可是修仙子的，修为跌落1层小境界，大不了就再多和仙子们游龙搞耍几次好了呢，完全没有什么值得心疼的地方。修炼会动就行。眼下我刚好面对雷一欢的威胁，他正是金丹中期的大能，修为高了我1个大境界，我正愁对付不了他呢。没想到系统如此贴心，这就为我送来了解决之道。看着这门新获得的道法神通，叶枫不由得扬起了嘴角，心中压力骤减，顿觉得轻松无比。自己杀了苏荷与雷虎，这2个人，一个是雷一欢的亲传弟子，一个是他的亲侄子，与他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上次的接触来看，虽然自己矢口否认杀了苏荷，但精明如雷一欢似乎并不相信自己。他之所以没有对自己下手，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误会自己身后还有一位大人物在撑腰，因为摸不准自己的底细，所以才投鼠忌器，不敢动手。若非如此，以他金丹中期的高绝修为，面对只有筑基2层的叶枫，根本无需考虑，直接动手擒下叶枫，该拿机缘拿机缘，该报仇就报仇，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修仙界以实力为尊，谁的拳头大，谁就有道理，自古便是如此。雷一欢当时在奇珍楼曾经给叶枫定下了3日的期限，等时间一到，叶枫就得安排自己身后的高人和他见面。但只有叶枫知道，他就是一个穿越过来修爽仙的而已，他身后哪有什么师尊高人啊？原本叶枫还在担心，一旦被雷一欢发现这件事，他便再也不必顾及，一定会直接向自己出手，甚至会杀了自己为苏荷报仇。所以他暗中决定，到时候将雷一欢引到自己家中，再利用自己手中的法宝与他以死相搏。凭借着这些法宝，就算对付不了雷一欢，但至少也能保住一命。不过这样做的话，很可能就会和雷一欢彻底失之交臂，自己也别想刷满这位绝世尤物的情缘值了，更别想点了第4位美人虚影，获得系统的大奖励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真是天助我也。本以为想要拿下雷一欢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想到无法一清这位性感尤物的芳泽，还真是遗憾万分呢。不过现在有了超凡入圣这门道法神通，那可就未必了。叶枫心中想着，脸上也露出了春风得意的笑容。只需要花上跌落1层小境界修为的代价，我就能暂时提升到金丹期。虽然时间只有1个时辰，但是凭借见到奇才同阶无敌的实力，再加上各种强悍的法宝，估计击败雷一欢应该并不难。等到将他击败，到时候我有的是办法让他老实下来。之前还有一份系统奖励，名为天地一气式印咒，可以契约他人为我所用，到时正好是试效果，如何？嘿嘿嘿，性感尤物雷一欢，任你修为高绝，也注定难逃我的手掌心。一想到雷一欢那副风情万种、性感迷人到了极致的勾魂模样，叶枫就忍不住心神迷醉，真是无法想象能和这样一位顶级魅魔一起游龙搞耍，开心修炼会是多少幸福的一件事。想了一会儿，叶枫擦了擦嘴角的口水，接着看向最后一道奖励。获得奖励太虚神水，天才地宝太虚无垠之水，乃是后天提升灵根品质的无上妙药。1瓶水灵根修士服用后，灵根直升9品；9瓶水灵根修士服用后，可以突破肉体凡胎，蜕变成特殊灵根，提升修士上限。太虚神水竟然是可以后天提升修士灵根品质的稀世珍宝。叶枫惊呼了一声，还以为自己没有看清，仔细又看了一遍，这才发现这又是一件逆天神物。要知道修士的灵根资质天生便已经注定，这一世你能否修仙，以后的道路能走多远，取得什么成就，其实从你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先天灵根资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辈子你的身份地位如何，会不会被别人重视，甚至就连你能遇到什么样的资源，都和这个东西紧密相关。如果你的灵根旷古烁今，是众人公认的天之骄子，那么你甚至都无需太过努力，就能轻易获得你想要任何东西。财旅法地，一切都不需要你去寻找，这些机缘自然会围着你转，向你而来。但如果你只是个1品普通灵根的废柴，夹起尾巴忍气吞声，将会是你这辈子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希望你晚上睡觉都能把嘴巴封起来，
我怕你做梦笑得太大声，最后吵到别人，结果引来杀身之祸。没办法，修仙界就是这么的残酷，一切都以实力为尊，只要够强，那你就可以为所欲为。那么有没有可以在后天提升灵根资质的东西呢？有，当然有，不过极其的稀释，而且超级的珍贵，甚至可以说是梦寐以求却求之不得。像叶枫手里的这个太虚神水，可以将1品灵根的废物变成9品灵根的天才，还能将9品灵根的天才变成特殊灵根的绝世天才，足以令全天下的修士眼红心跳为之疯狂。这可是足以改变一生、逆转命运的盖世机缘。逆天，这太虚神水的功效简直太逆天了，可以让人突破肉体凡胎，和那株上古神药冰脉海洋草的功效差不多。果然都是世所罕见，到底天才地宝。不过此物虽然神奇，目前还看不到有什么具体的作用，暂时先收好，等遇到合适的仙子再找机会送给他，岂不是可以将他一举拿下？想到这样，叶枫兴奋地握了握拳头，心中对这次的系统奖励十分的满意。这万美图系统每次都能给自己奖励一些强大奖励，而且还都是最合适当下情况的东西，简直是太贴心了。我要再说10000次，我爱修仙子。将3份系统奖励收入怀中，原本心头的唯一一丝阴霾也终于散去，叶枫心情大好。想到自己刚领进门的2位绝色美人，现在应该也把家里环境熟悉的差不多了，那么也该开始今天的修炼了。每天都要和娇妻们修炼，这才是雷打不动的正经事。毕竟叶枫和传统修士不一样，他可是修仙子的。就在这时，恰好唐雨霏也领着陈江雪姐妹2人走了回来。3位顶级美人刚刚泡完温泉，头发都是湿漉漉的，不过这样一来更显得众女娇艳欲滴，风味各不相同。3女此刻如同出水芙蓉一般，肌肤白里透着红，脸上还荡漾着动人的笑意，真是美不胜收。叶枫抬头一看，顿时看直了双眼。美艳娇妻唐雨霏举止端庄，眼神之中还透着一丝慵懒与妩媚。清纯美人陈可儿娇俏明艳，有着浑然天成的美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宛若邻家的绝美少女。清冷美人陈江雪气质出尘，但你绝对想不到如此清冷的她，身材居然是3女之中最火爆的。看着3位人间绝色婀娜多姿的款款走来，那一刻叶枫感觉自己仿佛真的来到了仙境，整个长乐宫似乎都因为他们而更加的流光溢彩。这简直就是我梦中的场景啊！顶级美人如云环绕在我身边，大家在一起和和美美的恩爱修炼，这种日子终于要开始了。想到这里，叶枫兴奋地挺直了身姿，感觉自己一双眼睛已经不够用了，左一眼右一眼，横竖都是绝美风景，让人眼花缭乱。枫哥哥，你干嘛那样看着人家了？嘻嘻，清纯美人陈可儿娇憨地说道。听到妹妹的话，清冷如仙的陈江雪最先终败下阵来，未经人事的她哪里受得了这样大胆的打量？我先回房了。她那张清冷出尘的绝美容颜上，如同晚霞遮住了天，匆匆扔下一句话便落荒而逃。我也回房了，枫哥哥等会来找我啊，可儿有话想和你说。见姐姐落荒而逃，陈可儿也娇羞开口，转身离去。看着清纯娇俏的小娇妻的倩影，叶枫连忙抬脚就要跟上。夫君，你要去哪啊？却不料刚一抬脚，唐雨霏便直接将他拦下了。夫君怎么这么心急？可儿妹妹才住进家中，先让她休息一下，就让雨霏先来修炼吧。美艳娇妻唐雨霏那绝美的模样，顿时让叶枫无奈的摇头。这女人真是个妖精，你这妖精真是无法无天了。他大喝一声，一把将美艳娇妻抱在了怀里，直奔卧室中那张紫檀神木大床而去。下一刻，灵光闪动，唐雨霏修炼时的诵经声如夜莺歌唱一般婉转动听，而且还非常之嘹亮。3女的房间紧挨着，只觉得如雷贯耳。想不到雨霏姐姐是这么修炼的。清纯美人陈可儿心中暗道，姐姐就住在我隔壁，待会儿我修炼的时候可不能那么放肆。足1个时辰后，风情浪静，叶枫神清气爽地走出了房间，留下美艳娇妻独自休息。感受着体内修为的进步，叶枫满意的点了点头，还差一点点元婴，估计再修炼几次就能提升到筑基3层了。那本差女同欢诀还在我的手上，正好拿给可儿修炼，让她也能早点筑基。他们的修为越高，我的提升也就越快。心里如此想着，叶枫一把推开可儿房间的门，走了进去。枫哥哥，房间内清纯美人陈可儿正满怀期待地等着，如同娇羞的新娘。见到叶枫推门而入，顿时惊喜地扑了上来，怀中搂着软玉温香。叶枫贪婪地吸了一口清纯美人身上的茉莉花香，柔声问道：可儿，你刚才说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可儿有个问题想要问你，你喜欢我姐姐吗？听到叶枫询问，陈可儿趴在他宽厚的胸膛，抬起了清纯的俏脸问道：为什么这样问？叶枫闻言愣了一下。陈可儿解释道：因为刚才在泡温泉的时候，雨霏姐姐忽然问起我姐姐为什么不和你在一起，还问我姐姐喜不喜欢你。叶枫闻言心中一动，那你姐姐当时怎么说的？姐姐当时笑着说，她很感激你救了她的命，但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了，她不敢有非分之想，只要我们能够幸福就好了。陈可儿搂着叶枫叹了口气道，虽然姐姐一直在笑，可是我能看出来她的眼神好像很失落。枫哥哥，其实我姐姐她这些年一直都很辛苦，也很孤独，这些可儿一直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可儿不希望只有自己过得幸福，也想让姐姐她也一起感受幸福，不要总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叶枫闻言微微一笑，宠溺地摸了摸清纯美人的脑袋。可儿真懂事，你们姐妹情深，我也很感动。之所以把你们一起接回来，也是不想让你们分开。你姐姐那么美，天赋又是极高，谁会不喜欢呢？我当然也不例外，希望能够给她幸福，像对你一样的对她好。听到叶枫的回答，陈可儿眼前一亮，连忙道：那枫哥哥，你为什么不让姐姐也做你的女人呢？其实我能感觉到姐姐对你也很有好感呢。从来对男人都是一副冷冰冰样子的她，竟然会因为你而脸红，还会被你看得落荒而逃，这在以前根本就不可能。谁敢那样看着她，肯定被她骂到狗血淋头。想不到你这小丫头观察的还挺仔细的。叶枫闻言哈哈大笑，有你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妹妹，你姐姐知道了一定很开心。陈可儿依偎在她怀中，娇憨地说道：那当然了，你和姐姐都是我最爱的人，我肯定希望能和你们还有雨菲姐姐一起幸福下去。听到这，叶枫觉得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清纯美人果然有一颗包容的心，绝对适合修炼差女同欢诀。想到这里，他连忙从怀中掏出了功法玉简，交给了陈可儿。可儿，说到这个，我这里确实有一本玄阶上品功法，修炼起来十分的幸福。玄阶上品地功法。陈可儿闻言张大了嘴巴，惊呼道：不错，此功法名为差女同欢诀，是一本真正的顶级功法，每一次修炼都能让你受益匪浅。不仅如此，还能反馈对方，达到阴阳共济、相辅相成的境界。叶枫循循善诱，活像一个哄骗纯情少女的大灰狼，但偏偏陈可儿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天哪，此功居然这么神奇！枫哥哥，我要练这个。好，可儿，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叶枫闻言心中大喜，既然如此，让我们看看这门功法是不是真的那么神奇。话音刚落，修炼再起，诵经声响彻了整个长乐宫。而就住在陈可儿隔壁的陈江雪正俏脸通红，一脸羞愤。要死啊，陈可儿，你这没羞没臊的丫头！不得不说，这差女同欢诀不愧是上古合欢宗的不传之秘，被誉为世间顶级地功法，修炼起来确实肆意欢畅。功法在体内自行运转着周天，带动阴阳交汇，如鱼得水。不仅陈可儿受益匪浅，如痴如醉，就连叶枫也直呼玄妙，有如神助一般。清纯美人体内的元婴经过功法的精炼之后，更加的精纯，丝丝缕缕的反馈叶枫，而叶枫体内的精纯阳气也被功法提炼滋养着他的道基与肉身。很快，本就只差临门一脚的叶枫身上灵光一闪，终于提升到了筑基3层。而陈可儿的修为也经过功法的提炼，提升到了炼气7层。二人都是修炼的受益者，修为得到了提升，这才真正的阴阳共济，相辅相成。体会到功法玄妙的二人顿时惊喜交加，哪里还顾得上休息，再次如痴如醉地投入到了修炼之中。而就住在他隔壁的陈江雪此刻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之前在叶枫炙热的眼神下落荒而逃，将自己关进房间，都还觉得心脏在扑通扑通乱跳。自从来到宛若仙境一般的叶家以后，陈江雪实在是大开眼界，那提升10倍灵气浓度的天书大阵闻所未闻，金碧辉煌的豪华行宫见所未见，甚至就连这行宫里的大床都是极为奢华紫檀神木打造而成，柔软舒适，还空间极大，躺在上面如同置身于云端一样。跟眼前的叶家相比，陈江雪觉得自己以前住的简直就像猪圈一样简陋。不仅如此，叶枫更是贴心的为她们姐妹俩准备了许多生活用品，样样都是出自城中翠柳居之手，最顶级的配置，还有各种极品筑基丹、极品神元丹、极品神骨丹供他们随时取用。即便陈江雪的师尊是这顺天城中修为最高的城主，他的手中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极品丹药。在他筑基之时，师尊也曾给过他2枚极品筑基丹，但那丹药的成色和叶家的极品成色比起来，完全是小巫见大巫。陈江雪感觉自己这辈子都没过过这么富裕的日子，巨大的心理落差让陈江雪一度认为自己与叶枫仿佛是2个世界的人。叶枫在他心中的形象陡然高大上了起来，甚至还有些高不可攀。不过好在唐雨霏的热情还有妹妹的包容驱散了他心中的拘束，唯有看到叶枫时会不自觉的紧张与羞吓。毕竟他曾经那么高高在上的指责叶枫，将他贬低成了废物，觉得他配不上自己的妹妹。可现在看来，叶枫人长得帅，又颇有家资，而且还非常有实力，潜力似乎高到了没有边际，令人心生仰望之感。这样的男人陡然从河底的泥沙变成了天上的星星，也让陈江雪明白了叶枫其实才是那个高不可攀的人。想到这里，清冷美人悠悠地叹了口气，思绪的翻涌让她心烦意乱。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脑子里全是那道俊朗的青山身影。陈江雪被自己脑中的画面吓了一跳，只觉得脸颊烫得要命。等待的时间的漫长的整整2个时辰以后，陈江雪这才松了一口气。她在隔壁都感觉很累，只觉得香汗淋漓，难受至极，正打算去洗一洗换身干爽的遗物，一推门却正好碰上同样走出房间的叶枫。二人四目相对，陈江雪瞬间羞红了俏脸，低下了头躲避。一时间，清冷美人那罕见的羞涩模样顿时让叶枫看得心头一动，只觉得格外的诱人。
雪儿，你这是要去哪里？看着陈江雪那副羞羞答答的样子，叶枫微微一笑，向她缓缓走来。我没去哪，只是去洗漱一下。见到叶枫靠近，陈江雪的心又开始了扑通扑通狂跳，整个人显得局促不安，说话都吞吞吐吐的了。雪儿，这以后也是你的家了，你不要觉得紧张，轻松自然点就好。叶枫见状，也发觉了清冷美人的紧张。好，我也要去温泉宫洗漱一番，不如我们一起吧。啊，这……陈江雪闻言被吓了一跳，她觉得有些尴尬，毕竟她一个未经人事的小姑娘，现在还要和叶枫一起去温泉宫，不由得有些退缩。可叶枫却好似并未发现她的窘迫，已经抬脚走在了前面。陈江雪刚才翻来覆去，确实出了一身香汗，不洗漱干净，实在是觉得浑身难受。见状，也只好咬了咬牙，低头跟了上去。这长乐灵台宫布置极为奢华，温泉宫、炼丹房竟是应有尽有，显然这锻造之人也极为注重享受。二人一前一后来到温泉宫，叶枫扑通一声直接跳进了热气升腾、灵雾翻涌的浴池，温暖的感觉顿时将他全身包裹。这浴池之中的温泉水竟然都不是凡水，而是含有少量灵气的灵泉。嘶哈，灵泉之中的灵气透过浑身的毛孔，悄悄地滋润着叶枫。他只觉得全身毛孔都被打开了，通体舒畅，忍不住发出了一声低吟。眼看陈江雪还在浴池边傻站着，叶枫轻声呼唤道：“雪儿，怎么还不下来？”陈江雪俏脸都快红透了，闻言连忙摆手道：“不了，我就在一旁简单冲洗一下好了。”叶枫见状，心知他肯定还在害羞，想到二人的情缘值都已经满值了，还没好好的聊过，这怎么能行？这简直不像话！既然已经刷满了他的情缘值，接下来当然要和他好好的拉近关系啊！想到这，叶枫眼珠一转，直接将他拉进了浴池之中。啊！陈江雪猝不及防，发出了一声惊呼，他心头小鹿乱撞，连忙惊慌地伸出玉手，想要推开叶枫，但叶枫却不给他挣脱，反而将他一把搂紧。看着遍布红霞的清冷美人，他悄悄吞下了一团口水，柔声道：“雪儿，为何你总想躲着我？难道我就那么可怕吗？”陈江雪只觉得令人头晕目眩的阳气扑面而来，让他呼吸一滞，大脑一片空白。不是的，陈江雪像只受了惊的小兔子，俏脸通红地说道：“你很好，你一点都不可怕，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而已。”叶枫闻言微微一笑，接着说道：“你为什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我想知道在你心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不知道，我看不透你。陈江雪耳朵红得像是在滴血，无力地回答道。叶枫将陈江雪那负意乱情迷的样子看在了眼里，心中一动，顿时也明白了，她其实对自己并无抗拒，有的仅仅是身为少女的矜持与羞涩罢了。女人就是这样，一旦她对你动心，是不会抗拒你和她有接触的，反而她还会期待你主动接触她，感受到你对她的迷恋后，会觉得开心和满足。眼前的清冷美人已经完全褪去了清冷，只剩下最真实的反应，一个柔弱的绝美女子。叶枫决定加把劲将她一举拿下。雪儿，你知不知道，在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就被你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叶枫换了个姿势，与陈江雪面对面，望着她那迷离的美眸，深情地说道：“当时我就在想，这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清冷如仙的女子？你真的是太美了。当时与你交手，我并无伤你之意，只想向你证明自己，却没想到误打误撞引发了你的寒冰绝脉。看着你当时痛苦不堪、危在旦夕的样子，我实在是心疼不已，悔恨交加。我发誓，就算是倾尽我所有，也要把你救回来。所以当我得知那株冰脉海洋草可以治好你的寒冰绝脉以后，便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对我而言，区区一株上古神药，根本比不上你的重要。”听到叶枫的话，陈江雪心中感动不已。若不是自己逞强，非要打败叶枫，也不会因此而诱发寒冰绝脉，差点殒命。但叶枫却二话不说地拿出了上古神药，不仅救下了自己一命，还彻底地治好了自己的寒冰绝脉，赠送了自己一场天大的造化。甚至不计前嫌的叶枫还贴心地为自己送来了2件玄阶神兵宝甲。这个男人确实为自己付出了太多了，陈江雪觉得自己真的无以为报。叶枫将他的反应看在眼里，眼神闪过一抹金光，接着柔声说道：“雪儿，当时你昏迷不醒，无法炼化神药，还是我一口赌气帮助你炼化的呢？”陈江雪闻言，娇躯猛地一颤，她忽然想起了自己意识模糊的时候，确实感觉到有东西在搅动。当时她还不明所以，也是事后问了妹妹陈可儿才知道，那是叶枫在亲力亲为地帮助自己炼化神药。雪儿，你知道我是怎么帮你炼化神药的吗？叶枫口中喷着热气，悠悠地在清冷美人的耳畔开口。陈江雪毕竟是个未经人事的小姑娘，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感觉自己全身的骨头都被抽走了，只能无力地摇了摇头。叶枫见状微微一笑，突然低头吻了上去。陈江雪突然瞪大了美眸，那感觉全对了，当时自己昏迷不醒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完全一模一样。良久，唇分。不，陈江雪还处于刚才那一吻的震撼之中，喘着香气，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那是她从未有过的神奇体验。那一刻，她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对叶枫的情谊，她没有绝对丝毫的厌恶。叶枫轻轻用手擦去了清冷美人红唇边的水渍，柔声道：“雪儿，你愿不愿意和可儿一样，
做我的女人，让我保护你，爱着你，一生一世守护着你呢。我愿。不行，我们不能这样。清冷美人闻言，这才回过神来，情不自禁就要脱口那声我愿意。可转念一想到妹妹陈可儿，她又闭上了嘴巴，神色复杂地望着叶枫那俊朗的脸庞。陈江雪为难地说道：“可儿她是我的妹妹，她还……嘘，别担心，我已经问过可儿了，她不想看你如此孤独，她也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体会她拥有的幸福，我们一起做幸福的一家人。”叶枫连忙打断了他的话，微笑着说道：“你只需要告诉我，你愿意这样做吗？”什么？可儿她……听到叶枫的话，陈江雪微微一愣，她万万没想到妹妹如此深爱着叶枫，居然也愿意和自己分享幸福。这份姐妹情深确实让她动容，瞬间湿了眼眶。既然妹妹也希望自己幸福，叶枫也对自己表达了爱慕，而自己也对叶枫深有好感，那便没有什么好顾及的了。一生要强的陈江雪从小便独自拉扯着妹妹长大，其中的辛酸与艰难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其实也想有个肩膀可以依靠，有个怀抱可以取暖，但她又向来眼高于顶，从未遇到过一个能进入她法眼的男人。直到叶枫的出现，他的实力强悍到刚入筑基就能随手镇压筑基后期的自己，随手拿出上古神药，家中的天书大阵、豪华行宫、奢华大床，更说明叶枫他身家雄厚，而且他的长相也是如此的潇洒俊朗，可以说是陈江雪此生见过的最优秀的男人了。他没有资格挑剔，反而是他高攀了叶枫，能得到叶枫的垂爱是他的幸运。想到这，陈江雪不再犹豫，当即决定接受叶枫的爱意，加入幸福恩爱一家人。不过他却没有说出那句我愿意，而是深情地望向叶枫，慢慢闭上了眼睛，主动献上了一个吻。叶枫微微一愣，随后感受到清冷美人的主动，瞬间心中狂喜，得吃了！这个清冷如仙、高冷孤傲的顶级美人，终于得吃了。这还说啥了？叶枫觉得什么都不必说了，心贴心的交流比什么都重要啊！陈江雪发生一声低呼，在她的肩头留下了一个齿痕，一朵嫣红飘落水中。下一刻，灵雾涌动的浴池之中，水花翻腾。清冷如仙的陈江雪此刻终于理解了自己的妹妹为何会如此没羞没臊，将嗓子都喊哑了，因为她也控制不住时间一晃，已在操劳之中飞逝而去。古人有云，一天是一日，一日就是一天。就在叶枫在那座金碧辉煌的行宫之中，与几位娇妻美人游龙搞耍的时候，另一边顺天城北的雷家大院中，性感妩媚到了世间极致的雷奕欢，那张足以颠倒众生的绝美容颜之上，却是布满了寒霜。这都过去3天了，那个该死的叶枫怎么还没有露面的意思？难道他忘了我跟他说过3天后安排我与那位高人见面的事了？还是说这个胆大包天的小贼压根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更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啪！想到这，雷奕欢柳眉一皱，他一掌敲碎了身旁的木桌，花容盛满了怒意。可恶的叶枫，竟敢如此轻视于我！若不是不清楚你身后高人的底细，我哪会留你活到今日？雷奕欢越想越气，身为金丹大能，神识直觉告诉他，自己的徒儿苏荷肯定就是死在了叶枫的手里，否则绝不会这么久了还没有半点消息。而他之所以想要见到叶枫背后的高人，也是想知道他身后到底有着什么依仗，是不是有着自己惹不起的恐怖存在。在修仙界摸爬滚打多年，能成为万众敬仰的丹道大师，雷奕欢并不是没脑子的人。这世间有着太多轻敌大义，最后生死道消的例子了，他可不想贸然出手，最后发现叶枫的身后有着一个元婴期的超级大能，甚至是化神期的大佬在为他撑腰。到那时，后悔的人绝对会是他自己。当然，雷奕欢除了忌惮以外，还有着另外一个念头，那就是叶枫拿出的神古丹，令身为丹道大师的他格外的痴迷。作为上古丹道至尊紫薇道人亲手创造出来的神丹，神古丹早已随着紫薇道人的陨落而彻底失传，而那本代表着紫薇道人的传承，被所有丹修视为圣经的紫薇神丹宝典，更是从此下落不明。这种自上古时代便已经失传神丹，却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辈手中出现，而且还是刚刚出炉没几天的新丹，这足以说明叶枫或者说他身后的那位神秘高人的手中肯定有着神古丹的丹方。那些极品神古丹早就被雷奕欢全部买了下来，日夜研究，却始终不得其成丹的要领，模仿炼制了几炉都以失败而告终。就连丹道天赋卓绝的自己，连仿制神古丹都做不到，更别提炼制出极品成色的丹药了。可想而知，这种上古神丹的炼制难度会有多高。不过这也说明了叶枫身后可能确实有位丹道修为远超自己的恐怖大佬，甚至很有可能他手中不仅有着丹方，还有着紫薇道人的紫薇神丹宝典，获得了紫薇道人的传承。想到这，雷奕欢心头火热无比。他从小便痴迷丹道，丹道天赋卓绝，尤其钟爱研究上古丹方。紫薇神丹宝典的吸引力对他来说就如同是遇到了大地道统仙王的传承，因此他这几日也派了家中侍卫前去调查这个叶枫，看看他平时在顺天城都有什么表现，能不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若是他身后真有恐怖高人，那么雷奕欢可以考虑饶他一命，只为与那位高人结个善缘。为了紫薇神丹宝典，他甚至可以拜入那位高人的门下，只为一睹丹道圣经的真容。不过若是叶枫身后并无什么高人，
那就别怪他雷奕欢不客气了，敢杀他的弟子，还如此轻视自己，雷奕欢一定要将他抓住，逼他说出关于极品丹药的所有秘密，再将他折磨致死。报！正想着，先前派出去调查叶枫的侍卫已经回来了。侍卫来到雷奕欢身前，双手抱拳，恭敬地下跪禀告道：“启禀大小姐，您叫我调查的那个叶枫，小的已经查得一清二楚了。说越详细越好，我要知道他的所有底细。”雷奕欢心中一喜，连忙催促：“叶枫，叶家独子，今年19岁，顺天城东人士，父母经商，但已双亡，四品普通灵根，目前为筑基2层的修为。”那侍卫闻言，顿时将叶枫的信息娓娓道来，事无巨细。据了解，叶枫前不久刚与城西唐家的三小姐唐雨霏成亲，为了此事，雷二少爷还亲自去了一趟叶家。等等，雷虎！雷奕欢听到这里，眉头一皱，打断了侍卫的话，疑惑地问道：“这叶枫与唐家三小姐成亲，与雷虎又有什么关系？他去叶家干什么？”大小姐，您有所不知。见雷奕欢询问侍卫，连忙答道：“这唐雨霏一直与二少爷雷虎关系密切，被二少爷视为囊中之物，却在某日突然宣布嫁给了叶枫。就在他二人大婚后的第2天，二少爷雷虎就登门叶家了，似乎是去讨要说法的。还有这回事？雷虎竟然与这个叶枫是情敌关系吗？他的红颜忽然嫁给了叶枫。”雷奕欢闻言心中一动，隐隐觉得自己抓到了什么线索，连忙追问道：“那后来呢？后来如何？”那侍卫闻言摇了摇头道：“后来不知，只知道二少爷雷虎从叶家回来后不久便失踪了。废物，一群废物！这么重要的事，为何你们之前从未说过？”雷奕欢闻言大怒，现在看来雷虎与那叶枫是情敌，二人有着夺爱之恨。他从叶家回来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失踪很明显和这个叶枫有着莫大的关系啊！说不定雷虎就是因为在叶枫的手中吃瘪，随后想要借用青阳烈火劲去镇压叶枫，结果被叶枫身后的高人给灭了呀！大小姐息怒，此事不是我们不报，我们也是刚刚才查到的。那侍卫见雷奕欢动怒，连忙吓得匍匐在地，惶恐地说道。雷奕欢强忍着一张劈死这个侍卫的念头，怒喝道：“一群没用的东西！”接着说：“那叶枫身边是否还有其他人的存在？”回禀大小姐，那叶枫自从父母双亡以后，便一直只有他一个人生活，后来唐家三小姐嫁了过去，家中也就仅有他们2人而已。侍卫感觉出雷奕欢的杀气，吓得瑟瑟发抖，头也不敢抬。不过前2天他又在外接了2名绝色仙子回到叶家，之后便闭门在家，再未出过门了。至于您所说的什么高人，小的并未打探到任何蛛丝马迹，或许他身边并无高人的存在。不可能！雷奕欢闻言斩钉截铁地反驳道：“此事绝不可能！那小子区区一个4品灵根，前不久还只是一个炼器小修，如今却已经来到了筑基3层，这种修炼速度也太快了，比9品灵根还要恐怖。更别提他随手拿出的那些极品丹药了，那可都是连我这个丹道大师都自愧不如的成色。这个叫叶枫的家伙，他绝不可能这么简单！你们这群废物，连个消息都打探不出来，留你们何用？”说到这里，雷奕欢玉手一挥，一道浑厚无匹的金丹灵力化为巨掌轰然降临，将那侍卫扫飞了出去。轰！那侍卫不过筑基中期的修为，结结实实的挨了雷奕欢金丹一掌，顿时口中鲜血狂喷，昏死了过去。雷奕欢连看都未看他一眼，一步3摇的踱了几步，望着叶家的方向喃喃自语道：“指望这帮废物也查不出个什么，看来还得我亲自去一趟叶家。我那徒儿苏荷肯定是死在了叶枫的手里，而目前来看，恐怕就连雷虎的消失也和他有着莫大的关系。雷虎在失踪前偷走了青阳宗的聘礼青阳烈火镜，肯定是打算用来对付叶枫的。如今他音讯全无，多半也遭到了叶枫的毒手。那青阳烈火镜对我至关重要，若是不想嫁给青阳宗少主，是一定要退回去的，否则青阳宗的怒火，我雷家绝对承担不起。这件至宝神镜很有可能就在叶枫的手中，无论如何，我也要将这青阳烈火镜给找回来。叶枫的身上有着这么多的奇怪之处，还敢完全不将我的话放在心上，我倒要亲自去看看这小子到底有什么依仗。与此同时，城东叶家在外界看来，叶家就和周围的简陋院落相差无几，完全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但这是因为武器朝元天书大阵的隔绝，一旦踏过大阵走进叶家，就会发现那金碧辉煌的长乐灵台宫在阳光下闪着璀璨的光芒，整个叶家的灵气更是浓到化不开，灵雾飘渺，仙气缭绕，气象万千，仿佛一片世外仙境，仙家福地。此刻的长乐宫中，叶枫正春风得意地躺在紫檀神木大床之上，在经过浴池洗礼之后，他便转移到了房内继续修炼。而清冷如仙的陈江雪疲倦中带着幸福的微笑，正不知在想着什么。一向写满了巨人于千里之外的那张绝世容颜之上，此刻再无一丝清冷，反而多了几分温柔的味道。此刻的他似乎终于找到了那个理想中的温暖港湾，可以让他安心的做自己，不用再板着一张脸扮演那个清冷出尘的城卫军统领。叶枫看着眼前气质大变的陈江雪，心中也是有些感慨。直到此刻他才知道，这个一向高冷孤傲的清冷美人，果然也有着温柔之处。眉宇之间少了那份清冷感觉的她，果然和陈可儿更加相似了，就连性格也多了几分俏皮与可爱。谁能想到，那个总是一身亮银盔甲，
看起来英姿飒爽的程卫军统领，真实的样子居然是个可爱的小女生呢。想到这，叶枫不由得翘起了嘴角，心中更加得意了起来。陈江雪顿时吓到花容失色，不行了，不许动，休息休息吧。陈江雪毕竟没有经历过这么高强度的修炼，此刻早已累了。我真的是服了你了，真不知道你这家伙到底是修炼了什么功法。他那双堪比日月星辰一般美丽的眸子白了叶枫一眼，语气之中一半是喜欢，一半是担忧。不过好在还有其他人会替他分担一部分压力。听到清冷美人的娇嗔，叶枫哈哈一笑，刮了一下他那挺翘的穷鼻，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真不知道可儿那丫头是怎么受得了这么修炼的。陈江雪闻言娇羞一笑，同时不可置信地说道，明明我的修为比她高多了，可我才修炼4次就吃不消了，这真是太奇怪了，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嘛，那就不得不提那本我送给可儿的神奇功法了。叶枫神秘一笑，意味深长地说道。陈江雪闻言愣了一下，好奇地问道，功法？什么功法那么神奇？她和妹妹修炼的都是一样的黄阶上品功法，只不过她的修炼天赋高了许多，所以修炼境界也比陈可儿高了不少。她还真的不知道叶枫给了妹妹什么功法，能让她这个炼器修士整整游龙了9次，比自己这个筑基后期的修士还多了5次，这简直太厉害了。只有亲身和叶枫一起修炼过，才知道他的攻势与手段是如何的精湛与娴熟，强度非常之高。没错，我拿给可儿的那本功法乃是玄阶上品的神功刹女同欢诀。叶枫微微点头，向陈江雪详细介绍了一遍刹女同欢诀的玄奥之处，阴阳共济，相辅相成，还能在恩爱的时候同时修炼，增强自身体质与修为。清冷美人听完后顿时震惊地瞪大了美眸，以是说可儿她现在修炼的是最顶级的合欢功法，躺着就把修炼完成了。叶枫再度点头道，没错，这刹女同欢诀就是这么神奇，而且绝对没有任何坏处，增强自身同时反馈他人，人数越多增幅越大。世间还有如此神奇的功法，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听完叶枫的解释，陈江雪感觉自己人都傻了，她从未听说过世间还有这种好事。别人想要提升修为，只能找个无人打扰的角落，准备一大堆丹药灵石，闭关死练，吃尽了苦头。而妹妹陈可儿现在只要一开始游龙修炼，功法便会自行运转，自动提升修为。更妙的是，这绝不是采阳补阴的阴损魔功，而是可以互惠互利反哺他人的神功，甚至修炼的越多就越大。这部上古顶级宗门合欢宗的不传之秘，未免也太匪夷所思了吧。原本他和妹妹陈可儿修炼的都是黄阶上品的普通功法，结果一转眼，现在妹妹摇身一变，开始修起了爽仙。好，这样子修炼是吧？是真的。你若不信的话，等你休息好了，下次咱们和可儿一起修炼一遍，你就知道其中的玄妙了。见陈江雪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叶枫得意一笑，循循善诱道，这不好吧，这多尴尬啊。清冷美人闻言顿时羞红了俏脸，想到要和姐姐妹妹们一起游龙搞耍，那画面让她感到有点放肆了。那咋了？都是为了修炼吗？叶枫闻言继续循循善诱，又露出了那副哄骗小绵羊的大灰狼嘴脸。我被修士当以提升自己为主，以精进修炼为终生目标，只要能变强又不伤天害理，怕什么？听到叶枫的话，陈江雪沉思了一下，还真觉得有点跃跃欲试，不过心中还是有些矜持与保守的她，并未表现出来，只是红着眼低头娇羞的道，一切都依夫君的吧。方才二人在恩爱的时候，叶枫为了让他放开一点，让他喊了不少称呼，但他最终也只有夫君这个称呼能够叫得出口，其他的那些称呼还是有点太放肆了，他憋了半天也没好意思叫出来，这也让叶枫一阵唏嘘。清冷美人还是没完全放开，这一点还是美艳娇妻唐雨霏做得好，那丫头只要一上头，疯狂起来是什么都叫得出口不过。见到陈江雪肯松口，表示愿意尝试一下刹女同欢诀的玄妙之处，叶枫还是非常开心的。作为一名专业修仙子的选手，属于叶枫的幸福日子终于就要到来了。手中轻轻地摩挲着清冷美人那莹润的香肩，陈江雪也在她的温柔抚慰下沉睡去了。睡梦中嘴角都还挂着甜蜜满足的微笑，从未如此放松的她睡得格外的香甜，拥抱着叶枫的她仿佛也拥抱着整个世界。叶枫却完全感觉不到一丝疲倦，生龙活虎的他感觉自己能一次修炼10个顶级美人，于是精神抖擞的他索性打开了系统面板，查看起了自己目前的信息。嗡，一念之间，那副名为万美图的宏大画卷在脑海之中徐徐展开，画卷之上成千上万美人虚影，共同构成了一幅令人目眩神迷的绝世群芳谱。万千灰白色的美人虚影之中，继唐雨霏和陈可儿两人之后，第3位陈江雪的虚影也终于被点亮了。3位栩栩如生的顶级绝色仙子此刻正在画卷之上对着叶枫顾盼生辉，巧笑嫣然。万美图果然名不虚传，只有最顶级的仙子才有资格被收录进来，而这些仙子们一旦情缘值拉满，就能点亮属于他们的美人虚影，获得各种逆天的系统奖励。修仙没意思，不如修仙子，让万千仙子助我一人得道成仙，妙啊妙啊！望着画卷之上琳琅满目的各色仙子们，叶枫两眼放光。目前仅仅点亮了3位顶级美人，就获得了那么多强悍的奖励，
每一件都堪称是顶级至宝。任意一样奖励若是流传到外界，都是足以引发世人眼红发狂的逆天的机缘。真不知道这万千美人虚影全部被点亮之后，又是怎么样的壮观，奖励又会是何等的丰厚。成仙啊，无数修士与凡人的终极梦想。据说这个名为苍蓝大陆的修仙界，已经快10万年都没有人成仙了。都说成仙好，好在哪？只是无尽的寿元吗？叶枫眼神闪烁，喃喃自语道：若是真只有我一人成仙，那岂不是会很孤独？在我看来，或许还不如留下来，和我这些可爱又迷人的顶级仙子们游龙搞耍来的痛快。若是我真有成仙的那一天，我也不要独自飞升，必须得带着我的美人娇妻们一起飞升成仙才行。这样我就有无尽的寿元与时间，永生永世的和仙子们痛快游龙了，那才叫成仙得道，才是真正的造化飞升。想到这里，叶枫表面淡淡一笑，心中却已经许下了宏愿，日后若有机会，绝不会选择独自飞升，留下万千美人成为未亡人。那不是给自己找帽子戴吗？绝对不行，绝不能抛下仙子们飞升至无垠虚空，承受寿元无尽的痛苦。要飞大家一起飞，带着万千美人集众修仙，集体飞升。10万年没有人能成仙，那就一次飞升1万个仙，是时候给传统修仙界来一点震撼了。不过现在想这些还太早，整整1万名仙子，他才解锁了3个而已，修为更是只有筑基3层，仙路漫漫，何其修远啊！叶枫嘿嘿一笑，收敛了心神，接着向下看去。宿主叶枫，年龄19，修为境界筑基3层，功法大阴阳五行合欢玄功，紫微神丹宝典，天赋神通剑道奇才，丹道天才，剑法神通金黄腾龙九剑，道法神通天地一气式应咒，超凡入圣，法宝飞剑丁玲珑神剑，丹阳陨星炉，九霄神雷令，青阳烈火镜，阴阳和合同星配，星火流光阵，武器朝元天书图，长乐灵台功，天才地宝太虚神水，绝世神丹破镜丹3颗，天禄丹1颗。当前已解锁美人图唐雨霏、陈可儿、陈江雪，当前可解锁美人雷一欢、秦元直灵。看完了自己的信息，叶枫心中也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对接下来要做的事也有了更清晰的目标。首先是3颗破镜丹的安排，作为可以直接提升筑基期修为的神丹，1颗破镜丹就能直接提升1层小境界的修为。叶枫决定留在筑基7层的时候使用，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直接提升到筑基大圆满。接下来只要度过金丹劫，就能凝结金丹，成为一名金丹大能了。目前他是筑基3层，距离7层也就只差了4层小境界而已。目前自己身边还有着3位顶级的仙子，只要自己好好的修仙子，很快就能达到。要知道叶枫在不到1个月前，甚至还只有炼气3层的修为而已。以他4品灵根的资质来说，若是没有系统，恐怕这辈子都难以筑基。结果在系统的帮助下，短短不到1个月，他不仅像呼吸一般轻松筑基，甚至还提升了一整个大境界，来到了筑基3层。这种修炼速度，恐怕就是那些先天道体、大地之资的盖世妖孽见到了，都得称他一声妖孽。更别提他手中还有着那么多的逆天资源，恐怕就是世间传承最久的万年世家，都未必有他的身家底蕴丰厚。而且很快，叶枫估计最多不超过2个月，他就能提升到筑基7层，随后服用破镜丹冲击金丹期。到时候，一位19岁的金丹大能，足以令这世上任何一位修士吓掉下巴，狂喊天道不公，绝不可能。想到这，叶枫心中得意至极。你们这些传统修士就老老实实的闭关苦修吧，哥们跟你们天生就不一样，我可是修仙子的，苦修狗都不修。而除了3颗破镜丹之外，叶枫还有1颗天禄丹和太虚神水，目前还不知道该怎么用。这天禄丹可以帮助一名金丹大圆满的修士直接突破瓶颈，轻松踏入元婴期，相当于是可以延续仙路的神丹了。逆天是逆天，但不知道给谁用，只能暂时收着以后再说。可以提升灵根品质的太虚神水也是一样，叶枫的身边暂时并没有水属性灵根的仙子，若是有的话，直接送给他，定然又是一个快速提升情缘值的大杀器。但是目前也只能暂时放着。除此之外，其他东西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除了那个新获得的超凡入圣道法神通，作为付出1层小境界修为的代价，就能在1个时辰之内暂时提升一整个大境界，快速提升战斗力的顶级神通。毫无疑问，这将是叶枫目前手中最大的底牌。修为在筑基3层的叶枫，只要使用了超凡入圣，就能在1个时辰之内获得金丹3层的实力。而拥有剑道奇才这个同阶无敌的天赋神通，也意味着叶枫即使是提升到了金丹期，也绝对是同阶无敌的存在。在这没有元婴期修士的顺天城，只要叶枫想，他就是1个时辰的最强王者，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哪怕那个人是顺天城最强的修士城主东方胜。叶枫现在的自保能力可以说是获得了极大程度的提升，可以在顺天城内横着走了。当然前提是他得在1个时辰内镇压对手才行，若是陷入了苦斗，超过了1个时辰，他就会瞬间被打回原形，就连修为都要跌落1层小境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保命时刻，叶枫也不会傻到仗着手中有杀气就到处装逼嚣张。用陈江雪的话来说，
那还是有点太放肆了。就在叶枫思绪翻涌之时，他忽然心中一动，一股被人窥探的感觉油然而生。与他心意相通的武器朝元天书大阵的阵法核心传来凌厉波动，这说明在叶家之外，正有一道神识在不怀好意地刺探着大阵，想要看破阵法。此人是谁？为何窥探我家？叶枫微微蹙眉，心中一窦顿生。叶家门前，性感妩媚的绝世尤物雷一欢正风姿摇曳地挺立在武器朝元天书大阵之前，清风扬起了他那紫色的单尸法袍，从此风也有了波澜壮阔的巍峨形状，真正的诠释了什么叫风情万种。妖娆到了极致的他，此刻正眼波流转地望着叶家的大阵，满目惊疑。这个笼罩着整个叶家的阵法，看似平平无奇，似乎只是简单的小聚灵阵而已，但阵法强度却是极高，连他都无法轻易看透。哼，雕虫小技罢了，看我用神识直接冲烂这阵法，正好给那叶枫一个厉害瞧瞧。想到那叶枫的可恶之处，雷一欢妩媚妖娆的美眸之中闪过了一丝怒意。嗡，他玉手一挥，周身如渊似海的金丹气息猛地爆发，在一瞬间攀升到了顶点。刹那间，叶家周围的气势陡然一变，充满着令人心悸的恐怖威压。破！雷一欢娇斥一声，眼神忽然转冷，浩瀚磅礴的金丹神识轰然释放，朝着笼罩叶家的大阵潮水一般汹涌逼去。那浩瀚磅礴的金丹神识仿佛一片沸腾的汪洋，卷起滔天的巨浪，带着金丹大能的恐怖威压，狠狠地砸落在了武器朝元天书大阵之上。这一击，雷一欢没有丝毫的留手。在他预想中，叶家这道简单的小聚灵阵绝难抵挡金丹大能的全力神识冲击，必然如纸糊一般，瞬间支离破碎。然而预想中摧枯拉朽的景象却并未出现。就在他那足以撼动山岳的浩瀚神识狠狠撞击在大阵光幕之上的刹那，一变陡升。嗡，那看似平凡的叶家阵法骤然闪过了一道无比璀璨的神光，神光爆闪的瞬间，大阵竟然直接将雷一欢那排山倒海般的神识悄无声息地吞噬了。他那磅礴恐怖的神识冲击，竟在接触阵光的一瞬间，便被一股更加玄奥的法则之力瞬间瓦解，连一丝一毫的波澜都没有激起。呀！雷一欢脸上的冷傲与轻蔑瞬间消失，俏脸一片煞白，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闷哼。那神识与他的神魂本源紧密相连，此刻神识被大阵吸收瓦解，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剧痛猛地炸开，让他的识海剧烈震荡，仿佛有无数间针筒石刺入了脑髓。神识受到反噬，饶是他身为金丹大能，意志坚韧，也忍不住娇躯一颤，心底闪过了一抹极度的惊骇。怎么可能？雷一欢凤眸圆睁，这是什么阵法？如此平平无奇的阵法，怎么可能伤得到我？他此番带着兴师问罪的意图而来，本想给叶枫一点厉害瞧瞧，直接冲烂叶家的阵法，顺便试试能否逼他身后那位高人现身，却没想到饱含自己盛怒的神识非但没能冲破叶家阵法，反而被这大阵之力反噬，神识剧痛无比。本来气势汹汹的雷一欢非但没能展示自己的厉害，让叶枫那小子屁滚尿流的现身，反而被叶家的大阵给绊了一跤。叶枫连面都没露，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雷一欢心中羞愤无比，玉面红得像滴血，自己一代金丹大能，堂堂顺天城的丹道魁首，竟然连个简单的小聚灵阵都进不去。幸好自己孤身前来，没人看到刚才那一幕，否则真的是丢死人了。而此时的叶家，叶枫也匆匆来到了自家院中。身为大阵阵图的主人，他能够清晰地感应到，刚才有一股强大的神识正在攻击武器朝元天书大阵，却被大阵吸收化解了，并且反震了回去。感受着大阵核心传来的波动，叶枫心中惊疑不定，是谁在用神识冲击天书大阵？他快步走到门前，隔着大阵正好看见绝世尤物雷一欢俏脸煞白地站在外面，神色之间带着一丝痛苦与惊骇。相比刚才，正是他在用神识冲击着天书大阵，却不料非但未能破阵，反而还受到了大阵反噬。雷一欢，这绝世尤物怎么来了？望着风姿摇曳、妩媚妖娆的雷一欢，叶枫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艳与疑惑。这个女人简直是太性感了，不管怎么看都觉得惊艳。她的身上有着一种妖娆到了骨子里的极致魅惑，美到惊心动魄。对于雷一欢能找到自己家，叶枫并不奇怪，就凭雷家能在顺天城内排在前5的势力，想打听自己的所在，确实并不难。不过，你说你来就来吧，冲击我家天书大阵干什么？那可是地阶至宝啊，能抗住元婴期超级大能冲击的大阵，你不过只有金丹期的实力，怎么可能冲得破呢？看到雷一欢那张惊心动魄的俏脸上一阵白一阵红，叶枫忍住笑意，摇了摇头，随后迈步走出了大阵。雷仙子，多日不见，别来无恙啊！听到耳边传来叶枫那熟悉的声音，雷一欢愕然抬头，果然看见叶枫身上灵光一闪，风轻云淡地走了出来，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雷一欢顿时俏脸一红，心知自己刚才被大阵反噬的样子，肯定被叶枫瞧见了，顿时心中羞恼无比。叶枫，你这可恶的小贼，终于舍得肯出来见我了！雷一欢娇声怒喝道。哦，雷仙子这么想念在下，在下真是受宠若惊啊！叶枫闻言爽朗一笑，实不相瞒，在下对雷仙子的风采也是念念不忘，记挂于心啊！你少耍贫嘴！雷一欢带着怒气质问道。我问你，你可还记得3日前在奇珍楼我对你说过什么？叶枫闻言微微一愣，随后恍然大悟，
他这才想起来，3天前在奇珍楼第一次和雷奕欢碰面，他曾让自己在3日后为他引荐自己身后的那位神秘高人。结果自从江晨、江雪姐妹2人接回叶家以后，他光顾着和美人们游龙搞耍了，倒是把这一茬忘得一干二净。难怪这雷奕欢如此怒气冲冲，一来就搞出了这么大动静，还受到了大阵的反噬。原来这绝世尤物今日是来找自己兴师问罪来了。不过就算我记得也没招啊，他身后哪有什么高人存在，上哪去给这位绝世尤物引荐呢？实在抱歉，近日来家中事务繁忙，倒是把这件事搞忘了。想到这里，叶枫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雷仙子今日就为此事而来。哼，此事只是其一。雷奕欢冷哼了一声，美眸盯着叶枫俊朗的脸，沉声问道：我问你，你可知道雷虎在哪？雷虎？叶枫闻言神情一滞，雷虎现在在哪？他怎么知道？当初他带着青阳烈火镜来找自己报仇，结果被自己2道神雷劈死，又毁尸灭迹化，为了飞灰。估计这叶家附近的尘埃里都有他的存在吧。不过这雷奕欢怎么会问自己这个问题？难道自己斩雷虎的事情也东窗事发了？不应该啊，当时自己已经做得够保险的了，不可能留下蛛丝马迹啊。雷仙子，我发现你似乎很喜欢到处找人啊，这雷虎在哪我怎么会知道？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叶枫虽然心中惊讶，但却很快恢复了风轻云淡的样子，心思电转之下，他笑着反问道：叶枫，你少装蒜。雷奕欢闻言柳眉倒竖，据我所知，你家中有位名叫唐雨霏的女子，本来和雷虎关系密切，但在某天却突然转身嫁给了你。你们新婚第2天，雷虎就曾来过你叶家，以我对他的了解，若我所料不错，他应该是来向你要人的吧？雷虎气势汹汹来向你要人，结果却不知为何在你叶家吃了亏，最后狼狈地离开了叶家。后来不服气的他从我雷家宝库偷偷拿走了一件至宝，准备向你寻仇。我说的没错吧？说到这，不等叶枫回答，他1步3摇缓缓踱步，一副看透了所有的模样，接着道：你不用急着否认，在我面前你最好还是别狡辩了，因为你狡辩也没用，你是骗不过我的。我实话告诉你，我不管你把雷虎怎么样了，他的死活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他手中的那件青阳烈火镜。那面神镜并不属于雷虎，也不属于雷家，而是属于仙门大派青阳宗的至宝。他若是不见了，青阳宗绝不会善罢甘休。听到雷奕欢的话，叶枫心中微微一顿，这绝世尤物果然不愧是金丹大能，果然老奸巨猾，仅凭猜测就能猜出个8、9不离十。不过没想到的是，雷虎手中的那面神镜竟然是仙门大派青阳宗的至宝。这青阳宗叶枫倒是有所耳闻，据说是这大齐王朝境内最大的一个修仙宗门，门内弟子上万，声名远扬，如日中天。传说青阳宗门内有位化神大佬坐镇，就连大齐王朝的皇室都对这青阳宗忌惮万分。叶枫心中百思不得其解，如此庞然大物怎么会和雷家扯上关系？他们宗门的至宝又怎么会出现在雷虎的手中？叶枫啊叶枫，我真不知道你到底哪来的本事，敢杀我亲传弟子，就连手持神镜的雷虎也在你叶家消失无踪。不过我倒是佩服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看着叶枫眉头紧锁的模样，雷奕欢冷冷一笑，你若是够聪明，现在立刻交出青阳烈火镜，否则面对我雷家的报复，还有青阳宗的怒火，你的下场必然是死路一条，就连你身后那位高人都未必能保得住你。听到雷奕欢话中那赤裸裸的威胁，叶枫心中闪过了一抹杀意，他淡淡的道：雷仙子这是要向我出手吗？叶枫，我想杀你跟碾死一只蚂蚁没有什么区别。雷奕欢闻言轻蔑的一笑，想看一堆垃圾一样斜视着叶枫。之前我在奇珍楼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你可知道整个顺天城就没有人敢将我的话不放在心上，谁不是对我推崇备至，从没人敢得罪我。过去这3天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可你却完全将我对你说的话抛在了脑后，如此轻视于我，真是罪该万死。今日我亲自前来，就是要和你新账旧账一起算，我倒要看看你叶枫到底有着多大的本事，身后又有着怎样的依仗，让你如此肆无忌惮。说到最后，他那惊心动魄的绝美容颜上已经是咬牙切齿，大地之姿都在颤抖，显然是气得不轻。叶枫听完之后眼神闪烁，他很想盯着绝世尤物的眼睛，但那如同深渊的大地之姿实在是太吸睛了，搞得他很难集中注意力。不过雷奕欢话中的意思他是完全听明白了，这女人是等得不耐烦了，觉得自己没把她放心上，于是主动找上门教训自己来了。不过他这可就冤枉自己了，自己什么时候没把她放心上了？事实上为了拿下雷奕欢，叶枫也是急得抓耳挠心啊，这不是身后没有高人，不知道怎么安排他们见面吗？再说了，自己杀苏和斩雷虎那也是他们咎由自取，怨不得自己，只不过现在解释这些毫无意义罢了。修仙界向来以实力为尊，雷奕欢身为金丹大能，完全可以不和自己讲道理，谁拳头大谁就有道理。不过如果要来硬的话，叶枫也完全不怕，他有多硬只有试过的仙子才知道。手握可以超越极限提升自己的超凡入圣天赋，还有剑道奇才同皆无敌的天赋神通，即便这雷奕欢是金丹大能，他也有一战之力。眼看绝世尤物对自己怨念极深，叶枫心知想要像陈可儿等人那样拿下他几乎是不可能了。
看来想要征服这位性感到极致的绝世尤物，必须得另辟蹊径，拿出自己最强硬的实力了。想到这，叶枫心中已经有了对策。只见他微微一笑，淡然开口道：“雷仙子莫要生气，女人火气大，可是会老得快的。你不就是想知道那雷虎手中青阳烈火镜的下落，还有我背后有何依仗吗？这外面人来人往，并非是说话的地方，不如仙子随我进入家中一叙如何？”说着，他潇洒地指了指身后的家门，向雷逸欢做了个请的手势。叶枫心中清楚，待会若是真和雷逸欢动起手来，他必然要发动超凡入圣，进入金丹期，到时候两位金丹大能的战斗必然会震动全城，说不定还会殃及全城人的安危。若是因此惊动了城主或是其他势力，那可就大事不妙了。毕竟超凡入圣结束后，他不仅会境界跌落，还会虚弱无比。若是因此被不怀好意的人接近，后果不堪设想。倒不如将雷逸欢引进家中，反正家中的武器朝元天书大阵可以抵抗住元阴期修士的冲击，区两位金丹大能的战斗肯定不会扩散到阵外去。而且唐雨飞三女都在长乐灵台宫之内，有豪华行宫的保护，也不怕他们会被战斗波及。既然如此，那边再无后顾之忧，到时候他们在大阵之中打成什么样，外界都不会发现一丝端倪，十分安全保险。哼，神神秘秘，装神弄鬼，我倒要看看你想搞什么花样。雷逸欢见叶枫主动邀请自己进入叶家，冷哼一声，他没有丝毫犹豫地高昂着头，迈着笔直修长的大白腿，风情万种地踏进了叶家的家门。身为金丹大能，又是丹道大师，他对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整个顺天城也就只有城主东方胜才能勉强胜过他一招而已。就算叶家真有高人坐镇，也无非是金丹大能罢了，毕竟元婴期的超级大能如此少见，整个大气王朝都不超过10位，而且他们个个超然物外，绝不可能出现在地处偏僻的顺天城，更不可能屈居在一个小小的叶家。他雷逸欢可不是雷虎、苏和那么好对付的人，想要轻松拿下他，绝非易事。当年他还在金丹初期的时候，就敢独闯大齐皇宫，大战数位金丹大能后从容而退，区叶家而已，难道比大齐皇宫还要深不可测不成？不对吧？这给我干哪来了？这还是叶家吗？刚一进入叶家，眼前景象陡然一变，一股浓郁到近乎液态的天地灵气扑面而来，瞬间包裹了他的全身。雷逸欢顿时瞪大了美眸，整个人直接愣在了门口。映入眼帘的哪里是想象中的普通小院，分明是一个自成天地的洞天福地。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灵雾，丝丝缕缕，缥缈朦胧，仿若仙境烟霞。这些灵雾在整个叶家缓缓流淌，就连院中的普通花草都似乎有了灵性。那灵气的浓度之高，竟是他生平仅见，甚至比仙门大派青阳宗驻地的灵气浓度还高上数倍。雷逸欢倒吸了一口凉气，瞳孔骤然收缩，脸上高傲的表情瞬间被震惊所取代。这灵气精纯无比，带着蓬勃的生命力，仅仅是吸入一口，便让他因大阵反噬而有些刺痛的神识都减轻了不少。但更让他感到震惊的是那座矗立在院子中央、金碧辉煌、闪着神光的宏伟宫殿。3层高的宫殿拔地而起，通体由流光溢彩的金玉铸就，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难以言喻的奢华与古老道韵。宫殿的表面还流淌着淡淡的金色符文，在阳光下闪着璀璨的神光，显然蕴含着极为强大的防御力。这哪里还是凡人居所？这真的还是叶家吗？此等宏伟的豪华宫殿，如此浓郁缥缈的灵气之物，眼前的气象万千的奇景，就连大齐皇宫，甚至是青阳宗主殿都比不上。就说此地是传说中上古大能的修炼道场，是真正的帝王仙家之境，雷逸欢都深信不疑。这都是真的吗？雷逸欢失声喃喃，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骇然与茫然。他调查过叶枫，刚才自己亲自前来，也在外面查看过。虽然神识透不过大阵，但所见之处皆是非常之普通。可仅仅是一阵之隔，眼前这灵气浓郁成雾，金玉宫殿巍峨耸立，道韵流转的景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顺天城内还有着如此惊世骇俗的洞天福地，之前的轻蔑与藐视，此刻化作了滔天巨浪般的震撼，狠狠地冲击着雷逸欢的心神。不，这绝对不可能是天生地养的洞天福地，而是通过某些手段后天才形成的。雷逸欢不愧是眼界开阔的金丹大能，果然见多识广，瞬间明白了其中的关键，莫非是因为这座大阵？他转过那张写满了震惊的绝美容颜，正对上叶枫那风轻云淡眼神。欢迎光临寒舍，雷仙子。叶枫那不咸不淡的声音清晰地响起，嘴角挂着一丝玩味的笑意。雷逸欢娇躯微颤，猛地回过神来，绝美的脸上红白交替，他惊疑不定地问道：这些奇景都是出自你背后那位高人的手笔？仙子误会了，叶某身后并无什么高人，这些东西不值一提，不过是3两法宝而已。叶枫闻言淡淡一笑，他负手而立，缓缓走至院中，朗声道：不瞒你说，那些极品丹药也都是出自我手，是我亲手炼制的。至于苏和、雷虎2人，你的猜测也完全没错，他们确实都死在了我的手中。你说的那件青阳烈火镜也确实在我的身上。听到叶枫的话，雷逸欢瞬间勃然大怒，果然如我所料，叶枫，你真是好大的胆子！你犯下那么多滔天大祸，身后又无高人庇护，你竟然还敢与我相见，
将我引入家中，真当我不敢对你出手吗？看着绝世尤物那怒气升腾的模样，叶枫出乎意料的哈哈大笑，哈哈，雷仙子，你可知道我叶家进来容易，出去难？说着，他大手一挥，金鳞龙神剑悄然出现在手中。叶枫的神色忽然转冷，沉声道：“我叶枫从不依仗他人，更不需要什么高人庇护。我既然敢将你引入家中，自然是没将你放在眼里，也没打算就这么放你出去。”什么？雷奕欢闻言张了张嘴，心中震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敢置信的惊呼道：“你还敢主动对我出手？你疯了吗？”叶家院中，叶枫单手持剑傲然而立，身姿挺拔如松，气度风轻云淡，浑然没有将金丹大能雷奕欢当成一回事。放肆！叶枫，你未免也太不把我雷奕欢放在眼里了。然而，他这份气定神闲的姿态，落在雷奕欢的眼中，却是如此的荒谬与可笑。你不过一个区区筑基3层的小修，怎么敢对我一个堂堂金丹大能如此口出狂言，还想要主动对我出手，将我留在叶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金丹，而我是筑基呢。你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大言不惭，真是可笑至极。看来是我一直以来对你太温和了，才让你如此无法无天。想到这，雷奕欢怒容满面，寒声道：“身后没有高人庇护，你一个筑基小修也敢妄言留下我？少废话！我本来还想和你好好相处，谁知道你步步紧逼，非要逼我对你来硬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叶枫闻言呵呵一笑，随手挽了一朵潇洒的剑花，金鳞龙神剑爆发出了耀眼的金芒。雷奕欢看在眼里，闪过一丝金光，心中却对叶枫的话不以为然，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哈哈，区区筑基3层也能狂成这般模样，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一个不客气法。说罢，雷奕欢花枝一颤，金丹威压轰然爆发，气势陡然飙升暴涨，骇人的气息在叶家弥漫，卷动了漫天的灵雾，摄人心魄。金丹气息席卷全场，也惊动了长乐宫中的唐雨霏3女，纷纷跑了出来。夫君，这是怎么回事？唐雨霏望着场中声势骇人的雷奕欢，感受到弥漫全场的恐怖威压，瞬间花容失色。家中怎么会有一位金丹大能，而且还如此神色不善，气势汹汹？风哥哥，你们在做什么？不许对我风哥哥出手！快住手！我乃顺天城卫军统领陈江雪，城中禁止修士私斗。陈可儿与陈江雪姐妹二人也出现在唐雨霏的身边，3位倾国倾城的顶级美人一起亮相，顿时让整片天地都焕然一新，光彩照人。望着从那金碧辉煌的宫殿中走出的3位绝色美人，雷奕欢神色一动，心中顿时有些诧异，想不到这叶枫的身边除了唐雨霏，居然还有2位绝色女子。3女修为虽低，但个个花容月貌，美艳程度皆不在自己之下。坐拥福地洞天，睡卧奢华行宫，身边还有这等姿色的美人相伴，这叶家还真是不简单啊。想到这，雷奕欢不由得对着叶枫冷笑了一声：“叶枫，没想到你这可恶小贼，倒是艳福不浅啊！怎么，你也想加入吗？只要你开口，游龙搞耍时可以算你一份。”面对雷奕欢的阴阳怪气，叶枫却淡然一笑，转头对着唐雨霏3女说道：“别过来，你们老实待在长乐宫中，千万别出来，待我拿下这位顺天城的丹道大师，让他成为咱们叶家的丹奴，日夜为你们3人炼丹。”雷奕欢闻言勃然大怒，气得大地之姿都在乱颤。放肆狂妄！我乃金丹大能，万众敬仰的丹道大师，叶枫你竟敢如此羞辱我，真是罪该万死。原本我以为你家中有高人坐镇，所以才投鼠忌器，没有向你出手，否则早在奇珍楼时便已将你拿下，岂会容你活到今日？不过若非如此，我又怎么有机会见到你家中如此气象不凡呢？也算是阴错阳差。说到这，雷奕欢美眸之中神光流转，扫视着叶家，神色倨傲的开口问道：“叶枫，我看你年岁不大，修为不高，但却能杀得了苏和与雷虎，想必你身上一定有份逆天的机缘吧？你先前拿出的那些神古丹，早已在上古时代便失传，还有你炼制的那些极品丹药，都与上古丹道至尊紫薇道人息息相关。叶枫，我问你，你身上是不是有本紫薇神丹宝典？你是不是得到了紫薇道人的传承？”叶枫闻言，顿时又对雷奕欢的聪明感到惊讶了几分。这个绝世尤物果然不愧是金丹大能，不愧是丹道大师，仅凭一点线索就能推测出这么多信息，而且个个都推断的8、9不离10，果然是在修仙界摸爬滚打了多年的金丹大能，脑子就是好。雷仙子对我很感兴趣吗？既然这样，不如留下来做我的女人。你想知道什么，只要喊声夫君，我就全都告诉你。望着雷奕欢那风华绝代的神采，叶枫吞下一团口水，狡黠的调侃道：“这个绝世尤物真的是妖娆性感到了极致，一举一动都让人浮想联翩，就连生气时都显得那么的风情万种。他发怒就像是在对你撒娇，你忍不住就想低头认错，将他搂在怀中，好好呵护宠爱。难以想象，这么一个性感妖娆的绝世尤物，若是能一起愉快的游龙搞耍，尽情享受他全部的风情，该会是多么的美妙。那种神仙日子，恐怕给各仙王大帝的位置坐，叶枫都不愿意换啊，欺人太甚。叶枫你还真是色胆包天，死到临头了还敢胡言乱语，轻薄于我。”听到叶枫的话，雷奕欢嗤笑了一声，万分不屑地说道：“就凭你这癞蛤蟆，还想染指我这天上明月？你这种货色，若非得了逆天机缘，
恐怕连让我正眼看你一眼都不可能。你就是给我提鞋都不配。叶枫，你若是识相的，我劝你还是乖乖交出身上的所有机缘和青阳烈火镜，我待会还能大发善心，让你痛痛快快的死去。再敢口出狂言得罪我，我发誓必将你百般折磨，让你受尽苦难，求我给你个痛快。叶枫闻言爽朗大笑，手持金鳞龙神剑，潇洒挺立，浑然不惧雷一欢的威胁。你说这话，我倒是毫不怀疑，你确实真能让我痛快痛快。说着，他上下打量着绝世尤物那性感妖娆的身躯，差点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有些事虽然还没发生，但光是想象就已经很令人痛快了。放肆！叶枫，你找死！感受到叶枫那肆意的眼神，雷一欢终于忍不住了，怒喝声如暴雷炸响。你真以为手中有些神兵法宝就能无法无天了吗？我要杀你只需一指就能轻松碾死，看我不撕烂你那张温臭的烂嘴，让你知道什么是境界的差距，实力的鸿沟。金丹大能绝不是你这种小辈能羞辱的存在。叶家院内气氛瞬间凝固，雷一欢那张颠道众生的绝美容颜此刻写满了愤怒。金丹大能的恐怖威压再无保留，如渊如玉般轰然爆发，刹那间天地都为之变色。金丹气的气息狂暴肆虐，威压卷起了院中的灵物四处乱舞，那凶悍的气势似乎要将整个叶家都撕成碎片。这恐怖如斯的一幕清晰地落入了唐雨霏、陈可儿、陈江雪三女的眼中。夫君小心！唐雨霏失声尖叫，俏脸瞬间褪去了血色，吓到煞白如纸。枫哥哥，危险，快躲开！陈可儿紧紧地抓住姐姐的手臂，大喊着让叶枫离开院中。叶枫，那是正儿八经的金丹大能，你千万不要硬抗，快进来！陈江雪亦是花容失色，美眸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担忧。金丹大能全力出手的威势远超他筑基修为的想象。霎时间，三女的心全都提到了嗓子眼，对叶枫的担忧如同潮水般汹涌，几乎要将他们淹没。然而首当其冲面对雷一欢的滔天凶威，身处风暴中心的叶枫却丝毫未动。他的身形在金丹气息的肆虐下显得异常渺小脆弱，仿佛下一刻就要被撕成碎片。不过叶枫的神情却如同古井深潭，波澜不惊。他那挺拔的身影非但没有后退半步，反而迎着狂暴的威压站得更直。你们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听到唐雨霏等人的惊呼，叶枫转头看向长乐宫门口的三位家人，向他们露出了一个安心的微笑，朗声说道：安心待在长乐宫里，千万别出来，有阵法保护，你们绝对安全。听到叶枫安抚的话语，却让三女更加感到揪心。他自己还在外面啊，那金丹修士的恐怖威势足以将筑基修士碾碎千百次，叫他们怎么可能不担忧？哼，不自量力的蠢货！叶枫，我看你今日怎么死！见叶枫面对自己的威压不仅不惧，还敢分心安抚娇妻，雷一欢更是怒极反笑。他玉手轻轻抬起，蕴含着毁灭性力量的金丹法力开始急速凝聚，眼看就要发出雷霆一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枫的目光骤然变得深邃而凌厉了起来。区区金丹也敢在我叶家撒野，真以为你是先王大帝了不成？他背对着三位娇妻，身姿挺拔如松，气吞山河的吼道：猎人们，看夫君我怎么拿下他！话音未落，叶枫大手一挥，猛地一声断喝，如同号令天地的神奇，超凡若圣。下一瞬，整个世界仿佛瞬间安静了下来。嗡！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天地嗡鸣，一道无法具体形容，仿佛是凌驾于众生之上的伟岸力量骤然自九天之上轰然降临。这力量并非寻常灵力，而是蕴含着天地本源、宇宙大道的无上气息。它恢宏、浩瀚、古老、深邃，带着令万物俯首、规则臣服的恐怖道韵。怎么回事？眼前的天地巨变令雷一欢心中一惊，猛然停顿了下来。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天地之间降临的那股力量，分明是连他这位金丹大能都未能理解参悟到的大道之力，那是只有化神期的大佬才能勉强触摸到门槛的大道气息。这股气息让他从灵魂深处感到颤栗，仿佛蝼蚁仰望苍穹，大脑一片空白，竟被震慑得愣在了原地。而在众人的眼中，面对着天地巨变，叶枫的身影却依旧挺拔如松。嗡！忽然，一道道璀璨无比的神光在他的身体之上闪耀夺目，紧接着他的修为境界如同点燃了引线的神火，一路狂飙突进，气息陡然疯狂暴涨。筑基3层，筑基4层，筑基5层，筑基圆满金丹1层，金丹2层，金丹3层。眨眼之间，一股同样属于金丹期的浑厚磅礴气息轰然从叶枫的身上爆发开来，璀璨的神光环绕着他，将他衬托得如同仙王临凡一般伟岸。什么？这不可能！雷一欢那双勾魂夺魄的美眸瞬间瞪得滚圆，他失声狂呼：你竟然从筑基3层直接提升到了金丹3层，跨越了一整个大境界！就发生在他眼前的这一幕却彻底地颠覆了他的认知。叶枫刚才还只是一个他随手就能碾死的筑基小修，眨眼之间修为突飞猛进，气息竟然变得与他并驾齐驱，也成为了一名金丹大能。雷一欢惊诧莫名地用神识探查，发现叶枫身上流淌着的确实是货真价实的金丹气息，如渊似海。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枫，你到底用了什么逆天邪术？若非亲眼所见，雷一欢是万万不能相信
他震撼无比地向着叶枫发出质问。神光见脸，叶枫感受着体内澎湃汹涌的强大力量，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让他心潮澎湃，豪气万丈。呵呵呵，雷仙子，这不是邪术，只是一道神通罢了，跟你们这些传统修士说不清，你也别问了。说着，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精灵龙神剑，剑身感受到了主人境界的飙升，发出兴奋的清越龙吟，金光大盛。叶枫抬头看了眼满脸震撼的雷逸欢，眼神逐渐冰冷，他寒声道：你只需要记住，这一切都是你步步紧逼才造成的，因为你动用了此术而付出的代价，我一定会在你身上百倍千倍的找回来。说到这，叶枫手持精灵龙神剑，遥遥指向雷逸欢，锋锐无匹的剑气瞬间割裂空气，发出了嗤嗤的声响。现在收起你的废话和震惊，乖乖留下来给我做丹奴吧。听到叶枫的狂言，雷逸欢怒气冲天，他身上的金丹威压伴随着怒火轰然爆发，整个叶家都被恐怖的金丹灵力笼罩其中。叶枫小贼！望着眼神睥睨的叶枫，雷逸欢咬牙切齿地骂道：就算你真用了什么邪门歪道，强行提升到了金丹3层又如何？我的修为可是堂堂金丹6层，拿下你依然在举手之间，差着整整3层小境界，你休想翻出我的手掌心！你这种强行提升的实力，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天劫的洗炼，恐怕体内连真正的金丹都没有，不过就是虚有其表罢了。今日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你我之间的实力鸿沟，给我死来！轰隆！随着雷逸欢的话音落下，天空中骤然响起了电闪雷鸣，滚滚黑云自四面八方翻涌而来，将叶家团团笼罩。刹那间，整片天地彻底陷入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死寂黑暗之中。那些漆黑如墨的浓云深处，更是亮起密密麻麻令人头皮炸裂的刺眼光点，似有万钧雷霆在其中酝酿。同时，雷逸欢心中的怒火与杀意也已经彻底达到了顶峰，他此刻只想将眼前这个嚣张狂妄到极点，一次次挑战他忍耐极限的可恶男人碎尸万段。负手翻云，死吧！伴随着雷逸欢的一声咆哮，黑云之中骤然亮起了无数道刺眼欲下的电光雷芒，如同亿万条扭曲电蛇撕裂苍穹。轰隆隆，漫天黑云仿佛被一只巨手搅动，带着浩荡的声威朝着叶家翻滚压下，整个叶家在这一刻仿佛直面天崩之危，天地失色，风云倒卷，日月无光。愤怒的雷逸欢全力爆发出手，金丹6层的灵力威压遮天蔽日，负手翻云，真似末日一般恐怖。然而面对着雷逸欢的恐怖威势，叶枫却依旧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他悠悠开口道：我境界虽然，但是对付你已经足够了。说罢，叶枫缓缓举起手中的精灵龙神剑，对着苍穹之上如四海倾覆般碾压而下的漫天黑云怒喝道：断浪分涛，给我破！话音刚落，他的身上陡然闪过了一道璀璨神光，那是同阶无敌的剑道奇才天赋神通发动了。下一瞬，叶枫手中的那柄精灵龙神剑骤然爆发出了耀眼的金芒，剑身之上那道金色龙纹活了一般在蜿蜒游动，龙纹金光大放，一道巨大的金色龙影自剑身上冲天而起。啊！一道震动九霄的龙吟之声仿佛从9天之上降临而下，响彻整个天地间。金色龙影仰天咆哮，仿佛像一条真龙被滚滚黑云所惊扰，怒不可遏地飞腾而出，在云海之中兴风作浪，断浪分涛。是龙爪撕扯间，金光爆闪，漫天的滚滚黑云瞬间碎裂，再无一丝灭世之威，天空陡然恢复了清朗。漫天的黑云被叶枫随手一剑撕烂劈散，灵力反噬之下，雷逸欢不由得闷哼了一声，只觉得气息一阵紊乱。然而这还没完啊！只见苍穹之上，那条龙威浩荡的金龙虚影再次仰头长鸣，同时龙尾一甩，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向着黑云之后的雷逸欢奔袭而去。什么？雷逸欢心神俱震，只觉得惊骇莫名，自己刚才暴怒出手之下的神威，恐怕就连金丹大圆满的顺天城主都不敢应接，却被叶枫随手一剑便悄然化解，不仅轻而易举地破解了自己的负手翻云，甚至还向着自己劈来了一剑，根本来不及惊诧。眼看金色剑光化成的龙影奔袭而至，雷逸欢慌忙招架欲挡，黑云截断。他娇声呐喊，强行催动着体内紊乱的灵力，化作了一道厚重的云盾挡在了身前。轰！云盾才刚刚成型，金色的剑光便狠狠地劈在了那道云盾之上，二者刚一接触的刹那，便爆发出了一声巨响。那道黑云盾虽然挡住了剑光，但也轰然破碎。呀！一股巨大的反噬之力加上剑光余威，直接将雷逸欢震得浑身发麻。他闷哼了一声，嘴角不由得溢出了一丝鲜血。雷逸欢心中大骇，他万万没想到，叶枫的金丹修为虽然没经过天劫的历练，却是货真价实的硬实力。仅有金丹3层修为的他，战力却恐怖强悍。他这位金丹6层的修士，根本就扛不住他手中那柄金灵龙神剑的锋芒。仅仅才过了一招，他体内的灵力就已经被那狂暴的金色剑光冲击得混乱不堪，根本难以凝聚成型。糟了！雷逸欢能清晰地感觉到，此刻自己的状态极差，就连丹田内的金丹都在微微震颤，一股腥甜涌上喉头，又被他强行压下。叶枫的剑气入体，正在体内肆虐，若是强行凝聚灵力再打下去，恐怕灵力反噬会伤及道基，影响未来修炼。想到这，
雷奕欢的心中闪过了一丝前所未有的惧意，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叶枫居然这么难缠。本以为只是自己可以随手拍死的筑基小修，只是一眨眼的功夫，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压着自己打的金丹大能。这形势瞬间颠倒，让雷奕欢心中又惊又怕，心神俱震。巨大的落差让他完全接受不了。眼看着叶枫随手挽了个潇洒的剑花，剑尖吞吐着金色锐芒，那股凛冽的杀意再次锁定了他，又要向着自己出手。叶枫小友，请住手！方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雷奕欢花容失色，傲气全无，连忙摆手喊道：“我觉得我们之间肯定有些误会，不如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聊聊可好？万事好商量。”叶枫闻言，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仰天哈哈大笑，笑声中充满了嘲讽和不屑。雷仙子，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觉得我好欺负时就居高临下，咄咄逼人，要将我拿下拷问，折磨致死？现在发现踢到铁板了，打不过我了，就想坐下来好好聊聊。叶枫眼神陡然转冷，锐利如风，他猛地踏前一步，怒斥道：“雷奕欢，你现在说这些太晚了。实话告诉你，从你踏入我叶家门槛的那一刻起，你就注定不可能再轻易离开。”说到这，他的目光带着玩味，肆无忌惮地扫过绝世尤物内性感到了极致的玲珑躯体，冷笑道：“放心，我不会轻易让你死的。你这么性感迷人，风姿绝世，我怎么会舍得让你那么容易就香消玉殒呢？那太暴殄天物了。只要你肯乖乖做我的丹奴，摇手起连喊我一声主人，我便饶你一命。你欺人太甚！”雷奕欢又羞又愤，俏脸涨红，美眸中几乎要喷出火来，恨不得将眼前这个狂妄之徒一把撕碎。他雷奕欢是何许人也？是顺天城万人敬仰的丹道大师，金丹仙子，谁见了他不得小心呵护，万般宠爱？何曾有人如此肆无忌惮的要将他收为丹奴？叶枫的话对他而言就是一种耻辱，是天大的不敬。然而叶枫却根本不顾雷奕欢那极度羞愤恼怒的神色，他眼中寒光爆射，再度举起了手中的金玲珑神剑。雷奕欢，我叫你一声仙子是给你面子，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若不答应，那就去死吧！话音未落，叶枫周身金光暴涨，磅礴的灵力疯狂注入了金玲珑剑身，青龙击天。刹那间，一声震彻心神的龙吟响彻全场。金玲珑神剑的剑身之上金光流转，一条栩栩如生、灵爪飞扬、威严神圣的巨大金色龙影咆哮着离剑而出。金龙虚影张牙舞爪，撕裂空气，散发出横扫寰宇的无上威势，带着毁灭一切的霸道意志，朝着雷奕欢悍然噬咬而去。好！龙吟震天，雷奕欢见状，心中却叫苦不迭。他体内的灵力此刻极其紊乱，如同脱缰的野马在经脉内横冲直撞，根本无法凝聚其有效的反击。强行运气抵抗，那更是无异于雪上加霜，不仅会瞬间加重体内的伤势，导致道基严重受损，甚至可能危及性命。然而叶枫这次的攻势实在是太过凌厉迅猛，杀意凛然，完全没有半分心慈手软的迹象，摆明了就是要让他再无还手之力。金色龙影转瞬即至，雷奕欢眼看无法躲闪避让，绝望和不甘让他咬紧银牙，不顾一切的疯狂调动着体内狂暴紊乱的残余灵力，终于在金龙灵体的千钧一发之际，拼尽所有潜力，勉强凝聚出了一道云盾。轰！那威势无匹的金龙咆哮着，狠狠地抓在了雷奕欢仓促而成的云盾之上，仅仅僵持了一瞬，云盾轰然破碎，化作漫天灵力光点消散。金龙的恐怖威势却没有丝毫的停滞，结结实实地撞击在了雷奕欢的娇躯之上。噗！雷奕欢如遭万钧重锤轰击，护体灵光瞬间溃散，整个人向后爆射而出，口中鲜血狂喷，最终砰的一声，重重地摔落在了叶家门前。尘土飞扬中，他的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点，金丹6层的磅礴气势荡然无存，只剩下难忍的剧痛。身上的紫色风韵丹师长袍更是被剑气切割的条条缕缕，露出大片雪白的玉山。眩晕与剧痛让雷奕欢眼前发黑，他挣扎着想撑起身体，却发现浑身骨骼仿佛散架，经脉剧痛如同刀割，灵力彻底枯竭紊乱。平日里引以为傲的大地之姿，此刻仿佛山岳一般沉重，压得他喘不过气，连抬起一根手指都无比艰难。哒哒，身后传来了沉稳而冷酷的脚步声。雷奕欢猛地抬头，正对上手持金玲珑神剑一步步向他走来的叶枫。阳光勾勒着他挺拔的身影，那张俊朗的脸庞上还带着一丝淡漠的笑意，深邃的眼眸看不到丝毫怜悯，只有令人发颤的冰冷。恐惧，前所未有的恐惧瞬间淹没了雷奕欢所有的骄傲和不甘。不要过来！雷奕欢花容失色，俏脸上再无半分丹道魁首的从容妩媚，只剩下刻骨的恐惧与绝望。眼看叶家大门就在自己眼前，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他甚至不再试图挣扎爬起，手脚并用的在地上奋力爬行，什么尊严什么形象他浑然不顾，此刻只想赶紧逃离叶家。然而就在雷奕欢快要触摸到叶家门槛之时，一只大脚带着沛然巨力，如同山岳般轰然落下，重重地踩在了他光洁滑腻的玉背之上。呀！雷奕欢娇躯猛然一颤，如遭电击，那只大脚如此沉重，将他死死地定在了原地，动弹不得。冰冷的绝望瞬间弥漫了他的心头，
让他感觉全身冰凉彻骨。望着匍匐在自己脚下的雷奕欢，叶枫淡漠地俯视着他，深邃的眼眸里不见半点波澜。面对这位性感妖娆到了极致的绝世尤物，顺天成高高在上的单道魁首，他那惊恐绝望的狼狈模样，根本无法在叶枫的心中激起丝毫的涟漪。他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如同九幽寒风，清晰地灌入了雷奕欢的耳中。雷奕欢，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心甘情愿认我为主，叫我一声主人，要么死。听到叶枫的话，被踩在脚下的雷奕欢神色巨变，让他堂堂金丹6层大能，顺天成万人敬仰的单道魁首，认一个叶枫为主，那简直对他是一种极致的侮辱，简直比死还要让他更难受。此事若是传出去，他以后还怎么做人？丹道大师成为了别人的丹奴，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你休想！雷奕欢猛地抬头，布满血丝的美眸死死瞪着叶枫，几乎是咬着银牙丝，吼道：我雷奕欢就算是死，形神俱灭，也绝不可能认你为主，做你的丹奴。叶枫，你痴心妄想！见雷奕欢回答得如此决绝，叶枫的脸上没有丝毫意外，更无半分恼怒。如果雷奕欢实无愿意臣服，自己就会在他体内种下天地一气式印咒，将他收为丹奴，彻底掌控在股掌之间，一念之间便可决定他的生死。如果他不愿意，那自己也绝不会放他离去。放虎归山这种事，他不可能再做第2次。超凡入圣的天赋神通，持续时间只有1个时辰，不能耽误下去。万一拖延得太久，等到境界跌落，自己将会变得虚弱无比，到时候被这雷奕欢觉得翻盘，那可就不妙了。雷奕欢这位绝世尤物，固然风华绝代，令人无法不心动，但若是不能彻底将其降服，留之便是滔天祸患。一念及此，叶枫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冰冷，看着脚下挣扎的绝世尤物，他冷冷开口道：好，我给了你生的机会，但既然你一心求死，那我便如你所愿，不愿认我为主，那你就去死吧。话音刚落，叶枫抬起了手中的金鳞龙神剑，剑身之上璀璨夺目的金色剑芒瞬间暴涨，一股足以撕裂神魂的锋锐之气牢牢地锁定了雷奕欢。死！叶枫一声断喝，金鳞龙神剑带着决然杀意，化作一道金色闪电，向着雷奕欢悍然劈落。剑锋未至，视线被那道夺命的金光完全占据，那无匹的杀意已然让雷奕欢吓到魂飞魄散。他知道叶枫绝不是在开玩笑，这一剑若是斩下来，他必定会香消玉殒，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雷奕欢脑海中轰的一声巨响，方才那宁死不屈的豪言壮语，在这死亡的阴影下瞬间崩碎成渣。他终于明白了，在这世间除了生死以外，什么金丹大能的尊严，丹道魁首的荣耀，万人敬仰的地位，全都是虚妄的浮云。活着比什么都重要。等下，不要动手。想到这，雷奕欢用尽全身力气拼命抬手，眼中只剩下了活下去的渴望，还有无边的恐惧。不要杀我，我愿意认你为主，做你的丹奴。主人，请饶我一命。哼，我还以为你真的宁死不屈呢，原来你也怕死。见雷奕欢在生死关头终于屈服，那一声无比清晰的主人响彻庭院，叶枫嗤笑了一声，同时手中猛然收力，嗡！金鳞龙神剑吞吐的金色剑芒，在雷奕欢那雪白修长的脖颈前1寸之处骤然停滞，凌厉的剑锋甚至割断了他几缕散落的青丝。呀！雷奕欢吓得魂飞魄散，娇躯如同风中残柳般剧烈颤抖，花容失色。算你识相！将雷奕欢那恐惧颤抖的样子看在眼里，叶枫冷哼了一声，眼中没有丝毫的怜悯。他可没忘了，这女人前一刻还想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模样，对敌人心慈手软，那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叶枫单手持剑，心念电转之下，天地一气式印咒道法神通悄然发动，掌心骤然亮起了一团神秘莫测的灵光。只见那灵光在他掌心飞速凝聚，最终化作了一枚闪耀着深邃神光的奇异印记。这印记仿佛由最纯粹的大道符文构成，散发着玄奥高深的气息，正是叶枫抽离自身一缕神魂，以秘法凝结而成的适应之种。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马上对我发出天道誓言。叶枫冰冷的目光扫过脚下那具极具诱惑力的娇躯，望着满脸写着劫后余生的雷奕欢，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说道：宣誓你雷奕欢永不背叛我叶枫，永不对我起杀心恶念，不得对我有任何一心歹意，若有丝毫违背，即刻天诛地灭，神魂俱散。若敢耍半点心机，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快点，别墨迹。雷奕欢闻言，心底瞬间涌起滔天巨浪般的屈辱与不甘。他是顺天城高高在上的金丹大能，修为实力仅次于顺天城主，更是万人敬仰、备受推崇的丹道魁首，如今却要向叶枫发下如此屈辱的天道誓言，甚至还要献上神魂成为他丹奴。他那双迷道众生的美眸之中充满了挣扎、怨恨、绝望、恐惧，种种复杂的情绪在疯狂交织闪动。然而当他的目光对上叶枫那双深邃如星空一般的眸子时，所有的不甘和骄傲都在刹那间被碾得粉碎。停留在自己喉间的那把金色神剑还在吞吐着锋锐的剑芒。雷奕欢绝望地闭上了眼，他知道自己一旦表现出犹豫的样子，下一瞬这把剑肯定会毫不留情地刺入自己的体内。想到这，雷奕欢哪里还敢磨蹭，在睁开眼时，里面只剩下了卑微的服从和深藏的恐惧。他再也顾不得什么颜面与尊严，不敢有丝毫犹豫，用颤抖的声音
一字一句地发下了天道誓言：我雷一欢，今日以自身道途及神魂为誓，立下天道誓言，从今往后永不背叛主人叶枫，永不对主人叶枫起杀心恶念，不得对主人叶枫怀有任何一心歹意。若为此事天诛地灭，神魂聚散，永不超生。话音刚落，轰隆，天地间仿佛响起了一声无形的大道轰鸣，冥冥之中，一股玄奥至极的力量骤然降临。与此同时，叶枫掌心那枚闪耀着神光的天地仪器式印咒仿佛受到了召唤，化作一道璀璨的流光，嗖的一声，瞬间没入了雷一欢的眉心识海。啊！雷一欢娇躯猛地一颤，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娇呼。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冰冷而强大的意志带着叶枫的气息，深深烙印在了他的神魂本源之上，与他自身的魂魄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刹那间，一种奇异而紧密的联系在叶枫与雷一欢之间建立起来。叶枫也能清晰地感知到雷一欢此刻内心的绝望、恐惧、卑微以及一丝悲哀悔恨，二人之间顿时有了一种彼此命运紧密相连的感觉。雷一欢心中苦涩，他知道这一刻自己现在彻底地失去了自由身，成为了叶枫的奴隶。只要自己一动歪心思，叶枫就会立刻收到感应，他甚至都不需要出手，只需要轻轻动一个念头，就能瞬间决定自己的生死。完了，我背一辈子，彻底完了。想到这里，雷一欢心中一片灰暗与绝望，充满了悔恨与懊恼。但是一切都晚了。从前那个风光无限、受人敬仰的丹道大师雷一欢，在这一刻已经彻底不复存在了。现在的他是叶枫的丹奴，是生是死，是荣是辱，皆系于叶枫一念之间。叶枫要你生，你便生；要你死，你就得死，就连生死都由不得自己。忽见天地仪器式印咒已成功种下，叶枫也是暗中松了一口气。他手腕一抖，锵的一声，金鳞龙神剑归入剑鞘，那股笼罩在雷一欢身上的致命杀意也随之消散。从今天起，你便是我叶枫的丹奴，而长乐宫中的他们便是你的主母。记住你的身份，也记住今日的誓言，千万不要违抗我的任何命令，否则我会让你知道，死亡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和奖励。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匍匐在地，又增添了几分楚楚可怜风韵的雷一欢，叶枫的声音恢复了淡漠。现在我给你一个时辰的时间，赶紧将你的伤势医治好，然后去行宫之中找我，到时我有第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做。叶枫说完，不再看地上失魂落魄的雷一欢，转身向着那座金碧辉煌的长乐灵台宫走去。主人！雷一欢见叶枫要走，心中惶恐，强忍着身体和灵魂的双重痛苦，姿态卑微地抬起头，小心翼翼地问道：敢问主人，您要交代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叶枫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头也不回，冰冷的声音却清晰地传入雷一欢耳中，如同惊雷炸响。事情啊！雷一欢闻言顿时一愣，娇躯猛然一颤。叶枫那句冰冷事情如同惊雷炸响在雷一欢的耳边，雷一欢娇躯猛地一颤，彻底地傻在了原地。他贵为顺天成丹道魁首，金丹6层的大能，凭借丹术与实力，地位崇高，多少青年才俊、大能修士对他趋之若鹜，却无人能近其身。自从踏入修炼以来，他便一心钻研丹道，从未将男女情事放在心上，始终冰清玉洁，保持着琉璃之身。他甚至就连男人的手都未曾触碰过，哪里经历过事情这种事？叶枫的命令对他而言，无异于最赤裸、最直接的亵渎与侮辱。雷一欢心中又羞又愤，吓得花枝乱颤，但他却根本不敢违背叶枫的命令。神魂深处那枚冰冷的天地仪器式印咒如同悬顶之剑，清晰地提醒着他，任何一丝违逆的念头都可能让他受到更加生不如死的惩罚。经过刚才那一战，雷一欢毫不怀疑，叶枫绝对不会怜香惜玉，肯定能说到做到。屈辱的泪水在眼眶中疯狂打转，又被他死死地忍住。最终，所有的骄傲和尊严都化作了无声的服从。罢了，他要的话，那就给他吧。现在我连命都是他的了，清白而已，不值一提。想到这，雷一欢只能带着满腹的屈辱与不甘，默默地低下头，将那苦涩的泪水连同所有的怨恨一起咽下。他伸出颤抖着双手，拿出各种灵丹妙药，开始艰难地调动残余的灵力为自己疗伤，不敢有半分的迟疑。而叶枫在风轻云淡地说完那句事情以后，便看也未看雷一欢一眼。这位绝世尤物如今已经彻底被自己掌控，成为了他鼓掌之间的玩物，已经没有丝毫的威胁了。迈着龙行虎步，叶枫步履沉稳地踏入了身后那座金碧辉煌的长乐灵台宫大门。枫哥哥，夫君。叶枫刚踏入豪华行宫，三道带着急切、担忧与无比崇拜的声音便同时响起。紧接着，唐雨霏、陈可儿、陈江雪三女如同三只受惊后又雀跃的彩蝶，瞬间围了上来。她们虽然在宫殿内受到大阵保护，没有受到任何一丝波及，但金丹大战的恐怖威压和巨大动静依旧让他们感到心惊胆战。此刻见叶枫终于安然无恙地走进来，三女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随即被无与伦比的震撼所取代。唐雨霏眼中异彩连连，仿佛是第一次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夫君有多厉害。她激动的上下打量着叶枫，声音发着颤问道：夫君，你竟然真的击败了他？那可是货真价实的金丹大能啊！方才叶枫一剑败敌，威压金丹的场景
在他的心中烙下了神魔般的印记。清冷如仙的陈江雪，此刻那张绝美的俏脸上也满是恍惚之色，如同置身梦境一般。他一双清澈的眸子紧紧盯着叶枫，充满了不可思议。他曾与筑基期的叶枫交过手，深知他战力远超同阶，但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能强横到这种地步。那可是金丹6层的丹道魁首雷一欢。身为顺天城的城卫军统领，陈江雪当然听说过雷一欢的赫赫威名。对于这位闻名遐迩的丹道大师，他一直神交已久。没想到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是令人啼笑皆非。久负盛名的金丹大能，万众敬仰的丹道大师，竟然被叶枫不费吹灰之力的正面击败，甚至被迫臣服为奴。这个结果让陈江雪做梦都想不到。叶枫他也太神奇了吧！我的枫哥哥就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唯有清纯活泼的陈可儿，小脸上满是理所当然的自豪。什么金丹大能，在枫哥哥面前照样不堪一击。他扑到叶枫身边，抱住他的手臂，骄傲地昂着小脑袋，声音清脆响亮地说道：“就算是先王大帝亲自，也不是我枫哥哥的对手。”叶枫听着三女的惊叹和关切，感受着他们发自内心的崇拜与依恋，心中暖流涌动。看着清纯美人那娇憨可爱的模样，他忍不住微微一笑，伸出手指宠溺地刮了刮她那挺翘精致的琼鼻。陈可儿感受到叶枫的亲昵，瞬间笑靥如花，开心地想要扑进他的怀里。然而就在叶枫被三女的崇拜与柔情环绕，温情脉脉的时候，叶枫只感觉自己体内那股碾压金丹的澎湃神力突然如同退潮般疯狂流逝，一股前所未有的沉重感猛然袭来，浑身肌肉酸软无力，经络如同被抽空，眼前天旋地转。扑通！在唐雨霏、陈可儿、陈江雪三女的注视下，前一秒还如同战神般威凛无敌的叶枫，忽然双腿一软，倒在了地上。枫哥哥、夫君、叶枫三位娇妻美人瞬间被吓了一跳，发出了一声惊呼。唐雨霏脸色煞白，连忙蹲下身级的语无伦次问道：“夫君，你怎么了？哪里受伤了？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陈江雪也是俏脸失色，强压下心中的慌乱，迅速上前查看，清冷的眸子里充满了焦急和心疼。陈可儿扑跪在叶枫的身边，小手慌乱地摇晃着他，更是急得差点哭了出来。枫哥哥，你怎么了？你别吓可儿啊！看着扑在自己身边，急得泪眼婆娑、花容失色的三位绝色佳人，叶枫心中涌起了一阵强烈的暖意。他知道自己并无大碍，只是超凡入圣，天赋神通，一个时辰的提升时间到了，现在境界跌落，所以有些虚弱罢了。你们别担心，我真的没事，只是方才使用禁术强行提升了修为，有些小小的后遗症而已。叶枫连忙开口安慰惊慌失措的三位娇妻美人：“你们先扶我去房间休息，我很快就能恢复过来。至于雷一欢，你们不必担心他，我已经在他体内种下了禁咒，他现在绝对听话，不敢乱来。”听到叶枫的解释，三女这才稍微觉得安心，连忙七手八脚地扶起叶枫，向着房间内走去。在三女小心翼翼的搀扶下，叶枫回到寝殿软榻之上躺下。唐雨霏、陈江雪、陈可儿围在榻边，美眸中盛满了未散的惊悸与浓浓的关切。他们轮流探了叶枫的脉搏，又仔细感应了他体内灵力的流转状况，再三确认叶枫确实只是力竭虚脱，并无伤及本源的重伤后，三女这才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夫君，你刚才吓死我了！唐雨霏拍着高耸的胸脯，眼波流转，显然还心有余悸。枫哥哥，你没事就好。陈可儿眼眶还红红的，小手紧紧地抓着叶枫的衣袖。陈江雪虽未说话，清冷的俏脸上也明显放松下来，只是望向叶枫的眼神中，那份担忧仍未完全褪去。看着眼前三位绝色佳人那发自肺腑的关切神情，叶枫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和感动。患难见真情，方才他们那惊慌失措、泪眼婆娑的模样，那份深切的担忧和心痛，绝非虚情假意所能伪装。这份情谊让经历了大战与虚弱的叶枫倍感珍惜。为了驱散房间内的凝重气氛，叶枫故意扯出了一个笑容，强打起精神说道：“放心，我马上就能生龙活虎，这点消耗根本算不得什么。不信的话，咱们现在就来一起游龙搞耍，恩爱一番，试试为夫是不是依然龙精虎猛啊！”不要！话音刚落，清冷美人陈江雪瞬间羞红了俏脸，如同受惊的兔子般猛地站起了身。她性格清冷内敛，脸皮最是薄嫩，哪好意思与众人一起公开修炼。陈江雪红着脸转身逃也似的快步离开了房间，只留下一阵香风。那扶摇摆柳的倩影让叶枫看得一阵火热。这小妮子初经人世，风韵初具，就是脸皮太薄了，还得加紧调教啊！这样下去怎么行？猴年马月才能一起恩爱修炼。哼！美艳娇妻唐雨霏看着叶枫那明明虚弱却仍在口花花的模样，又好气又好笑。她伸出纤纤玉指，轻轻戳了戳叶枫的胸口，美目流转间带着娇嗔：“夫君你啊，看看你现在这状态，都疲软成什么样了？刚才连站都站不稳，还好意思吹牛？你还是省力气好好休养吧。”他俯身在叶枫额头上印下一吻，语气娇媚的接着道：“我先去修炼稳固境界了，等你真有力气游龙搞耍了再喊我，几个人一起修炼都可以哟。”说罢，他摇曳着那丰腴饱满、曲线惊心动魄的娇躯，风情万种的翩然离去。这话一出，叶枫心头更加火热了，
若不是境界跌落导致的身体空虚，他真的忍不住要扑上去，将这美艳娇妻狠狠教训一番。转眼间，房间里只剩下清纯靓丽的陈可儿还留在叶枫身边。他两眼放光，一脸期待地看着叶枫，兴奋地说道：“枫哥哥，真的吗？真的要姐姐、妹妹们一起修炼吗？”可儿已经准备好了。叶枫看着陈可儿这副跃跃欲试的模样，顿时哑然失笑。这小丫头外表看着清纯无比，像朵不谙世事的小白花，实际上最是10岁之味，瘾大得很。她又是好笑又是无奈，没好气的抬起手，在那充满弹性的香臀上轻轻拍了一记：“小妖精，还不快去修炼，等我修行好了，看我怎么收拾你！”嘻嘻。感受到叶枫那有心无力的威胁，陈可儿非但不怕，反而嬉笑了起来：“略，枫哥哥说话要算话哦。枫哥哥你好好休息吧，可儿等着你呢。”说完，他像只欢快的小鹿，蹦蹦跳跳的也离开了房间。众人走后，叶枫脸上的笑容逐渐敛去，心中暖意涌动，从储物袋中取出了几颗散发着浓郁药香与氤氲灵光的极品神元丹，毫不犹豫地吞服了下去。丹药入腹，化作精纯温和的药力洪流，迅速滋养着他干涸的经脉，修补着身体的疲惫。叶枫盘膝而坐，默默运转大阴阳五行合欢玄功的基础心法，引导药力周天流转，足足耗费了1个时辰，叶枫才缓缓睁开双眼。金光内蕴，之前的虚弱感一扫而空，精力重新变得充沛无比，精神也恢复到了巅峰状态。然而当他那是丹田气海时，眉头却紧紧地皱了起来。筑基2层超凡入圣的状态结束后，自己的修为境界果然从之前的筑基3层跌落到了筑基2层。该死！叶枫烦躁地低声骂了一句，感觉一股郁气堵在了胸口。本来他已经筑基3层了，只要继续努力，要不了多久就能到达筑基7层，服下3颗破镜丹，直升筑基大圆满，到时候就能冲击金丹期，成为一名真正的金丹大能，游历这广阔天地，寻访更多美人了。这全都怪那雷一欢，若不是他咄咄逼人，非要仗着金丹修为来叶家找自己的麻烦，自己何至于被逼的动用这压箱底的神通？结果现在好了，弄了个2败俱伤的结局，自己好不容易游龙搞耍才提升的修为，也直接跌落了1层。这得和娇妻们游龙搞耍多久才能补回来？多少次日夜操劳的辛苦毁于一旦，实在太可恶了。想到此处，叶枫眼中闪过了一丝厉色。哼，不行，越想我越觉得生气。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门外，叶枫咬牙切齿地说道：“老子跌下去的这层修为，必须10倍100倍地拿回来。”他猛地站起身，眼神变得灼热而危险。事情必须事情。说起来，也不知道这位金丹大能体内的元婴到底有多么的精纯。叶枫连忙迫不及待地向着行宫外走去，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拿下的金丹尤物，也是时候收取战果了。游龙，我必须马上开始游龙。1个时辰后，金碧辉煌的长乐宫中，一间古色古香的奢华房间内，雷毅欢沉默地躺在大床之上，想起刚才的疯狂修炼，他流下了许多泪水。他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被这样的一个男人拿走一切。雷毅欢身为金丹大能，一身修为通天彻地，身体根骨更是坚不可摧，强度绝对不是唐雨霏等人可以比拟的。虽然他心里很恼恨叶枫就这样成为了自己的主人，毫不留情地夺走了自己的一切，但是身中天地一气是应咒，他又能怎么办呢？雷毅欢觉得自己应该是全顺天城最没有办法的女人了，他只能选择屈服，只能默默承受，不敢反抗。不过好在叶枫也并未做出更过分的事情，就是时间上久得过分了一点。足足1个时辰后，终于结束了。雷毅欢擦了擦眼中流下的泪水，勉强平复乱糟糟的呼吸，正要起身，却被叶枫一把按住了。别动，继续。雷毅欢愣了一下，刚结束1个时辰的修炼，你还来？少废话，今日最少修炼9次。叶枫却根本不管他是怎么想的，再次进入了修炼。雷毅欢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美了，美到了极致。每当叶枫想要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一看到雷毅欢的样子，就又觉得修炼应该永无止境。又是1个时辰后，雷毅欢开始有点后悔了，自己到底为何要惹叶枫这个混蛋？他简直不像人类。叶枫还在继续修炼，雷毅欢只觉得欲哭无泪，他只能乖乖认命。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只是心中的那种感觉更加古怪。雷毅欢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何想法，总觉得从未有过。想什么呢？专心修炼，转过去。叶枫的命令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口吻。雷毅欢不敢怠慢，连忙照做。修炼的灵光闪动，但他的心诀不可能被晃动。足足9个时辰过去，修炼已经逐渐接近了尾声。雷毅欢终于决定想通了，凭什么他要受压迫？他也曾经是天之娇女，被誉为修炼的天才，更是天资卓绝的丹道大师。于是他反客为主，主动修炼了起来。叶枫惊讶地看着一反常态的雷毅欢，他虽然不懂这女人怎么突然开窍了，但是心中大为震撼。正好修炼了9次，他也觉得累了，索性便交给他，自己乐得轻松一些。于是他安心地欣赏起了雷毅欢风华绝代的美，简直是太美了，美到了极致，美到了顶点，人间绝美。雷毅欢的每一个角度都美到了无可挑剔。叶枫，我要修炼死你，活活把你累死！雷毅欢狂吼着交出了自己的最后一舞。他不行了，修炼真累人。也不知道叶枫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修炼了这么多次都不觉得累，他
啪一次就累趴下了。非但没能把叶枫给活累死，反而让他身上灵光一闪，竟然突破了。这个发现让雷奕欢瞬间瞪大了双眼，绝美的俏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不是，你这家伙真的在修炼啊！雷奕欢虽然之前从未接触过，但也压根没听说有人能在这时候突破的，这简直是危言耸听。但是这一幕切切实实的在他眼前发生了，让他瞬间懵逼，对叶枫的疑惑更深了。这家伙简直太神奇了！其实雷奕欢之前就发现了叶枫这家伙的修为又跌落到了筑基期，而且从筑基3层跌落到了筑基2层。想必他之所以能提升到金丹期，应该是使用了某种禁术，通过燃烧修为的方式获得了短暂的提升。但是现在他又重新修炼回来了，修为再度提升到了筑基3层。这个发现让雷奕欢恍然大悟，啧啧称奇，这种手段真的逆天，既能提升修为应对强敌，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后遗症，仅仅是跌落一层小境界而已，实在是太划算了。这世间自然也有可以燃烧修为，甚至是燃烧寿命的禁术，不过都被打为了歪门邪道，因为那些禁术实在太过残忍，后果特别严重。使用那些禁术的代价不是道基受损，就是生死道消，是玉石俱焚的阴险邪术，为正道修士所不齿。而像叶枫那种几乎毫无副作用，仅仅是修为跌落一层小境界，休息一会便能再度生龙活虎的禁术，简直堪称仙术了。叶枫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路？他的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神奇之处？然而相比较雷奕欢那小小的脑袋里的大问号，叶枫却并无任何杂念，因为他的脑中正响起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没错，似乎拿下雷奕欢之后，他的美人虚影也被自己成功点亮了。不是吧，这也行，原来情缘值还能这样提升。叶枫欣喜若狂，连忙将意识沉入脑海，那幅美轮美奂的万美图再次徐徐展开，成千上万道模糊不清的美人虚影，千姿百态，个个婀娜多姿，秀色可餐。这其中果然有4道美人虚影闪着明艳动人的光泽，露出了各自倾国倾城的真容。继唐雨霏、陈可儿还有陈江雪之后，雷奕欢那副足以颠倒众生的绝美形象也终于显化其中。原本那道模糊的美人虚影，此刻已然是光芒大放，如同被注入了生命一般，变得清晰无比，栩栩如生。叮，雷奕欢的情缘值加100，当前情缘值100，恭喜您成功将雷奕欢的情缘值提升到了100，点亮了第4位美人虚影，获得了他的全部奖励。恭喜您获得太元神木、天才地宝、太元乾坤神木，乃是后天提升灵根品质的无上妙药。1品木灵根修士服用后，灵根直升9品；9品木灵根修士炼化后，可以突破肉体凡胎，蜕变成特殊灵根，提升修士上限。恭喜您获得太元神火、天才地宝、太元玉华神火，乃是后天提升灵根品质的无上妙药。1品火灵根修士服用后，灵根直升9品；9品火灵根修士炼化后，可以突破肉体凡胎，蜕变成特殊灵根，提升修士上限。太元神木、太元神火，叶枫看到这里，顿时眼前一亮。这2件天才地宝和之前获得的那个太虚神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可以后天提升修士灵根资质、增强修炼体质的稀世珍宝。有了这种稀世珍宝，就算的普通人也能成为绝世天才，绝世天才更是能因此而蜕变，成为盖世妖孽。对于任何人来说，这2件东西都是世间难求、梦寐而不可得的神物。太虚神水，叶枫已经到手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因为身边暂时并没有水灵根的美人，所以暂时还找不到作用。不过太元神木和太元神火就不一样了，叶枫清楚地记得，美艳娇妻唐雨霏似乎就是火属性灵根的修士，而清纯美人陈可儿似乎正是木属性灵根。这2件神物正好可以交给他们2人炼化，就算不能蜕变成特殊灵根，但至少也能将灵根品质提升到9品，让他们的修炼天赋更上一层楼。说实话，也许是因为叶枫修为提升的速度太快了，他始终觉得唐雨霏和陈可儿的修炼速度太慢了，但不是因为2女修炼不用功，事实上他们2人还是很努力的，只不过是天赋太低而限制了他们修炼的速度。如今得到了太元神木和太元神火，刚好契合他们2人的属性，叶枫决定将这2件神物送给他们，等他们天赋大大提高了以后，就比如眼前的角色尤物雷奕欢，身为金丹大能，他体内的元婴相比炼气期的唐雨霏和陈可儿高出了不知道多少倍，堪称澎湃如海。充足的元婴一次性就将叶枫给灌满了，这也是叶枫如饥似渴的一连9次疯狂修炼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可能这么快就能将跌落的一层小境界重新修炼回来的原因。修为高的仙子对于叶枫来说就像是人形大补药。想到这，叶枫已经决定了太元神木和太元神火的用途，继续向下看去。恭喜您获得紫金丹星号1的接神丹，采用上古神药紫金竹的根茎炼制而成，具有极强的韧性，对突破修为桎梏有着神效。无视灵根天赋，筑基大圆满的修士服用，可以免度天劫，直接凝结金丹。无视灵根天赋，直接凝结金丹。看到这颗紫金丹，叶枫顿时兴奋了起来，又是一颗可以提升修为的丹药，而且还是可以突破关键期大境界瓶颈的地阶神丹。目前叶枫的手中还有3颗破境丹，只要他能将修为提升到筑基7层，再服用3颗破境丹，就能直接将修为提升到筑基大圆满。
准备冲击金丹期，成为货真价实的金丹大能。而现在系统又奖励了他一颗紫金丹，刚好可以在筑基大圆满的时期服用，无视灵根天赋，连天劫都不需要渡就能直接凝结金丹，成为金丹大能。这可真是瞌睡碰上枕头，系统还贴心的给他盖好了被子。看来系统也知道顺天城的美人应该都被自己收入囊中了，这是在帮自己尽快踏入金丹期，早点游历天下，寻找更多的美人。叶枫暗暗的点了点头，自己拿下雷一欢以后，目前确实没有发现其他可以解锁的绝色仙子，看来是时候尽快提升修为，早日离开顺天城了。将紫金丹小心收好，叶枫继续向下看去。恭喜您获得天玄悟道台地阶法宝，相传为上古时代天玄仙王手中之宝，盘坐其上修炼时，可以帮助修士加速修炼，提前开悟。即便是炼气期也有可能感悟天地大道，勘破大道规则，掌握大道之力。竟然是地阶法宝悟道台！叶枫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兴奋至极。这悟道台不仅可以帮助修士加速修炼，还能增加悟性，连炼气修士都有机会感悟天地大道，实在是逆天。要知道天地大道共3000，每一条大道规则都是天地之间最纯粹的智理，若能参悟其中之一，便可助人成就无上仙途。那些上古仙王大帝能拥有至高无上的修为，就是因为掌握了天地大道，与天地亲和，与大道融为一体，方能有此成就。但天地大道奥妙非常，玄之又玄，就算是元婴期的超级大能，都未必能在修炼时感悟到大道规则的存在，更别提参悟其中的奥妙了。有了个天玄悟道台，就等于是让低阶修士在修炼的起步阶段就有机会接触到天地之理，触摸到大道规则，对于以后的修仙路来说，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尤其是处在瓶颈期的修士，若是参悟到哪怕一丝的大道玄奥，也能立马顿悟冲破瓶颈，坎坷仙路化为畅通坦途，再无桎梏磕绊，修炼顺风顺水，一路高歌猛进。毕竟娇妻们跟着自己修炼，不似在仙宗大派遇到修炼上的问题，还能问问前辈高人，他们大多时候只能依靠自己对大道的理解，硬猜硬想，长此以往，很容易对大道的理解产生歧义，与天地规则背道而驰，后果不堪设想。但现在有了天玄悟道台，天然亲和大道，每当遇到念头不通达的时候，悟道台总能助他们修炼开悟，修炼上的疑惑迎刃而解，实在是太棒了。此物甚是玄妙，有了这座天玄悟道台，再加上家中的10倍灵气，还有丹奴雷一欢为他们炼制灵丹，等唐雨霏他们将灵根天赋再提升一波，三女的修炼速度一定会更快。这样一来，我的提升速度也会跟着水涨船高，每一次游龙搞耍的收获都将大大提升，很快我就能提升到筑基7层了，金丹期指日可待。叶枫握了握拳头，眼中闪着金光，未来可期啊！他忽然突发奇想，若是大家都在这悟道台上修炼，又会有怎样的收获与奇妙体验呢？那这次还不得起飞了？自己还一直未曾与他们一起修炼过，如今有了悟道台，正好把他们都叫上，大家一起变强。想到这，叶枫哪里还能忍得住，连忙大笑着爬了起来。主人，你要去哪？见叶枫起身要走，雷一欢只觉得身体一空，连忙问道：别问那么多，记住你的身份，你只是我叶家丹奴而已，不该你管的别管。叶枫扭头瞅了他一眼，见他闻言满脸失落凄然，心中轻叹了一声。本来还能和这绝世尤物好好相处，谁知他非要仗着修为兴风作浪，若是不给他点苦头吃，怕是他还搞不清楚自己的地位。以他金丹大能的实力，若是前期不能认清自己的实力，叶枫担心唐雨霏三女会压不住这个雷一欢，会反过来被他欺负，那可就不是叶枫想要看到的效果了。因此他必须将雷一欢调教好，让唐雨霏三女也能使唤得动雷一欢，不至于在他的面前畏手畏脚。至少在叶家，雷一欢只是一位丹奴，他绝不能骑在任何人的头上兴风作浪，这就是他惹怒了自己的下场。你体内的元婴纯度不错，我很满意，现在你体内亏空，还得抓紧修炼，赶紧将元婴补充回来，我明日再找你游龙修炼。修炼之余，你也别闲着，多为家中的几位主母炼制一些丹药，他们目前正处于冲击筑基期的关键时刻，你一定要将他们伺候好了。说着，叶枫从怀中取出了紫薇道人改良过的筑基丹、神元丹和神古丹的丹方，又取出丹阳陨星炉，一起递给了雷一欢。这是我炼制极品丹药的丹方，你就照着这些去炼制丹药，想来以你丹道大师的水准，就算炼制不出极品的成色，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拿着这些好好表现，若是让我发现你敢偷工减料、消极怠工，让主母们对你炼制的丹药不满意，看我怎么收拾你。说罢，叶枫冷冷地扫了一眼雷一欢，便抱着天玄悟道台转身离去了。他着急和3位娇妻一起过日子，迫不及待想看看这悟道台究竟有何玄妙之处，哪里还肯继续担得下去。留下雷一欢，让他自己想明白自己的处境就行了，毕竟他也是金丹大能，审时度势的能力不会太差，小命都握在自己手里，只要他不蠢，肯定能将心态摆正，留在叶家好好表现的。有了丹道大师代替自己炼制丹药，以后叶枫的日子会更加轻松，只需要好好陪娇妻们游龙搞耍就行，后勤工作自然有人会保障好。想到自己以后每天都能大被同眠的日子，叶枫足下生风，嘴角都快咧到了后脑勺。这一天盼了太久，
终于要来了呀！而在他身后，雷奕欢愣愣地看着叶枫鬼鬼祟祟消失的背影，一阵失神，脑中回想着叶枫离去前的话语，绝世尤物心中充满了幽怨与懊恼。没想到自己堂堂金丹大能，竟然会成了一名筑基小修的丹奴，还被他予取予求，掌握了小命。从高高在上、万人敬仰的丹道大师，一日之间沦为了阶下囚、掌中奴，这身份的转变，实在是令他感到唏嘘难过。悲切了良久，他才长叹一声，无奈地摇了摇头。眼下木已成舟，再也反悔的余地。无论他怎么想怎么看，叶枫都是他的主人，一念之间就能决定生死，绝不能忤逆他的命令，否则万一惹他不高兴，自己以后的日子一定会生不如死，苦不堪言。还是做好主人交代的事吧。想到这，雷奕欢将目光投向了一旁的丹炉，还有手中的丹方。这一看却不得了，直接惊得他瞪大了美眸，从床上坐了起来，却比不上心中的震撼。这是传说中紫薇道人的手中之宝，那件丹道圣物丹阳陨星炉。天呐，还有这些丹方都是被改良过的极品丹方，我不会是在做梦吧？看着手中的丹方和丹炉，雷奕欢满脸震惊。那丹炉古色古香，上面篆刻的丹道符文古朴繁奥，丹阳陨星4个大字熠熠生辉，浓郁的丹香沁人心脾，仅仅是立在一旁，便是一件令人无法忽视的稀世珍宝。作为痴迷上古丹道的炼丹大师，雷奕欢几乎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一定是上古丹道至尊紫薇道人的成名丹炉丹阳陨星炉。雷奕欢曾在无数丹道典籍上见过关于丹阳陨星炉的描述，无论是外观还是神韵，都与传说中一般无二，甚至还要更加神异。没想到我竟然真的能在有生之年见到这件丹道至宝，甚至还有机会亲手使用它炼制丹药。雷奕欢激动到心潮澎湃，完全不顾自己为着片旅就这么扭着性感妖娆的娇躯，痴痴地围着丹炉四处查看，恨不得能躺进去亲自感受一番此炉的玄妙之处。不过更让雷奕欢感到震惊的，还是叶枫交给他的3张上古丹方。这其中筑基丹和神元丹的丹方并不算是罕见，外界也一直都有流传，但叶枫手中的这2张却有些不同，更加精妙。无论是用料之考究，炼制方式之精妙，思路理念之巧妙，都无一不说明了这乃是经过高人前辈改良过的极品丹方。尤其是那张神古丹的丹方，更是自上古时代就已经失传的秘方，常人难得一见，堪称奇物。这些丹方炼制的理念思路都与现实不同，肯定是经过上古丹道大能改良后流传下来的瑰宝。尤其是这神古丹，更是随着紫薇道人的作画早已失传。此刻再结合这重现天日的丹阳陨星炉，作为丹道至尊紫薇道人的玉宝，几乎可以确定叶枫的手中肯定有着紫薇道人的传承。雷奕欢震惊到失语，心中越发确信叶枫得到了紫薇道人的传承。他口中喃这紫薇道人手中最珍贵的2件至宝，一是丹阳陨星炉，2就是令全天下丹修为之疯狂的紫薇神丹宝典了。也只有紫薇神丹宝典之中才会记载着这么多失传已久的极品丹方。虽然我现在沦为了叶枫的丹奴，但是换个角度来想，若我能替叶枫炼丹的话，岂不是也可以接触到那本丹道宝典？我也有机会观看那本丹修圣经，获得紫薇道人的传承，成为现世的丹道至尊。雷奕欢的心突突狂跳，忽然觉得身为的叶枫丹奴也似乎没有那么凄惨了，至少他能接触到全天下丹修都梦寐以求的丹道圣经，可以参悟那本丹道至尊留下的著作，成为又一位永垂不朽的丹道圣人。或许我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和态度了，跟着叶枫也没有什么不好，起码他实力强悍，背景深厚，手中还有着令无数丹修为之疯狂的至尊传承。他要我的身子，那我便给他就是，反正我也不是不舒服。若是我能好好表现，或许就能从他手中获得更多上古丹方，了解更多的丹道秘辛。雷奕欢忽然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但随即又释然了。他都已经是叶枫的丹奴了，还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呢？本来嘛，修炼就是学无止境，达者为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何必拘泥于身份形式呢？之前自己是因为觉得叶枫不如自己，所以才会觉得屈辱，但现在来看，叶枫可比自己未来的成就高多了。无论是拜师也好，丹奴也罢，只要能无限进步就行，自己跟着叶枫，以后的成就也必不可能会低。想到这，雷奕欢心中阴霾渐散，再也没有一丝委屈和怨恨了，连忙穿好了衣物，开始研究起了手中的丹方。他想试试靠着手中丹方和丹阳陨星炉，自己到底能不能和叶枫一样炼制出极品成色的丹药。想来以自己丹道大师的水平，肯定不可能比叶枫的水平还差吧。以叶枫那点修为实力都能炼制出极品的丹药，自己岂不是能炼制出品质更高的丹药？到时候让叶枫震惊一番，说不定他一高兴就能将紫薇神丹宝典借给自己翻阅研究一下呢。是时候拿出真正的丹道水平，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之处了。一时间，雷奕欢一边自我洗脑，一边抛开了所有顾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炼丹之中，满脑子想着要在叶枫的面前表现一番，讨得他的欢心，浑然忘却了自己万人敬仰的丹道大师身份，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自己新的丹奴身份。而在另一边，叶枫则抱着天玄悟道台，将美艳娇妻唐雨霏和清纯美人陈可儿叫到了一起。陈江雪身为顺天城卫军的统领，正在城中巡防执勤，此时并不在家，
叶枫便暂时放弃了去叫他回家的念头。反正他总会回来，也不用急于一时，先来试试3个人的快乐，也未尝不可。枫哥哥，你叫我和雨菲姐姐过来做什么呀？清纯美人陈可儿眨着大眼睛，一脸好奇地望着神神秘秘的叶枫。枫哥哥，你怀中抱着的又是什么东西？夫君，我已经修炼到炼气10层大圆满了，正是闭关突破筑基期的关键时候。你这时候叫我出关做什么？美艳娇妻唐雨菲也是满脸疑惑地盯着叶枫，不明白他想要做什么。别急，我知道你们很好奇，容我慢慢向你们解释。叶枫见状微微一笑，一脸神秘莫测地说道：此番叫你们2人前来，一是为了检查一下你们的修炼进度。可儿，你自从修炼了刹女同欢诀以后，对于这门极重修仙的法门，咱们一直都未能体会其真正的妙处。这次正好一起游龙一番，看看玄功究竟有什么奥妙。至于雨菲，你现在恰好处于突破筑基期的关键时刻，肯定遇到了大境界的瓶颈，正好我手中有一神物，说不定可以轻轻松松地帮助你快速突破到筑基期。说着，叶枫举起了手中的天玄物道台，向着一脸惊讶的2女解释道：你们且看，此宝名为天玄物道台，乃是上古天玄仙王手中的稀世珍宝。传说在悟道台上修炼事半功倍，就连炼气期的低阶修士都能感悟到传说中的天地大道。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其上修炼还可以助人开悟，念头自然通达，一些修炼上的不解与困惑都能够迎刃而解。总的来说，这是一件修炼玄功、突破瓶颈、超越自我的无上之宝。听到叶枫的话，唐雨菲只觉得美眸一亮。她目前正处于突破大境界的瓶颈期，确实感觉到有些阻力和困难，遇到了一些想不通悟不透的困难，每次都感觉只差临门一脚，却总是抓不住修炼的重点，无法顿悟突破。若是叶枫手里的这座天玄悟道台真有他说的这么神奇，那可就太棒了，至少不用他埋头苦修，头皮都挠破了也抓不住要领。夫君，是我错怪你了，原来你叫我出关是有这么大的好消息要与我分享。雨菲好感动呀。唐雨菲一脸惊喜的模样，钻进了叶枫的怀里，温柔妩媚地挂在了他的身上，游离摇摆。你这勾人的妖精。叶枫长吸了一口气，唐雨菲这个小妖精越来越勾人了，每次她一靠近，总能点燃自己心中的那团火焰。可儿，过来。望着一旁蠢蠢欲动的清纯美人，叶枫微微一笑，也将她揽入了怀中。这次借着雨菲体验悟道台的机会，咱们也顺便试试你的刹女同欢诀修炼的如何了。有着悟道台的帮助，还有你玄功极重修仙的加成，这次定能帮助雨菲突破筑基。好啊，咱们3人一起修炼玄功。可儿非常愿意帮助雨菲姐姐突破筑基。清纯美人陈可儿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人小瘾大这句话，对于游龙修炼的渴望，甚至不亚于叶枫这个修仙子的。那就太好了。叶枫闻言心中大喜，连忙将天玄悟道台炼化，大手一挥放置在了行宫当中。在2女震惊的眼神中，天玄悟道台从一件巴掌大的法宝化为了一座巨大的9窍莲台，轰然落地。悟道台呈9瓣莲台造型，象征大道9转，莲瓣边缘刻画着紫金色的道纹，纹路形似上古仙传，随灵气注入明灭闪烁，散发玄奥道韵。通体由4金非金、4玉非玉的材质打造，表面密布天然形成的星空纹路，细看可见其中仿佛有亿万星辰流转。叶枫率先飞上了莲台之中，发现其上自带阴阳2气，阳气可镇心魔，阴气可温养神魂，暖光氤氲，盘坐其中令人感到极为舒适。更妙的是，一旦他打坐入定，莲台四周无声自鸣，响起飘渺道音，大道梵音回响之时，似有仙王在耳边吟唱诵经，为修炼保驾护航，解疑答惑。悟道台上仙辉流转，叶枫感受了一番，只觉得玄妙至极，心中不由得十分满意。别的不说，起码这上面环境不错，倒是有些仙家缥缈的意味和道韵，而且空间足够大，别说是3人游龙，就算是30个人都能在上面平躺开来，非常适合集中修炼。可儿、雨菲，你们也别在下面看着了，快上来。见唐雨菲和陈可儿还在下面发愣，叶枫连忙招手呼唤：来了。2女早在下面看傻了眼，对这神异非常的悟道台也是十分的感兴趣，此刻再也按耐不住，连忙飞身跃上莲台。刚一踏入悟道台，2人便感受到了其中自然流淌的道韵，还有那四周回荡的仙王吟唱的诵经声，顿时纷纷瞪大了美眸，心中感叹不已。此物果然不愧是仙王手中之宝，当真是玄妙无比啊！太好了，仅仅是身处其中还未修炼，我便能感觉到那筑基的瓶颈已经开始松动，有了一丝将破未破的迹象。唐雨菲更是激动无比的表示，有此神物相助，这次我定能突破炼气大圆满的瓶颈，踏入筑基期。听到唐雨菲的话，陈可儿也十分兴奋，目前就属她的修为最低，仅有炼气8层而已。虽然来到叶家后，虽然灵气是外界的10倍，手中还有各种极品丹药，但是天赋的限制还是令她进展缓慢，想要追赶上唐雨菲尚且还要一段时间。嘿嘿，这就妙了吗？为夫这里还有更妙的东西呢。见美艳娇妻如此兴奋，叶枫嘿嘿一笑，大手一伸，便将她那莹润丰腴的娇躯揽在了怀中。我知道你修炼起来念头不通达，不过没有关系，我来助你通达。说着，他又伸出另一只手，将清纯美人陈可儿也拥入了怀中。还有你这个小丫头，也别在一旁看戏，一起修炼起来吧。
一时间软玉温香在怀，叶枫左拥右抱，差点忙不过来，好不美妙啊！夫君，你好话呀！雨菲姐姐，我来助你，咱们两个一起镇压他。哦，你这小丫头古灵精怪，居然还想镇压我？好，那我就先拿你立威，看招！嘶，风哥哥，你欺负人家？放肆，大胆！你竟敢咬我，看我怎么收拾你这小妖精！哎呀，不行，我要突破了！天玄雾道台上灵光闪烁，人影翻飞，一时间根本分不清是谁占据了上风，又是谁在主导修炼，场面混乱不堪。只听得耳边交呼阵阵，叫喊连连，那动静闹得非常大，震得整个长乐灵台宫都回荡着欢声笑语。就连一旁躲在房内炼丹的雷逸欢都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因为那些动静让他听得入迷分了心，导致不小心又练坏了一炉神蛊丹。可恶，这神蛊丹怎么这么难练？就算是照着丹方也极其容易出错。真不知道叶枫那点修为是怎么炼制出极品神蛊丹的？难道我堂丹道大师的理解还比不过他吗？看着手中的废丹，雷逸欢心中一阵不服气，听到耳边不断传来的动静，更是让他心烦意乱，无法凝神静气。这些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吗？还让不让人好好炼丹了？让我一个人在这里炼丹，结果你跑去游龙搞耍，你倒是潇洒快活。哼，我一定要炼制出极品神蛊丹，我就不信了，本大师的丹道实力还比不上你这筑基小修。等你萎靡不振的时候，可别来求我帮你炼制神鞭丸。天玄雾道台上，叶枫并未如雷逸欢所想的那样萎靡不振，反而越发生龙活虎，只觉得精神抖擞，说不出的神清气爽。此刻他正搂着清纯美人陈可儿，看着唐雨霏身上闪动着灵光，那是修为突破时灵力激荡发生的现象。就在刚才一番游龙过后，唐雨霏停滞在炼气大圆满的修为，终于顺利的突破了大境界的瓶颈，踏入了筑基一层的新天地。夫君，这天玄雾道台果然神妙，实在是太神奇了。方才我不过是打坐运行了几个周天，那玄奥的大道梵音就一直在我脑海中回响，就像是仙王在为我亲自传经诵道一般。那些想不通的修炼之理瞬间便明悟了。唐雨霏兴奋地握着粉拳，美眸发亮的惊呼道：有此神物相助，日后修炼再也不怕遇到难解的疑惑了，定能突飞猛进，一路高歌。说到这，他又转身对着陈可儿说道：还要多谢可儿妹妹刚才鼎力相助，我现在已经是一名真正的筑基修士了。清纯美人陈可儿闻言，一脸娇羞地说道：雨霏姐姐不必客气，我做的很少，刚才风哥哥才是出了大力的人，要谢就谢他吧。那是当然，夫君的辛苦雨霏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开心在身上，必须要好好感谢才行。说着，唐雨霏俏脸通红，美目之中神光流转，晃着玉衫依偎在了叶枫的怀里。多亏了有夫君给了雨霏如此多的好处，雨霏才能这么快的完成筑基。夫君的恩情，雨霏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多谢夫君。叶枫闻言十分欣慰，能得到美人们的感激与厚爱，他还是非常开心的。满足感这种东西其实都是相互的，收礼的人会因此而感到满足与偏爱，而送礼的人看到对方的感动与欣喜，也会觉得满足和快乐。当然，不管自己付出多少，美人们又因此获得了多少提升，实际上收益最大的人还是自己。不过大家在一起过日子，有些东西不需要算得那么清楚，毕竟最重要的就是恩爱嘛。只要生活富足，剩下的你就只管享受恩爱就完了。雨霏姐姐的进步好快啊，可儿好羡慕你，已经是筑基修士了。清纯美人陈可儿忽然有些失落道：现在家中修为最低了还是可儿，只有炼气8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追赶上姐姐们的步伐。可儿不要气馁，你们俩刚才表现得很棒，我这儿正好还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们。叶枫见状微微一笑，顺势又拿出了太元神木和太元神火，分别递给了唐雨霏和陈可儿。咦，还有礼物吗？陈可儿闻言又惊又喜，连忙双手接过，却发现根本不知道手中这节翠绿的木头是做什么的，只能感受到其中磅礴的生机。夫君，这是什么东西啊？唐雨霏也是一脸疑惑。和陈可儿手中的翠木不同，她收到的是一团被天地灵气包裹其中的火焰，看似温度不高，实则蕴含着令人心悸的狂热。这是先天五行元力化为的天才地宝，可儿手中的叫做太元神木，而你手中的叫做太元神火。叶枫淡淡的为二女解释道：你们可别小瞧这2样天才地宝，它们可以帮助你们提升体内灵根的品质，提高你们的修炼天赋。即使是最低的1品灵根，炼化此物以后也能晋升为9品灵根，而若是9品灵根炼化此物，甚至可以发生蜕变，进化出更高品质的同属性变异灵根。可儿，你刚才不是觉得自己进步太慢吗？其实那并不怪你，只是因为你的灵根和天赋稍差了一点而已。说到这，叶枫摸了摸清纯美人的小脑袋，柔声道：现在有了此物，你的灵根品质一定能提升一大截，到时候修炼天赋上去了，你的修炼速度就会更快的。而且你还有刹女同欢诀这门玄功，咱们多在一起游龙修炼，很快你也能踏入筑基，追赶上姐姐们的。陈可儿虽然年龄最小，但最是娇俏可爱，她总是那么的单纯，因此也深得叶枫等人的喜爱。真的吗？枫哥哥，可儿也能提升灵根天赋，很快筑基吗？听到叶枫的话，清纯美人顿时眼前一亮，心情大好。那枫哥哥，你快帮可儿炼化吧，可儿也想变强。叶枫闻言点了点头，
爽快答应。好，既然如此，就由我来助你们炼化此物吧，正好也看看你们炼化之后灵根提升到什么程度。于是，在偌大的天玄雾道台上，叶枫居中盘坐，陈可儿与唐雨霏则一左一右分坐在他前方。望着两位美人莹润光滑的纯白美背，叶枫深吸了一口气，掌心浮现出了两团神光。左掌太元神木如翡翠雕琢的球枝，生机勃发，青霞流转；右掌太元神火似跳动的暗金熔岩，炽烈灼目。闭目凝神，引气归元。叶枫低喝一声，双掌轻按二女背心，在灵力的催动之下，太元神木化作碧色洪流没入陈可儿丹田，太元神火则如金蛇钻入唐雨霏气海，极为精纯的先天五行元力刚一入体，陈可儿的周身便溢出了青色光雾，无数嫩芽虚影从毛孔滋生，缠绕成藤蔓道纹。磅礴的木之生气冲刷经脉，其七品木灵根如枯木逢春，贪婪吞噬着生机，灵根脉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晶莹剔透。而唐雨霏的体表则燃起了暗金色的火焰，发丝无风，自动宛若火灵，其眉心处浮现出了一枚赤金色的符印，体内灵力如沸水翻腾，火之精气灼尽杂质，七品火灵根在涅槃中重塑，见凝成一簇跳动的太元神火本源。约莫一炷香后，异象骤敛，陈可儿率先睁开双眼，眸中青光流转，指尖青苔便引动灵气化为了一株青木神像，它内是丹田，直接原本的七品普通木灵根，竟然演化蜕变了太元神木灵根。不仅灵气吸纳的速度暴涨，木系灵力更是凝练的如翡翠琉璃一般，只是一缕气息弥漫便能令人感受到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而唐雨霏也紧跟着苏醒，只见她吐息如岩，掌心托起了一朵惊艳莲花，她果然也觉醒了太元神火灵根，灵力运转的速度快于奔雷，火系灵力更是精纯至暗金液态，熊熊炙热的威压令人心悸不已，蕴含着爆裂恐怖的能量。夫君，这也太神奇了，我的灵根真的提升了至少一个大台阶。唐雨霏稍运灵力，便觉得经脉畅通无阻，灵力强度与精纯度提升了足足2倍有余，这意味着他的修炼速度又快上了不少，进步更大了。一旁的陈可儿也是一脸欣喜，显然和唐雨霏一样，也发现了自身的神奇变化。非常不错，你们二人如今的天资，即便是在天才辈出的仙宗大派，也可称得上是天之娇女了。叶枫微笑着点头，果然这修炼就是讲究才履法定，有机缘的修士和没机缘的修士命运就是不一样。按照以前唐雨霏二人的七品普通灵根的资质来说，二女最多也就算是普通天才吧，大概类似于村里的第一名，和普通人相比算是不错了，但是一旦去到更大的舞台，却还是不够看，很容易就被别人比了下去。但在炼化了太元神木和太元神火这两件天才地宝以后，二女的灵根资质直线飙升，虽然还不足以称之为盖世妖孽，但就算是在仙宗大派，也绝对算是关押天才的存在，至少也是个宗门圣女之类的旷世奇才。枫哥哥，你对可儿真的太好了，这种神物若是没有你，可儿一辈子也不可能得到。可儿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对可儿的爱。陈可儿泪光盈盈地扑进叶枫的怀中，心中感动得一塌糊涂，抱着他一通狂啃。单纯的他只能以这种质朴的方式尽力地表达自己的感动。然而一旁的唐雨霏显然就比他懂事多了，只见他虽然不言不语，但却满含热泪地扎起了头发，随即自然地低下了头，用他的温柔方式表达了感激。对，就是这样。叶枫长吸了一口气，只觉得魂都飞上了天。他一把抱住了娇俏的清纯美人，而你我之间的情谊无需多言，枫哥哥只希望你们都能在仙路之上走得更远，成就更大。既然你不知道爱要如何说出口，那便不必多说了，爱可不是用来说的。枫哥哥，可儿明白，来吧，用尽你最大的柔情，让我看看你有多感动。一时间天玄雾道台上灵光再度爆闪，人影翻飞厮杀，极为惨烈。感动之余，三人都拿出了看家的本事，尽情抒发着心中的情感，爱意横流。整个长乐灵台宫再度喧闹了起来，惊呼与喝彩声齐飞，连绵不绝。足足6个时辰过去，雷毅欢无语地打开了丹阳陨星炉，不出所料的又没有炼制出极品橙色的神骨丹。不仅如此，就连极品筑基丹和极品神元丹，他也没炼制出来多少，真是可恶啊！若不是因为他们3个在外面鬼哭狼嚎，我炼制出极品丹药的成功率肯定不止现在这么低。真是想不通，这叶枫的精力怎么会那么旺盛，足足游龙了6、7个时辰，还依然中气十足。若不是那2个小丫头连连求饶，恐怕他还真的不眠不休。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会超人的筑基小修，难道那紫薇神丹宝典之中还有增强这种能力的灵丹妙药吗？雷毅欢那张极致妖娆妩媚的脸上写满了疑问。这真不是他在为自己的炼丹失败找借口，那些上古丹方真的很难炼，尤其是在外面欢声笑语不绝于耳的这种环境之下。早已修炼至金丹中期的雷毅欢自问早已道心通明，一心只向丹道，这辈子都不会碰触情爱这方面的事儿。但是自从和叶枫一起游龙修炼以后，他感觉自己逐渐被打开了新的世界，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超绝体验，那是他苦修多年浸泡在炼丹房中根本体会不到也完全想象不到的美妙感觉，以至于在和叶枫一起修炼的后半程，基本上都是他在主导着修炼。雷毅欢不得不承认，
他真的爱上了那种超绝体验。他10岁只为了想到这里，雷毅欢心乱如麻，俏脸红得在发烫，媚眼如丝地回味着当时的画面和感受。他真的不知道，原来自己是这样的女人，也会对情爱之事动心，也会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原来自己并不是真的无情无欲、无心无爱，只是没有碰到那个让自己动心动情的人而已。雷毅欢悠悠地叹了口气，伸出纤纤玉手托住了他那足以令天下人为之倾倒的绝色容颜，一脸沉思状。不知不觉，长乐灵台宫恢复了安静。他竖起耳朵，只听得一道脚步声由远及近，脚步刚停下，叶枫便推门而入。你的丹药炼制的怎么样了？看见叶枫的出现，雷毅欢俏脸一红，连忙停止了脑中的胡思乱想，手足无措地站了起来。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我都炼制完了，只是极品丹药的成丹率不高。本以为叶枫会奚落责怪他这位丹道大师的水准，却不料叶枫只是无所谓的点了点头，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只是叮嘱他抓紧将修为巩固好，平日里除了炼丹，也不要落下修炼云云。说完就转身准备离去。见叶枫要走，雷毅欢心中一动，连忙壮着胆子喊道：主人请留步。还有什么事？叶枫闻言疑惑回头，敢问主人，您究竟是如何炼制出那些极品丹药的？望着叶枫疑惑的眼神，雷毅欢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为何同样的丹方，您就能炼制出极品成色的神骨丹，但我却连一炉都炼制不出来？好歹我也是一位金丹期的丹道大师，而您不过才铸机器，甚至您炼制出那些极品神骨丹的时候，很有可能才是炼气期而已。即便是我和主人之间有差距，但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差距这么大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请主人为我解惑。听到雷毅欢的话，叶枫这才明白他那张极致妖娆妩媚的俏脸为何会一直眉头紧皱了。想来应该是感受到二人之间炼丹的差距，被自己无形之中给打击到了。看了看系统面板上关于丹道天才的解释，身为一名丹道天才，你的炼丹水平不受修为境界的桎梏，可以炼制出超越品阶的灵丹妙药。叶枫摸了摸自己的下巴，他觉得自己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和雷毅欢解释这回事。想了半天，他也只能耸了耸肩，两手一摊说道：我想这可能就是天赋吧。雷毅欢他真的是无语了，等了半天，结果等来了这么一句回答，真的很让人绷不住啊。难道自己和叶枫之间真的有这么大的差距吗？辛苦炼丹几十年，每日浸泡在炼丹房中，日夜受烟熏火燎，好不容易熬到金丹期，成为万人敬仰的丹道大师，结果却连一个10几岁筑基小修都比不过吗？难道这就是真正的天才？而自己的努力在真正的天才面前就真的那么一无是处？面对叶枫这个回答，雷毅欢觉得自己真的接受不了啊。其实你也不必如此灰心，你已经很棒了，再多努力一点点，说不定就能赶上我了。看见雷毅欢一脸忧郁无奈的表情，叶枫心里挺过意不去的，连忙劝慰道：他可不想自己刚收的丹奴转眼就被自己狠狠打击，最后到心崩碎了。他们这些传统修士每一步都是在脚踏实地，辛苦修炼的成果来之不易，不应该跟自己这种修仙子的比较，这对他们来说太不公平了。毕竟传统修士想要进步几乎没有捷径，只能一步步亲自动手勤修苦练，而自己只需要和仙子们动动嘴动动腰就行了，而且有时候甚至都不需要自己动，仙子们自己会动。敢问主人，这会不会和您得到了上古丹到至尊紫薇道人的传承有关？看着一脸春风得意的叶枫，雷毅欢紧咬红唇，强行忍住了和他激情兑现的想法，低头说道：您手中是否有一本名为《紫薇神丹宝典》的古籍？哦，你说这个呀，应该有点关系吧？紫薇神丹宝典确实在我手中。叶枫闻言不以为然地回道：真的吗？主人，这本被称为天下丹修眼中圣经的紫薇神丹宝典真的在你手中？雷毅欢闻言瞬间激动了，连忙施礼道：敢问主人，能否将紫薇神丹宝典借我翻阅翻阅？请主人放心，一欢现在全身心都属于主人，有天道誓言为证，一欢绝不可能背叛主人，更不可能对主人有任何异心。这紫薇神丹宝典，一欢保证只会自己观看，在未得到主人的允许时，绝不会擅自外传。说到最后，雷毅欢自觉有些唐突，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毕竟这紫薇神丹宝典确实分量太过重要了，不亚于人族地经，足以令天下无数修士为之疯狂。就算是自己得到了紫薇神丹宝典，也绝对不会透露给任何人知道，更不可能放心地交给任何人翻阅。因此，雷毅欢在说完之后，心中便已经有了答案。即使叶枫不愿意，甚至是迁怒自己，都是情有可原的。自己刚才说的话确实有点可笑了，居然妄想他会将紫薇神丹宝典交给自己，真是异想天开。你想要紫薇神丹宝典？没问题啊。然而出乎雷毅欢意料之外的是，叶枫听完之后居然想都没想就点头同意了。他从怀中储物袋中十分干脆地掏出了一枚神光闪耀地功法玉简，丝毫不以为然的随手扔给了雷毅欢：你想看就拿去吧，随便看。相比较雷毅欢对紫薇神丹宝典的重伤，叶枫的心里却不是很在意这门被称为丹修圣经的古籍。他觉得炼丹是一件很无聊很无趣的事情，一直都不是很喜欢炼丹。若不是因为要换取灵石，还有为了唐雨霏等人修炼，他才懒得坐在丹炉前受烟熏火燎呢。
有那点时间都不如跟仙子们游龙搞耍一番来的快活。至于将紫薇神丹宝典雷一欢的后果，叶枫也并不怎么担心。有天地一气是印咒的约束，二人心意相通，只要雷一欢心中对自己有一丝敌意，叶枫立马就能感受到，只需动一动念头就能将他的神魂引爆，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他。因此雷一欢的安全是毋庸置疑的，他绝对不敢也无法背叛。紫薇神丹宝典交给他，反而能让他的丹道水平更进一步，为娇妻们炼制出更多的极品丹药，何乐而不为呢？不过相比较叶枫的轻描淡写，雷一欢手捧着他赐下的紫薇神丹宝典，激动的花枝乱颤。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的冒昧要求竟然会得到叶枫的同意，他就那么信任自己吗？如此珍贵的丹修圣经就这么随手交给自己了。雷一欢忽然觉得有些感动，叶枫的态度让他自惭形秽，换作是他的话，他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说不定还会觉得对方居心不良，一怒之下杀了对方。多谢主人厚恩，雷一欢一定不负主人厚望，为主母们炼制出更多更好的极品丹药。雷一欢激动的花枝乱颤，大地之资山摇地晃，感动的鼻子都在发酸。有了这紫薇神丹宝典，他极有可能成为继紫薇道人之后又一位丹道至尊。听到雷一欢的话，叶枫却不以为然的摆了摆手，区区小事而已，你还有什么其他事没有？启禀主人，一欢还想要出门一趟。雷一欢接着道。出门？叶枫微微蹙眉问道。雷一欢见状连忙补充道，主人请放心，一欢出门一是为了前往奇珍楼，二是也要去一趟城主府。奇珍楼的掌柜林婉农是我多年的好闺蜜，上次我去奇珍楼就是和她见面的，只是没想到遇到了你。她近日要离开顺天城，前往奉天城开设新的奇珍楼，我要去为她送行。还有下个月就是顺天城主东方胜的爱女东方月的18岁成人礼，东方城主本来和我约定好，在下个月成人礼上安排东方月拜我为师，学习炼丹。现在一欢成了主人的丹奴，这拜师仪式倒是显得有些不合适了。此去城主府正好向东方城主推辞，让他另请高明了。听到雷一欢的话，叶枫心中有些诧异，自己去了奇珍楼这么多次，一直都是张朝凤在接待，还从没见过掌柜的是谁。没想到这奇珍楼的掌柜居然是个女子，而且还和雷一欢是多年的好闺蜜林婉农。单听她的名字似乎就颇为不俗，想来身为绝世尤物的好闺蜜，姿色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而且顺天城主东方胜似乎还有一位即将成年的爱女东方月，怎么自己此前从无印象？我怎么还从未听说过？这奇珍楼的掌柜竟然就是你的好闺蜜？想到这，叶枫心中一动，于是便询问道：这林婉农是何人？你能否和我详细说说？见叶枫询问，雷一欢微微一笑，连忙答道：主人有所不知，林婉农就是咱们城中5大家族之一林家的长女，和我打小关系就好。奇珍楼就是她一手建立起来的。你别看她是个柔柔弱弱的女子，其实她柔中带刺，被称为顺天玫瑰，能耐本事可大着呢。而且婉农她不仅能耐极大，是个女强人，容貌气质更是一绝，论姿色绝不在我之下，堪称人间绝色，一颦一笑足以倾倒天下。哦，叶枫闻言只觉得眼前一亮，心思立马活络了起来。这雷一欢的姿色就已经是人间极品，绝世尤物了，性感妖娆美到了极致，而这林婉农竟然姿色还不在雷一欢之下，真的假的？那得美成啥样啊？本来都以为这顺天城已经再无美人了，难不成还有意外惊喜？顺天玫瑰这个称号似乎有些来头，真的像玫瑰一样明艳动人，艳冠天下吗？叶枫摸了摸自己光滑的下巴，眼神闪烁，继续追问道：那这个东方月又是什么说法？雷一欢闻言柔声道：这东方月下个月就满18岁了，是顺天城主东方胜的独女，修炼资质只是一般，仅有5品水灵根而已。不过其丹道天赋不错，东方城主曾经让我考核过她，仅有炼气8层修为的她，对于丹炉与丹火的控制便已经登堂入室了，对丹道的理解也很深刻，是个炼丹的好苗子。东方月虽然年纪尚小，但已经初具规模，容貌姿色皆为不俗，也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美人胚子。虽然性格有些刁蛮，但毕竟是城主家的独女，从小便在宠爱中长大，也可以理解。上个月东方城主亲自找到我，说要让东方月拜在门下学习丹道，我便与他约定在东方月下个月成人礼之时，连同拜师宴一起办了。只是没想到一欢如今成了主人的丹奴，这样的身份再收城主之女为徒，恐怕就不合适了。下个月就满18岁了，还是个祸国殃民的美人胚子。听完雷一欢的介绍，叶枫准确地抓住了他话里的重点，低头沉思了起来。看来这小小的顺天城藏龙卧虎之处还不少呢。难道说这东方城主家里也有一个绝色仙子吗？这样的话，自己倒是真的得去见识见识了。正好距离自己突破金丹期离开顺天城，大概也差不多需要1个月的时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跟着雷一欢一起去看看。若是这林婉农和东方月真有可取之处，能够达到万美图的收入标准，那么趁着这段时间，完全可以将他们拿下。等到1个月后，自己也差不多可以进入金丹期了，就可以毫不留恋地离开顺天城，前往更广阔的天地寻芳猎艳。想到这，叶枫连忙说道：其实虽然你身为我的丹奴，但也未必不能收徒，你也不必在我面前如此拘谨。如果你好好与我相处，
你会发现其实我还蛮好说话的，对人也很不错。这样吧，正好我也闲来无事，不如就让我陪你一起出去，如何？啊，这……雷奕欢闻言顿时心中一惊，叶枫仿佛看穿了他心中所想，接着道：你放心，在家中你是我的丹奴，喊我为主人，在外面你依然是那个万人敬仰的丹道大师雷奕欢，你只需要喊我道友即可，我也不想引人注目，万事低调一些即可。叶枫心中了然，估计这雷奕欢久居高位，突然沦为自己的丹奴，担心被自己的好闺蜜知道，面子上会有些过意不去。不过好在自己也不是很喜欢在外人面前装逼摆谱，在这风云诡谲的修仙界，平时能低调的话，还是低调一点为好。万一太高调，引起了有心之人的不怀好意，平白惹出许多事端，那可就不好了。能少点麻烦就少点麻烦，有那点处理麻烦的时间，还不如在家跟仙子们游龙修炼呢。当然，每人身上的麻烦不叫麻烦，那叫机会好的主人。既然主人有心陪奕欢走上一回，奕欢心中求之不得。果然，听到叶枫的话，雷奕欢脸色好看了许多，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连忙说道：那咱们便先去奇珍楼吧。叶枫淡淡的点了点头，二人一前一后走出了长乐宫。奇珍楼有几日没来了，依旧是那么生意兴隆，人声鼎沸。作为顺天城最大的修士交易场所，这里汇集了从炼器到金丹几乎所有阶段的修士，每日来此交易的修士络绎不绝，可谓是城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兴旺之地。修士之间难免会有交易，若是不想被人黑吃黑遭毒手，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在奇珍楼中进行交易，作为担保，奇珍楼会收取一部分的费用，保障交易双方的安全。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卖给奇珍楼，而不需要自己去寻找卖家，虽然价格会比市场价略低，但胜在快捷方便。若不是听雷奕欢介绍，叶枫完全不知道，如此庞大的一个交易组织，在顺天城举足轻重的奇珍楼，竟然是由一个弱女子一手建立起来的。心中不由得对那位号称是顺天玫瑰的明艳美人林婉浓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且不论她的姿色与容貌，单说这份魄力与手段，便足以令人钦佩了。相比较始终风轻云淡、一脸悠闲的叶枫，雷奕欢那张极致妩媚的俏脸上反而多出了几分紧张感。谁能想到，几日未见，他不过是去了一趟叶家，再出来时身份已经是天翻地覆了。从万人敬仰的丹道大师，鼎鼎有名的金丹大能，顺天城无人不知的雷仙子，变成了一位筑基小修的丹奴。被他日夜玩弄于股掌间，再次走出叶家的时候，雷奕欢陡然有了一种两世为人的错觉，心中感慨万千。命运啊，真是造化弄人。走在叶枫的身边，他还是下意识的会把自己当成一位下人看待，即便是叶枫反复提醒，他还是忘不了自己已经成为了叶枫的丹奴，已经是有主之人了。看着身旁略微有些恭敬拘谨的雷奕欢，叶枫莞尔一笑，想不到这主仆之分的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他嘴皮子都快说干了，也依然无法让雷奕欢放松下来。眼看实在没办法，他也就不管了，随便他怎么想吧，由他去。二人刚一踏入奇珍楼的大门，性感妖娆到了极致的雷奕欢便再度引发了轰动。他那件紫色的丹师法袍根本就掩盖不住傲人之姿，雪白修长的大长腿每一步都风情摇晃，像是踩在了人的心尖上。好一个绝美的妩媚仙子，真是太美了！天哪，这世间竟然还有如此性感妖娆的美人存在，我莫不是见到谪仙凌晨了吧？仙子是绝美无疑，但她身旁那个青山少年是个什么玩意？他也配站在谪仙身边？估计是仙子的随从吧。那么美的仙子，估计也只有仙王大帝才有资格一清芳泽，绝非我辈修士能够亵渎的。好羡慕那个随从，我也想站在仙子身边，近距离的欣赏她的绝世容颜，也好过在这里远远望着。呸！就你这副模样，也妄想和仙子近距离接触？人家少年起码俊朗不凡，你这牙黄嘴臭的东西，何德何能？奇珍楼大厅内顿时响起了一大片吸气声，无人能在雷奕欢的美貌之中保持清醒，全部为他那绝世尤物一般的风采而倾倒。反倒是一旁的叶枫，因为衣着朴素，一身青衫，被人误认为是他的随从，甚至还令人艳羡不已。若是他们知道自己眼中谪仙一般绝美的仙子，前不久还被叶枫压在身下游龙，娇滴滴的婉转承欢，喊他主人，恐怕奇珍楼有一半的在场修士都得气疯了不可。当然，另一半修士也得疯，是极度的疯了。哟，雷大师，还有叶枫小友，你们二人怎么有空一起光临奇珍楼了？二人刚一露面就引起了轰动，顿时被眼尖的张朝凤认了出来。他一路小跑过来，一张老脸笑得满是褶皱。咦，张朝凤，怎么几日不见，你穿着这么气派了，都从白袍换上金袍了？叶枫望着一身金钱服的张朝凤，满脸惊讶。这老小子之前总是一身白袍，头发花白，看起来极为简朴，怎么几日不见换上了富贵逼人的金钱蟒袍，身上多了几分暴发户的感觉？嘿嘿，老夫托小友的福，现在已经不是朝凤了。见叶枫打趣，张朝凤不急不恼，笑呵呵地说道：咱们林掌柜要前往奉天城开新铺，老夫被他委以重任，现在是这顺天奇珍楼的新掌柜。叶枫闻言忙道恭喜，雷奕欢则心中一动，出言问道：敢问张掌柜，我那好妹妹可还在吗？她已经离开顺天城了吗？雷大师，林掌柜他还没走呢，他还特意嘱咐老夫
见到你之后便立马通知他。张朝凤现在是张掌柜了。见雷毅欢开口问话，连忙回答道：“林掌柜的一直在等着和你告别呢。”说完，他连忙恭敬地在前方引路，将二人带上了奇珍楼的顶层。顶层之上便是奇珍楼掌柜的办公的场所。平日里来到此处的都是一些金丹期以上的大人物。此处仅有一间大房，装修的富丽堂皇，十分气派。张掌柜行至门前，态度恭敬地喊道：“林掌柜，雷大师和叶枫小友来了。”哦，二位都是贵客，快快请进。门内传来了一声极为清悦的女子声音，宛若夜莺在轻啼，语调婉转悠扬，极为动听。林掌柜有请，二位贵客快请进吧。张掌柜闻言推开房门，笑呵呵地对着叶枫二人说道。房门刚一推开，一股玫瑰花的香气便扑面而来。那香气并不十分浓郁，但偏偏幽香销魂，直往人心神里钻，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仅仅是呼吸之间，便仿佛置身于玫瑰的世界，身边全都是含苞待放、鲜嫩欲滴的诱人玫瑰。叶枫深吸了一口气，只觉得神清气爽，心中对那林婉浓更是感到十分好奇，连忙抬脚踏入门中，同时抬头向里望去。仅仅是看清那房中之人一眼，那明艳动人的女子顿时令他几乎快要忘记了呼吸，只觉得大脑之中嗡的一声，一片空白。美，太美了，美到了极致，美到了绝巅，比花儿还娇艳，比玫瑰还娇嫩。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女子？真是好一朵顺天玫瑰，不愧是人间绝色。与此同时，叶枫的脑海中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咚，恭喜您发现了一位可以解锁的美人。